被拍卖的鲛人女孩只因多看了男人一眼，下一秒就被男人花一个亿拍下当宠物饲养。怎料女孩身披马甲无数，不仅是当今顶级黑客、帝国之主，更是神秘的海洋之王。然而当男人得知女孩身份后，竟反过来将锁链拴在自己脖子上，还主动要求当女孩的宠物，只求女孩不要离开自己。此时的夏国拍卖场内，拍卖师手持话筒激动道：“接下来是本场最后一件拍品，也是今晚的压轴宝物——鲛人。”下一秒，场内众人皆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竟然真的存在鲛人。都说鲛人哭能泣珠，眼泪就是最稀有的珍珠啊！此时不等众人反应，下一秒一个封着红绸的巨大玻璃箱从顶端缓缓落下，直到落在拍品展示台上，红绸蓦地滑落，里面赫然是一个女孩。只见那女孩闭着眼，安静地趴在玻璃箱里的红绒毯上。此时拍卖师看着那女孩介绍道：“她是世界上已知唯一一个拥有鲛人血统的女孩，据说她哭泣时流下的眼泪乃是价值连城的血珍珠。”听到这，众人沸腾了，血珍珠那可是北海绝技的极品啊！然而这时有人起哄道：“既然是压轴宝物，那总得展示一下吧，我们想看她哭。”这时只见拍卖师礼貌一笑，扬了扬手，一根由电子操控的金鞭就出现在玻璃箱外。下一秒，金鞭扬起，啪的一声抽向了女孩的背部。然而女孩并没有疼哭，倒像是从沉睡中醒来，睁开了眼睛，令众人下意识屏住了呼吸。紧接着又是一鞭落下，女孩只是用力地咬着唇瓣。然而直至10鞭结束，女孩仍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这时拍卖师见状道：“众所周知，鲛人是越长越美的，她才年满18岁不久就有如此惊艳的容貌，以后更会是世间难有的角色。但鲛人天性倔强，非常傲气，至于怎么能让她哭，她能哭出多少血珍珠，这就要看有缘人的本事了。”随着拍卖师话音落下，竞拍开始，价格很快从50亿飙升至100亿。这时在一个隐于黑暗的特殊包厢中，双腿交看的年轻男人坐在真皮沙发上，他看着被鞭打过后仍旧不为所动的鲛人女孩，嘴角勾着玩味的笑。一旁的叶枫见状弯腰恭敬道：“七爷，您拍下的小老虎已经检查打包完毕，现在我们可以离场了。”男人没有说话，叶枫见他望着展示台便问：“七爷，这鲛人血统的女孩您是否感兴趣？”却不料欧尊嫌弃的冷嗤一声：“不过是任人欺辱的小废物。”紧接着他就站起来往外走去。叶枫见状赶紧跟上，而此时拍卖最后以史无前例的300亿成交。竞拍成功的是一名上了年纪的富商，然而拍卖刚结束，他就急不可耐地要求现场打开玻璃箱。拍卖师便扬手让操控台的人打开玻璃箱。然而就在防弹玻璃门开启的那一瞬间，石云阴蓦地睁开了眼睛，他猛地弹起身体，扯下了挂在箱顶的金鞭，在落地的一瞬间鱼尾变成双腿，而后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玻璃箱。外面站着的保镖根本来不及抓住他，下一秒石云阴扬起手里极长的金鞭，竟直接将那个刚刚鞭打他的人打趴下，现场顿时陷入混乱。拍卖师见状脸色巨变，快把他抓住，堵住出口。顿时10几名保镖掏出电棒追向他。石云阴眼看着右侧有3个保镖追上来，他随手拎起一旁黑布罩着的笼子就朝着保镖砸了过去。他砸的角度极其精准，几名保镖直接被砸晕，黑布笼子也摔在地上变了形，里面发出嗷嗷几声惨叫后便没了声音。这时一旁负责推车的男生脸都吓绿了，腿一软跌坐在地。糟了，那是七爷拍下的小老虎，完了完了！石云阴听到后皱了皱眉，七爷。不过此时他没空细想什么，他耳廓微动，极其灵敏的听觉让他知道左侧有不少人涌上来，看人群逃生的方向，出口应该就在上面了。于是他快速跑去，顺便还一脚踢掉了挂在护栏上的广告牌，直接压倒了下方追来的一群保镖。追来的拍卖师看见这一幕目瞪口呆，没想到这么多保镖竟然都被他给解决了。这鲛人女孩的身手敏捷的令人心惊，于是拍卖师一咬牙拔出枪，枪口对准正在攀爬的女孩的纤细右腿。这时另一声枪声响起，一枪打掉了拍卖师手里的枪。他看着突然出现在面前高大尊贵的身影，吓得瞪大了眼睛。七爷！这时石云阴迅速一个侧空翻就要跃到另一边，眼看就要逃脱，可一只修长的大手极快地伸过来扣住了他纤细的脚踝。石云阴一时失衡，整个身体被一股大力拽了过去，跌入了一个冰冷坚硬的怀抱中。男人强大的气场带来逼人的压迫感，让他连呼吸都顿了几秒。石云阴双手立即用力推向男人的胸膛，膝盖也毫不留情地顶向男人的腹部，迅速就要挣脱他霸道的掌控。可男人却单手扣住了他的双手手腕，趁着石云阴被制服的这一瞬间，2只修长的手指突然掐住他的下颌，强制性抬起了他的脸。石云阴气恼地抬起眸，猝不及防撞入一双暗墨色的妖冶眼眸中。欧尊就这么盯着他。这时欧尊似笑非笑地问：“你摔死了我买的小老虎，你说该怎么办？”石云阴一时摸不透他想对自己怎样，眼底瞬间布满了浓烈的戒备。难道他想让自己以命抵命？见他不说话，欧尊眉梢轻挑：“你是听不懂人话吗？”石云阴从未在人前开口说过话，于是他照常假装不安人事，只是很凶地瞪着他。欧尊啧了一声后嗖地松开了手，真漂亮，可惜是个只知道逃命的小傻子。这时石云阴终于从男人怀里落下来，站在了地上。所以这意思是打算放过他了吗？他快速思索着如何逃向最近的出口，然而欧尊却再度开了口：“无妨，我不嫌弃你傻。”石云阴还没反应过来，下一秒他只觉眼前一晃，脖颈处传来冰凉的触感以及锁链上锁的擦声。他蓦地低下头，竟看见绣着虎纹的项圈被戴在了自己脖子上，而项圈连接着一根细细的金链子，链子末端被欧尊握在手里。而后就听他高傲地朝他宣布道：“你杀了我的宠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宠物了。”石云阴见状无语，这男人是什么奇特的鬼逻辑？于是他立即伸手去扯脖颈上的项圈，可欧尊一拉动金链子，他便被拽得踉跄几步，额头撞在了他结实的胸膛上。于是石云阴立即伸手试图抢过那根束缚自己的金链子。这时站在身后的叶枫惊呼：“七爷，这鲛人女孩不要命
命了吗？而欧尊竟也不恼怒，抬手就扣住了女孩的细腰，将她扑过来的娇小身子接住。石云英被欧尊这样强势的搂着，属于男人正常偏冷的体温传来，让她莫名心悸。可欧尊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反倒越搂越紧，看着她气到咬牙切齿的样子，甚至觉得有趣。此时那拍卖成功的富商拖着臃肿的身子跑过来，看到石云英时眼神都在冒着色光，这是我花钱拍下的尤物，他是我的人。可他还来不及靠近欧尊，就被叶枫率先拔枪抵住了头。富商见状不甘心，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这时拍卖师急忙上前拉住他，你别找死。而看向欧尊时，他的态度瞬间变得恭敬无比。七爷，是我们的鲛人不懂事，逃跑时误伤了您的拍品，我们愿意双倍赔偿给您。欧尊原本漫不经心的神色，在听到我们的鲛人时，脸上顿时闪过一道不悦的冷光。拍卖师无端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杀气，于是硬着头皮继续说道：七爷，您看现在。欧尊薄唇冷冷吐出5个字：我要带走他。拍卖师大惊，七爷这万万不可呀！这鲛人是我们东陵的拍品，现已经成功拍出。此时欧尊修长的手指在女孩细腰上轻点着，看似漫不经心的动作，却带着极其强烈的掌控欲。他竞拍成功价300亿，我出3倍。欧尊的话一出口，叶枫立即拿出支票填写后递给他。这时拍卖师哆嗦着，七爷，我不敢拿这钱啊，这不符合我们东陵的规矩。欧尊嫣红的唇微勾，淡淡道：那如果我毁掉这里，规矩也就不存在了。拍卖师一震，顿时哑口无言。下一秒，欧尊一把抱起石云英就走，叶枫以及一行黑衣人立即跟上，而那鲛人血统的神秘女孩被欧尊抱着，竟然也不再挣扎吵闹，只是乖乖地趴在他的肩头。此时拍卖师抬头，正好对上石云英朝他看过来的闭眸，女孩的眼里是即将逃离这里的兴奋和雀跃，以及带着浓烈复仇意味的冷芒。她不吵不闹，只是因为可以借助欧尊彻底离开这里。一走出地下拍卖场，一片片纷飞的雪花便飘落在他身上。石云英歪着头趴在欧尊的肩上，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接住雪花，又抬头去看挂在夜空那皎洁明亮的圆月，好美啊！女孩一双盈满月光的闭眸洋溢着喜悦。跟在欧尊身后的人只以为他是心智不成熟，却没人能看透他笑容里深藏着坚冰般的冷意。3年了，他还活着，有些事情是时候该好好算个账了。此时不远处，一架巨大的私人飞机停在草坪上，待到欧尊抱着石云英走近时，众人便齐齐弯腰行礼，只不过眼底都藏着震惊的神色。七爷不是去拍宠物了吗？怎么带回来一个女孩，而且还是抱着回来的，简直活久见。七爷什么时候抱过雌性物种？他之前买的老虎也都是公的呀。这时欧尊迈着长腿走进机舱，将怀里的女孩直接丢在真皮沙发上。石云英被颠得打了个滚才坐稳，她皱起眉头，下意识就想离这个男人远点，可她脖子上戴着项圈的金链子还被男人牵在手里。欧尊略一用力，他就又被宠物似的拽了过去。这时欧尊在他面前蹲下身来，端详着他，伸手摸着他的脸，像是在撸虎一样。既然不会讲话，那就叫一声来听听。石云英忍住了才没翻白眼，叫个鬼啊叫！看来这男人真的把他当成宠物了。石云英真的很想叫他滚蛋。这时他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看着欧尊，希望他能被他天真懵懂的眼神给感染。然而事实证明他失败了。欧尊见他这样直勾勾的盯着自己，不知为何体内涌起一阵燥热。这不是人类，不知羞耻的小东西又勾引男人。欧尊拎起他丢回沙发上，高大的身形站起来，冷冷吩咐：把他喂饱了洗干净。说完他就把手里的金链子丢给一旁的人，转身迈着长腿走向另一个机舱。留下的石云英一脸懵逼，这男人也太喜怒无常了，自己到底哪里惹到他了？难道就因为他不像老虎一样会嗷呜嗷呜的叫吗？这时面前忽然出现一道人影，你就是七爷这次拍回来的宠物。石云英抬起头看着面前身穿紫色制服的卷发女人，故作不明白的眨巴着大眼睛，她是谁？那男人的情人吗？并且他看着自己的眼神似乎不友善。白梦雅低头看着窝在沙发上的女孩，她身上薄纱破破烂烂，一头乌黑的秀发更是凌乱的披在肩上，像个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可气人的是，这些竟然一点都不影响女孩那令人惊艳的美。而刚才七爷竟然亲自抱她进来，他身为欧尊的随行管家，这些年连他的手都没碰到过。于是他便对着石云英破口大骂：漂亮的女人多了去了，你别做梦七爷会让你上他的床，你不过是鲛人血统的怪物，连人都不是。当最后2句话落在石云英的耳朵里时，他深碧色的眸闪过一丝幽冷，紧接着白梦雅冷喝：起来，带你去吃饭。石云英被他牵着起身，低着头咬着手指跟在白梦雅身后。石云英被白梦雅推进机舱内的一个房间，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笼子关着各种动物。石云英见状满脸震惊，那男人还真是有独特癖好，竟然养了这么多动物，并且个个还都是危险系数高的，真是够变态的。这时白梦雅阴阳怪气的指向一个硕大的纯金笼子，看清楚了吗？这个笼子是你的，你跟这些动物一个待遇。石云英看见笼内坐垫都是虎纹的，显然这是给老虎准备的，而小老虎被他意外摔死了，他就来顶替上了，看起来倒是比他在拍卖场睡的玻璃箱高级多了。这时白梦雅推了他一下，怪物发什么愣，还不快进去？趁着石云英走向笼子时，他偷偷的打开了赤狐的笼子开关，天性凶猛的赤狐立即走出笼子，他在地毯上嗅了嗅，嗅到了从未闻过的陌生气味，而后猛地朝着石云英冲了过去。白梦雅见状勾起嘴角，看见石云英竟然还傻傻的站着不动也不躲，更是暗笑他脑子有问题，那今晚就先让这个怪物吃点苦头，让七爷看看他痛苦失态的丑样。下一秒那只赤狐冲到石云英面前，一跃就跳到了他的身上。石云英低下头，闭塞的眸看向趴在自己身上凶巴巴的小家伙，还挺肥的，看起来那男人喂养的不错。
错。此时赤狐前爪扒住石云英的腰，龇牙咧嘴的冲他叫着。白梦雅冷笑，期待看到接下来石云英被咬得满地打滚的样子。可紧接着，只见石云英抬起手在赤狐的脑袋上揉了揉，还直接揪住他的小耳朵，毫不客气的捏着。被他这样放肆的撸完，赤狐不仅不生气，凶猛的气焰还在瞬间就熄灭了。他竟缩起了小脑袋，讨好的去舔石云英的手，这是动物在臣服时才会有的表现。白梦雅难以置信的瞪大眼，这是怎么回事？不可能！然而不等白梦雅开口，石云英却蓦地看了过来，他歪头朝着白梦雅淡然一笑，粉唇吐出几个闻所未闻的奇异音节。下一秒，趴在他身上的赤狐却好像得到命令般转过身，朝着白梦雅扑了过去。白梦雅顿时大惊失色，转身就想跑，可下一秒就被赤狐扑倒在地，赤狐一口就咬在白梦雅的手臂上。白梦雅惊恐的嚎叫出声，石云英站在一旁居高临下看着他，见白梦雅慌乱的看向自己，石云英弯唇冲他甜甜的一笑，又不会嘶喊什么救命啊，明明心肠那么好，可胆子却这么小，真没意思。此时机舱的房门被叶枫打开，高大英俊的男人走了进来，是谁在鬼哭狼嚎的发疯？同时默谋扫过地上被赤狐咬着不放的白梦雅，叶枫赶忙上前掏出电棒，赤狐察觉到危险，立即转身一溜烟钻回了笼子里，还自己用小爪子带上了笼门。叶枫叫来随行医生，扶起白梦雅给他包扎伤口。白梦雅从未在欧尊面前如此狼狈过，于是又气又急。欧尊脸上却没有什么表情，直接从他身上移开了视线，看向站在一边的石云英。石云英不展露什么情绪，然后就听见欧尊语调难辨地问：为什么赤狐不咬你？石云英眨巴着大眼睛看着他，继续装听不懂人话。而听见欧尊这样问，白梦雅立即哭诉道：七爷，刚才我带他进这个房间，本来是按照您的吩咐给他安排笼子的，可赤狐突然跑出来，他不知道跟赤狐说了什么，赤狐就扑过来咬我了。欧尊挑眉，只听到一句重点：他跟赤狐说话。是的，七爷，他一直用手摸赤狐，赤狐不知道为什么很听他的，他一直用手摸赤狐。摸？怎么摸？欧尊忽然伸手捏住石云英的脸蛋，强迫他正视着自己。勾引男人还不够，还勾引动物，也不奇怪，毕竟你有半个动物血统，在动物的世界里，你确实算最漂亮的。看见石云英被掐着脸，笼子里的赤狐忽然立起身子，两只爪子扑到笼子边，冲他嗷嗷的叫着，像是想解救他，但又很怕欧尊。石云英被小家伙感动了下，微微侧眸冲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放心，然后眼睛就被一只拇指覆盖住，惩罚般的用力摁了下，疼的石云英叫出声来：你这双眼睛再对别的东西乱放点，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包人鱼汤。欧尊说完便拽过石云英脖梗上的金链子，扯得石云英跟呛了几步，他这满意的才牵着他转身往外走去。白梦雅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忽视，于是忍不住再次喊道：七爷！他刚才分明……欧尊脚步一顿，语气也有不耐，他是我的宠物，得罪我才叫做错事。闻言，白梦雅脸色刷得惨白，七爷竟然如此纵容这个不知来历的怪物女孩，凭什么？可白梦雅知道欧尊的脾气有多可怕，对不起七爷，是我越界了，我会找叶枫领罚。欧尊连一声恩都没给，牵着石云英直接走了。白梦雅红着眼看着他们一前一后的背影，自我安慰道：没关系，最多半个月，欧尊一定会腻了他的。此时机舱内的豪华书房内，欧尊迈着长腿走进来，右手手掌缠绕着一根金链子。与以往不同的是，金链子尾端拴着的不再是一只老虎，而是一个极其漂亮的女孩。这幅诡异至极却又莫名和谐的画面，让等候汇报的叶枫怔了怔。当时云英从面前走过时，他的视线下意识看向他又细又直又白的腿。此时一个文件夹忽然砸了过来，叶枫立即捂着额角后退，忙道：七爷，圣门那边有情况汇报。石云英耳廓一动，圣门？他脑子里有熟悉的记忆碎片闪过，刹那间想起他曾经练手时黑进过夏国中情局内网，里面说圣门是最凶残血腥的存在，而一手掌握圣门实权的人是夏国第一大家族欧家的第7任掌权人欧尊，人称七爷。他竟然是欧尊。欧尊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存在。此时石云英垂着的臂眸闪了闪，看来他得想办法尽早脱身，免得身份被他识破多生事端。这时欧尊慵懒地靠坐在老板椅上，大手一拽金链子，石云英便被拉到了他腿边放置的虎纹坐垫上。他这次没挣扎吵闹，反倒乖乖地跪坐在垫子上。欧尊以为他是刚才闯了祸，这会儿开始卖乖了，潋滟的桃花眼轻挑起，长指捻起一粒洗净的樱桃喂到他嘴边。石云英内心非常嫌弃，但当他目光扫过叶枫裤子口袋露出的手机一角时，眼底忽然闪过一丝狡黠的光，张开小嘴便吃了那粒樱桃，大概是他乖乖张嘴的样子取悦了他。欧尊像是喂上了瘾，一边听汇报一边喂他，大掌还时不时在他的头发上乱揉着。等叶枫终于汇报完，石云英觉得自己都快被这男人给玩坏了。他瞄了眼正在浏览文件的欧尊，侧头从小嘴里吐出一枚极小的樱桃核，迅速对准叶枫的右腿飞射了过去。叶枫走路走得好好的，右腿突然像是被一股大力击中，猝不及防摔了一跤，手机从他口袋里掉出来，滑到了沙发下面。听到动静，欧尊嫌弃的抬眸紧了一眼，冷冷道：丢人的玩意，滚去做500个俯卧撑。是。叶枫没顾得上检查掉没掉东西，就赶忙出去了。此时夜更深了，欧尊休息后，佣人们也都歇下，机舱里也熄了灯。石云英趴在硕大的金色笼子里，在确定听不到一点响动时睁开了眼睛。他天生就拥有极强的夜视能力，起身轻易便弄开了笼子上的锁。他轻手轻脚的来到了书房，摸出了沙发下叶枫掉落的那只手机。石云英打开网页，登录了自己的加密账号，一上线一条消息就弹了出来：鱼儿，你终于出现了，上次你看中那个项目真得大火了，我们净赚40亿啊。石云英并不意外，我出来了。鱼儿，你出来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见面了？你没空？有空当然有空，正好明天晚上是我的生日宴会，你一定要来，我要让你知道小爷我的身份，你是同城
城顾家二少爷顾影泽，我去，你居然知道？不公平，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他和鱼儿是一起当黑客时认识的，后来发展成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鱼儿眼光极其精准，只要是他看中的项目，投资后往往都会大赚。他并不知道鱼儿的年龄与长相，只知道他暂时被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但可以在网上和他联系。3年了，他每天都在期待能见到鱼儿。石云英却懒得和他废话，直接回了句明晚见，再让他帮准备一条宴会穿的裙子。说完就直接下线了，留下那端的顾影泽激动不已。裙子，那是不是代表鱼儿是女人？那自己就有机会追她了。石云英并不知道顾影泽的想法，他本来只想单独跟他见个面，但他之所以会答应去参加顾影泽的生日宴会，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好姐姐石思源也会参加。这种豪门上层名流的生日宴，石思源怎么会错过呢？他可是做梦都想跻身名门呢。忽然石云英浑身皮肤泛起一层幻觉痛感，往事浮现在脑海中。10年前石云英只有9岁，是石家的养女，那时的她年纪小，所以身体也还没有长开，2条腿上都有浅蓝色的鱼鳞状皮肤。石思源就因为这个总是叫她小怪物。有一次石思源喜欢的邻居男孩向别人表白了，石思源生了很大的气，竟然把他从小养到大的狗狗丢进锅里活生生的煮熟了，还端到他面前骗他吃下，然后告诉他这是狗肉。那是石云英从小到大第一次流眼泪，而令石思源震惊的是，石云英流下的眼泪竟然是通体血红的血珍珠。石家父母知道后，为了逼石云英继续哭出更多价值连城的血珍珠，竟用了许多残忍的手段，不仅从火炉里拿出的滚热铁锯烫她的身体，还用蘸了辣椒油的铁链没日没夜的抽打她，最后更是把她关在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还说等她哭出血珍珠，要拿去买更多漂亮的裙子和洋娃娃。可石云英始终不肯再哭，石家父母用尽一切方法，最终失了耐心，最后把她卖到夏国禁区的地下拍卖场，榨干她最后的价值。不知道他们看到自己还活着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此时石云英书弟收回思绪，他打开手机定位，发现这架飞机已经飞出了夏国禁区。他又翻了翻叶枫手机里的信息和日程簿，大致可以确定降落地点应该是在同城。这么巧吗？欧尊也要去同城？他不太希望跟欧尊待在同一座城市，那样的话他若是逃走，被他逮到可能性会大大增加。此时石云英眉头正飞速思考着，身后却蓦地响起一道低沉暗哑的嗓音：你不睡觉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欧尊！石云英耳膜一震，见鬼，这男人走路竟然没有声音，否则他不可能听不到。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此时还拿着叶枫的手机。情急之下，石云英突然转身跑到边上的书桌前，钻进了书桌下面，恶魔的脚步朝这边走来。在欧尊长腿走动的几秒内，石云英从书桌的缝隙下将手机划了出去，眼见着手机重新滑回了沙发下面，他眼角的小黑痣嗖的上扬，可紧接着一只骨节分明的修长大手伸了进来，跟拎猫咪似的将他拎了出去。欧尊大掌按住他细瘦的肩膀，不让他动，语调沾染上一丝嫌弃：什么坏毛病？怎么跟男人一样喜欢钻洞？石云英听到后挣扎得更厉害，欧尊直接将他放在书桌上面，双手撑在他的身体两侧。他显然是从床上起来的，穿着银灰色的浴袍，领口松松的散开。石云英下意识屏住呼吸，眼底浮现一抹警觉，他想做什么？难道他发现了自己刚刚不对劲，在试探自己吗？见石云英不挣扎了，欧尊妖冶的墨眸才露出一抹满意，是不是想我了？所以来书房找我，想的还挺美，不过说明他没怀疑什么。石云英放松不过3秒，忽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欧尊竟直接扣着他的细腰将他扛上了肩头。石云英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立即就要挣扎下地。欧尊似是察觉到了，掂了掂肩上的小东西，跟我去睡觉，再乱动就打开舱门丢你下去。哦，原来是要睡觉，那把他丢回笼子吧。石云英10秒后才发现自己会错意了，因为欧尊抱着他走回了他的机舱，直接将他丢在了大床上。床垫的弹性太好，石云英颠得在床上滚了圈，索性又多滚了一圈，准备直接滚到床下去，可脚踝被一只冰冷的大手扣住。欧尊一把将他拽了回来，沈笑一声：没睡过床吗？这么兴奋？欧尊一手扣着他脚踝，一手用遥控器关了灯，他单手扯开浴袍也躺了下来。床明明很大，可男人一躺下，石云英瞬间觉得能吸入的氧气都变得稀薄了，呼吸间都是他强势又浓烈的气息。他说的跟我去睡觉，原来是指跟他一起睡。石云英试图往床边滚去，可欧尊大手搭上了他的细腰，霸道的将他抱到怀里。石云英脸蛋紧紧地贴着欧尊的胸膛，甚至能感觉到浴袍下他的胸肌在起伏，独属于欧尊的气味钻进他的毛孔，让他浑身僵住，一时竟不知作何反应。从小到大他就不是普通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经历过，却从未跟男人同床共枕过，更何况还是这样亲密相拥的姿势。他发过誓自己绝不会跟血统纯正的人类发生什么，绝不。这时石云英深碧色的眸瞥到床头挂着的金属垫子中，大概估算了下距离，他伸手就可以抓到。如果欧尊要对他做什么奇怪的事，以他强悍的身手，自己能打晕他的几率应该有50%左右。这时欧尊箍在他腰间的大手开始移动，他掌心的温度竟比海水还要冰冷，让他生理性战飘。石云英深吸口气，手臂也开始慢慢的往垫子中的方向移动。此时欧尊的大手忽然在他背部停下，突然用力的捏了一把，而后又将俊脸埋入他的长发中，深深的呼吸着。他性感磁性的嗓音闷闷的发出来，带着点慵懒的感叹道：你居然比棉花糖抱起来还软。石云英的手蓦地一顿，棉花糖是谁？棉花糖身上的虎毛那么厚实，你连毛都没有，抱着睡居然比他舒服。欧尊啧了一声，你身上怎么不长鱼鳞？明明有鲛人血统，却生了一双这么漂亮的腿，碾压所有他见过的世界名模。石云英此时无语了，棉花糖居然是他以前养的老虎，这名字取得也是没谁了。他的癖好是有多变态，竟然抱着老虎睡觉，可他把棉花糖杀了。欧尊的嗓音陡然变得低沉，他咬住石云英的头发，闷笑中夹杂着一丝摄人的阴冷。我已经把棉花糖的皮剥下来做成了虎皮大衣，你说是不是很坏？石云英光是听着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无端的冷。是谁这么残忍？他的敌人吗？欧尊大掌抚上他的后颈，又恢复玩世不恭的笑。不过我迟早会把他喜欢的东西扒下皮来做成大衣，到时候你穿去给他
他扫墓，让他看看我新养的宠物有多漂亮。石云英越听越觉得这男人简直用变态都无法形容。似是察觉到怀里小东西的反应，欧尊忽然抬起他的脸，男人密眸欣赏着他这双眼睛。如若你背叛我，这对眼珠就挖出来做成大鹰纽扣。石云英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怒意和杀气。害怕了？欧尊拍拍他的脸，看来也不是一句人话都听不懂，所以乖乖的当我欧尊的宠物，我会亲自教你识字看书。石云英不太在意他说什么，反正他也不会在他身边待太久。他故意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表示自己困了。欧尊倒是没再给他出什么难题，只不过再次把他摁进了怀里。他双臂箍得很紧，像是怕他像棉花糖一样消失不见，紧的石云英就要无法呼吸。他试图用脚去踢他，想让他抱松一点，不然自己怎么睡。然而欧尊长腿一勾，把他的双腿也死死地夹住了。石云英一脸无奈。第二天早上，机舱外隐约传来说话声，石云英耳廓微动，倏地睁开了眼睛。几乎是同一时间，手臂搂在他腰上的男人也睁开了眼。欧尊忽然伸出手摸向女孩的额头，石云英想到昨晚被他抱的骨头都碎了，气得拍开他的手臂，眸瞪着他。一整晚他都像八爪鱼一样粘着他，缠着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现在都觉得浑身酸。而他的表情落在欧尊眼里，却像是被吵醒的起床气。小东西脾气还挺大。欧尊蓦地掀开被子下床，长腿走过去打开了舱门，门口站着的2个人看见他立即垂手。七爷！欧尊冷冷的皱眉，一大早叽叽喳喳吵什么？白梦雅低着头不敢说话。叶枫忙道：七爷，现在已经是早上10点了，您一直没起来，我和白管家有些担心。欧尊默眸看向时间，也掠过一抹惊讶。他血冷，寒气重，素来无法彻夜安睡，可昨夜他抱着石云英睡，夜越深，他的身体就越烫，像是寒冰遇到岩浆，竟让他难得睡了个好觉。神奇的是，方才他摸他的额头，他的体温却已经恢复正常了。莫非鲛人到夜晚就会身热似火吗？他捡到的小东西果然是个有趣的宝藏。想到昨晚的某些画面，欧尊眼锋锐利地扫过卧室里的女孩，意味深长道：去查他为什么会在东陵地下拍卖场，之前在什么地方生活过，我要知道与他有关的所有信息。是。叶枫应声，同时眼里充满了疑惑。七爷怎么突然对这个鲛人女孩这么好奇了？不只是宠物而已吗？但他不敢多问，顿了顿又汇报道：七爷还有一件事，顾家2少爷顾影泽要举办生日宴，得知七爷您来同城了，想邀请您参加。欧尊眉梢一挑，顾影泽？是的，顾2少的哥哥以前和您有不少生意上的往来，他哥哥意外去世后，现在顾家是顾2少在接手。他说他有一个合作伙伴很厉害，想介绍给您认识。叶枫以为他不想去，便道：那是否需要我回绝顾2少？欧尊抬手整了下衣领，薄唇勾起一抹别有深意的笑，去告诉顾影泽，我很期待他的介绍。此时的欧爵公馆内，巨大的金色笼子被放在了主卧的阳台上，石云英穿着白色长裙趴在笼内的虎纹垫上，透过窗帘看着下方园内美如画的风景。飞机降落在同城后，石云英便跟着欧尊回到了这里。欧尊应该是有家族的紧急事要处理，方才在车上就已经接到了电话，他被迫趴在欧尊的腿上偷听到了一些。果然大概半小时后，一辆加长版商务车从公馆正门开了出去，后座坐着一个男人。石云英虽然看不见他的脸，但男人冷白的手臂手搭在车窗上，小拇指上一枚银色尾戒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妖异的冷光。是欧尊，他终于走了。石云英如释重负地勾起嘴角，他隐约偷听到电话里说晚上还有宴会，说明欧尊不会那么快回来。石云英立即起身，发现这次笼子欧尊竟然没有上锁，他推开笼门便走了出来，从主卧阳台的落地窗翻到1楼，顺利地来到了公馆花园的后方。石云英随手拽住一根藤格，脚尖拾起踩住围墙的往上爬去，他身姿轻盈有力，攀爬速度惊人，10秒不到，石云英便在围墙外稳稳地落了地。于是他先打车到市中心的一家典当行，用裙子上的香金纽扣付了出租车钱，去银行取了钱，又用钱买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走出电子产品城时，石云英抬头就看见面前10几层的写字楼，是石家的公司。他当年在石家当养女的时候，石家并不富有，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后来石家开始做生意，逐渐变成现在的暴发户，而第一笔生意的巨额启动资金，就是他哭出来的那一粒血珍珠。也就是说，石家现在的一切都是他的呢。石云英在阳光下仰起脸，深碧色的眸光潋滟而冰冷。他虽然不屑于要石家这些资产，但他的东西即便放到碎纸机里碎成纸末，也不会白送给石家。这时石云英在附近随便找了家咖啡店坐下，打开电脑，从加密网页登录账号。顾影泽就跟24小时在线盯着他的动态似的，他一上线就立即就发消息过来：鱼儿你来了，你到同城了吗？顾影泽，你公司不用管事吗？整天就往上冲了，我这不是怕你不来吗？你到哪里了？需要我派车去接你吗？地址是帝尊大酒店，裙子给你放在房间了，我在宴会厅等你。石云英回了个准时到，给他就下线了。纤细的食指行云流水的敲击键盘，很快便黑进了帝尊大酒店的后台，酒店的全部监控以及供电控制开关全都一览无余。他将手机连上电脑，熟练的输入一连串编程代码，飞速的操作完。石云英看着屏幕，沾着些许奶油的粉唇狡黠的勾起：石思源，我的好姐姐，晚上见。很快时间来到了夜晚，此时帝尊大酒店最高级的宴会厅里觥筹交错，6、7个盛装打扮的女孩端着高脚杯。这时一个黑裙子的女孩问道：思源，听说你们石家和欧家是亲戚关系，真的假的呀？石思源眼里有着骄傲和得意，嘴上却谦虚道：也不算吧，我爸爸的妹妹是欧家六伯的妻子，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欧家的普通亲戚吧。是普通亲戚还不够啊，欧家多有权势啊，欧氏财团可是欧洲第1大财团。此时另一个女孩忙问：那你见过欧家掌权人欧尊吗？他好帅啊，而且才24岁，
连绯闻女友都没有呢。石思源拿着杯子的手指微微一僵，这句话直戳他的痛点。他何尝不想见欧尊？至今为止，他就连欧尊的面都还没机会见到过。不过没关系，今晚他来这里也是打听到顾影泽也许会邀请欧尊，当然在人前不能丢了面子。石思源假装含蓄一笑，胡扯道：“我确实见过欧尊几次，他还和我吃过饭。昨晚他打电话约我，过几日我可能要和他去度假村。”几个女孩都艳羡不已地看着石思源：“哇，你居然见过欧尊！思源你真厉害，我们可是连欧尊的背影都没看见过。”听着他们恭维的话语，石思源只觉得内心无比舒爽。他也不担心欧尊会看不上自己，毕竟他生得这么美，整个同城肯定找不出第二个。不，曾经有过一个。想到石云英那张令人惊艳的脸，石思源眼底划过一抹嫉妒，不过1秒就释然了。都被卖去禁区的拍卖场了，那个怪物肯定早就已经被老男人玩死了。下一秒，入口处传来一阵恭维声，石思源赶忙抬头看去，就见一身西装清俊帅气的顾影泽走了进来。知道想攀上欧尊没那么容易，所以石思源今晚是决定先接近顾影泽。毕竟顾家在同城也是数一数二的顶级豪门，等把顾影泽搞到手，成为他的裙下臣后，再利用顾影泽去接近欧尊。这时石思源观察到，顾影泽应酬完那些人后，一直在东张西望，似乎在找人的样子，应该是在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吧。他今晚并没有带女伴来，说明他还单身。他现在过去时机正好，毕竟自己这么美丽，顾影泽一定会对他一见倾心的。思及此，石思源立即整理衣裙走过去，举着高脚杯敬向他，一派名媛风范，嗓音却是男人最喜欢的娇软：“顾二少爷，祝您生日快乐啊！”一道清甜悦耳的女声忽然插进来，打断了他的话。石思源一愣，恼怒的情绪涌上来，是哪个不自量力的，竟敢来跟他抢话说？可当时思源侧头看向那女孩时，却猛地瞪大了眼睛。第8章，哦，老鸨课堂开课了。只见面前的女孩穿着一袭湛蓝色鱼尾长裙，裙身镶满细碎的彩钻，在宴会厅的暖橘色灯光下波光粼粼，闪得晃眼，像是深海里的妖精，美得惊人。而女孩的皮肤极其白皙，吹弹可破，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脖颈纤长，五官灵动，气质绝佳。这张脸好美，也好熟悉。你是？石思源张了张嘴，石云英3个字，不知是惊讶还是心虚，他一时竟然没能喊出来。可他不会认错，是石云英，真的是他。这个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他怎么能进得了欧尊的宴会厅？他居然没被禁区里那些变态玩死吗？最重要的是，他竟然还比以前更美了。如果说10岁的石云英是倾国倾城，现在的是石云英就是超凡脱俗，美得不像是凡尘间的女子。跟石云英一比，石思源的漂亮瞬间就显得很俗气，毫无灵气和惊艳感。稍等啊！石云英冲石思源礼貌的一笑，先看向了顾影泽，将一个系着丝带的大蛋糕举到了顾影泽面前。顾影泽像是被他给美呆了，双眼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接着啊！见他不动，石云英用蛋糕和碰了碰他的手臂，寿星不要生日礼物，不要我扔了，哎，别！顾影泽回过神来，立即接过蛋糕盒，我当然要啊，你，顾影泽，初次见面，你好，我叫石云英。石云英微笑着朝他伸出手，碧眸中潋滟着璀璨的星光。认识3年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石云英，这是鱼儿的真名吗？真好听，和他的人一样，漂亮的不像是凡人。顾影泽不知为何有点紧张，竟不敢和他握手。而这一幕落在回过神的石思源眼里，就变成了石云英试图勾引顾影泽，而顾影则不愿意理他。石思源从小就因为石云英美貌压自己一头而不平衡，现在看到石云英比以前更美了，更是心里嫉妒。见状，石思源立即抓住了石云英的手，暗暗地用尖锐的长指甲去掐她的手腕，面上却是一副劝她从良的表情。你这是做什么？哪怕是想认识，也不能这样厚脸皮的逼人握手吧？你没看见顾二少很为难吗？石云英低眸扫了一眼自己被石思源握住的手，石思源训斥自己的模样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高高在上，理直气壮啊！松手！石云英语气淡淡的，可简单的2个字却仿佛蕴含一股威慑力，让石思源下意识就想松开手。可他凭什么听石云英的？从小到大都应该是石云英听他的，怪物怎么能命令人？怪物就该趴在地上当畜生。这么想着，石思源不仅没放手，指甲还掐得更用力了，面上商量般的说：“我可以松手，但你不要再去骚扰顾二少了。”他话没说完，石云英忽然反手扣住他的手腕，刹那间一阵剧痛袭来，石思源只觉得自己的腕骨像是要被捏碎了啊！石思源痛得脸都白了，尖叫一声：“你干什么啊？”他连忙往回抽手，可是云英并没有用力抓着，反倒直接松开了。惯性作用下，石思源整个人猛地往后仰去，狼狈地摔在了地上，他另一手拿着的高脚杯也翻了，红酒洒了一身，也溅到了脸上。一时之间，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小声议论着。石思源赶忙捂住可能花了妆的脸，瞪向石云英，一时没控制好，露出恶狠狠的眼神：“你故意的，你想捏碎我的手腕，你想陷害我出丑。”石云英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他，不解地眨了眨：“我怎么能捏得碎你的手腕呢？石大小姐污蔑我，也要找个好点的借口吧？
石思源手腕到现在还有残留的剧痛感，可是你刚才分明很用力。顾影则皱眉开口道：“石小姐，刚才是你先抓他的，他只不过叫你放手而已。可我亲眼所见，如果石小姐觉得是我冤枉你，那你可以离开我的生日宴。”顾影则语气更冷，这话说的明显带着厌恶感了。石思源一怔，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忙站起身，用娇软的声音补救道：“顾二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作为当事人的石云英却忽然转身往水果台走去，顾影则立即拎着蛋糕追过去，压根没听石思源在说什么。这个贱人，还是跟小时候一样骚浪贱，就会跟他抢男人。石思源气得跺脚，但碍于形象，还是先去更衣间清理污渍补妆，等他出来再收拾这个怪物。鱼儿，顾影则几大步追上来，石云英停下脚步看向他，不解地眨眨眼：“怎么了？有话就说啊！这奇怪的家伙，线上聊天和话痨一样，怎么见面就支支吾吾的？”顾影则又说不出来了，半天憋出一句：“谢谢你的蛋糕，这次匆忙没来得及买什么贵重的礼物，不过这家是老字号了，味道很好。”石云英捻起一粒樱桃，蓦地想到欧尊在飞机上喂他樱桃的画面，他还会故意把手指放进他嘴里，他咬他居然还笑，对他说：“再咬用力点。”他是抖 M 吗？完了，他恐怕这辈子都会对樱桃有心理阴影了。想到欧尊的修长手指在嘴里的感觉，石云英浑身毛孔都竖起来了，立即把樱桃递给了顾影则：“你吃吧。”顾影则受宠若惊，接过后也不吃，就握在手里，跟宝贝似的。此时助理过来说顾家长辈找顾影则去敬茶，顾影则不得不去，嘱咐石云英一定要在这里等他，等下要带他去见合作的大人物。顾影则一走，石云英身边立即就有不少男人围上去，一个个拿出名片献殷勤，试图跟他搭讪。放眼整个宴会厅，他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秒杀所有女人。石思源走出更衣间就看见这一幕，他花了一天时间做头发做造型，就是为了今晚出风头，没想到全都被这个贱人毁了。石思源咬牙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你们先进去更衣室里藏着，等到石云英进去换衣服的时候，直接把她敲晕绑走，让我爸妈来处理她。”石云英正被一群男人围着讨好，石思源走了过来，微笑着对那些男人说道：“不好意思，他身体不太舒服，不能一直说话，绅士们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吗？”他说话柔声细语的，又很有名媛礼仪，男人们最是受用，纷纷散开了，还不舍得回头看向石云英。石云英懒洋洋地咬着小叉子，啧啧有声：“石大小姐对付男人还真是有一套呢，是被多少个富二代玩过甩掉后总结出来的经验。5个10个你。”石思源被他说中痛点，深吸口气后低声解释道：“云英，刚才我那样训斥你，是怕你得罪顾二少，要攀上男人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学，我可以教你。”石云英眨着一双潋滟的美眸：“哦，老鸨课堂开课了。”石云英石思源指甲掐着掌心，才忍住想打他的冲动。现在大庭广众下，他打人会损失名媛风范。石云英欣赏着他气急败坏又得强忍的模样，觉得真是有趣极了，再叫大声点，让这些人多听听晚上的鸡叫。云英，我知道你恨我，也恨爸爸妈妈。石思源忽然垂下眸，做出擦拭眼泪的动作，哽咽道：“但其实这3年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当初我和爸妈那样对你，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们去那边说话好不好？这里很吵。”他指了指宴会厅中央偌大的喷泉池。“行啊。”石云英放下盘子，丝毫没有怀疑的样子，转身走了过去。石思源内心冷笑，长得漂亮又怎么样？还不是这么愚蠢。待会儿抓到他，让他为他刚刚说的话磕100个头道歉。石思源跟着走过去，站在了石云英的右边。这个地方是宴会厅的监控死角，他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拍下来。你想说什么话？石云英双手环胸，还打了个哈欠，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我想说的是，云英，你能活着回到同城，我很高兴。只不过，石思源说着，眼底骤然划过一道恶毒的光芒，伸出一只手就朝着石云英的腰上推去。石云英背后就是喷泉池，他只要被推倒，定然会跌进池中。这贱人还敢出现在他面前，他怎么可能放过他？石思源仿佛已经看见石云英被绑起来打的画面了，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可下一秒，只听滴的一声跳闸声，整个宴会中骤然陷入一片黑暗中。第9章变装舞会偶遇欧尊停电了。原本觥筹交错的宴会厅瞬间便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嘈杂的询问声四起，可谁也不敢乱走，怕会撞到什么，丢了脸面。石思源眼前也在刹那间变得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他原本伸出去要推石云英的手，这下只能胡乱挥舞着，摸索着。人呢？石云英，你在哪里？石思源边摸边喊着他，想着干脆趁漆黑把石云英推下去算了，这样还省得担心监控拍到。可不管他怎么摸，就是摸不到石云英的人，眼神不由露出恼怒和烦躁。这个贱人跑哪去了？
石云英其实就站在石思源的身旁，天生极强的夜视能力，让他在黑暗中也不会影响视力，仍旧能看得非常清楚。石云英悠哉哉地吃着千层蛋糕，欣赏着石思源在黑暗中抓虾着急的模样。等到石思源靠近他时，他蓦地一个闪身，很轻盈地闪到了石思源右侧。石云英扶手凑过去，粉唇靠近石思源的耳朵，慢声细语地说：啧啧，这么咬牙切齿的表情呢？你想抓我呀？石思源猛地一个机灵，立即朝声音来源抓去。下一秒，石云英又闪到了石思源的左侧，纤细的手指勾了勾他的耳垂。你想抓我做什么呢？让我猜猜啊，你想把我推进这个喷泉池里？石思源又朝左边抓去，可这回石云英的声音又在他身后出现。然后趁我去换衣服，你让人埋伏在更衣间，想把我绑走。他轻软的声音里分明含着笑意，却冰冷的让石思源忍不住发抖。他哆嗦着怒道：你给我出来！我不是在这里吗？石云英最后来到石思源面前，用两指掐住他的下颌，鼻尖凑近他的，低低的笑着说：你知道吗？我被你们一家人卖去禁区东陵，3年来学到最多的东西就是做人要学会以牙还牙。石思源，听好了，告诉你的父母，我回来了，来找你们讨回曾经的东西了。你们欠我的可不只是那1粒血珍珠呢，还有你们虐待我的时候我流的无数滴血，不过我的血很值钱，你们的100滴才抵得上我的1滴。好戏才刚刚开场，别急，今天先送一碟小菜给你。他的话还没说完，石思源就已经伸手抓向了他，可他的速度又怎么会快得过石云英？石云英瞬间绕到石思源身后，穿着细高跟的脚尖轻抬起石思源的裙摆，勾住了一旁水果台的桌角。石云英抬起臂眸望向墙上悬挂的时钟，默数3、2、1，然后他伸手拍了拍石思源的肩膀。石思源一惊，猛地转过身，顿时只觉得一股大力拉扯住他，只听撕拉一声，布料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几乎是同一时间，宴会厅也滴的一声来了电，恢复了一片明亮。而众人看到的第一幕就是石思源怪异的姿势，裂开的长裙从裙摆一路裂开到背部，以及他的裙摆下竟然是真空的。在场的名媛千金们纷纷惊讶地捂住嘴，而富家公子哥们则哄笑出声。天哪，他居然没穿底裤，他好骚啊！他是石家的大小姐石思源吗？真没想到私底下是这种放荡的人，八成待会儿宴会结束就睡到哪个男人床上去了吧。刺耳的议论声传来，石思源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立即伸手捂住下身，另一手想要扯回自己被勾住的裙摆，可他动作太急，踩着高跟鞋又没站稳，竟摇晃着扑通一声跌进了身后的喷泉池里。阿呜，救命啊！救命！我会淹死的！众人又是一阵哄笑声，因为石思源刚才在那些女人面前吹嘘自己认识欧尊，导致他们心底都非常妒恨他，此时竟没有一个人上前帮他。最后还是酒店工作人员把石思源打捞起来。石云英有滋有味地吃完手里的蛋糕，看着石思源像是落水狗一样被捞上来，原本精致的妆容花了一脸，发型也湿哒哒地垂下来贴在脸上，狼狈至极。而石思源早已吓得双腿发软，脸色死白，连头也不敢抬，在众人的嘲笑声中被工作人员半拖着架走了。石云英闭眸轻眯，冷冷地看着石思源被拖走的湿漉漉背影，忽然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凌乱的画面，画面中是漆黑的夜，雷声震天，一艘大型游轮侧翻在海面上，惊天海浪汹涌的袭来，他浑身疼痛，渐渐的就要被巨浪吞噬。忽然一双手将他高高的托起，一道虚弱但坚定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一儿，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他挣扎的回过头，努力想要看清那道声音的脸，可却怎么都看不清。鱼儿，一只手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石云英瞬间从回忆中被拉了回来，眼神还带着一丝挣扎和迷茫。这段记忆是真的属于他吗？可为什么这么零碎？你没事吧，鱼儿？顾影则是急匆匆从电梯口过来的，目光打量他全身，紧张地说：刚刚停电了，又有人落水，闹出那么大动静，我吓死了，还以为是你出什么事了。停电能出什么事？石云英懒懒地说，看了眼时间，好了，你的生日宴我参加了，我要走了。哎，别啊，我不是说要介绍一位合作的大人物给你吗？顾影则忙拦住他，人已经在等着了，我都说好了谈生意，你现在走了，我怎么办？凉拌炒鸡蛋。顾影则急了，鱼儿，今天可是我生日，我们说话都不超过10分钟，你就看在我昔日都是独自一人处理公司事务上，再陪我待1小时。不过这话倒是，石云英在禁区的这3年不能时刻登录网络，所以他们合开的投资公司基本上所有事都是顾影则在处理，他只负责重大的决策。再看顾影则是寿星的份上，石云英还是答应他了。现在时间还早，他大概还有2个小时左右回去欧爵公馆来得及。酒店1层的宴会厅是生日晚宴，请的都是同城的名媛阔少，第19层则用来招待地位特殊的贵宾，是当下上流圈子盛行的假面变装舞会。既然来自安之，要玩就好好玩，
石云英在更衣室的女装柜里挑选，竟然看到一套美人鱼女装。她眼尾的小黑痣兴味的一挑，就她了。等石云英换好妆出来，顾影则已经在外面等了。看到她的一瞬间，眼神极其惊艳。鱼儿，你好美！这套美人鱼女装太适合她了。深蓝到浅蓝的渐变裙勾勒出她曲线极好的身材，裙身镶满栩栩如生的幻光蓝的鳞片。她的背后鱼尾状的裙尾上翘，露出匀称细白的小腿，就像一只幻化成人形的美人鱼，美得不可方物。顾影则几乎看痴了，直到接收到石云英危险的眼神，才咳嗽了几声作为掩饰。走吧，鱼儿，人都在里面。戴上配套的美人鱼面具，石云英跟着顾影则进入假面变装舞会的大厅。她一出现，顿时吸引了所有男男女女的目光，惊艳的惊讶声此起彼伏。石云英对这些人都不感兴趣，只想谈生意，直接问：你说的那个大人物在哪？在那边。顺着顾影则指的方向，石云英抬眸看去，只见大厅正中间的蓝色丝绒椅上，俊美妖孽的男人慵懒地坐着。他穿着欧洲皇室的骑士军装，红宝石肩垫，肩头有流苏垂下，极细的军靴裹着小腿，更显出他的腿长。而男人坐姿随意，双腿交叠，斜斜地靠在椅背上，单手支着头，另一只手的修长手指勾着面具，旋转把玩着。偏冷色的灯光洒落在他的脸庞上，让他的薄唇更加嫣红似血，像是吸血鬼的后裔，邪气到黑暗。欧尊，大人物竟然是欧尊！石云英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还能这样偶遇。像是能感受到石云英的目光，欧尊忽然别过俊脸，那双妖冶的墨眸朝他站的地方看了过来。第10章，欧尊都没有我养的宠物漂亮，哪怕隔着一段距离，欧尊的眼神依旧极具震慑人心的穿透力。他只是远远地看过来一眼，石云英就觉得仿佛自己脸上的面具和身上的衣服都被他用眼神给包得干干净净。面具，对，他脸上还戴着面具，而且这面具的设计者够严谨，估计是怕有人因为同色被认出，所以了眼睛的地方有一层可视保护罩，这样子欧尊就完全看不见他的脸，而且他也没有听过他说话，不会察觉出他的声音，所以他肯定认不出他。只要他够镇定，装得够像，然后找机会溜走。想到这里，石云英一颗加速跳动的心平静下来，而顾影则还在一旁炫耀般地说：鱼儿，怎么样？这位大人物很帅吧？我跟你说，想见他一面可没那么容易。小右很有本事吧？合作伙伴是猪队友，怎么办？当然是，现在也只能先选择原谅他了。石云英在心里把顾影则大卸八块，面上淡然地接话道：是挺帅的，不过我不想以真名示人，你别告诉他们我的名字。顾影则拍拍胸脯，一副我来保护你的模样。放心，你的名字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毕竟鱼儿可是他喜欢的女人，他是要追她当女朋友，然后娶她做老婆的。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是欧尊的特助叶枫。顾先生，这位小姐，我们七爷请二位过去。分明是在顾影则的生日宴会，却用主人用的请字一如既往的嚣张作风。石云英和顾影则走了过去，走近了才发现欧尊坐在蓝色丝绒椅上，而他的面前站着大概10来个女人，个个都变了装，有穿猫女装走妖娆风的，有穿旗袍走民国风的，还有特工杀手暗黑风的。这是在干什么？皇帝选秀吗？只见每个女人的眼睛都粘在欧尊身上，眼神里对他的渴望几乎都要溢出来了。他们排着队上前，摘下面具说：七爷，我是同城苏家的苏柔柔，我学过舞蹈，希望今晚能有幸当您的舞伴。欧尊懒懒地掀起眼皮，妖冶的桃花眼扫过对方一眼，薄唇冷冷吐出嫌弃的点评：眼睛丑，不是闭塞的。又一个女人过来，痣怎么没长在眼尾？丑。再一个过来，头发不是黑长直，丑。还一个，皮肤怎么不白的发光？丑。叶枫站在一旁，听着自家主子毒舌又挑剔的评价，越听越觉得熟悉。这些要求怎么好像全是禁区带出来的那个娇人女孩的？一个个女人过目到最后，欧尊似是烦了，语气很是不爽，冷嗤道：都没有我养的宠物漂亮，也没他会勾引男人，你们也配叫女人？石云英，这男人怎么在外面也要把他拿出鞭尸一顿？他到底什么时候勾引男人了？有一个女人不甘心没有勾上他，大胆地说：七爷，你养的宠物怎么能跟女人比呢？宠物要有，女人也要有呀，是不能比。欧尊嫌弃地扫了他一眼，懒散的语调蓦地一转，变得低沉狠厉：我养的宠物如果穿成这样出来招摇过市，看我不把他扒光了按着打到哭下。石云英，打还不够，他还要扒光了打，是怕隔着衣服不够疼，还哭瞎。他是这样打瞎过多少个宠物了？他要是敢这样打他，他绝对先把他戳瞎。石云英微微低下头，心中已经在盘算着顺利溜走的最佳方案了。顾影则见他低着头，以为他一个女孩子觉得这种场面尴尬，于是主动道：七爷，我带我的合作伙伴过来了，有时间谈谈吗？他这一开口，
成功的把欧尊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石云英现在只想把顾影泽丢进乱葬岗，这个坑货，先把这些玩意儿弄走。欧尊万分嫌弃的扫了眼那群女人。叶枫得令，立即上前劝说，不好意思，七爷暂时不需要舞伴，各位女士不想惹麻烦，还是赶紧先走远点吧，毕竟谁都知道七爷从不是怜香惜玉的主，在他的认知中对女人就没有怜惜一词，要是真的惹到七爷生气，别说当舞伴，这些女人指不定被丢去非洲当难民，就这都算是好下场了。欧尊则从蓝色丝绒椅上起身，长腿慢悠悠地走下来，气场极强地站在他们面前，墨眸扫过顾影泽，而后落在了一旁的石云英身上。石云英身体下意识的紧绷，但天生的特殊身份和经历让她应变能力极强，只是很平常的和欧尊对视。不就是演戏吗？他在禁区演了3年也没露过馅，更何况他现在有面具遮挡，可以随意做表情。欧尊眯着墨眸，打量着面前这一身美人鱼装的面具女人，足足盯着她看了30秒，他才开了尊口：“你就是顾影泽说的很懂投资的那个合作伙伴。”很懂不敢当，只能说略知一二。石云英礼貌的颔首：“初次见面，我叫鱼儿。”鱼儿。欧尊咀嚼着2个字，舌尖轻抵唇角。今晚第一次笑了，美人鱼吗？真巧，我家里也养了一个，还是不打就不乖的那种。第11章，欧尊伸手摘他的面具，石云英皮笑肉不笑。世界上哪有美人鱼，都只是都市传说。他模仿正常人在这种时候会说的话。果然，这里唯一一个正常人顾影则接了话：“是啊，美人鱼长什么样，我还真想见见呢。不知道有没有腿，会说话吗？”欧尊墨眸倏地扫向他：“你对美人鱼很感兴趣？”“当然很感兴趣。”顾影则说到一半，发现欧尊的眼神似乎带着危险的杀气，琢磨着是不是自己这话说的太轻浮了，惹得七爷不满意，于是赶忙改口：“也不是，美人鱼本来就不存在，我随口说说的。”岂料欧尊却话锋一转，似笑非笑地看向石云英：“怎么不存在？面前这不是有一个吗？”石云英眼皮一跳：“七爷真爱开玩笑，我这只是变装而已。”欧尊转动着手里的面具，像是在无聊闲谈，但偏偏又要揪根到底。那么多变装服，为什么偏偏挑了美人鱼的？随便挑的。所以你是个随便的女人，让七爷失望了。我不是女人。石云英语出惊人地道：“严格来说，我不是个纯正的女人。5年前我在泰国做了变性手术。”此话一出，顾影泽和叶枫都震惊不已。什么？哦？欧尊眉梢轻挑：“变性手术？”是的。石云英知道他肯定会觉得恶心，毕竟上流社会圈子对这种事都很排斥，但他就是要这个效果，故意恶心他，让他连生意都不想跟他谈，他就可以顺利全身而退了。然后他就听见欧尊啧了一声：“手术做得挺成功。”这是个什么评价？其实不太成功，我手术有些感染，每年还要去泰国修复。石云英心一横，再加了把猛料，所以我现在既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算是双性人吧。够恶心了吧？他应该彻底受不了了吧？可欧尊并没有露出他期待的嫌恶表情，而是意味深长地道：“不错，我喜欢特殊物种。”他特意咬中了特殊2字。石云英。欧尊忽然丢开手里的面具，几步朝他走过来，大手攥住他的手腕，轻松地将他扯到了他的面前。他很高，低头俯视着他，薄唇吐出的话语是边上站着的那群女人梦寐以求的：“我今晚的舞伴就你了。”什么情况？他的癖好这么独特吗？石云英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离他这么近，让他有种马上会被识破的紧张。他双手立即推开他：“抱歉，我从不和男人跳舞。”“那么今晚将会是你的第一次。”欧尊扣住他挣扎的双手，霸道的不容置疑，拉着他就进入了旁边偌大的舞池。舞池内也有不少男女在跳舞。欧尊和石云英一进去，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穿着皇室骑士军装的俊美男人和一身湛蓝美人鱼装的女人，像是在上演古欧洲最动人的爱情神话。石云英被欧尊带入舞池，这种不符合常理的走向让他有点懵逼，用力想要抽回被男人攥着的手：“放开我！你这个变！”欧尊眯眸：“变什么？”石云英硬生生的把太子咽回去，现在把他骂生气了，对他没好处。他强行微笑说：“你这个变装不适合跳舞，我们还是坐着谈谈投资吧。”“跳舞也可以谈，分心容易造成失误。”“无妨，我有的就是钱。”欧尊忽然松开手，不等石云英后撤，他的大掌就从后面扶上他的细腰，冰冷的掌心贴着他腰侧发烫的肌肤。现在已经是晚上，鲛人一到夜晚就会体温升高，石云英天生就这样，身上真烫。欧尊妖冶的墨眸闪过一丝笑意，试探问：“身体不舒服？”“我最近在感冒发烧，毕竟我变性手术导致感染很久了，每天身体都发烫。”石云英咬牙，故意说：“也许是会传染给你的病毒。”“不错，我喜欢发烫的感觉。万一我携带的传染病毒致死，那我们更要在死前跳好这支舞了。”欧尊忽然揽着他旋身，
带着他跳起华尔兹。石云英闭眸狡黠的眯起，也不再挣扎反抗，反而加快了舞步。要跳是吗？来啊，本姑娘摔不死你。她天生平衡力极好，即便是踩着10几厘米的高跟鞋跳舞也不在话下。忽然，石云英越跳越快，双脚变换着在大理石地面上跳动，在场所有的人都看呆了，从未见过如此快的华尔兹。可令石云英惊讶的是，欧尊竟能分毫不差地跟上他的脚步，他快他也快，他慢他也慢。偶尔他故意跳错步子，想害他败下阵来，欧尊竟也应对自如，甚至还会扶住他，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小心。”一曲毕，在场的人全都情不自禁地鼓掌。第一次见到男女将华尔兹合跳得这么美，这么惊心动魄。欧尊揽着石云英，二人同时停下脚步，同时站稳，竟然谁也没有差谁分毫。下一秒，欧尊忽然抬手去摘石云英脸上的面具。第12章，欧尊亲自出手追他，石云英反应极快，倏地侧身避开了他的手。欧尊抬起的手落了个空，他躲避的速度快得惊人，他竟连他的面具边缘都没碰到。他偏冷色的墨眸闪过一丝了然，不怒反笑：“鱼儿小姐，跟我舞跳得这么激情，面具还不摘？这男人居然认为刚才的舞跳的是激情，换个人跳指不定都得摔进医院。”石云英满脸黑线，好在有面具挡住。他淡定地说：“我跟顾二少见面也都戴面具，这是我的个人习惯。”顾影则正在不爽时，云英竟然被欧尊拉去跳舞，肯定不想让欧尊见到石云英的脸，立即配合道：“是的，我也从来没见过鱼儿的脸。”欧尊接过叶枫递过来的热毛巾，优雅地擦着手：“我不习惯不露脸的合作伙伴。那也许我和七爷不投缘。”石云英求之不得，立即说：“合作不成，不必强求。鱼儿小姐看起来不太想和我合作，是我没有这个福分。你有，去拿合同来，我今晚就和鱼儿小姐签约。七爷，我对签约的金额要求比较高。没事，我先小投个30个亿试试水。”石云英有种风中凌乱的感觉，欧尊投资都这么随意的吗？是他财大气粗，有钱任性，还是他其实认出是他了？这些都是在试探他。不管他是否认出他，他都不能在这里继续待下去了。石云英面具下的碧眸轻垂，眼底闪过一丝狡黠的暗光。七爷，顾二少，鱼儿小姐，请随我一步4楼贵宾餐厅，夜宵已经准备好了。叶枫在一旁恭敬地道：“不好意思，我想去一下洗手间。”石云英忽然礼貌地道。欧尊抬了下手，安排4名保镖陪同鱼儿小姐去。我想没这个必要，鱼儿小姐需要保护。欧尊嫣红的唇勾起一抹邪气的弧度，毕竟美人鱼极其稀有，想抢回去锁起来的人很多。这话，顾影则和叶枫都以为欧尊是在调侃石云英身上的美人鱼变装，只有石云英觉得他意有所指，那就谢谢七爷好意了。石云英干脆大方地接受，点头示意，转身往舞会大厅外走去。4名强壮威猛的保镖紧随其后，跟着他。洗手间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石云英慢悠悠地走着，忽然停下来，对着左侧的落地镜照着，用眼角余光观察着身后的保镖。他停下，4名保镖就停下，个个双手交握放置身前，姿势标准，训练有素，腰间还别着枪还是电棒？石云英猜测是枪，只不过是外观做成了电棒的模样。欧尊这种级别的危险人物，保镖肯定是配枪的。不过他不准备跟他们打起来，虽然胜算100%，但他有更快捷的解决办法。石云英拨了拨耳边的头发，转身时忽然脚下一崴，身体往一边倒去，距离近的一名保镖立即伸手要扶他，可石云英欲要倒下的身体却蓦地一转，跟保镖擦肩而过，小手碰了下他的口袋，然后站直了。反倒是那名保镖趔趄了下，差点摔跪在他面前。石云英双手环胸，微微一笑：“多谢。”他转身继续往前走，进了洗手间后，这才放下手，掌心里赫然是一部保镖专用的对讲机。石云英知道4名保镖守在外面，他没有耽误，走过去推开窗户。半分钟后，一根火灾逃生备用的安全绳索从窗口被抛出来，紧接着一抹蓝色的倩影轻盈地从窗台翻出来。石云英用毛巾裹着安全绳索，眼角的小黑痣得意地扬起，飞快地往下滑去洗手间外。已经过去15分钟，保镖忍不住敲门：“鱼儿小姐。”没人应答。这时有名媛们过来洗手间，打开门才发现里面早已空无一人。4名保镖意识到大事不好，立即汇报给叶枫。此时19层的贵宾餐厅内，顾影则收到一条短信：“我有点急事，先走了，帮我转告七爷，合作我同意，合约你代表我签，以后你代表我出面，让七爷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亏1分钱。”怎么回事？鱼儿怎么突然走了？顾影则惊讶不已，难道是他知道了他变性的事？鱼儿觉得尴尬，无法面对他，所以先走了。可是他不嫌弃他的，不管鱼儿是男是女，哪怕是双性人，他都喜欢他，认定他了。顾影则忙把石云英的短信内容一字不差地转述给欧尊听。可在听到那句“你代表我”时，欧尊俊美的脸庞蓦地冷沉了1度，溢出极其浓烈的不悦。几乎是同一时间，
叶枫急匆匆汇报：七爷，鱼儿小姐突然在洗手间里消失了。欧尊墨眸倏地眯起，消失？是的，但很奇怪，保镖们没有听到洗手间里有任何动静。欧尊却问：窗户是开的？叶枫一怔：是，可这里是19层，窗户是开的又有什么用？鱼儿小姐看起来就是一个柔柔弱弱的漂亮女孩子，难道能翻窗从这么高爬出去？不可能，那绝对不是人可以办到的。叶枫正疑惑着，就见欧尊高大的身形忽然站了起来，迈着长腿就往餐厅外走去。叶枫忙追上去，跑在前面为主人按开电梯。一众保镖也跟着进了电梯，站在欧尊身后。给公馆打电话。欧尊忽然道：让佣人检查我的宠物还在不在。叶枫懵逼，检查那个鲛人女孩？为什么？现在不是鱼儿小姐不见了吗？鱼儿小姐跟鲛人女孩又有什么关系？但叶枫不敢多问，立即照做。片刻后，佣人哆嗦着给了答复：我们找遍了所有的房间，没有发现小姐，可是很奇怪，保镖们说今天公馆大门和后门都没有人出去过，像是怕担责任。佣人又急忙说：小姐可能只是无聊，躲在公馆的某个地方玩，因为公馆实在太大了，可能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没找，我们马上再找找。听到这里，欧尊便示意他挂断，他的视线落在快速下降的电梯数字上，墨眸泛着危险的暗芒，但眸底深处却噙着一抹兴味浓厚的笑意。有意思，人生无趣，他已经好多年没有觉得某样东西能如此有意思了。他忽然开始有点期待，随即欧尊道：后面的行程取消，现在回公馆。叶枫忍不住提醒：可是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面。欧尊立眸：你是听不懂人话了？是，七爷。而此时已经成功溜到对面街区的石云英，从保镖的对讲机里听到了他们所有的对话。什么情况？只是他不见了而已。欧尊居然要取消会面回去，他对宠物都管得这么严格吗？石云英凝眸沉思几秒，蓦地反应过来，刚才佣人只是说没找到他，如果等欧尊回到公馆，彻底确定他不在，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欧尊要回去，肯定就是要亲自确认他到底在不在。石云英之所以不想被欧尊认出来，就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暂时还不能得罪欧尊。如果欧尊真的动用势力搜寻他，那他在同城肯定是待不了了。他在这里还有重要的事要办，他还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要找石家父母拿回来。等他同城这边的事了结了，再找个机会死遁之类的，让欧尊以为他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这应该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办法了。思及此，石云英迅速站起身，他向来准备齐全，来之前就已经查过路线，从帝尊酒店到欧爵公馆大概有40公里左右的路程，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中间隔了一整条榕江。如果开车的话，需要从酒店出发往右走，经过横跨榕江的大桥，再开一段路才可以到。如果按照正常车速，应该要开1个小时左右。但石云英猜想，欧尊既然决定突击回去，定然不会让司机按照平常的速度开车吧。仿佛要验证他的猜想，对讲机里再次传来叶枫惊恐的声音：七爷，您要亲自开车？果然，石云英冷哼一声，那男人身手极好，连维也纳华尔兹都能跟上他的速度，车技绝对也不是盖的。所以他若是想要快过欧尊，先他一步回到公馆，眼下就只有一个办法。谢谢宝宝们看文，求5星好评啊！再次鞠躬感谢。第13章，石云英和欧尊的生死时速。石云英蓦地回过头，看向身后在夜幕下波光粼粼、宽阔到一望无际的榕江，他嘴角角下的勾起，直接抬脚蹬掉了高跟鞋。片刻后，榕江边一抹纤细的身影轻盈地跳入水中，发出的声音极小，甚至都没有引起周围散步的人们注意。那抹身影起初先往江底前去，不出2秒，竟就已经出现在了几百米远的地方。石云英如鱼得水般穿梭在榕江之中，她双手和双腿随意便能划出漂亮的水花，她越游越快，速度甚至比加速行驶的游艇更快。夜幕下，她湛蓝色镶钻的裙摆在江面上摇曳，犹如一条神秘又魅惑的美人鱼。不远处的环江游轮上，一名小男孩正在甲板上玩耍，忽然指着不远处江里极美的身影大叫：妈妈，美人鱼，有美人鱼！男孩妈妈走过来，只看到水中一闪而过的影子，那速度竟然快得令眼睛无法捕捉到。他诧异了下，而后笑笑安抚孩子说：肯定只是风吹过而已，世界上怎么会有美人鱼呢？不存在的。而榕城对面的岸边，不存在的石云英哗啦一声破水而出，他轻松递上了岸，方才这样一口气游过来，他却丝毫不喘，仿佛只是散了个步。别在腰上的对讲机已经没了声音。石云英熟练地拆开来看了看，发现他主板烧坏短路了。什么破烂玩意儿，竟然不防水！欧尊是不是把钱都花在那些变态的癖好上了？想到欧尊刚才在舞会厅里说的那些话，石云英就忍不住打了个抖。方才跳舞时，他贴在他腰上的手掌心，可比这榕江的水要冰冷得多。外界传言这男人骨子里流的血比冰还冷，确实是真的。石云英没耽误时间，
士卒把对讲机踩碎，丢进熔浆里，而后快步往台阶上走去。这里离公馆还有一段距离，他闭眸机灵一转，落在不远处一辆摩托车上。同一时间，一辆8个8牌照的黑色豪车正风驰电掣地飙行在跨江大桥上。驾驶座上，欧尊修长冷白的手指握着方向盘，极快地左右转动着，脚下则一刻不松地踩着油门。他俊美的脸庞上墨眸冷眯着，专注的模样危险又性感，像是即将捕获到猎物的狩猎者，薄唇微勾着，十足的胜券在握。仪表盘上，车速早已超出最高预警线，红色指示标不停地急促跳动，而后座上，叶枫和司机、保镖们全都死死地抓着座椅，因为这极快的车速都头晕目眩，脸色惨白。七爷，您慢点，您这太快了。叶枫吓得舌头都打结了，眼前冒出无数金星，车窗外的一切他都看不清了。窗外的东西像是开了无限倍速，极快地划过。七爷，这不是开车，也不是飙车，这是飙火箭啊！叶枫内心哀嚎，他错了，他真的错了。七爷开车，他竟然还敢坐后座。他从很小就跟着七爷，当年就见过七爷和大少爷的北安山赌约，那么长，那么蜿蜒曲折的山路，七爷在10分钟内飙完，而车内杯托的地方放了一杯水，竟一滴都未洒出来。七爷开的车不是人能坐的，胆子若是稍微小点，都能吓死在七爷的车上。欧尊忽然一个360度急转弯，后座的人立即跟坐过山车一样尖叫起来：七爷，求求您了，您稍微慢一点！啊！黑色豪车在欧爵公馆大门前减速，一阵刺耳的急刹，完美的停在了停车位上。原本1个多小时的路程，欧尊只飙了不到20分钟。立即有人过来替他打开车门，欧尊长腿迈下车，叶枫也赶忙下了车，跟在后面的司机、保镖腿都在打摆子。一群废物，坐个车都能这么娘炮。欧尊冷冷地道，一个一个全都不如他捡回来的小东西厉害。小东西胆子可大得很，如果给他一根木棍，他能把这天幕都捅穿。别墅客厅里，佣人们全都垂着头等候着，站在最前面的是管家白梦雅。欧尊高大的身形裹着晚风的寒气走进来，气场强到连周遭的温度都被压低。他墨眸扫视一圈，找到人了。七爷，暂时还没找到，不过已经按照您在电话里的吩咐，保镖们全面封锁了公馆，从您吩咐到现在，保证一只蚊子都没有飞进来过。白梦雅恭敬的回答，心中却幸灾乐祸的想，最好那个怪物不见了，然后再被生气的七爷抓回来，直接打死，然后就他可以把那个怪物狠狠的鞭尸泄愤了。思及此，白梦雅又故意愤怒道，七爷，他肯定不是躲在公馆的某个地方，肯定是趁您不在家偷偷跑出去了。他既然这样不把您放在眼里，身为宠物却不听您的话，真是太过分了。我认为您不该这样轻易放过他，该一级重罚。欧尊妖冶的墨眸冷眯，你确定他不在？白梦雅见他信了，立即挺起胸脯保证道，七爷，我确定。公馆里里外外我带人找了几10遍了，都没有找到，他绝对不可能在公馆里，我以我的性命向您担保。话音未落，楼上忽然传来咚的一声，像是有人打翻了东西。白梦雅吓得抬起头，望向头顶的天花板，这楼上是七爷的卧室，是谁发出的声音？不可能，七爷的卧室他也大胆的进去找过了，明明没人的啊。白梦雅忙说，七爷，估计是风吹倒了装饰物。下一秒，楼上又传来咚的一声，还是在同一个位置。白梦雅，这是什么情况？欧尊也没再问这些不顶用的废物，脚步一转，长腿朝楼梯走去。白梦雅和叶枫急忙跟在身后。别墅2楼穿过走廊就是欧尊的卧室，面积极大，几乎占了一整层。欧尊在门口停下了脚步，白梦雅立即上前拧开卧室的门把，瞧见里面一片漆黑，松了口气。七爷，您看，没有人，他确实不在。话没说完，却见欧尊的视线落在房间的右侧，有微弱的橘色光束从墙角倾泻出来，那边是浴室的位置。欧尊直接走了进去，猛地推开浴室的磨砂玻璃门。第14章，欧尊特殊的试探方式。只见偌大的浴室里热气氤氲，弥漫着男士的腹脐调香味。穿着白色长裙的美丽女孩浑身湿透，正站在放满热水的浴缸里，表情懊恼。而地上则是被他打翻的沐浴露瓶，显然是刚才的声音来源。听见动静，石云英抬起了脸，美极的深碧色眼眸眨了眨，奇怪地看向门口站着的男人。欧尊迎上女孩看过来的目光，墨眸深处极其罕见地掠过一抹诧异，像是诧异他竟然能在这里。男人探究的幽深目光紧锁着他，侵略性十足，像是要透过他的眼睛进入他的心脏，剖开他所有的秘密。石云英微微歪着脑袋，镇定而无辜地同他对视，漂亮脸蛋上的表情伪装得滴水不漏，只不过他的眼底同样也藏着诧异以及震惊。这男人是有隐形的翅膀吗？竟然能够回来的这么快？他是直接横游过熔浆的，却也只不过比他快半分多钟而已。二人的视线在空气中交汇，像是2道同样强劲的电流碰撞出无形的激烈火花。忽然，
欧尊嫣红的唇勾起，笑了。石云英被他笑得背脊一凉，有种下一秒就要被他用刷干净丢进油锅里煎成辣味美人鱼干的感觉。他如果是认出他了，但又没当场抓住他骗他的罪证，现在不应该是很生气的吗？他笑个什么劲？他真的完全摸不透这男人，他居然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而欧尊的身后，白梦雅难以置信地瞪着石云英，七爷，这不可能，刚才浴室我来找过的，分明没有人的，怎么会？欧尊本来兴趣浓烈地盯着独属于他的小宠物，突然被这么一打断，语气骤然变了，这叫没人？白梦雅太过震惊，导致一时激动，话脱口而出，可是他怎么可能会站在这里？他肯定是故意的，想引起您的注意，他心机这么深沉，就该惩罚。欧尊眼神蓦地冷了一度，只反问了一个字，他。白梦雅一下子没明白他的意思，抬头对上欧尊冷厉无温的视线，他心头一震，是小姐。欧尊冷冷地问，谁是小姐？您养的宠物，是您的人，也是我们公馆的小姐。你是她什么人？我是服侍小姐的佣人。欧尊俊脸上没有表情，是吗？我没有看出来。是，七爷，是我的失职。白梦雅低下头，而后转身面向石云英，极不甘愿地咬了咬牙，却不得不单膝跪，恭敬道，小姐，对不起，是我对您态度不对，您是主子的人，也就是我的主子，我希望小姐能够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石云英当然不会原谅他，因为他现在是听不懂人话的，他只是站着没动，面无表情地看着白梦雅。欧尊淡淡地道，他没说原谅你。白梦雅猛地抬头，可是七爷，他不是听不懂，随意议论主子，罪加一等。欧尊瞥了眼叶枫，薄唇吐出毫不留情的话语，一级处罚。闻言，连叶枫都吓了一跳，这么重的惩罚，他赶忙拽走了吓傻的白梦雅。没眼力见的，没看见七爷只想玩他的宠物吗？非得多嘴给自己找棺材躺了吧？浴室里安静下来，下一秒，石云英听见啪嗒一声，欧尊把浴室的门关上了。然后，欧尊一边朝浴缸这边走过来，一边抬手解着身上军装的扣子。从帝尊酒店回来太过急速，他连便装都没有换。石云英瞳孔微微睁大，他脱衣服干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关门？他是要洗澡。眼看着欧尊脱掉了军装外套，又开始脱里面的衬衫，随着他的动作，露出男人那片冷白色的健硕胸肌，以及人鱼线完美的腹肌，性感的令人脸红心跳。石云英还从没这样近距离见过男人的裸上半身，耳根一烫，立即抬脚迈出浴缸，准备把浴室让给他。他才走2步，便被男人扣住了手腕，低低的血笑响起。害羞了？还是这不是你想看的部位？石云英下意识就想要甩开他的手侧眸，对上男人含笑玩味的眼神。他猛地反应过来，他在激他，或者说试探他。如果她是听不懂人话的娇人女孩，就代表她连人类文明都不懂，那么又怎么会懂男人脱衣服的意思？他这一招也太狡诈了吧！石云英眨巴着美眸来掩饰紧张，并且迅速的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没关系的，石云英不就是男人的身体吗？更何况还是这种顶级的帅哥，他看了又不亏。石云英刚调整好情绪，准备顽强应战，就见欧尊忽然拉开一旁的抽屉，从里面拿出来一盒全新未拆封的避孕套。石云英，这是什么意思？他该不会是要……只见欧尊一边慢条斯理的拆封，一边墨眸幽深的盯着他看，似乎想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来，不过显然没有成功。欧尊直接从避孕套盒子里拿出了一个，再继续拆开包装，拿出套子，然后喂到了他的嘴边。他带着试探意味，似笑非笑地说：“小东西不张嘴吗？喂你吃糖。”他在激他，想激得他受不了，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石云英被男人这样审视般的盯着，浑身都绷紧了，但他仍旧面不改色，把心一横，张开嘴就准备吃进去。反正也没毒，吃不死。可下一秒，欧尊却收回了手，把套子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里。呼，还好他在变态中尚存一点良知，没真的让他吃。石云英暗自松了口气，他不会再有什么变态的招数吧？他下意识抬手摸了摸头发，却忽然摸到一个极小的碎钻发卡。糟糕，这是他在变装舞会时戴在头发上的。刚才他进房间时检查了身上所有的地方，听到楼下停车的声音分了心，所以漏了头发没检查。像是察觉到他的动作，欧尊忽然掀起眼皮看了过来，蓦地伸手扣住了他纤细的手腕。他看到了。石云英心口一跳，这一瞬间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先引开他的注意。他直接低下头，猛地咬在了欧尊的手臂上。可能是太过紧张和急切，石云英没控制好力道，这一口直接咬出了血。女孩细白的牙齿刺破了他的皮肤，痛感伴随着鲜血溢出来的一瞬间，欧尊只觉得一阵极其强烈的电流从四肢百骸窜上来，让他浑身刹那间紧绷，从未有过的强烈反应。面前男人的呼吸忽然变得浓重急促，石云英还没搞清楚他是怎么了，下一秒，欧尊忽然搂住他的腰，重重地将他压在了后方潮湿的瓷砖上。第15章，欧尊的血不是普通人血的味道，砰的一声，
石云英身体一震，后背紧贴在冰凉的瓷砖上，欧尊随即欺身而来，将他整个人禁锢在胸膛与墙壁之间。浴室里氤氲着热气，而欧尊鼻息间的呼吸比这热气更热。他一双妖冶的墨眸不知何时染上了猩红，像是一张血色的网，将他整个人笼罩在其中。他的胸膛也在剧烈起伏着，像是在压抑某种他掌控不了的冲动。石云英不懂这种冲动，他警惕地盯着他看，他咬破了他的手臂，他这是气得要打他了吗？哼，如果他真的一巴掌打过来，那他就迅速地躲开，再顺势摔倒，然后把手里的发卡塞进地上的排水口，完美。他正想着，欧尊忽然抬起了手，石云英下意识攥紧了五指，做好了假摔的准备，可下一秒，欧尊却将修长的手指点在了他的唇上。石云英一呆，什么情况？他是要用手指戳死他？咬！欧尊忽然说道，嗓音暗哑。他让他咬他。石云英猜不透他的意思，故作不懂地眨了眨眼睛。欧尊似乎没耐心等，直接掐住他的下颌，迫使他张开嘴，然后把手指放在他整齐的牙齿间。咬！欧尊再次命令，嗓音更哑了，墨色的眸血红，像是滚动的岩浆，一眼就可以将他灼伤。石云英，这男人怕不是真的是个受虐狂吧？石云英下颌被他掐得发红，这个贴近的姿势又让他很不自在，他索性就齿间一合，狠狠地对着他的手指咬了下去。咬不死你！他咬得用力，毫无疑问是咬破了。而在咬破出血的瞬间，欧尊浑身肌肉再次紧绷，他拼了命地想克制那股极其强烈的冲动，但竟然无法克制。欧尊倏地抽回了手指，也松开了被自己按着的女孩，转身大步走进了一旁的淋浴间里。砰的一声，磨砂玻璃门被男人大力地甩上，仿佛整个别墅都跟着震了几下。他这是又生气了。石云英一头雾水，他什么意思？让他咬他，咬了他又生气，怪男人。不过舌尖还残留着一股血味，石云英微微抿了抿，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血竟然带点奇异的草药味。他拥有极其罕见的鲛人血统，与血统纯正的普通人类不一样，味觉极其敏锐，并且他以前被虐待时反抗，曾经咬过10家人，所以知道普通人血的味道是很腥的。可欧尊的血不是普通人血的味道，他经历过什么？石云英心底好奇，但他也知道这不是他能管的。听到一旁淋浴间里传来的哗啦啦水声，他立即把手里藏着的碎钻发卡丢进了出水口里。这碎钻发卡非常小，塞进去完全可以被冲走。OK 了，他刚收回贼兮兮的小手，淋浴间的门便被一把推开，欧尊就迈着长腿这么走了出来。他身上没有热气，显然刚刚冲的是冷水澡。石云英立即假装调皮，把脸蛋别到一旁去，对于面前的美男出浴图丝毫没有要欣赏的想法。欧尊从专用放衣架上抽了件浴袍，直接披上就走出了浴室，没有再回头看石云英一眼。不能看，1秒都不行，不，半秒都不行，他怕自己真的会忍不住，小东西会被他弄坏的。欧尊走后不出几分钟，就有2名女佣上来敲门，并服侍他洗澡，显然是欧尊吩咐的。石云英没有选择闹，而是躺在带按摩的偌大浴缸里，闭上眼睛享受着佣人的服务。今晚这场意外的危机总算是解除了，不过他也不是次次都有这样的好运气，毕竟那男人那么狡诈，他是他第一个觉得难对付的人。但短时间内他没办法逃走，他在同城还有事要做，所以他是不是该做点什么让欧尊讨厌反感的事，让他主动把他这个宠物给丢弃了呢？浴室的楼上，暗黑色调的房间里，穿着浴袍的俊美男人独自一人坐在丝绒沙发上。欧尊忽然抬起被石云英咬破还在滴血的手指，移动到一旁种植着植物的盆栽上，他手指上的血滴在了盛开的花朵上。下一秒，只见滴上鲜血的花瓣以极快的速度变黑枯萎，瞬间被腐蚀的只剩下枯黑的残渣。欧尊低低的笑了一声，眼底却透着嗜血的狠厉，他自虐般的紧捏住自己的手指，鲜血更多的被挤出来，滴满了整个盆栽。半分钟后，盆栽里的植物彻底被腐蚀成渣，连泥土都变成了黑色。欧尊低头看着，俊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甚至连眼神都是毫无波动的，仿佛拥有这样可怕血液的人不是他自己。房门忽然被敲响，得到许可后，叶枫拿着电话走了进来。看到欧尊手边被腐蚀的盆栽，叶枫没有觉得奇怪，而是道：七爷，我马上拿医疗箱上来，不必。欧尊懒懒地道：流点血，挺舒服的。您怎么受伤了？养的宠物咬的。欧尊眯着眼睛，回味着石云英咬破他手指时，他那失控的反应。他笑了一声，小东西越来越让他惊讶了。叶枫，我的身体从未动过情，你知道原因？欧尊语气低沉，玩味的笑意中带着讥讽。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对任何人有冲动的感觉，但他咬我的时候，我竟然。第16章，欧尊带他出门。欧尊蓦地顿住声音，舌尖扫过唇角，后半句话他没说出来。他觉得兴奋，觉得舒服。
叶枫一怔，反应过来，立即道：“七爷，那是不是说明他唾液里的成分很特殊，对您有特殊的疗效？毕竟他拥有罕见的鲛人血统，要不要送去圣门的医疗研究部门，让他们……”他话没说完，砰，整个盆栽直接被砸了过来。叶枫吓得往边上躲去，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我错了，七爷。他真是脑子抽风了。七爷现在对鲛人女孩的兴趣正浓，白管家都被一级处罚的快没命了，出去跑100圈。欧尊冷冷地看着他，墨眸露出一抹独占欲极强的冷意。我养的宠物，谁有资格研究它？是。叶枫立即拍马屁，小姐是最漂亮的，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欧尊眸色瞬间变得危险。你盯着他看了？哦，上次在飞机的书房，你盯着他的腿看了。欧尊墨眸冷眯，看他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具已经凉透的尸体。跑200圈加2000个俯卧撑，再倒立到天亮。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叶枫哪敢多待？要是他再说错一句话，七爷怕是要他去绕着赤道跑了。关上房门时，叶枫最后朝里面看了一眼，只见欧尊仍旧慵懒地坐在沙发上，月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欧尊的如雕刻般的侧脸上，竟罕见地透露出几分孤独的味道。叶枫跟着欧尊很久，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拥有那样的家庭，那样的父母，又有那样的童年，七爷的内心该有多强大，才能稳稳地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七爷这些年其实一直都很孤独，太过强大的人总是孤独的。如果这个鲛人女孩是个正常的女人，该有多好，可以陪着七爷，让她多一点温暖。毕竟她是这些年来七爷唯一不反感的女人。可她不是人类，异族血统，注定殊途，所以她跟七爷是不可能的。真是可惜了。石云英被佣人服侍着洗完澡，吹干了头发，就回到了卧室阳台上的金色笼子里趴着。她本以为欧尊晚上又会来折腾她，比如像在飞机上那样非要抱她睡觉之类的，但好在并没有。石云英睡了个好觉，醒来时太阳已经洒满了整个阳台。欧尊一晚上都没有回卧室，估计是走了。想到这里，石云英一身轻松，哼着调子洗漱完，准备去楼下溜达一圈，想着能不能伺机溜到佣人房偷拿一部手机来用用。懒懒地走下楼梯，石云英一双碧眸咕噜噜地转着，往客厅里看去，然后就看见欧尊坐在餐厅沙发上喝咖啡，叶枫在一旁给他读报表。他竟然在公馆！石云英小脚一顿，立即就想要逃回卧室。下一秒，一道性感低沉的嗓音响起：“站在楼梯上偷窥我。”他分明头都没抬，怎么知道他站在楼梯上的？过来！欧尊忽然抬起头，一张俊脸在明亮的光线里帅得惊人。他伸出手指朝他勾了勾。石云英抬起的小脚僵了僵，但他听不懂人话，所以直接当没听到，转身就要跑回2楼。没跑几步，身后一只有力的手臂搂住了他的细腰。石云英惊呼一声，双脚离地，整个人都被抱了起来。一大早就不听话。欧尊一把将他抱在怀里，大掌在他臀上拍了一下，似是作为他不肯过去的惩罚。抱着他回到沙发上，欧尊让石云英趴在自己腿上，大手摸着他柔顺的长发，瞥了眼一旁的叶枫，继续说。叶枫继续念报表。忽然，欧尊低下头，将俊脸埋入石云英的头发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真香。他捏着他小巧的耳垂把玩着，分明用的同一款沐浴露，这小东西就能洗得这么香，似是没有闻够那香味。欧尊捻起石云英一把头发，放在鼻尖上瘾般的嗅着，真好闻。看来得捡点小东西的头发拿去香水研发部，让他们按照这个味道给他做一瓶香水出来，省得他不在身边，他没得闻。欧尊捏完石云英的耳朵，又开始研究她的头发，捏着看来看去，闻来闻去。叶枫在一边看着咂舌，这鲛人女孩的头发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七爷怎么感觉比得了绝世珍宝还要有兴趣？石云英趴在欧尊腿上，被他撸猫似的撸了20分钟，好在叶枫接了通电话，解救了他。七爷，沈少回来了，约您在云亭大厦见面。时间1小时后。行。欧尊高大的身形站起来。石云英心中一喜，他要走了吗？欧尊低头就瞥见他唇瓣的弧度，眉梢一挑，再次俯身把他抱了起来。他低下头，薄唇贴在他的耳畔，呼吸带着热气，弄得他耳根痒痒的。带你去。高挺的鼻梁蹭了蹭他的耳朵，欧尊玩味的笑了一声，小鬼机灵，看你这次还能往哪里跑。石云英痒的缩了缩脖子，听见他这么说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埋着头蜷缩在他怀里，因为他觉得这男人又在试探他。果然，欧尊说完这句话后，墨眸如 X 光般盯着他看了10几秒，直到确实没见他有任何表情变化，才眯了眯眼，抱着他继续往门口走去。忽石云英吐出一口气，昨晚在浴室那样试探他还不够，今天还搞突袭。他也许不是人，但他是真的狗。叶枫早已备了车在门口候着，欧尊抱着石云英上了车。一路上，欧尊当然也没闲着，继续撸他。石云英觉得，如果自己是一只老虎的话，估计毛都被他撸秃了。他不由想象着，欧尊以前养的老虎被他摸的毛都掉没了的画面，
忍不住笑出声来。笑什么？小巧的下巴忽然被2只手指捏起，对上欧尊极具探寻意味的墨眸。石云英立即把笑憋回去。还害羞？欧尊啧了一声，刮了刮他的小翘鼻，意味深长地道：带你出来就这么开心？行，以后天天带你。石云英，他现在和他同归于尽来得及吗？1小时后，豪车在一栋金碧辉煌的大厦面前停下。叶枫恭敬地拉开车门：七爷，沈少刚刚致电说他已经到了。欧尊长腿迈下车，石云英刚想跟他一起下车，男人却将他探出来，小脑袋摁了回去。他修长的手指在他的鼻子刮了一下，对车内的司机以及4名保镖吩咐道：看好他，别让他下车乱跑。是，七爷放心，我们会锁死车门的，也绝对会照看好小姐。保镖们异口同声应道。石云英闭眸狡黠地转了转，立即装出很乖巧，趴在座椅上装作睡觉的样子。欧尊看他一眼，转身往大厦里走去。叶枫立即跟上，忍不住问：七爷，为什么不带小姐一起上楼？我的东西凭什么带给沈墨看？欧尊嫌弃地道：他1万年都没有女人，保不齐有什么龌龊的想法。叶枫，七爷，你也1万年没有女人啊，所以你也有什么龌龊的想法吗？豪车内，石云英趴在座椅上，透过车窗看见欧尊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里，唇角不由勾起开心的弧度。刚才关车门的时候，他是听到了上锁声的。这种高档豪车的锁没那么容易强行打开，会引起警报。他还看见车顶部装有微型摄像头，而且在车里跟着4个保镖打不明智，他们一按手机就可以向叶枫通风报信。看来想从这车里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不过石云英闭眸一转，视线落在保镖的腰包上，第17章，进去的幕后老大在查欧尊。他知道保镖的腰包里藏有各种对付人的玩意儿，而他只需要安静解决掉他们的那一样。石云英忽然打着哈欠从座椅上坐了起来，几名保镖立即如临大敌地看着他，以为他要做什么。结果时云英只是伸了个懒腰，身体不稳，软软的一晃倒在了其中一名保镖的身上。小姐！保镖立即举起双手防止自己碰到石云英，吓得魂都快没了。七爷奢养的宠物，他连沾到头发丝都是死罪啊！石云英假装没睡醒，双手抓着保镖的腰包才堪堪起身，又重新懒洋洋地趴了回去。而他的掌心赫然是一瓶装着迷药的喷瓶。石云英勾着唇角悄悄地按下喷头，10分钟后，整个人豪车内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迷药气味，4名保镖和司机已然昏厥。石云英清醒地坐起身，这普通的迷药对他毫无效果。他迅速拿过一旁的笔记本电脑，用数据线连接了车顶的微型摄像头，直接黑进了叶枫掌管的监控系统。他把他迷晕保镖司机的过程全部删除，又把实时的监控画面换成了自己安静趴在座椅上，保镖们严阵以待的那几分钟，并设置了循环播放，这样人在监控中看起来是动态的，逼真。搞定！石云英拍了拍手，潇洒地打开车门下了车，呼吸到外面新鲜自由的空气，他舒服地深吸了一口，眼角余光忽然瞥到一道熟悉的身影。14元穿着漂亮的洋装，身旁是一个同龄的女孩子，2个人正有说有笑地走向云庭大厦。哎呀，这要巧哦！石云英秀眉微挑，像是想到了什么，放弃了去银行的想法，也朝着云庭大厦走去。14元本来在跟闺蜜徐雅静讨论春装新品，徐雅静却忽然拉了拉她：思元，快看，那个女的好漂亮啊，好美。谁啊？14元最讨厌听到别的女人漂亮的话，不满地抬眸看去，眼珠却一下子定住。石云英，思元，她身上那件裙子是 GA 加限定款 A， 全球只发售3件，总统的女儿前几天参加国宴才穿了，她身份肯定牛逼。徐雅静还在赞叹连连。这个蠢货，石云英能有什么牛逼的？她只是个不伦不类的怪物而已。她凭什么穿这么顶级的裙子？肯定是卖身卖来的，不要脸的贱人。想到昨晚在宴会厅出丑的那一幕，14元就恨不得撕了石云英，这怪物害他丢了多大的脸。整个上流圈子都在嘲笑她是个光屁股的骚女人，她辛辛苦苦打造这些年的纯洁处，女人设毁于一旦。这些流言蜚语要是传到欧尊耳朵里，他还怎么给他留下好印象，让他对自己感兴趣？他本来就在和父母商量要对付石云英，正好他今天送上门来。思及此，14元叹了口气道：静雅呀，其实有件事我没告诉你，你不是喜欢顾家二少顾影泽吗？昨晚的宴会就是这个女人故意倒在顾影泽身上，还用胸去蹭顾影泽。什么？许静雅顿时瞪大眼睛，真的假的？她其实就是我那个怪物妹妹。而且14元故作难堪地道：昨晚宴会结束后，我看到她和顾影泽在试衣间里，这个贱人。许静雅暗恋顾影泽好几年了，闻言气炸了，就要冲过去拦住石云英质问。14元忙拉住她：静雅，你别激动，你去问她肯定不会承认的。你要是想教训她，我其实有个办法。云庭大厦77层偏幽静的专属包厢内，欧尊长腿交叠，
慵懒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是一个平板电脑，上面全是当季最新的女装，有顶级大牌的，也有设计师不外售的。欧尊修长的手指一页页地画着，看100件才选出1件，眉头紧蹙，十分挑剔的模样。叶枫站在边上，忍不住感叹，谈上千亿的项目也没见主子这么认真啊。哎，红颜，哦不，美人鱼祸水啊，看看小东西在干什么。欧尊忽然道。叶枫立即拿出手机，打开监控设备，看见豪车内一派岁月静好，石云英趴在座椅上睡觉，保镖们也很静止地坐着。你看看，很和谐吗？七爷昨晚还怀疑鱼儿小姐是她，怎么可能呢？这娇人女孩分明很柔弱的，连一辆车都出不去啊。主子放心，小姐正在睡觉。叶枫回道。欧尊又问，保镖有没有偷看她？好像没有，记录下来，谁敢偷看，回去打断腿。叶枫腿哆嗦了一下，是。此时包厢门被推开，穿着白色衬衫和西装裤的英俊男人走了进来。沈墨将大衣放在沙发上，弯腰坐下，一派英国绅士的作风，温和地道，抱歉，堵车，来晚了。欧尊没睬他，继续挑选着衣服。沈墨看见他手里平板上的内容，笑了一下，这是有中意的女孩子了，给宠物买的。欧尊懒懒地掀起眼皮，并没有多提，像是生怕石云英被人给偷走似的，直接问，找我什么事？直说，忙。小东西还在下面等他，等久了不知道会不会闹，小麻烦鬼。先说一件事，禁区的人在到处打听你，被我在禁区的人发现了一些风声。沈墨将一份标红的文件推到他面前，我的人回复说，打听你的人是禁区的幕后老大。欧尊嗤笑一声，妖冶的墨眸中是与生俱来的张狂，不屑地道，有种就直接来找我，偷偷摸摸打听还配叫幕后老大？老鼠差不多。沈墨问，你最近是不是在禁区做了什么事？欧尊懒懒散散道，带了个宠物出来，买的还是抢的？又买又抢。沈墨正色道，禁区的人不好惹，禁区是国家不管的地方，幕后的老大到现在都查不出是什么人，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否则类似东陵拍卖场那些地方绝对不可能长期以往的存在，我们没必要去招惹这些麻烦，这些人像疯狗，咬上来就甩不掉的。宠物你有多喜欢？是什么品种？玩玩的话干脆给回去得了。欧尊并未回答他，反而是勾着嫣红的唇，反问道，你在禁区放人做什么？好像有3年了吧？莫非有什么你朝思暮想的人在里面？他话一问出口，沈墨脑海中就浮现出石云英那张极美的脸，他的神色变得柔和，点了下头，是，没出息。欧尊冷瞥他一眼，又问，漂亮？沈墨如实说，漂亮。欧尊嫌弃地道，肯定没老子的宠物漂亮。沈墨第18章，欧尊在意的劲，像是在养媳妇。沈墨失笑，你养的宠物到底有多漂亮？漂亮到你宁愿跟禁区那群疯子为敌？带出来给我们兄弟几个看看。不给。欧尊一口回绝，像是对他要看的这个提议非常不满意，抬起长腿一踹面前的圆桌，瓷杯被震倒了，茶水洒了沈墨一裤腿。沈墨他抽了张纸巾擦裤腿，谁也不让看。你打算锁在家一辈子？锁在家一辈子。欧尊品了品这几个字，墨眸竟露出一抹满意，邪气的勾唇，好主意。沈墨还是道，禁区的幕后老大绝对是个阴狠的人，传说他连人肉都吃，拿杀人当游戏，还跟周边国家的地下组织有关系。他若是真的要对你出手，不会手软，只会来硬的。无妨，我更硬。欧尊不以为意，俊美的脸上一派张狂，淡淡地道，老子的东西从来没有给回去一说。欧尊语气霸道而张狂，不容置疑，谈别的。沈墨笑了下，没再说什么，拿出了其他文件。并非是他怕禁区的人，夏国3大家族鼎立，欧沈陆并不需要怕任何人，他只是觉得没必要惹疯狗来咬。但看欧尊这在意的劲儿，知道的他是养宠物，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养媳妇儿。此时欧尊嘴里那个在车里焦急等他的石云英正在商场潇洒地逛着，完全把他这个人抛到了九霄云外。云庭大厦从9层往上便是办公大楼，而下面则是商场。看到悬挂的电子钟上的日期，石云英才倏地想起今天是沈大哥的生日。他在禁区的时候，那段最难挨的日子，沈大哥暗地里帮了他不少。他加入第一黑客组织也是沈大哥引荐的，他现在出来了，得给沈大哥买个生日礼物寄过去才行。逛了一圈，石云英忽然在一处卖珠宝的店外停下，盯着玻璃展示柜里的珠宝，久久没有挪动脚步。在他身后不远处的拐角处，有2个身影正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思远，你说他为什么不进去店里看啊？许静雅奇怪地道。能为什么？肯定是买不起啊，珠宝随便一个几十万，他有那么多钱吗？石思源不屑地说道，他到处卖身的话，顶多就换个几万块钱，依我看啊，他身上的裙子都是高仿的。对，思源还是你聪明，
肯定是的。许静雅立即心理平衡了，不然她怎么可能买得到 GA 家的限量款？就连顾影泽都未必能搞得到呢，除非他卖身的男人是欧尊。这话一出口，石思源的脸立即阴沉下来。许静雅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忙道：那当然不可能啦，思源，你不是和欧尊见面，他很喜欢你吗？以后欧家少奶奶肯定是你。石思源这才脸色缓和了点，微笑道：我和欧尊关系还在发展中，今天我们先解决了这个贱人，省得你和顾影泽不好发展。思源你真好。许静雅笑嘻嘻地道。石云英站在展示柜前，看着玻璃里倒映出不远处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粉唇一勾，忽然转身离开。石思源和许静雅立即跟上。石云英先去了一家卖电子产品的店，用云端账号付款，随便买了一个迷你相机。许静雅随后进去问了一下价格，出来哈哈笑道：思源你说的没错，他真的没钱，这个相机才300块钱。我就说他肯定是装的，他什么本事都没有，空有一张脸，男人怎么可能为他花那么多钱？石思源淡定地笑了笑，一派事态尽在掌握中的从容。他一点都不意外，石云英当年就是因为怎么打都哭不出来了，爸妈才会把他卖到禁区去。哭不出价值连城的血珍珠，他石云英就是个毫无价值的废物。就是，许静雅连声附和，不过同时也很疑惑。可是思源你说他买迷你相机干什么啊？有什么用啊？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总是对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很感兴趣。石思源嘲讽地道：他住过别墅吗？那种高级的公馆和庄园他压根进不去，但为了虚荣心才会买高仿裙子来穿。对，就是这样。好贱啊他。许静雅也觉得很有道理，连连点头。石云英随便逛了逛，忽然又走进了一家奢侈品店。她随手把相机放在柜台上，又走到对面展示领带的柜台前，低头挑选着。忽然一个女人擦肩而过，撞了她一下，连对不起都没说就匆匆走了。石云英似乎很认真在挑选，连头也没抬，并没有注意到的样子，只是闭眸微微眯着，眼底是锐利的冷芒。那玩味又似笑非笑的模样，竟然有点像欧尊。许静雅回到右边的柜台，对店员说：那边我没看到更好看的，对了，我还想买一款男士领带，要搭配这2枚胸针的。店员当然愿意他多买东西，忙客气地道：没问题的小姐，我把这2枚胸针拿过去帮你比一下。等等，还有1枚胸针怎么不见了？他指着柜台上的绒布托盘，上面显然只有1枚胸针。啊，怎么可能？许静雅故作惊讶，你看看是不是掉地上了？我刚刚拿着托盘去那边比了一下，回来的时候放在这边了。店员皱眉，不可能的小姐，你拿过去的时候是2枚，你刚刚拿过去的时候是不是手抖掉地上了？我刚刚拿过去的时候，许静雅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我想起来了，我走回来的时候，那个女人撞了我一下。她伸手指向站在领带柜台前站着的石云英。这时在另一边看情况的石思源立即走了过来，配合地问道：静雅，怎么了？那个女人刚刚故意撞我，肯定是偷了胸针。许静雅大声地喊道，这句极具话题性的话顿时让店内其他的客人也跟着看了过来。而店员看到石思源和许静雅认识，顿时内心就更加偏向许静雅了。石思源可是石家大小姐，石家在同城算是有钱的豪门，石思源的朋友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呢？于是店员立即走过去问石云英：这位小姐，请问你有看到1枚皇冠形状的胸针吗？胸针？什么胸针？石云英仿佛这时才看到他们，疑惑地眨了眨眼睛：我没看到呀。云英，怎么是你？石思源忽然惊讶地道：你什么时候从监狱出来的？他说到一半忽然捂住嘴，仿佛说了什么不该说的秘密那般，但又让边上的人听得很清楚。监狱？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进过监狱，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店员以及围观群众对石云英的印象迅速变得很差，议论纷纷。人不可貌相，长得这么美，比明星还好看，居然是个小偷，啧，都偷到商场里来了，要不要脸啊？呸，漂亮也没用。有女生嫉妒地说道。石思源听着他们这样骂石云英，心里非常舒坦，他并不怕人去查石云英被人从禁区买出来，肯定是个黑户，而他原来在同城的身份信息早就被爸妈找关系销户了，什么都查不到。店员态度180度转变，语气也变得很不善，直接道：这位小姐，请你把胸针交出来。这话已经认定是石云英偷的了。可是我没拿呀。石云英还是这句话，一副无辜小白兔的模样，看起来就柔柔弱弱的，很好欺负。许静雅见他这么弱，心底骂他蠢货，大喊道：肯定是你，我刚刚拿着绒布托盘走回来，你用力撞了我一下，我还跟你说对不起，就是那时候你偷拿了胸针。顿了顿，他趾高气扬地对店员说：我们许家是开连锁餐饮的，同城人都吃过，这胸针才30多万，我怎么可能偷拿？店员忙陪笑：是，许小姐说的是，您和石小姐都是我们珠宝的 VIP 客户。然后转向石云英，带着怒气道：小姐，
麻烦你交出胸针，否则我们不会客气的。围观的人也跟着起哄，就是啊，都这个地步了，还不拿出来？想钱想疯了吧？可是我真的没拿啊！石云英委屈的瘪着粉唇，无辜的说，不信你们可以查监控。云英，你以前来过这家店，你知道领带柜台这里是监控盲区。石思源适时的开口，叹气道，你就别再这样了，你虽然不是我亲妹妹，但我们石家也养育过你，你昨天才害我落水，今天算我求你，不要再这样做让爸妈伤心了，好吗？他这话一出，周围的人更是哗然，看来这个女孩不仅爱偷东西，还是个心肠恶毒的人啊，肯定就是她偷得了，她故意说查监控，不就是知道这里是监控盲区吗？这心机够深的啊，真是够坏的，这样对养父母和养姐作恶的人要天打雷劈。石云英用细白的手指捏着耳垂，闻言不仅没生气，反倒笑盈盈地看向石思源，我的好姐姐啊，作恶的人要天打雷劈，你觉得这句话对吗？她虽然唇瓣勾着笑，但一双深碧色的眸却毫无温度，淬着令人胆寒的冷。石思源对上石云英的眼神，心头忍不住颤了颤，一阵心虚涌了上来。石云英似笑非笑地问，我的好姐姐，你怎么不回答了呢？作恶的人是不是该天打雷劈呢？石思源回过神来，微微捏紧了手，不对，他为什么要怕石云英？今天他就真得送他进监狱，让他知道在帝尊酒店害他出丑的下场。当然是作恶的人可以说是不得好死。石思源强迫自己这样回答，又叹气道，可是姐姐不希望你这样，你别再闹了，交出胸针，店员肯定会从轻处罚你的。哦？石云英丝毫不慌张的模样，反问道，你这么肯定是我，万一不是我怎么办？他边说着，那玩味清冷的目光竟有意无意往许静雅身上看去。许静雅被石云英这样淡淡的一看，竟然觉得十分慌张和心虚，立即走过去要搜石云英的身，不是你还有谁？我现在就来搜搜你身上。许静雅刚要伸手抓石云英的手腕，察觉到她的靠近以及那香味的味道，石云英秀眉厌恶的皱起，伸手在她胸前一推，那力道看似很轻，许静雅只是往后退了几步，但却觉得胸口传来一阵剧痛，仿佛被石云英那一掌给震碎了骨头似的，好痛！许静雅惊呼起来，面露痛苦之色，是真的很痛。石思源赶忙扶住许静雅，对石云英怒道，云英，既然你说不是你，你凭什么不让静雅搜你的身？她也配搜我的身？石云英冷嗤一声，从柜台上抽了张纸巾，慢条斯理地擦着自己的手，仿佛刚才碰到了什么多么恶心的病毒似的。你！许静雅被他这个动作给羞辱到了，气得不行，贱人别骂人！石思源立即喝止他，这个蠢货，要是骂人了，他们就不会显得像名媛淑女了。他深吸口气道，既然你不让静雅搜，那你想让谁搜？石云英闭眸如同俯瞰楼一般，在奢侈品店内扫视一圈，微微一笑道，你们都不配。周围起哄的人脸色都变了，那就让警察来搜吧，还不快点报警！许静雅立即看向店员，同时心底冷笑，石云英果然是个蠢货，还在这里狡辩，他根本不知道胸针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店员赶忙报了警，警亭是安置在商场内的，所以警员赶来的很快。店员把事情向警员复述了一遍，警员眉头紧皱，看向石云英，小姐，请允许我们现在对你进行搜身。不用。石云英却微微一笑，把手伸进自己长裙右边的口袋里，拿出一枚皇冠形状的胸针，淡淡道，你们要找东西在这。这个举动一出，众人哗然，果然是他偷的，但他为什么自己拿出来？刚刚狡辩了那么久，现在警察来了却自己拿出来了，还主动承认，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石思源和许静雅对视一眼，眼神都带笑，石云英这个蠢货终于绷不住了吧？前面还嚣张，警察来了立马招了，想着这个贱人马上可以关进大牢里，石思源止不住扬起嘴角。石云英拿着胸针，话锋却忽然一转，警官同志，我想问问，如果这个东西是有人放进我口袋里的，并且报警说是我偷的，会判刑吗？警员一愣，点头道，当然会，这是犯法的。许静雅顿时大惊，他怎么会突然这样说？难道他知道？你……许静雅刚要说话，石思源便悄悄地撞了他一下，示意他冷静，监控盲区，石云英哪有证据？果然听到警员问石云英，小姐，你这样说有证据吗？许静雅顿时冷静下来，哼，石云英哪来的证据？结果下一秒就见石云英朝对面柜台伸手一指，淡淡地道，我进店之前买了个迷你相机，想试试看性能，所以点了录视频模式，一直放在那边，刚好是对准这个监控盲区，应该把发生过的事都拍下来了。他的话音一落，许静雅和石思源都同时瞪大了眼睛神。什么？第19章，欧尊拼出了他的名字，石云英迷你相机，试试性能。石云英刚刚买的那个迷你相机，竟然是用来录视频的，这怎么可能啊？难道石云英早就猜到他们会陷害他吗？不可能啊！
石思源满脸震惊，简直难以置信。而许静雅比他更沉不住气，立即就冲过去要抢到那个迷你相机。这不可能，这肯定是假的。石云英蓦地一个侧身拦住了他。许小姐是想破坏证据吗？石云英深碧色的眼微眯，眸色冰冷而极具震慑力，定定地看着他。你知道破坏证据会罪加一等吗？许静雅急切的脚步一下子顿住，她被石云英的眼神看得浑身发抖，哆哆嗦嗦的还想要辩解，只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你麻烦警官先生帮忙把我的迷你相机取过来。石云英懒得再看他，微微一笑，美得令众人炫目。重要证据谁碰都是要坐牢的吧？此话一出，围观的人纷纷让开了道，屏息凝神，看石云英的眼神也不像刚才那么鄙夷嫌弃，反倒透露着一股子害怕和敬畏。2名警员立即走过去，将迷你相机取了过来。店员觉得石云英可能是撒谎，毕竟胸针是他口袋里拿出来的，于是说：警官先生，我们店里有投影仪，这位小姐坚持不是她，能不能把迷你相机里拍到的画面放出来，让所有人都看看清楚？警员见这么多人在看着这件事，也是想讲公道的，点头，可以。石思源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石云英只是吓唬人的，他如果真的用迷你相机拍下了全过程，那今天的事就变成了污蔑，最重要的是警察还介入了，后果不堪设想。肯定是假的，肯定是。很快，迷你相机接上了投影仪，拍摄的画面顿时投影在了墙壁之上，相机右上角还在闪着红点，表明现在还在录视频模式。石思源和许静雅心里都咯噔了一下，手开始颤抖起来。警员操作着往回倒播，很快投影画面就出现了许静雅拿着端着托盘走过来时候，故意用力撞了石云英一下，而后许静雅的手飞快地往石云英右侧的口袋伸了一下。也许是这迷你相机放置的角度太精准了，可以看见许静雅把手伸进石云英口袋时，手里拿着一个闪着荧光、神似皇冠形状的东西。只要是不瞎，所有人都可以看出，就是店员口中丢失的那枚皇冠胸针。围观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事情真相会是这样完全相反，纷纷极其鄙夷地看向许静雅。好贱啊，这个许家的小姐，还说是那个美女撞她，分明是她撞人家，污蔑人家，就这还配做餐饮？不会都用地沟油吧？以后许家旗下的餐厅我肯定不去了，我已经拍下来发微博了，搞臭许家的餐厅，太贱了！一句又一句难听的话砸过来，许静雅浑身发抖，彻底慌了。不是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做的，他想说出石思源，但又不敢，毕竟石思源也是为了帮他才这样的啊。哦，石云英唇瓣勾着玩味的笑，你不是故意的，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你是被人指使的？云英，石思源浑身一震，立即出声制止他继续说下去，又道：静雅肯定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替她向你道歉，其实这件事没必要麻烦警察，你替她向我道歉。石云英故作惊讶地道：你以什么身份替她向我道歉啊？你们是好闺蜜吗？石思源立即道：当然，我跟静雅好多年的闺蜜了，可是好闺蜜会喜欢同一个男人吗？石云英眨了眨眼，我怎么记得外面都在传许静雅喜欢顾家二少顾影泽呢？可你也喜欢顾影泽呀？你不是还勾引过顾影泽吗？你胡说什么？石思源一震，你是想挑拨我和静雅吗？可是刚刚我路过电子产品的店，顺便也买了个小手机玩玩，收到了顾二少给我发来的视频呢。石云英拿出左边口袋里的小手机，打开视频放到许静雅面前，我姐姐的好闺蜜许小姐，你要不要看看哦？许静雅抬头看去，视频是顾影泽手机录屏发过来的，显示的是石思源发给顾影泽的微信消息，还是语音。顾二少，我是石家的思源，今晚想约你一起去酒吧玩，不知道你有没有空呀？顾二少，我看到你发朋友圈了，为什么你发朋友圈却不回我？我其实爱慕你好久了。这声音一听便知是石思源，而往下滑都是石思源发给顾影泽的各种自拍，故意拉低衣服的等等。许静雅越看眼睛瞪得越大，猛地侧头看向石思源，大声怒吼道：你这个贱人，原来是你在勾引顾影泽，你还骗我来害你妹妹，我要撕了你这个贱人！许静雅猛地冲了过去，一下子就把石思源推倒在地，骑在他身上啪啪啪地扇他巴掌，拉着他的头发，两个女人在店里扭打成一团。围观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场面极其难看。警员忙过去把他们拉开。石思源脸上已经被抓出了血痕，头发凌乱，没了刚进来时的优雅高贵，像一个丑陋的疯婆子。许静雅情绪还没冷静下来，直接对警员大声道：是他，是石思源，他让我用这个方法诬陷他妹妹，他也参与了这起污蔑案件啊，他石思源才是主谋，他也要被抓起来。石思源气得发抖，一边用手挡住脸，一边压根说不出话来。石云英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狗咬狗，嘴角勾着意料之中的笑。啧，虽然猜到结果肯定是这样，但还是觉得好有趣好精彩啊，比看电视剧有趣多了呢。石云英勾着唇朝着警员道：警官先生，既然从犯供出了主谋，这
证据也在这里，你们可以把人带回警局去审讯了吧？是的，麻烦小姐也跟我们去警局录个口供吧。警员礼貌地朝他道。等等。此时石思源却忽然出声，他拨了拨额前的碎发，恢复了镇定，朝警员道：我知道你们局长叫黄世全，我可以打个电话吗？警员听他竟能说出局长的名字，便应允了。石思源拿出手机，翻出被他标了星标的号码沈少。他一边按下拨通键，一边盯着石云英，眼底闪过恶毒的光。这个贱人想搞死他，没那么容易。大概过了5秒，电话被接通了。石思源立即道：沈少，是我是石家小姐石思源，上次海边舞会出了意外，我帮您包扎过伤口，您还记得我吗？77层之上的包厢内，沈墨看了眼没有存的陌生号码，微微蹙眉，但绅士风度还是让他礼貌地问道：石小姐，找我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云庭大厦。石思源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下情况，又道：您和黄局长交好，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可他话音刚落，沈墨却倏地压低了声音，清俊的眉眼似是震惊。你说什么？你和你妹妹谁起了冲突？石思源以为他是答应了帮忙，忙道：就是我以前的养妹妹，叫石云英。沈墨却立即道：让她接电话。啊！石思源一怔，让她接。沈墨少有这么强势的时候，连坐在他对面正在翻阅文件的欧尊都微微挑了下眉。石思源不明所以，但沈墨这样说他又不敢违抗，把手机递给了石云英。沈少让你接电话。石云英，你打电话求助，为什么要叫我接？他奇怪地接过来，刚说了一个魏字，沈墨就出声问道：云英，是你吗？云英，这2个字沈墨一喊出口，欧尊的墨眸就倏地眯了下，不知为何，这2个字竟让他眼皮一跳，是个女人的名字。云英，还怪好听的。石云英愣了一下，惊讶地道：沈大哥，是你？一旁的石思源完全懵逼了，什么情况？石云英难道认识沈墨？不可能啊，沈墨是什么身份？是3大家族的沈家，是外界传闻和欧尊交好的兄弟啊。石云英怎么可能会认识沈墨的？云英，真的是你，我们好久没有联系了。沈墨语气带着一丝惊讶，以及克制不住的激动。你从禁区出来？欧尊倏地掀起眼皮看向了他。从禁区出来？此时沈墨却拿着手机起身，朝他比了个手势，到包厢那边的露台去接了。欧尊修长的身形往沙发上靠，眯眼看向沈墨的身影，耳边萦绕着他刚刚说过的话。能从禁区出来的人本就不多，听沈墨这口气，对方还是个女人。而刚刚沈墨接电话，第一声喊的是石小姐，又说是叫石小姐的妹妹接电话，那么应该是同一个姓氏。欧尊修长好看的手指拿着钢笔，在指尖自如地转动着，忽的，他落笔在手里的 A4 纸上写下一个字石，而后再补充了2个字云英，连在一起就是石云英。欧尊墨眸幽深地看这个名字，竟然莫名觉得非常好看。他舌尖舔过嘴角，低低地喊了一遍这个名字，石云英，是个他会喜欢的女人名字。他忽然扬手，把写着这名字的 A4 纸递给身后的叶枫，去查同城有谁叫这个名字，我要全部的资料。是，七爷。叶枫拿着 A4 纸不着头脑，这是谁？七爷不是对教人女孩感兴趣吗？结果又是查鱼儿小姐，现在又是查这个什么石云英，七爷现在这么花心多情了吗？同时搞3个啊！包厢露台上，沈墨握紧了手机，语气带着点急促：云英，你是怎么从禁区出来的？你出来多久了？怎么不告诉我？石云英在电话那头笑了：沈大哥，你这面试呢？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沈墨怔了怔，随后笑道：行，那我们见面说吧。你现在就在楼下商场吗？石云英惊讶：你也在云庭大厦？对，我跟兄弟谈事。沈墨问道：云英，我想见你，现在可以吗？你待会儿有空吗？话音才落，叶枫忽然出现在身后：沈少，我家七爷看过文件了，没有问题，已经签字了。我们现在先回去。叶枫的声音。石云英倏地瞪大眼睛：什么情况？跟沈大哥谈事的人是欧尊？叶枫说：他们要先回去了，欧尊要下楼回车里了。石云英立即对着手机道：沈大哥，不好意思，我今天恐怕不能见你了，我还有事，过几天我们见面吧，我用邮件给你留言。说完，石云英直接把手机丢还给石思源，转身就往外走去。哎，小姐！警员喊住他。石云英回头婉唇一笑：笔录我就不做了，但他们犯法这么多人看见了，希望警官同志好好处理这个案件。说完，他就快速往外走去，那抹白色纤细的身影一下子就消失在视线中。众人还是懵逼的，后知后觉反应过来，女孩也跑得太快了吧，才一晃神，她竟然就不见了。石思源站在原地，忙重新拿起手机，难以置信，忍不住地问道：沈少，你怎么会认识我养妹的？这似乎与你无关。沈墨语气很淡地道：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挂了。等等，沈少。石思源忙道：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我刚刚说的话，让黄局出面帮我化解一下情况。抱歉，石小姐，我想我没有这个义务。顿了顿，沈墨语气变冷漠，希望石小姐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们并不熟悉。说完，沈墨直接挂断了电话。石思源听着听筒里的嘟嘟声，整个人都僵冷在原地，直到警察过来将他扣住，带他下去做警察，带回警局审问，他还是无法反应过来。怎么会？石云英既然叫沈墨沈大哥，他还认识顾影泽，他甚至都能猜到自己要这样陷害他，提前买好了相机，他不只是个骄人一族的废物吗？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第20章，欧尊低哑地喊他：英英。石云英以极快的速度走出奢侈品店，一边拿出来刚买的小手机。手机虽小，但功能齐全，对他来说，只要能够连接网络，就能变成为他所用的武器。石云英迅速打开网页，从加密网站进入，输入一串编程码，瞬间就黑进了云庭大厦的后台系统，调取所有电梯的监控。可能是欧尊长得太过高大惹眼，石云英只扫一眼就在其中一部电梯中发现了他。他竟然已经下到第3层了，这男人速度也太快了点吧？他是属火箭的吗？他若是再慢个半分钟，他现在就已经回到车上了。石云英冷哼，眼角狡黠的弯起，纤细的手指飞快地按下几个键。此时正要从第4层往下降的豪华电梯里，高大俊美的男人站在中央，他单手抄在裤袋里，手指间是一根细而黑亮的女孩头发丝，被他缠绕把玩着。忽然滴的一声，电梯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叶枫探身去按电梯的按钮，却发现怎么按都没用，电梯门开不了，也不能继续上升或者下降。他忙道：七爷，好像是电梯出故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云庭的总经理，让他们修复。不用。欧尊却不以为意地打断了他，伸出手按向电梯红色的紧急按钮时，云英在这边手机上看着，得意地哼了哼。紧张了吧？知道求救了吧？让你在车上乱摸我，拨我的头发。可紧接着他却见欧尊并没有去按紧急按钮，而是直接把紧急按钮给拆开了，修长的手指伸进去，不知道拧了什么部位。下一秒，电梯的门竟然直接开了。石云英几乎是同一时间，欧尊忽然抬起俊脸，看向电梯右上角的监控摄像头。石云英猝不及防对上男人那双幽深妖冶的墨眸，欧尊的薄唇分明勾着笑意，可他的眸中却仿佛蕴含着极度危险的气息，下一秒就能将他给生吞活剥，拆片入腹。石云英手一抖，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等他从他的眼神警告中回过神来，欧尊已经迈着长腿出了电梯。糟糕，他从那边的楼梯下去，出口是北门，直接是停车的地方，只有3楼。那男人腿那么长，还不就是1分钟的事？既然如此，石云英闭塞的眼珠忽的一转，又极快的在手机上操作了一番，转身跑向左边的紧急出口，伸手便直接拧开了紧闭的窗户，矫健的从窗口翻了出去。这里是3楼，石云英踩在外墙沿上，低头略略看了一眼，随即轻盈的一跃，便落在路边的一棵树上。欧尊的那辆千万豪车就在不远处了。几乎是同一时间，商场北门，欧尊腿长，步子迈的也大，走出电梯不过片刻，他已经走到出口处。叶枫跟在自家主子身后，拿着手机鼓捣着，奇怪地道：怎么回事？突然没有了信号，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车上的保镖，现在连网络都连接不上了。七爷，他话还没说完，只见面前北门出口处的升降门忽然快速下降，眼看着就要彻底关闭，显然是有人启动了紧急封闭措施。可除非是商场内部人员从系统内部进行操作，其他人不可能办到，所以叶枫一瞬间以为是有什么危险。七爷，可欧尊却直接抽走了他的手机，扬手就朝着升降门砸了过去，精准地砸在了升降门的急救感应按钮上。下一秒，升降门又瞬间快速上升，欧尊片刻没有耽误，立即迈着长腿快步朝外面走去。豪车仍旧停在原来的地方，里面的4个保镖头都往后仰着，看起来像是睡着了。欧尊来到车前，蓦地伸手拉开车门，一道少女清脆娇软的嗓音传来。欧尊低下头，就看见蜷缩着趴在后座椅上的女孩。石云英懒懒地抬起脑袋，揉着眼睛，打着哈欠看着他，眼神迷迷糊糊的，一副刚睡醒的样子。欧尊墨眸对上他清澈的碧色瞳眸，眸色从幽深变得危险，可无论他怎么盯着他看，石云英都没有半分要露馅的样子，仍旧就这么无所畏惧的与他对视。他不怕他，不仅不怕，他已经2次都赶在他之前，他层出不穷的小手段如此之多，竟让他1次都抓不住他的把柄，实在是有意思。他抢回来的小东西比他想象中要厉害，不愧是他欧尊的人。等到欧尊和叶枫都上车之后，4名保镖才从迷药中清醒过来。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醒来就看见主子回来了，而那个女孩也还在。虽然他们对自己为什么突然睡着了很疑惑，也都想过可能是这个女孩溜出去了，可现在这女孩好端端的在车里，既然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们也不可能上赶着去找惩罚。所以当叶枫询问他们情况时，4名保镖异口同声道：我们时刻盯着，并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石云英仍旧懒洋洋地趴在座椅上，闻言秀眉微微扬了下，并不意外。他知道这些保镖不会主动惹事，不管他是否溜出去过，只要他在欧尊之前回来，他们就不会找死，自然不会泄露什么。就像他知道石思源一定会跟着他进商场，一定会在闺蜜许静雅面前抹黑他，再找机会陷害他偷东西一样，因为这些是以前他还在石家时，石思源以前的惯用手段。只可惜几年过去了，石思源竟然毫无长进，他但凡脑子再长进一点，今天就不会被抓进警局。蠢货！石云英轻轻地哼出一道嘲讽的鼻音，忽然他只觉得身体一轻，整个人都被欧尊抱到了他的腿上。他俯下身，拨开他耳边柔顺的发丝，薄唇贴着他的耳垂，嗓音低哑而磁性，含着一抹笑意，性感的要命。英英在心里偷偷摸摸地骂谁呢？英英这两个字他喊得低沉而暧昧，任何女人听了都会觉得心脏酥麻，把持不住。可石云英却心脏猛地一震，整个人无法自控的震惊。他叫他什么？英英？欧尊怎么会知道他名字的？第21章，欧尊带他看动画片，就在石云英极度震惊的一瞬间，欧尊忽然捏住他小巧的下巴，将他的脸蛋转了过去。他期望在他的脸蛋上看到震惊或者慌张，可是并没有。女孩仍旧是眨巴着美极的眸，无辜至极。欧尊也不意外，双臂将他桎梏在怀里，捏住他的下巴，用自己的脸去蹭他的脸，闻他的头发。石云英不习惯于男人这样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可他只要挣扎，欧尊就咬他的耳垂，咬得他又痛又痒，一张脸气得通红。欧尊似乎就喜欢看他这副气得脸红红的模样，长指刮了下他的鼻子，忽然说：“路上无聊，带你看个电影。”看电影？石云英求之不得，只要他不是继续这样奇怪的嗅他蹭他咬他，干什么都可以。豪车内设备齐全，自带投影设备，欧尊只是轻轻一按，便犹如在家那般大屏幕，画质清晰。石云英见他选择片源，有点好奇他会选什么，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欧尊选的是猫和老鼠的动画片。石云英为什么不选哆啦 A 梦？瞧不起谁呢？而且这男人这么幼稚吗？很快石云英就发现自己错了，动画片内容讲的是猫已经知道是老鼠偷的奶酪，但他每次都抓不住老鼠偷东西的证据，所以猫就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老鼠自投罗网。最后的最后，狡猾的老鼠终究是有失手的那一天，终于在偷奶酪的当场被猫给抓住了。猫把老鼠绑在十字架上，把奶酪吊在老鼠面前晃来晃去，让老鼠又馋又饿，却又怎么样都咬不到奶酪，气得又哭又叫。石云英越看越觉得哪里怪怪的。果不其然，动画片演到最后，身后的男人忽然凑了过来，他健硕的胸膛紧贴着他的后背，下巴蹭着他的颈窝，低低地笑道：“你说，如果你是那只老鼠，那只老鼠最后被抓的时候是什么心情？”石云英，你骂谁呢？老鼠早就知道猫发现了，但猫每一次都抓不住老鼠，老鼠就越发肆无忌惮了。欧尊双臂搂着他，低沉的笑越发意味深长。可是老鼠不可能每次都那么幸运，猫总会抓住他偷奶酪的证据。你觉得呢？石云英，我觉得你在暗示我。欧尊忽然凑近他的耳畔，嗓音像是撞钟般深深地撞进他耳朵里，带着笑意，却又危险至极。如果我是那只猫，我抓到属于我的老鼠，我就用绳子把它捆在床上，它想要吃奶酪，必须讨我欢心。如果它还反抗，我就咬到它心服口服。话没说完，他忽然侧手咬住他的耳垂，齿间微微用力，咬得他耳朵泛红，疼得鼻尖哼出声来。石云英浑身一个机灵，像是一股电流从背后窜上来，电得他差点叫出声。就像这样咬。欧尊松开了他发红可怜的小耳垂，笑了一声。不知道到时候我的老鼠能不能受得了？如果我的老鼠受不了，其实可以早点承认自己偷了奶酪。欧尊似笑非笑地道，何必等到最后被绑起来？这男人又想激他。石云英抿着唇瓣，当然不会上当。他当然也听得出他的暗示意味他是猫，而他就是那只老鼠。他早点承认和晚点的区别是什么？大概是被咬100下和1万下的区别吧。不过没关系，他已经在想办法了，他绝对不会给他抓住他证据的机会，他休想。至于现在，他就先委曲求全，被他变态的咬几下，吃得苦中苦，方为美人鱼。石云英眼下眼里的狡黠，一副乖顺听不懂的模样。欧尊倒也不强迫他有什么反应，等看完后竟然还问他好不好看。石云英不能真凶，但又想瞪他，于是就奶凶的瞪他。好看个鬼，原来你喜欢看。欧尊勾唇，又重新拿起选了一个动画片，那再看一个。石云英，这一路上欧尊带他看了5、6个动画片，都是老鼠被猫抓住后怎么虐待，要么绑起来，要么吊起来，要么剃光了毛等等。等到了欧爵公馆，石云英满脑子都是自己就是那只老鼠，即将被猫也就是欧尊虐待的惨状，连下车都忘了，还是欧尊把他抱下车的。他觉得这男人真是太狡诈了，这就是心理学中的击败心理防线吧。好在回公馆没多久，欧尊就接了个电话，似乎有什么很紧急的事，便离开了。
石云英如获大赦，先回卧室观察了一波情况，确定欧尊是真的走了之后，便趁着在花园里玩耍的时候溜进了车库，找到了下午坐的那辆豪车。他很轻易便撬开了车门，找到了被他藏在座椅最下方的小手机。为了方便起见，他还是冒险把手机带回来了，省得他在欧爵公馆不方便联系外面的人。好在欧尊并没有发现。找了个花园僻静的地方，石云英靠在软软的草坪，有小树枝作为遮挡，拿出手机，处理了一下公司里决策的事之后，石云英登录了加密网页，收到了顾影泽的留言，就一句话：急事，鱼儿快给我回电，急事。顾影泽这人虽然平时憨头憨脑，但正事上绝对不会含糊，他这样说肯定是有事。石云英探头见四周没有佣人的身影，便给他回了个电话。一接通，顾影泽立即说：鱼儿，你终于回我消息了，你在哪里？我还在同城朋友家。石云英没有多说什么，反问道：怎么，什么急事？我们不是在同城附近的岛屿上有投资的医疗研究所吗？你记得吗？记得。怎么了？突然出了很怪异的事，有人在岛屿附近的海里拍到了奇怪的生物，游得特别快，看起来不像是人，照理来说，人游泳怎么可能那么快呢？听着顾影泽的话，石云英闭眸倏地亮起，他先只握紧了手机。你确定？游得特别快，是有多快？第22章，欧尊再会鱼儿小姐。石云英会这样问，因为他很清楚，岛屿附近海里拍到的肯定不是自己，因为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同城，压根没有去过那边。非常快，比加速行驶的游艇还要快，因为有人开游艇去追，可是没有追到。顿了顿，顾影则更为诧异地说，而且最恐怖的是，虽然没有拍到，但有人看到那奇怪的生物是有双腿的，上面还有鳞片，但不可能是鱼类，鱼怎么会有腿呢？有双腿，看来真的不是纯鱼类。石云英先只握的泛白，会是他的同类吗？如果按照顾影泽的描述，肯定是，但他毕竟没有亲眼见到，所以他无法100%确定。从有意识以来，他心底一直有一个疑惑存在，自己有鲛人血统，却有双腿，有人的智力，会说话，甚至有血统纯正的人类没有的一些能力。可他的父母是谁？他的鲛人血统是哪里来的？既然有他的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只有他一个鲛人血统的人。那么他的父母、同类们又都在哪里？可不知为何，他对小时候的事记得不太清楚，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就连石家父母是为何收养他，几岁收养他，他也想不起来了。不过无妨，他现在从禁区出来了，他会找石家父母好好的审问清楚的。鱼儿，见他不说话，顾影则喊了他一句：怎么了？没事。石云英回过神来，淡淡道：你把他们拍到的视频发到我邮箱。好。顾影则又道：不仅如此，研究所里好几个重要医疗研究成果也被人偷盗破坏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这件事闹得很大，我们是大股东，那边研究所的负责人邀请我们过去看看。鱼儿，你的意见呢？去。石云英直接道：什么时候？明天中午。被邀请的大股东除了我们，还有谁？还有研究所的另一个大股东，也就是上次我带你见过的七爷。欧尊居然也是股东，他为什么事事都能撞上他？他们之间是有什么孽缘吗？不过这男人的投资眼光倒是不错嘛，竟然跟他看中同一个项目。就在去年初，这个医疗研究所刚成立的时候，缺乏资金，所有人都不看好，唯独石云英看中了他们团队的几名人才，直接让顾影则投了大笔资金。没想到才1年时间，研究所就做出了成绩，成了炙手可热的医研基地。但如果欧尊这次也去的话，正当石云英思索的时候，顾影则又说，而且很奇怪，七爷的助理致电我说，七爷问我上次假面舞会的鱼儿小姐去不去。石云英顿时有种欧尊对他宣战的感觉。下午在车上，欧尊给他看猫和老鼠的动画片，其实是为了变相警告他别被他抓到证据，否则他的下场凄惨。石云英猜测，欧尊已经99%猜出鱼儿小姐是他，剩下的1%是因为他男性的尊严让他不愿服输，毕竟他已经2次没有抓到他了。所以这才过去几个小时，他立即就给他抛出了难题。欧尊既然想要约见鱼儿小姐，就说明他有十足的把握，这次定会让他在他面前露馅，他必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石云英猜不到欧尊会做什么，不过也没有纠结，毕竟那男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他如果能猜到他的想法，他估计也离变态不远了。但即便知道这是场鸿门宴，他也是肯定要去的，不是为了研究所，是为了有机会能找到鲛人血统的同类。和顾影则约好了时间地点，石云英从草坪里站起来，拍拍屁股回了房间。出发的时间是明天中午，那他只需要早点起来就来得及。石云英睡了个饱饱的好觉，养精蓄锐。第二天起得很早，下楼时看见几个佣人拿着抹布聚集在电视机面前。剧本台最新报道，在同城附近海域拍到游得极快的奇怪生物，疑似新型鱼类，但也有目击者出来作证，说看见了奇怪生物有和人一样的双腿，但腿上有鱼鳞。据
据此，有人推测可能是变种美人鱼。电视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几个佣人忍不住窃窃私语：变种美人鱼还有和人一样的双腿，天，那也太可怕了吧！是啊，那不就是怪物了吗？跟电影里的丧尸有什么区别？万一这些变种美人鱼越来越多，联合起来打击人类，那不是一场灾难吗？是啊，还是希望国家能尽早抓住，查个究竟吧。石云英站在楼梯旁，听着他们的议论声，深碧色的眸微微泛着冷芒，但心里倒不至于多么愤怒。这种事普通人听了都会吓到，毕竟变种美人鱼如果真实存在，那就是一个新的物种。人类对于新的物种是会恐慌，会有抵抗情绪的。只不过，倘若国家真的出手，要抓捕他们这些骄人血统的人，那么他们必定是下场凄惨，甚至被拿去做新物种科研。石云英敛了眸光，走向客厅，佣人听见脚步声，见是他，全都极其客气的行礼：小姐早上好。自从上次白梦雅被一级处罚后，这些佣人对石云英态度几乎跟欧尊无异了，生怕得罪他分毫。石云英当然还是装听不懂人话，踏着拖鞋走到厨房边的柜子旁，抱了一大堆零食上楼，还站在楼梯口朝走过来的佣人扔了一只拖鞋，小脸蛋上表情很凶。佣人们顿时明白了，小姐这是要回房间吃零食，不让他们去打扰。佣人们也全都松了口气，不用服侍更好，万一出了差错，他们可不想像白管家一样被七爷处罚。给完佣人们暗示之后，石云英回到2楼，反锁了欧尊的卧室门，故技重施，很轻松的就溜出了欧爵公馆。看着头顶高高的艳阳，石云英狡黠的眯起眸子，在去赴约之前，他需要先做一些准备。中午，码头上7辆黑色豪车霸道的横停着，几乎堵住了所有的路。道路两边10几名保镖清一色排开，双手负后，腰间别着枪支。中间一辆豪车前，欧尊高大的身形慵懒地斜靠在车门旁，他长腿微曲，手里的雪茄点燃了却并未抽，只是修长的手指轻弹着烟灰。一旁的顾影则焦急地看着手表，都快12点了，鱼儿怎么还没来？欧尊眯眸看着他，语气淡淡：你跟鱼儿小姐认识多久了？3年了。顾影则说道：我们其实一直在网上联系，上次假面舞会其实也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他以前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他的一切都没有告诉我，家人、姓名，包括他是变性人，是吗？还挺会保护自己。小东西对待其他男人的态度倒是对的，但为什么沈墨就知道他叫云英？他为什么对沈墨特殊对待？欧尊俊美的眉宇间流露出一抹浓烈的不悦，看来他要再去好好查查他和沈墨之间的事情。忽然，一阵马达轰鸣的声音传来，引得所有人都抬头望去。光听声音就是好车。只见不远处有一辆骚红色跑车飙驰而来，随后一个漂亮的急转弯在他们面前稳稳地停下。车门打开，一条又细又白的腿跨了出来。石云英穿着一身湛蓝色吊带短裙，更衬得她肤白似雪，细瘦的肩膀在太阳下白得发光，乌黑的长发柔披肩，脸上还是戴着一张面具。鱼儿，顾影则再次被他给美呆了，激动地盯着他看。石云英踩着高跟鞋走过来，微微一笑：抱歉，我来迟了。不迟，鱼儿小姐很准时。欧尊在车门上按灭雪茄，目光如炬扫过他全身，让石云英莫名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镇定，他一定要镇定，不管他要做什么，他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他才不怕他。从同城去岛屿需要坐游轮，叶枫很快过来，告诉他们游轮已经准备好了。众人一起上了游轮，站在甲板上，石云英从面具里垂眸，望着蔚蓝的海面，心里想着新闻报道的事。也许那个他的同类已经被吓跑了，他来岛屿找到同类的希望其实不大。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石云英耳廓敏锐一动，倏然转过身，就见一名侍应生端着高脚杯走向他，忽然脚下一崴，杯中的液体直接泼在了他的面具上。做什么？欧尊冷冽的声音倏地响起。游轮在晃，我一下子没站稳，侍应生吓得就差跪下去了。废物！欧尊单手插兜，俊脸上情绪难辨，淡淡扫了一眼，还不快给鱼儿小姐道歉？不必了。石云英心下了然，好脾气地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把鱼儿小姐面具弄脏了。欧尊眯眸看着他，好心的建议，拿下来擦擦。边说他边吩咐去拿条干净毛巾来。侍应生赶忙去取来毛巾，递给了石云英。出乎意料的是，石云英竟然伸手接了过来，微笑：谢谢七爷的好意思，那我就擦一擦吧。说着，他竟然伸手摘下了自己的面具。第23章，欧尊的未卜先知，连叶枫都忍不住想看看这位身材火辣、身份神秘的鱼儿小姐到底长得什么样子。顾影则虽然见过石云英，但此时也走了过来。欧尊则是眯着墨眸，一瞬不瞬地盯着他。下一秒，面具被石云英摘了下来，一瞬间，整个画面仿佛被按下了静止键。只见石云英有半张脸都是红色的胎记，脸颊还有很多密密麻麻的雀斑，大鼻头，
眼睛也是一个细长一个圆，五官比例极其奇怪。这张脸别说好看，连普通都称不上，只能说是丑陋至极，令人作呕。所有人都看傻了，包括顾影泽。而石云英仿佛不知道那般，擦拭着面具，然后抬起头冲欧尊露出一个丑到爆炸的笑。七爷，我擦好了，您觉得我还需要戴上面具吗？欧尊仍是盯着他，几秒后他笑了，不必了，鱼儿小姐很漂亮。叶枫，七爷您大可不必睁着眼睛说瞎话，这要是漂亮，公馆的娇人女孩只能说是仙女。七爷可是第一个说我漂亮的男人。石云英暗自咬了咬牙，主动朝他走了过去，直接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贴近他。七爷好好看看我这张脸呢，真的漂亮吗？哼，他就不信他不恶心。欧尊感觉到女人柔软的身体缠了上来，撩得他身体紧绷。他低下头看着那张丑陋至极的脸庞，薄唇勾起，漂亮。石云英不甘心，又凑得近了一些，整张脸几乎要贴到他脸上，嘟着嘴要亲他。七爷再近距离看看呢。欧尊毫不客气地环住他的腰肢，扶手，薄唇几乎贴住他的脸颊，那炙热的气息隔着薄薄的易容妆传进他的皮肤里。他低哑地说，近距离看更漂亮，看来鱼儿小姐不满意我的评价。欧尊长臂搂紧他，邪气地笑了，不如我们去内舱负距离看看。说着他搂在他细腰间的大手移动，暧昧地摩挲着他的尾椎骨。负距离，石云英一个机灵，立即推开了他，后退几步站稳，扯出一抹尬笑，谢谢七爷夸奖。像是怕他真的把他拖进内舱，石云英说完便转身去了那边甲板，离他远远的。欧尊倒是没有再来找他麻烦。很快游轮靠了岸，偌大漂亮的岛屿映入眼帘。下了游轮后，研究所的负责人来接待他们，特别客气，3位大股东有失远迎。只不过看到石云英时，负责人明显一顿，但什么都没有说，领着他们朝研究所大楼走去。不好意思，各位股东，进入研究所需要清洗手和脸，并且穿上防护服。说着，负责人带着他们进了一个房间。刚好我公司新出了一款清洗剂，还未上市。欧尊忽然道，可以有效清除皮肤上的污渍和颜料等，对皮肤无危害，各位都试试。话落，叶枫立即拿过来几个试剂瓶，里面装着淡蓝色的液体。石云英心里蓦地咯噔一下，她自然认识这个液体，可以洗掉脸上所有的东西，自然也包括易容的妆容。这男人竟然猜到她会易容吗？她微微捏紧了手指。叶枫和工作人员已经将液体倒在洗脸池里，并准备好了毛巾。鱼儿小姐，欧尊玩味的视线落在她脸上，薄唇微勾，女士优先，请。第24章，石云英的特殊补妆大法，女士优先。欧尊绅士风度地说出这4个字，在石云英听来，就跟你先去死差不多。这男人嚣张又自傲，跟绅士压根沾不上边。石云英心里疯狂吐槽，面上却应付自如，客气地回道：七爷真是客气，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我要先补个妆。欧尊微微挑眉，洗脸前补妆，人家这不是怕洗了之后会彻底化妆吗？用防水粉饼补一补就好很多了。石云英眨眨眼，故意用肉麻的口气对他说：七爷不会不允许女孩子补妆吧？女孩子都是臭美的呀。他这样一说，谁也没有阻止的理由，女孩子怕化妆不是很正常吗？石云英说完便露出一个笑容，从身上背着的链条包里翻出一个粉饼，打开盖子，捏着粉扑，在脸上仔细地铺着粉。她像是对化妆没什么技巧，一顿操作猛如虎，可补完后众人也没看出什么差别，反正都是那么丑。反倒是欧尊眸光变得深邃，紧盯着补完妆自觉走到洗手池边的女孩。叶枫立即递给她毛巾，鱼儿小姐请。谢谢。石云英礼貌的一笑，弯腰用那淡蓝色的液体打湿毛巾，洗到自己脸上。她洗起脸来更猛，拿着毛巾在脸上用力的抹。可她十指纤长白细，这样的动作也让人不觉得粗俗，反倒看起来很是赏心悦目。叶枫看着忍不住道：鱼儿小姐真是的，这样用力的用毛巾抹脸，刚刚的妆不是白补的吗？他话刚说完，石云英就已经抬起了脸，转头看向欧尊，只见他脸上除了沾了点水渍以外，妆容竟然丝毫没有变化，连口红都没有掉，更别提他易容的妆容根本是纹丝不动，毫无影响。周围的人都很惊讶，鱼儿小姐这妆补的手法糙，但很神奇啊。欧尊幽冷的墨眸倏地眯起，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的脸，察觉到他带着探究的危险目光，石云英摸了摸脸，微微一笑：七爷，你看补妆后果然就不容易化妆了。欧尊眼神变幻莫测，深深地看着他几秒，忽而勾起了唇。我对鱼儿小姐刚才补妆的粉饼很好奇，不知可否看一看。石云英心口一跳，她猜到了，其实她刚才用的粉饼不是普通粉饼，是她自己研究的一种新型粉饼，成分里有强效的成膜剂，透明的，对皮肤无危害，可以防水、防蹭、防脱妆，效果能够维持10几个小时。不过好在她做足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把自己研制的新型粉饼装在了一个大牌粉饼的壳子里，
以防被看出端倪来。七爷想看，当然可以。石云英大方地从包里摸出粉饼，递给他。欧尊伸手接过，打开盖子看了看，忽然用手指摸了一下粉饼，放到鼻尖轻轻一闻，而后嘴角便勾了起来。粉饼里还加草药。欧尊挑眉道：是家有胆子尝试的公司。石云英眼底闪过一丝震惊，他竟然能闻得出草药的味道。他是因为血统关系天生嗅觉敏锐，这男人是怎么办到的？除非他从小闻这些东西到大，否则不可能这么敏锐。正当他疑惑，就见欧尊指着粉饼外壳上刻着的大牌，对叶枫吩咐道：去告诉首席财务官收购这家化妆品公司。石云英他默默接过粉饼，心底对那家大牌化妆品公司表示默哀。谁让你的壳子做漂亮呢？众人都清洗并换上防护服后，便进入了研究所。三大股东第一次来视察，负责人很热情地一路介绍着，最后带他们来到了第7层。刚出电梯就看见满地狼藉，玻璃碎片，各种研究器材散落一地，中间的低温密封柜也被破坏，许多标记着红色的试管碎得东倒西歪。这里是被破坏最严重的地方，也是损失最惨重的地方。负责人语气中难言惋惜，叹气道：我们研究所这1年出的成果全都保存在这里，一夕之间全被那些奇怪的生物给毁了。为什么这么肯定是那些奇怪的生物干的？石云英蹙起秀眉，尽管这个用词让他很不舒服，但他强压下了心底的不满。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我们岛屿是独立的，每次过来的人都只会是内部人员，他们不可能破坏，而且也绝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负责人越说越气愤，但自从有人在海域拍到那些鲛人怪物，没过2天研究所就变成这样，不是那些怪物还会是谁？石云英粉唇紧抿，没有跟负责人进行无谓的争执，他抬脚往里走了几步，忽然在一片玻璃残渣中蹲下身来。第25章，欧尊高1尺，石云英高1丈。他捡起一片很细小的子弹碎片，鼓起脸蛋吹了吹，灰尘散去后，露出碎片背面红色的喷漆。石云英眯起了眼，总觉得有点熟悉，但这碎片实在太小了，看不出喷漆的图案。怎么了，鱼儿小姐？负责人跟过来问道。这是子弹碎片。石云英举起手里的东西，说道：那些鲛人，他们未必会用枪。我认为袭击研究所的未必是他们。负责人也很惊讶，接过那子弹碎片研究，可这叶枫，欧尊吩咐道：拿回去检测。是。叶枫接过，立即用塑封袋密封起来，交给保镖，用最快的速度送去检测子弹的来源。石云英又继续在现场检查，他弯腰认真观看残骸的时候，欧尊就迈着长腿在他身后，那幽深的目光紧锁着他，片刻没有离开过。不远处，负责人看着这一幕，忍不住跟叶枫八卦：七爷不是不近女色吗？上次还说给七爷送美女，全都被退回来了，可能是没碰到合适的。叶枫道：那是因为七爷最近变了，不仅近女色了，一下子还对3个女人感兴趣。哦，还一个不是女人，是美人鱼。负责人啧啧有声：那这么说，七爷对这位鱼儿小姐……你这秃头别胡说，七爷怎么可能喜欢鱼儿？顾影则立即不高兴道：鱼儿喜欢的是我，你没发现她今天洗脸前都要补妆吗？因为我在这里，她很注意形象，这就是一个女人陷入爱情的表现。负责人，她秃头了吗？叶枫，你忘了她在游轮上还勾引七爷吗？顾影则摆摆手，那只是为了气我，因为我今天看到她的脸，没有表扬她。哎，女人的心。叶枫，顾二少，你开心就好。这时，石云英和欧尊走了回来，总共发现了7块子弹碎片，全部收集起来交给叶枫。负责人拿捏不准2位大股东的意图，七爷，鱼儿小姐，那现在先把对媒体认定是鲛人做的报道撤回来，再发布公告，说暂时还在查袭击者。石云英认真地说道，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下定论为时过早，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内心其实很清楚，血统纯正的人类是不可能和鲛人血统的他们和平共处的，在人类的口中，他们是怪物。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尽全力想要挽回，因为一旦这次研究所的恶性袭击被定性为鲛人做的，那以后只要发现鲛人血统的人，人类的第一做法必定是捕杀，甚至灭族。哪怕他只能挽回一点点好感，他也要这么做。负责人闻言点了点头，又看向欧尊。毕竟比起石云英和顾影泽，欧尊才是第一大股东，他的话起决定性作用。石云英以为欧尊会为难，毕竟如果现在对外宣布是鲛人袭击的，对研究所的身价以及舆论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可以造成股票大幅度回温。对商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负责人才会一开始就对媒体咬定是鲛人干的。很显然，欧尊是商人，他不可能放着大笔的钱不要。石云英正思考，就听见欧尊语气淡淡地道：我听鱼儿小姐的。他蓦地抬头看向他，眼底带着一抹惊讶与不解。鱼儿小姐好像很惊讶。没有，我只是以为七爷会选择媒体公布。石云英诚实地说，毕竟这是对损失最好的挽救方法，我们亏损的钱也可以尽早回来，没有人会不爱钱。哦，
那鱼儿小姐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我相信不是教人做的。也是，毕竟美人鱼能有什么坏心思？欧尊默谋含笑看着他，意味深长。美人鱼不应该是听不懂人的语言，没有智力的吗？又怎么可能会干骗人的勾当？石云英，他好好的跟他谈正事，他竟然反过来内涵他。得到2位大股东的首肯，负责人立即吩咐手下的人去和媒体交涉，并继续带着他们参观。虽然这一层被人袭击毁了，但研究所还有一个很骄傲的发明。来到11层，负责人带他们走进一个工作台，指着一台银灰色的高档仪器，介绍：这是研究员最近研究出来的，只需要按一个指纹，10秒就可以显示你所有的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家庭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血检指标等等。这么神奇吗？顾影则惊讶问：那不是体检以后只需要10秒？若顺利上市的话，将会让体检变得快捷方便，让老百姓们感受到科技的进步。其实这个项目最初的构思来自七爷，要感谢七爷给我们这样的灵感。负责人疯狂吹了一波彩虹屁，但欧尊并没有注意到他，反而是看向了石云英，墨眸饶有深意。鱼儿小姐不试试看吗？石云英看了眼那台仪器，心下了然，反问道：七爷怎么不是？欧尊勾着唇：我身体好得很，何以见得？你试试看就会知道。石云英同样都是一张嘴，为什么他就是说不过他？石云英抿着唇瓣，他当然知道欧尊的意图，指纹检测嘛，他肯定早就提前把他的指纹录进去了。他跟着他的这段时间里，他想弄到他的指纹太容易了，毕竟一开始从禁区出来的时候，他是没有机会在指纹上动手脚的，所以这男人肯定是拿到了他真正的指纹。现在只要他一按，就会和鲛人女孩的指纹匹配上，就是硬的不能再硬的铁证。这男人果然是做了万全的准备，一定要他露馅。鱼儿小姐在发什么呆？欧尊一脸有趣的看着他，薄唇轻扬，莫不是检查身体前也要补妆？当然不。石云英回过神来，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反而主动的走上了工作台，直接按指纹就可以吗？是的。负责人指了指带红色光圈的地方。欧尊兴味十足的眯眸，等着看他还会耍出什么把戏。结果下一秒，石云英直接伸出手，大拇指对准摁了下去。滴的一声，系统提示音响起，指纹录入成功，读取检测人信息。10秒一到，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一条条信息：姓名王翠花，年龄24，身高体重166厘米，每48千克，户籍狗蛋村，丈夫牛大力，儿子牛酸菜，所有人。欧尊墨眸骤然一沉，眼底再次溢出被猎物溜走的暗光。小东西真会给他惊喜，一次又一次。看来他并不知道，让男人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会是什么下场。顾影则最先反应过来：鱼儿，你真名叫王翠花？对啊。石云英微微一笑：不好听吗？他可是花了一番力气才找到这个指纹膜的，价格还有点小贵呢。你有老公和儿子了？是的。顾影则一脸难以置信的受伤表情，忽然就转身往外走去。石云英奇怪地问：他怎么了？叶枫可能是伤心了。石云英不解：为什么伤心？蠢的。欧尊冷嗤道。石云英正要说什么，忽然一颗子弹忽然从窗户被射进来，砰的一声打在了他手边的仪器上。第26章，你符合我对女人的一切要求。砰，子弹的威力慑人，先进的仪器在顷刻间碎裂。欧尊俊美的眉眼倏地一冷，反应极快的伸手将石云英搂了过来，避开了那些飞溅的玻璃渣。下一秒，又是一枚子弹飞射而来，击碎了他们面前的大屏幕。巨大玻璃碎裂声惊动了整栋大楼的人。此时，研究所大楼不远处的空中，几十架直升机如乌云压境般包围过来。机舱门打开，3名狙击手架着枪对准了大楼11层内晃动的高大人影，对着耳机汇报道：报告 boss， 发现目标。耳机那边是男人阴沉的嗓音：杀了欧尊，谁让他抢走了我最珍贵的宝物？是 boss。 话落，狙击手眯眼瞄准，就要扣下扳机。几乎是同一时间，一枚子弹从大楼11层内飞射而出，正中狙击手的眉心，一击爆头。狙击手架着的枪一松，整个人直接从直升机上栽了下来。大楼11层内，欧尊修长的双腿分开站在工作台上，面前架着 L115A3 狙击步枪，他微微侧头，墨眸微眯看着高倍镜，长指猛地扣下扳机。又是3声枪响，飞在最前面的3架直升机狙击手全部坠机。紧接着，几架直升机螺旋翼被子弹打断，低空盘旋时撞击到同伴，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空中顿时一片混乱，黑烟弥漫。危险局面被暂时缓解，欧尊和石云英等人立即后撤进了电梯。叶枫拿着手机，却已经没了信号，只有保镖最后发来的消息：七爷，整栋大楼都被安了炸弹，我们必须马上撤出去。叶枫焦急地说道：海边有游艇是目前最好的撤离方式，继续待在岛上太危险了，他们这次带来的人不多，没办法硬碰硬，而且他们的直升机过来支援需要时间，对方如此阴毒的搞突袭，
很明显是想下死手的。会是谁？不知想到什么，欧尊转动着食指的银色尾戒，唇角斜斜挑起一抹弧度，却不见笑意。在楼下郁闷的顾影泽很快被找了回来。石云英想跟他一艘快艇，却被欧尊扣住了手腕，直接将他拽上了另一艘快艇。他给出的理由是叶枫会保护他。石云英觉得这个理由哪里怪怪的，但危险关头他没有时间去多想，而且他们必须兵分几路，分散对方的火力，如果同行很容易被集中攻击。欧尊亲自在驾驶位前坐下，极其熟练地操控着游艇，以极快地飞驰出去。石云英本来背对着欧尊坐在游艇边，倏地耳廓一动，听到了什么。他忽然抬起双腿转了个身，改为贴着欧尊而坐，裙摆下白皙细嫩的腿碰到了男人的西装裤。他难得如此主动靠近他。欧尊侧眸看了他一眼。石云英伸手指了指下方，用口型无声地说，水下有人，不清楚对方是什么武器，几个人，他们贸然直攻不是个好办法。欧尊挑了挑眉，忽然启唇道，他们没有追上来。石云英瞬间就反应过来，配合地说，是呀，我们终于安全了。安全了，又在海面上，不做点什么是不是可惜了？欧尊忽然伸手附上他的大腿，缓缓地摩挲着。男人的手掌冰凉，隔着薄薄的裙摆传进他的皮肤里，让石云英忍不住站立，想要拍开他的手。然而他才握住他的手腕，欧尊便轻身凑了过来，反扣住他的小手，薄唇贴着他的耳朵，呼出热热的气息，嗓音极低，叫几声。石云英明白过来，他是要让水下的人误以为他们在做那个事，在反杀。听起来是个好办法，但是石云英脸色有些别扭。他长这么大，什么不可能的事都经历过，但唯独男女之间一片空白。怎么叫？欧尊看着他发粉泛红的小耳垂，很满意他的小东西对这种事的无知，但又坏心的想要逗弄他，忽然恶劣地重重地咬了一下他的耳垂。啊！石云英痒得惊叫出声，惹得面前的男人低哑地笑了一声，舌尖扫过嘴角，真好听，继续。石云英脸蛋通红，好在有易容妆遮挡，否则肯定丢死人了。好听吗？他只觉得耳垂被咬得好疼。欧尊的大手从他的腿逐渐往上，另一只手也环上他的细腰，理由充足地将他搂进怀里，低头在他耳边蹭着嗅着。如此亲密的距离，就像是恋人间的相拥。石云英连他的呼吸声都听得一二清楚，他呼出的气息喷洒在他鼻子上，又被他吸进去，鼻尖满满的都是他的味道。有必要抱这么紧吗？他瞪他，用唇语无声地表示抗议。水下的人又看不到，可欧尊又贴着他耳朵无耻地说，演戏演全套，不然下面的人会怀疑。边说他还边用脚踢游轮，造成正在剧烈晃动的假象。他的身体一动，石云英在他怀里也要动，身体摩擦着他衬衫下有力的胸肌，让他浑身紧绷，想挣扎却又顾着水下的人。等欧尊享受够了温香软玉在怀，水下终于有了动静。大概是因为他们在游艇里找刺激，水下的人肆无忌惮，8个壮汉直接就拿着枪爬了上来。果然看见一男一女暧昧腻歪在游艇前端，看背影，女的身材是极品啊。壮汉冷笑一声，待会儿小爷也快活一把，说着就要开枪。几乎是同一时间，蜷缩在欧尊怀里的女人倏地抬起腿，10几厘米的高跟鞋鞋延伸出锋利的尖刀，从她银白的小脚上飞射而出，正中壮汉的心口。壮汉瞪大眼睛，才刚倒下，另外7人怒吼着冲了过来。欧尊和石云英同时起身，极有默契的一人攻向一边。他们的打法不太相同，石云英速度极快，取胜于无形，欧尊却极狠，徒手封喉，直接取命。近身博弈的瞬间，他妖冶的墨眸是带笑的，只是那笑容中是千年不化的坚冰。不消片刻，7名壮汉全都倒在游艇上。石云英撂倒最后一个壮汉，拍拍手，抬起头就见欧尊正斜靠在游艇边，眯着墨眸看着他。那眼神让石云英以为自己脸上的易容妆出问题了。他伸手摸了摸，确认完好无损，才道：你盯着我做什么？我很满意。他说：满意什么？漂亮，聪明，会打架，牙尖嘴利，容易害羞脸红。欧尊勾唇陈述道：鱼儿小姐，你符合我对女人的一切要求。石云英一僵，立即想要恶心他。七爷，我可是变性人。那又何妨？欧尊俊脸含笑，语气张狂至极。我感兴趣的，哪怕是把灰也得洒在我手上。他说是对女人的要求，不是宠物。女人是什么意思？和他做那种事的床伴吗？第27章，你死了，我就把你的尸体带回家。糟了。那如果他对他这个身份产生兴趣，把他强行回去，那他不是必定露馅了吗？那他做的这些万全准备还有什么意义？怎么办？石云英哪里想得到，他化个这么丑的妆来，欧尊竟然还觉得漂亮。他本想好好的恶心他一把，现在偷鸡不成倒10把米。正想着，头顶忽然传来直升机轰鸣的声音，下一秒，一排牌子弹如雨点般朝着游艇上扫来。欧尊迅速拽过石云英，
二人同时侧身藏于游艇左侧的遮阳舱内，子弹悉数打在头顶的遮阳钢板上。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钢板迟早会被打穿。前方不远处是一个拱形山洞，只要把游艇冲进里面，再往前密林无数，直升机必定难以追踪。只不过很可能会中弹，毕竟现在上方直升机在密集扫射。欧尊和石云英几乎是同一时间想到了这个方法，然后互相侧手看向对方。石云英率先开口道：“我来驾驶冲进去那山洞间隙里。”如果欧尊冷冷打断他：“如果你死了，我就把你的尸体带回家，绑在床上玩个够。”石云英一怔，趁着他发愣的瞬间，欧尊找准时机起身迈出去，双手握住方向舵往右打，脚下猛踩了加速。游艇如箭出鞘般猛地朝着那山洞的缝隙间冲进去。砰的一声巨响，游艇撞开了山洞的缝隙。石云英只觉得身体一震，整个人都被甩了出去。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抓住欧尊，可却抓了个空，小心海面被划出一波大浪，很好地掩盖了他们的身影。上方的直升机一时失去了目标，等海浪落了再去看，海面上竟然只剩下一艘飘荡的游艇。山洞的缝隙中，石云英被甩入海水深处，很快便向上游去，在岸边冒出水面。可山洞中一片漆黑，他叫了2声：“欧尊，欧尊！”无人应答。石云英蹙起秀眉，潜回水下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人影。欧尊，欧尊！大变态最后3个字才喊出来。水下的纤细脚踝忽然被握住，吓得石云英一个机灵，下一秒面前的水面猛地扎出一个脑袋，入目是那张俊美妖孽的脸庞，因为沾了水珠，看起来更加野性诱人。你骂我？欧尊眸光沉沉地盯着他。啊，有吗？就骂你。我在水下听见了。你听见？你没事为什么不上来？石云英瞪着他。因为你没叫过我名字。欧尊勾唇说，很好听，想多听几遍。有什么好听的？你的叫声好听。他竟一本正经地点评说，软软的，很清甜，像女孩子在叫春。石云英咬住下唇，想到之前他打他屁股，抬起腿就踹向他。欧尊轻而易举地擒住他的膝盖，伸手就要来搂他的细腰，石云英却灵活的手臂一撑，直接上了岸。这里一片漆黑，他料定他看不见，然而他料定错了，欧尊竟也很顺利地上了岸。高大的身形站在他面前，低头打量着他湿透的全身，眼神带着邪气的光芒。你瞎看什么？石云英刚要说话，突然发现他的手臂上有血迹，他一怔，你受伤了？中了2枪。欧尊的语气仿佛在谈论天气那般无碍。他感觉不到疼的吗？石云英道，森林里肯定有草药，可以处理一下伤口。这么担心我？欧尊似笑非笑看着他，看来鱼儿小姐对我的感情很深。我是怕你死在这里，你们家族的人派人追杀我。想多了，欧尊淡淡道，他们巴不得我死，会重金嘉奖你才对。石云英不以为意，只当他在开玩笑。哪有家族会希望自己家人死的？只有像他这样被收养的，不被世人所接受的血统，才会被抛弃虐待。他是人，他是异族，他可比他幸福多了。两人一起进入了森林。石云英对草药敏感度很高，闻一闻便知其药性，很快便找到一些能够消炎止血的草药。他拿着采好的草药回来，就见欧尊坐在枯树干上，右手上的衬衫已经被他撕开了，露出精壮有力的手臂，皮肤是怪异的冷白，像是尊贵不可高攀的王子。而欧尊的左手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就这么直接扎进了右手臂上中了弹的伤口，硬生生地将子弹给挑了出来。全程他英俊的脸上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只是薄唇微抿着。你疯了！石云英迅速走过去，诧异地道，哪有这样取子弹的？你不痛吗？虽然他有鲛人血统，但他对疼痛的敏感度并不比人类低。要知道，这样在伤口处挖子弹，没有麻药该有多痛。欧尊掀起眼皮看他，勾唇笑了，舍不得我痛，他就不该开这个口。石云英气得把草药丢给他，却听欧尊道，这些对我没用。为什么？我的血会腐蚀。欧尊淡淡的说，敷上去草药就烂了，没有用。石云英一怔，低头看去，果然见地上他滴了血的地方全都腐蚀了。他十分诧异，你的血是为什么？上次在浴室他让他咬他就尝出他的血有很奇怪的草药味，果然有问题。欧尊如陌生的眸盯着他，想知道。石云英是真的很好奇，因为这不是普通人血该有的味道。他诚实的点头，想。欧尊却邪气的勾起了唇，吻我一下，我就告诉你。第28章，就算你变成鬼，也只能进我的地狱。吻他。石云英像是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要求，一时愣住，撑大漂亮的眼眸怒瞪着他。他这副呆愣吃惊的羞怒模样，跟方才利落撂倒3名壮汉时的飒爽御姐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知道吻我是什么意思？欧尊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唇角斜斜勾起，好心的解释给他听，就是你用嘴唇吻住我的嘴唇，
再把我的牙齿撬开。他分明说的一本正经，可大概是他的声线太低哑太磁性，石云英听得莫名耳垂发热。我当然知道。他立即恼怒地打断他的解释，他有必要说的这么详细吗？你怎么知道？欧尊眯眼盯着他，语气倏地低沉了一度。吻过别人？我当然没，当然有吻过啊，我都结婚了。石云英想起自己的指纹，立即改口，强硬地道。欧尊眸色掠过一抹危险，忽然道：过来。干什么？过来就知道。不要，我要去那边休息了。石云英当然不会乖乖听话，更不可能真的吻他，转身就要离他远远的。身后的男人忽然闷哼一声，嗓音仿佛很痛苦似的。石云英脚步一顿，紧接着身后忽然传来咚的一声，仿佛身体摔在地上的声音。石云英倏地回过头，对上一张近在咫尺的俊脸。欧尊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身后，薄唇勾着恶劣的坏笑，玩味地道：还说不担心我，回头回得这么着急。你！石云英气急，刚要发怒和他打一顿算了，忽然瞥见他右臂伤口流出的血变成黑色，他几乎立即就想到子弹是有毒的。这个作风倒是很像禁区的手段。察觉到他的目光，欧尊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口，但他并未露出任何惊慌的神色，反而是勾唇笑了。子弹有毒，这招不错。如果是剧毒，你就要死了。石云英无语地瞪着他，到时候你还会觉得不错。欧尊邪气地勾唇，如果死前我们做点什么，做个快活的风流鬼，确实挺不错的。他还想跟他做什么？石云英咬着牙重复，我结婚了，还有个儿子。少妇，不错，不是他输了，是正常人和变态斗嘴是不可能赢的。石云英抿紧了唇，气得想一走了之，但刚才那种凶险的情况下，是欧尊驾驶游艇冲进山洞的间隙里，他们现在才能甩开追击，他也是因为这个才中弹的。虽然他和欧尊没什么关系，也很想甩掉这个变态的男人，但一码归一码，如果刚才欧尊不去驾驶，那么中弹的就是他。算了，他石云英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跟他这种男人还是两清比较好。思及此，石云英忽然低下头，凑过去用唇含住了欧尊中弹的伤口。女孩子温热而柔软的唇瓣忽然贴上自己冰冷的手臂肌肤上，欧尊浑身肌肉倏地紧绷，刹那间一阵难以形容的酥麻从神经末梢传遍全身。石云英用力地将欧尊伤口里的毒血吸出来吐掉，如此反复了5、6次，又咬碎了刚捡来的草药敷在他的伤口上，再绕到他身后，帮他把背后的伤口也这样处理了。发现没有绷带，石云英干脆撕了欧尊身上的白衬衫，撕成条扎紧在他的伤口上。做完这一系列动作，石云英抬起头，才发现欧尊一双墨眸泛着红，正深深地注视着他。他这是感动的哭了。恶魔也会感动的吗？石云英这个荒诞的念头刚冒出来，就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天真了，因为下一秒欧尊忽然起身，高大的身形朝他逼近。石云英根本来不及躲避，被欧尊扣住了细腰，重重地抵在了身后粗壮的树干上。他不知道他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整个树干都在晃动，但他知道了，欧尊刚才的眼睛泛红绝对不是因为感动，因为他浑身滚烫，眼里的泛红现在已经变成血色的猩红。他发烧了，还是高烧？子弹上显然抹的毒，毒性太强了。虽然他的唾液加草药有消炎治疗功能，但他的身体还是会受到部分感染。你放开我，你发烧了。石云英蹙紧秀眉，试图推开紧紧抱着自己的男人。欧尊，你再不放开，我会动手的。欧尊置若罔闻，猩红的眸死死地锁定着他易容妆那张丑陋脸，忽然嫌弃地冷嗤道：真丑。他前面不是说漂亮，还是我养的小东西好看？欧尊伸手抚上他的脸，非常用力地擦拭着，像是想要擦掉他现在的妆容，冷冷地道：画丑也没用，你逃不掉的。石云英心下一惊，这男人是真高烧还是装的？就算你变成鬼，也只能进我的地狱。欧尊俊脸忽然凑过来，鼻尖抵住他的，我不准许，你休想像棉花糖一样离开我。石云英想起来，棉花糖是他以前的那只老虎，可他不是他养的老虎，他是人，他也不是他的棉花糖的替代品，他有他的自由，他更不会和血统纯正的人类生活在一起，住在他的公馆里只是权宜之计。可他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啊？要一辈子把他关起来当宠物养吗？石云英用力挣扎着，可欧尊抱得极紧，那力气大到他根本挣脱不开。欧尊，我不是你的棉花糖。他咬牙道，松手，你是我的小东西。欧尊忽然捏起他的下颌，猩红的眸带着一抹不容拒绝的霸道和狠厉。说是，我不是，说不说？欧尊，你发烧了，我不是。话没说完，欧尊像是被他惹怒了，忽然低下头，薄唇狠狠地堵住了他的唇瓣。第29章，欧尊把自己和他靠在一副手铐上，石云英脑袋嗡的一声，刹那间在浑身僵硬。他的吻一如他的人，嚣张至极，带着极强的侵略占有意味，连他的呼吸都要吞并，让他只能依靠他肚脐来呼吸。石云英从未和男人接过吻，
连拥抱都没有过。自从小时候在石家经历过虐待后，他便深知自己是异族，普通人类男女之间的事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初震惊的僵硬过后，石云英立即反应过来，拼命地开始挣扎。可他越反抗，欧尊吻得越狠。他气得咬他，他以为这是回应，他就也咬他。他一边咬他，一边吻他，吻过他的伤口，尝他的血的味道，似乎是觉得甜，所以吻得更凶。石云英不知道自己被欧尊吻了多久，等男人终于停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气喘吁吁了。原本推去捶打他的手，变为死死攥住他胸口的衬衫。他的衬衫已经被他攥出一道道皱褶，看起来凌乱而暧昧。欧尊沁满汗水的额头抵住他的，他微眯着眼，分不清此时是不是清醒的，喉结滚动，低哑的给出评价：你很甜。石云英满嘴都是他的血味，被吻得嘴唇发麻，想骂他都骂不出来。是他大意了，是他太善良了，刚刚就应该趁他中毒虚弱，把他杀了，直接埋在这里，一了百了。顶多给他坟头插一朵狗尾巴花，算是他最后的仁慈了。石云英越想越气，可又不敢再动，生怕他一乱动，引得他又发什么疯，又往死里吻他一通。结果他不动，欧尊又捏着他的下巴，沙哑的笑说：这么乖，看来很喜欢我吻你。然后又狠狠地吻了下来。石云英就在他以为自己会被欧尊吻到窒息而亡时，男人却忽然停了下来，贴着他的唇，忽然诡异的笑了：我是在森林里长大的，我讨厌这里。石云英一怔，什么？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欧尊又沙哑地说：为什么我的血会腐蚀？因为小时候为了活下来，误食了很多带毒性的草和果子。小时候，石云英忍不住问：多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发高烧不太清醒的缘故，他问，欧尊竟然也回答他了：8岁。8岁？8岁还只是个孩子啊？8岁的孩子能会什么？在原始森林里怎么可能活下来？石云英极其震惊，原来外面那些传言是真的，他真的是在森林里长大的。怎么不问我为什么8岁？欧尊似乎很不满意他的沉默，在他鼻子上狠狠地咬了一下。为什么？我二哥7岁就被丢进森林，但我7岁的时候调皮摔断了腿，带我长大的乳母用自杀为我求情，所以我延迟1年才被丢进森林。他说正好8岁。那你二哥现在，我被丢进来的第2个月，和二哥在森林里遇见了，我们互相依偎活了2年。我10岁那年，我们遇险，命悬一线，二哥把受重伤的我藏在岩石后面，然后他被2只猎豹分食了。石云英眼眸睁大，不是因为这场面有多血腥，而是那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你，我看见猎豹嚼碎他的骨头，连残渣都没有剩。欧尊眼底是浓烈的猩红，语气却极其淡漠。我记住了那2只猎豹皮上的花纹，等我长大后会去森林找到他们，把他们杀了烧成灰烬，当做我二哥的骨灰。说着，欧尊忽然握住他的手，摸上他右手小拇指上戴着的银色尾戒。尾戒做的极其精致，外圈是银色的，但仔细看会发现中心是镂空的，还镀了一层薄薄的玉，隐约可以看见里面有灰白色的骨灰。他竟然把他二哥的骨灰装在戒指里，戴在手上，我二哥就这里面。欧尊握着他的手指，带着他抚摸过这枚尾戒，他低低的笑着说，我二哥时刻在提醒我，不要做一个像他一样的蠢货，想要活下来，就要成为食人肉喝人血的猎豹。石云英本来以为自己小时候已经够惨了，没想到他竟然比他还惨。而且欧家不是夏国第1大家族吗？为什么要把孩子丢进森林里？这是什么奇葩的行为？你要是不听话，敢像我二哥和棉花糖一样离开我。欧尊忽然低下头，咬住他的耳垂，闷声道，我就会成为那只猎豹，想试试被我撕碎吃下去的感觉吗？石云英耳垂一阵痒意，浑身跟着一个激灵。他又不是他造成的，他撕他吃他干什么？他的二哥和棉花糖跟他怎么能一样呢？他和他只是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不过欧尊肯定是因为发高烧神志不清才会跟他说这些话，否则他怎么会把这些家族的变态秘辛告诉他？果然，欧尊咬着他的耳垂，慢慢的就埋手在他的颈窝里，没有再说话。石云英能感觉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烫，他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后颈，烫得他缩回了手。再烫一些估计都能熟了，刚才游艇上打斗又落水，手机掉了，他现在也没办法联系外面。正当石云英快速想办法的时候，头顶传来直升机盘旋的声音，紧接着有安全绳放下来，一队队人滑落下来。七爷，是叶枫的声音。石云英从一旁的树干上扯了一片树叶下来，卷成圆形，放在嘴边一吹，瞬间吹出了极其清亮的声音，穿透了整片森林。叶枫很快带着人闻声赶过来，然后就看见自家主人抱着人家姑娘抵在树干上，看起来就像是在做什么坏事。他们还从未见过欧尊这般粘着一个女人的模样，顿时都看呆了。石云英看着他们恨不得拿相机拍下来的表情，猛地将手里的树叶飞射了过去。他冷冷说，你再不过来，他就要在我身上熟到可以吃了。叶枫额头被树叶刮中，立即反应过来，忙垂手恭敬地道，对不起鱼儿小姐，我们这就过来扶七爷和您。说完
他又觉得奇怪，鱼儿小姐又不是他的主子，他为什么要用这种对待主子的态度？叶枫和保镖将欧尊扶上直升机，因为不确定附近是否还有敌人埋伏，所以石云英也跟着上了直升机。欧尊就坐在他身边，靠在座椅上，双眼微闭，俊美的脸上是不正常的红。子弹上有毒。石云英对随行医生道：“我给他用草药消了炎，简单包扎过，但还是需要抗毒素和抗生素。”他省去了用他的唾液给他伤口治疗的事。随行医生点点头：“好的，谢谢小姐。”直升机上的药物有限，随行医生只给欧尊暂时挂上点滴，降落后才可以具体治疗。石云英坐在靠近机舱门的那边，侧过头往舱门外看了一眼。现在飞得不算特别高，下面就是海。他视线又往后面瞥去，看到了放在舱门后侧的降落伞。他心里迅速盘算着逃跑策略。现在欧尊高烧昏迷，叶枫这些人很好对付，他只需要拿到降落伞跳下飞机就可以。一边想着，石云英的脚尖一边朝降落伞的方向移动，他的身体也跟着转动。几乎是在他身体动的一瞬间，手腕上忽然传来冰凉的感觉，而后只听咔嚓一声时，云英低头一看，他的左手手腕被铐上了一只手铐，而手铐的另一只是铐在欧尊的右手手腕上的。欧尊把自己和他铐在一副手铐上了。你，石云英一时说不出话来，抬起头对上男人刚睁开的猩红嗜血的眸，欧尊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就像是刚刚苏醒的野兽，正盯着自己到手的猎物。该死，他什么时候醒的？忽然，欧尊不顾另一只手上正在打的点滴，撑起身体靠近他那滚烫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脸上，嗓音极其的沙哑，带着玩味以及一抹势在必得。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第30章，用匕首抵住欧尊的脖子，听着欧尊狂妄而嘲讽的话，以及看着手腕上和欧尊被铐在一起的手铐，石云英整个人都是呆住的，有那么几秒甚至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欧尊身上怎么会有手铐的？难道他变态到日常配着手铐在外面到处铐女人？傻了。欧尊俊美邪似的脸就凑在石云英面前，见他撑大了清澈的瞳眸，难得的露出了吃瘪的模样，竟然有几分可爱和呆萌，看起来就很好亲。欧尊从不是个会忍耐的男人，几乎是下一秒他立即就霸道的轻身欺压过去，欲要稳住面前女孩那双让他上瘾的唇。察觉到他的意图，石云英迅速一偏头，欧尊的唇便落在了他的耳垂上。躲我？欧尊低低的反问中不带恼怒，反而带着笑意。不知道是不是石云英太过生气的缘故，他竟然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几分胜利者的炫耀。前几次他成功溜走了，他算是猫捉老鼠失败，可这次他成功了，他用手铐铐住了他这只老鼠。见女孩眼睛越瞪越大，欧尊眼底的笑意越发明显，沙哑的嗓音很是玩味。脚怎么不动了？刚刚不是很想动吗？他用长腿去踢他的腿，舌尖扫过嘴角，竟然完整的说出了他刚才脑海中的计划。舱门后面就是降落伞，你只要飞快的冲过去背上，叶枫这几个蠢货很好对付，你背着降落伞跳下去，下面是海，你就成功逃脱了。叶枫？我站着不动也被骂。石云英，这男人是有读心术吗？难道因为太过变态导致激发了某些异能？不过你现在逃不了了，而你的补妆粉饼也已经掉了。欧尊似笑非笑地道，哪怕你的粉饼效果再强，也最多坚持18个小时，而18个小时之后，只要给你卸妆，你也许就会原形毕露。石云英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男人真的太精明了，他说的全对，他无法反驳。对上女孩震惊的眼神，欧尊逐渐的眯起眼睛，像是猎人正在收网，欣赏着无处可逃的猎物。顿了顿，他玩味的补充道：“鱼儿小姐，我很期待你的真面目。”最后3个字他特意加重了，像是缠绕在舌尖说出来的，在石云英听来就仿佛是我很期待你的惨死状。如果被他洗干净了脸，彻底证明她是禁区的鲛人女孩，他怕是真的离惨死不远了，怕是尸体都没办法是辣味美人鱼干，而是直接被欧尊狠狠的捣碎，变成美人鱼酱了吧。石云英越想越气，有种农夫与蛇的感觉，刚才在森林里他就不该帮他伤口消毒包扎，就该趁他若要他命。他抿着粉唇，一副被敌军俘虏的屈辱模样，让欧尊更加来了蹂躏欲，强硬的就要吻他。石云英本就在气头上，怎么可能还甘心被他吻，左右晃着脑袋不让他得逞，结果欧尊的唇就不断的落在他鼻子上、下巴上、眼睛上，真热情。欧尊啧了一声，想邀请我吻别的地方就直说，你怎么不高兴？你可以跑。他又指向那些降落伞，动了动手铐，带我一起飞，带你老妈飞。趁石云英气得瞪眼时，欧尊凑过去擒住他的唇。几乎是同一时间，石云英倏地扣住欧尊在打点滴的那只手臂，一个翻身就跨坐在了他的身上。他双腿夹住他的颈腰，手里划出一把匕首，抵住他脖颈的大动脉，快点解开手铐。他动作太快，这架直升机上又只有叶枫、2名保镖和随行医生，七爷已经被匕首抵住脖颈，他们虽然拔了枪，但也不敢贸然开枪。更何况七爷好像
很开心的样子。欧尊确实没有发怒，也并不惊慌，懒懒地靠在座椅上，眯眼看着跨坐在自己身上的女孩，含笑问：我若是不解开呢？石云英装出凶声凶气的模样，那我就割断你的脖子。哦，怎么割？横着割。横着割不够爽，不如刺进去。脖子被刺穿会有一种快感。他竟然勾唇说：试试看。话落，欧尊倏地撑起身体，竟然直接将自己的脖子抵向那把匕首，眼看着匕首真的要刺穿他的脖颈，石云英下意识的就往回缩了下手。就在这一瞬间，欧尊被他擒住的手术的扬起，极快极准的反扣住他的手腕。下一秒，石云英手里的匕首就落在了他手上。石云英反应过来，瞪大眼睛。第31章，手铐钥匙会藏在哪里？欧尊把玩着匕首，薄唇勾起，下了结论：你舍不得杀我。叶枫，怎么感觉七爷好像很骄傲呢？你刚刚才被人家姑娘用刀凶狠的抵着好吗？石云英气得大声反驳：是你太狡诈了。奸诈？哦，那刚刚怎么不让匕首刺穿我的脖子？因为爱情。不是，说反话。那我说是，你就信了？你看，你承认了。石云英无法回答，因为他本来就没打算真的杀他，他和欧尊又没有仇，只是被他缠住了想脱身，就是舍不得。欧尊挑唇戏谑地说：鱼儿小姐，人要学会直面自己的感觉。石云英马上就要从他身上下去，欧尊却大掌按住的背，不让他动，就这样坐着，他手里的匕首轻轻划过他的背脊，倏地用刀尖抵住他的尾椎骨。要不然我割开你的衣服。彻底失去了主动权，石云英只得被迫坐在他身上，万分后悔为什么要用这个姿势威胁他，有种送上门给他虐待的感觉。而家人在怀，欧尊乐享其成，抱着他开始各种玩他。但他毕竟中了毒，时不时就重重的咳嗽几声，还会咳血。叶枫见状，知道不能耽误了，忙告诉驾驶员就近找个地方先降落。这里毕竟离欧爵公馆有段距离，飞过去会耽误七爷的治疗，最近的就只有一处小型庄园，也是七爷名下的房产。其实目前距离最近的倒不是小型庄园，是欧家祖宅，但这更不可能去。如果四少爷在，看见七爷中毒虚弱，怕是会直接找机会下杀手。很快，直升机在一处小型庄园降落。由于手铐的关系，石云英压根无法离开欧尊超过半步，他被扶进房间，他就也被拽着进去。欧尊在床上躺着治疗打针，他就必须坐在床边，坐在他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石云英也试过要解开手铐，但他发现这个手铐和普通手铐不同，连锁眼都长得很奇怪，他无法徒手解开，必须要钥匙。钥匙会藏在哪里？因为叶枫提前通知过，所以庄园里早就有医生在待命，10几个名医围在床边给欧尊把脉、抽血、注射药物。总统中毒估计都没他排场大。不得不说，有钱人就是奢侈，连药都是名医现配的。有3名医生在给欧尊抽血，1名专业配药师在医用推车上配药。石云英一只手被手铐连着欧尊的手，负气地蹲在床边。忽然他瞥见推车上有安定类的药粉，那名配药师显然没准备加，因为照理来说欧尊是不需要注射安定类的药物的，但石云英也懂医术，注射了其实对他身体是没有危害的，只是会让他睡得更沉一些。他睡得越沉，对他越有好处。思及此，石云英闭眸狡黠的一转，趁着那名配药师转身的功夫，忽然伸出了脚。配药师一门心思都在配药上，没有注意脚下，往前一绊就要摔倒。石云英倏地撑起一边身体，用肩膀抵住了他要倒下的身体，微笑：小心。配药师低头看见他丑陋的脸，吓了一跳。也就是在这一瞬间，石云英把手绕到配药车上，飞快地把安定类的药物一大半都倒进药瓶里，然后收了回手。他动作极快，等到配药师转回身时，一切仿佛没发生过。石云英重新乖乖地坐回床边，床上躺着的男人却忽然问：刚刚什么声音？他耳朵这么尖吗？石云英翻个白眼，回答：哦，你的医生差点摔倒，我扶了一下。男的女的？女的。听见是女的，欧尊就没再问了，只是拽了拽手铐，把他拽得离自己近一点。什么意思啊？石云英一脸懵，女的男的还有什么区别？但他也懒得问。很快配药师配好了药，石云英看着医生给欧尊注射，唇瓣一点点勾起。偷笑什么？欧尊忽然又问。他眼睛都没看他，怎么知道他在偷笑？石云英懒得理他，抿着唇别过脑袋，但欧尊显然不满意他的沉默，用力拽了拽手铐。坐到床上来。他命令。我不要，地上挺好的。欧尊忽然扣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扯，石云英压根没办法躲远，被迫被他拽到了床上，他的大手还非要握着他的手。他挣扎。我身上很脏。我不嫌弃。我嫌弃你。那你更要学会习惯。七爷，请不要乱动，医生战战兢兢地说道。石云英见状也就不挣扎了，省得连累无辜。一群医生忙碌半天，终于道：七爷，目前已经注射了解毒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
您只需要按时注射3天，按时服药，毒性就会排出。接下来您要打完这3瓶点滴，休息1小时，等到不再头晕才可以起床。欧尊躺在床上，合着眼，并未说话，显然是睡着了。叶枫见状便道：“你们在外面待命。”是。医生们都退了出去。叶枫转身也要出去，石云英却喊住了他：“等等，鱼儿小姐有什么事？你找一名佣人进来陪护吧。可是七爷睡觉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在房间里，那也许趁他睡着，我把他弄死了。”叶枫，石云英笑笑，开个玩笑，我的意思是，现在房间就我跟欧尊2个人，不找个佣人过来一起看着，那他要是突然死了，这责任不是还得我来担？这话说的是有道理。这个鱼儿小姐刚刚还用匕首威胁七爷，让他和睡着的七爷待在一起，确实是不合适。叶枫思前想后，还是叫了一名女佣进来，站在墙角边看着。房门被彻底合上。石云英先安静了几分钟，而后侧身看向床上闭眼的男人。不得不说，欧尊确实长得够帅，闭眼不说话的时候堪称极品美男。可惜他骨子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石云英叹息了一声，忽然伸出手去轻拍他的脸。欧尊，女佣在一旁看着吓了一跳，这位小姐也太大胆了，在七爷睡觉的时候叫他，简直是找死啊！谁不知道七爷讨厌和女人近距离接触，以前女佣不小心靠近他，碰到他，七爷都要雷霆大怒的。可是云英越拍越起劲，见欧尊没反应，他还在他身上狠狠地掐了几下。女佣看着都快吓尿了。睡沉了吧？石云英冷哼一声，不再掐了，手开始在他身上到处摸。可他摸了个遍都没找到钥匙，甚至都在想，这男人该不会变态到藏在底裤里吧？他抿着唇沉思了一下，又拿起手铐开始研究锁眼。这种圆圆的锁眼他还是第一次见，圆圆的。他眼前忽然闪过什么，他立即抬起欧尊的右手，看见他小拇指上戴着的银色尾戒，取下来往手铐锁眼里一放，只听啪嗒一声，手铐打开了。石云英秀眉欣喜的一扬，转动着解放的手，又把尾戒给欧尊带了回去。这时女佣弱弱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小姐，你这是在干什么？”他只看见石云英在七爷身上弄来弄去，但看不清他具体在做什么。哦，你想知道吗？石云英转头看他，笑眯眯地冲他招招手：“那你过来，我告诉你啊。”女佣好奇地走过来，还没来得及说话，石云英直接抬手将他劈晕了。第32章。石云英的金蝉脱壳之际，女佣眼白一翻，软软地倒在了床边。石云英迅速起身，将女佣的衣服扒下来，和自己身上的衣服兑换，然后再把手铐的一个戴在了女佣手上，当然另一个还是在欧尊手腕上，再把女佣摆成趴在床边的姿势，这样外面的人打开门是看不到脸的。快速做完这一切，石云英刚要直起身体，手却忽然被欧尊的大手一把握住。他一惊，难以置信的抬眸看去，却见欧尊还是闭着眼，因为毒性还未完全踢外，他英俊的脸泛红，嘴唇却泛着冷色的苍白，呼吸不太平稳。原来没醒。他就说他放了那么多安定类的药物，他怎么可能这么快醒过来？他跟这男人一起睡过，知道他睡觉喜欢抱着东西，手里也要紧握东西。怪癖。石云英想要将自己的手从欧尊的魔掌中抽回来，可他下意识握得极紧，他怎么用力都抽不出来。石云英咬了咬牙，一瞬间甚至产生了砍断他的手的念头，但怕疼醒他，还是放弃了。他抿唇想了想，忽然伸出另一只手点向欧尊腰侧的一个穴道，这个穴道会让人在刹那间浑身放松。欧尊毕竟还在药效作用的昏睡中，本能的松了下手。石云英立即将自己的手抽回来，把女佣的手放在了欧尊的手里，冲个数。结果下一秒，欧尊却忽然松开了手，将女佣的手甩开。石云英，真就抢来的才香呗。外面有脚步声经过，石云英知道不能耽误了，拿过桌上的纸笔，龙飞凤舞的写了张纸条放在床头，然后转身往外走去。他一打开房门，门口2名保镖立即严肃问：“什么事？”七爷刚刚醒了一下，看见我很生气，叫我滚出去。石云英装出唯唯诺诺的声音，她穿着女佣的衣服，头又低着，根本看不出长相。保镖们往房内瞟了一下，见七爷还是躺在床上，而吩咐过要盯着的鱼儿小姐也正趴在床边睡觉，很和谐的样子。再加上七爷确实讨厌睡觉时有人在房间，于是也没有怀疑。那你先去忙其他的吧。保镖点头：“是，谢谢保镖大哥。”石云英立即害怕的走了，走得飞快。她穿着女佣装，在庄园里行走畅通无阻。石云英很快来到停放直升机的后花园，发现刚才乘坐的那架直升机就在那里停着。她秀眉一挑，款款的走过去。有一名轻机人员正在擦拭机身，以为她是女佣，便问：“什么事？”“那个，七爷说有东西掉在直升机上，让我过来取。”石云英柔柔地说。轻机人员不疑有他，让他上去了后转身去提水。可当他走回来，却见原本停着的直升机忽然原地起飞。“喂，你干什么？”
轻机人员大惊，丢了水桶就要追，可直升机已经飞上半空。只见驾驶座的女孩头戴安全帽，低头隔着玻璃窗冲他甜甜的一笑，比了个白白的手势。轻机人员吓尿了，连滚带爬的去禀报。叶枫得到消息后，立即利用 GPS 定位追踪到了被石云英开走的那架直升机。可等他们的直升机追过去时，却发现直升机中早已没有人了，只是被设定了自动驾驶，在空中到处乱飞而已。而距离他们几公里处的半空中，石云英身上绑着降落伞，像是一只自由的鸟从空中下落，风吹起她乌黑的长发，隐约可见她笑得弯弯的狡黠眼眸。半小时后，市区。石云英降落的地点就在市区附近，找了家小旅馆，随便换了套衣服，把脸上的易容妆洗掉了，又摘掉了棕色的隐形眼镜，因为她眸色太特殊，所以易容必须遮住。弄好后，石云英又去了银行和证券所，处理完投资等事宜后，从加密账号上了线。顾影则果然在线上等他，一看他上线，马上发消息过来：鱼儿，你怎么样？没受伤吧？我跟叶助理坐另一艘船，你跟七爷还好吗？好个毛线球啊，差点我都要被剁成美人鱼酱了。石云英没好气的回：一般般吧，你没出事就行，我下了。顾影则：鱼儿等等，你真的有老公和孩子了吗？石云英知道不能跟他说实话，毕竟这家伙要被欧尊套话那可太容易了，而且他问这个干嘛？跟他有什么关系？他疑惑的随手打字回复：对，有啊。顾影则叹气：伤心，坚强，没关系鱼儿，我会等你离婚。石云英：什么意思啊？他懒得跟这坑货多说，确定他没死就行，交代了一下股票方面的事，便下线了。从银行出来，石云英看看表，才花了1个半小时。按照他给欧尊下的安定药物剂量，他至少要睡5个小时，时间还挺充裕。石云英托腮思索，随后脚步一转，走向了不远处的警察局。大概是冤家路窄，石云英才走到警察局门口，就看见一辆保时捷停在门口，车边站着几个身影，正在寒暄第33章。欧尊，玩玩具才叫休息。石思源在警局待了一整晚，因为污蔑也被审讯了，也没办法补妆，眼线睫毛晕在眼下，看起来憔悴又狼狈。而他的身边，中年的一男一女正围着他，打扮的雍容华贵的女人握着他的手，西装革履的男人则对穿着警服的人频频点头。石云英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他的养父母，也就是石家父母石康荣和秦娟。他深碧色的眼眸不由变得很冷，又有些别的情绪。如果说他对石思源是厌恶，是恨，那么他对石家父母就是痛恨，带着痛的恨意。小时候的他渴望亲情，曾经真心把他们当成父母，真情实意的叫过爸爸妈妈，只是石康荣和秦娟压根没有把他当过女儿，连养女都不曾是。他们曾经虐待他的画面历历在目。许是察觉到他锋利的目光，石思源下意识地回了下头，对上女孩那双奇异的眼眸，他顿时瞪大眼睛。石云英、石家父母也都回头看了过来。石云英收敛思绪，唇瓣一勾，款款地走了过去。石云英，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你知道你把我害得多惨吗？石思源一想到自己生平第一次进了警局，还被关押一整晚，就气得要冲向石云英。就因为那天商场污蔑的事，有心人把视频发到了网上，石思源被喷得体无完肤，再加上许静雅这个疯狗知道他勾引顾影泽，到处乱咬他，现在整个同城的上流名媛圈都在嘲笑他，排斥他，他苦心经营的玉女形象一落千丈。只是石思源还没冲过去，秦娟就用力握住了他的手，怒斥道：圆圆，你还想打你妹妹吗？你看看你自己做的什么事？石云英秀眉微挑，哦哟。石思源没想到母亲会这样说自己，惊诧地看着他，委屈至极。妈，您怎么？好了，快给你妹妹道歉。石康荣也正色道：都是一家人，胡闹什么？父母都这样说了，石思源没有办法，牙都快咬碎了，挤出几个字：对不起，妹妹。别。石云英双手环胸，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可没有你这样被警局拘留的姐姐，怎么样？被网友喷死的感觉是不是很舒爽？你爸妈知道你在豪门公子面前到处发骚吗？你石思源气得脸色发白，但秦娟却先一步说道，叹着气：云英，我知道你还没消气，毕竟以前是我跟你爸对不起你。石云英淡淡地道：对不起我，那先跪下来磕100个响头吧，不响不算。秦娟一噎，又陪笑着叹气说：这孩子还跟妈置气呢。云英呀，其实当年的事是有误会的，但现在这里人多嘴杂，妈也不好给你说。石云英眨眨眼，哦，那什么时候方便说呢？见他上套了，秦娟忙说道：这样吧云英，明天晚上8点，玉川码头，妈带你见几个人，你就知道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关于你的身世。秦娟知道石云英一直很好奇他的身世和来历，曾经他不止一次的问过。果然石云英上钩了，点头答应，行，明晚我会去。看着石云英转身离开的背影，秦娟这才拍拍石思源的手，道：宝贝女儿，刚刚让你受委屈了。
妈，您刚刚在演戏？石思源惊讶，佩服自己母亲的演技。你放心，这2次你在这个怪物手里受的苦，妈妈会帮你讨回来的。秦娟保养得当的脸上充满了不屑，一个不是人的怪物而已，还敢回来撒泼？她一没背景，二没本事，就是个牙尖嘴利的黄毛丫头而已，再厉害能厉害到哪里去？妈，你有什么法子了？石思源很好奇。秦娟胜券十足地道，明晚你就知道了。而且这次不仅要他吃够苦头，我们石家还可以再挣一笔大钱。听见妻子和女儿的话，石康荣没有多说什么，但听到挣钱2字，他才道，之前把她卖去禁区，卖得太便宜了，这丫头现在又漂亮了，如果要再卖，一定要拿个好价钱，刚好弥补最近公司的亏损。石思源听见父母夸石云英漂亮，心里很是嫉妒，但转念一想，母亲亲自出手了，这次石云英肯定死定了。这边的庄园内，欧尊醒来已经是3个半小时后，由于毒性的关系，他睡得比以往要沉。睁开眼睛，他第一反应就是扯动手上的手铐，嗓音沙哑但极其性感，找他小东西，谁允许你下床的？欧尊的嗓音带着浓浓的不满，见床下的石云英竟垂着脑袋，睡得正香的样子，干脆扣住他的手腕，想要将他扯到床上来抱着玩。可他的手才摸到石云英的手腕，顿时觉得手感不对。欧尊高大的身形立即坐起来，伸手就将床下趴着的女人一把扯了起来。女佣惊醒过来，惊恐地抬起头，对上欧尊英质血红的眸，里面很难得出现了惊讶以及毫不掩饰的厌恶。女佣还没反应过来，手上的手铐便被解开，人也被甩到了地上。欧尊从床上下来，衣衫凌乱，长腿冷冷站着，随手拿过推车上的毛巾，用力擦拭着刚刚碰到过女佣的双手，仿佛那是什么不能触碰的病菌。他嗓音很冷，居高临下的问，是谁让你进我房间的？是那位鱼儿小姐，她打晕了我，我什么都不知道，七爷饶命。女佣吓得跪在地上。欧尊懒得看她，冷冷丢开毛巾，打落了床头放着的纸，他伸手便抓住，上面是女孩漂亮娟秀的字迹。七爷，我身为人妇，先走一步，至于您说的什么真面目，怕是您误会了呢，我，就是七爷看到的这样。对了，那名女佣是我叫进来的，她只是个工具人而已，毕竟我解开手铐离开是我的本事，与她无关，我相信七爷不会连累无辜的。鉴于七爷这次对我不太礼貌，下次我们不必再见面了。有丈夫孩子的王翠花，刘欧尊捏着这张纸，竟怒极反笑。他知道他都这样说了，如他的性子，定然不会去惩罚女佣，他算准他了。小东西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这样都给他溜了。手铐他是怎么解开的，欧尊无从知晓。他垂眸看了眼自己小拇指上的尾戒，猜测他是想到了尾戒，再想到之前他服了一下配药师，估计是给他的药里下了东西，否则他不可能睡这么久。他真的很聪明，超乎他预估的聪明。听见房内的动静，叶枫赶忙推门进来。七爷，鱼儿小姐，欧尊冷冷地道，开直升机跑了。叶枫一怔，对，然后他设定了自动驾驶，半空跳伞了。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对你说，他和我单独待在一个房间不安全，让你派个女佣进来看着，然后你答应了。欧尊俊美的脸上面无表情，嗓音听不出喜怒。叶枫听着快跪了，主子竟然猜得一字不差。七爷，是这样的，但欧尊没说话，忽然迈着长腿往外走去，经过叶枫身边时，狠狠地给了他一脚。叶枫这下是真的跪了。回欧爵公馆。欧尊走在前面，冷冷丢下一句话。叶枫忙一瘸一拐地跟上去。可是七爷，医生让您要好好休息，玩玩具才叫休息。欧尊长腿走得很快，直接上了直升机。叶枫在后面听得一脸懵逼，玩具？七爷要玩玩具，为什么非要回欧爵公馆啊？第34章，欧尊别具一格的恐吓欧爵公馆。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偌大的花园里，带起阵阵草屑和灰尘，佣人们都慌忙躲开，给突然降临的主人腾地方。机舱门被打开，高大英俊的男人迈着长腿走下来。欧尊肩头披着长款风衣，黑色短发略显凌乱，他才在草坪上站稳，便抬眸看向公馆2楼的大阳台，正好对上了女孩看过来的深碧色双眸。石云英穿着白色的丝质长裙站在阳台上，纤细的脖子上是精致的豹纹项圈，细长的金链子拖在地上，像是一个乖巧的痴痴等待主人回来的宠物美人。跟着欧尊从直升机上下来的叶枫和保镖们看到这一幕，都不约而同地想，七爷买的这个宠物也太乖了吧，天天就在公馆里等着七爷来宠幸，孤零零的哪都不能去。想想还有点可怜呢。只有欧尊知道，他不仅不可怜，他的小爪子甚至比刀尖更锋利，只要他想伸出来挠你一下，是足以要人命的。他买回来的不是天真懵懂的宠物鲛人，他买的是一只外表娇软的聪慧猛兽。很巧，他天生就喜欢猛兽，他讨厌柔弱的女人。石云英看见站在下方的男人，小脸蛋上仍旧是那副天真懵懂的模样，但这次他竟微微歪头，冲他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那笑容在欧尊看来就仿佛是胜利者炫耀的笑，这次又让他赢了。欧尊带着红血丝的眸盯着女孩的笑颜，忽然勾起薄唇，罕见的回了她一个英俊的笑，笑得石云英小心肝一颤。他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笑，他竟然感觉到了变态的味道？不等他多想什么，欧尊已经大步走进了公馆。石云英顿时有种想跳窗而逃的冲动，但显然不可能。不消半分钟，欧尊已经来到了卧室门口。出来！他冲他勾勾手指，跟照小狗似的。石云英继续装听不懂人话，想躲进笼子里装睡来躲过一劫，但欧尊显然不给他这个机会，直接走进来，勾起细长的金链子，蛮横地牵着他要下楼。石云英熊孩子人设般的挣扎了几下，但只换来了欧尊重重的在他臀上打了几掌，痛得他龇牙咧嘴，只能超级不服气的被他强行牵下了楼。佣人本来做好了石云英的一人晚餐，欧尊突然回来，立即准备夹菜，可欧尊却牵着石云英来到了厨房，吓得佣人忙躬身：“七爷，还有什么菜？”欧尊把玩着手里牵着的细金链，忽然问道。这种带有烟火气息的家常问题从欧尊的口中问出来，石云英就莫名有一种他在说今天还要再杀几个人的恐怖违和感。有鱼、鸭、鸡、螃蟹，佣人显然也吓了一跳，忙把食材一个个端出来，足足摆满了整个琉璃台。石云英在心里默默吐槽，他又不是饭桶，佣人这菜加的是要开百人宴吗？我来杀鱼。欧尊视线扫过水池中那只活蹦乱跳的鱼，淡淡地道。佣人不知道主子今天这是怎么了，但当然不敢多说，忙递上围裙，要为他系上。欧尊却冷冷扫了一眼佣人，看向石云英，帮我系围裙。石云英，算了吧，他怕自己忍不住用围裙勒死他。我数3下。欧尊见他不动，眸色深了深，竟真的开始数3、2、1，他就不信，他能怎么样？结果欧尊数到1，见他还是没动，也不顾佣人还在这里，大手直接从他锁骨下的领口处伸了进去，面不改色的就要占他便宜。佣人吓得差点自戳双眼，石云英更是吓得差点开口说话，赶忙甩开他的手，扯过佣人手里的围裙给欧尊系上。该死，这个变态男人还要不要脸了？在森林里发高烧，抢走他的初吻，他还没找他算账，他现在居然还公然想要侵犯他。石云英本来气势汹汹的，脸蛋上布满了想要大闹一场的气氛，可下一秒就见欧尊戴上了手套，把水池里活蹦乱跳的鱼抓出来，放在砧板上，然后猛地手起刀落，只听擦的一声，鱼头直接被欧尊剁了下来，掉下来滚落在石云英的脚边。石云英低下头，看着那带血的鱼头，仿佛是自己这只美人鱼的头，他脖颈处不自觉传来一阵凉意，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有种下一秒自己会被凌迟的痛感。把头捡起来。欧尊看了眼那鱼头，石云英弯腰捡的时候，甚至有种背叛同类的屈辱感觉。紧接着，欧尊又当着他的面把那条鱼开膛破肚，挖出内脏，再刮掉鱼鳞，切成薄薄的片状，下油锅炸成麻辣鱼片。石云英被迫看了一场分尸现场，整个人都凉了。做好后，欧尊命佣人把麻辣鱼片端上桌，把石云英抱在腿上坐着，一片一片的喂给他吃。欧尊摸着他纤长的脖颈，薄唇凑过去嗅了嗅他的后颈肌肤，觉得好闻，又不满足的亲了几下，一边问他好吃吗？石云英被迫吃了生平第一次鱼肉，有种自己吃自己的感觉，僵硬的点了点头。撒谎！欧尊倏地咬了一口他的脖子，好吃你都没笑。石云英下意识的要躲开，他闪躲的动作让欧尊墨眸溢出浓烈的不满，大掌擒住他的后颈，低头便狠狠地堵住了他的唇。石云英倏地睁大眼睛看着逼压而来的俊脸，欧尊完全压制着他的四肢，让他只能被迫仰着头接受他霸道又狂野的吻。第二次，这是他第二次亲他了。石云英挣扎不了，浑身因战栗而发麻。他其实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亲他有什么意义？第35章，石云英感觉整个人都被吸干了。等到这个漫长的惩罚终于结束时，石云英已经没了挣扎的力气，瘫在欧尊的胸膛喘着气。酷刑，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酷刑。他一定是知道他在水里可以憋气，所以用这样办法堵住他的嘴，夺走他的呼吸，让他体会窒息的感觉，惩罚他，报复他。一定是这样，这个狡诈的变态男人。石云英摸着有些红肿的唇，心里非常的愤怒，当然也能在心里愤怒一下，面上还是不敢太表露，怕被剁头。这鱼味道不错。欧尊舔舔唇角，像是用刚才的吻来尝出了味道，似笑非笑地说：够甜。甜？哪里甜了？明明是麻辣味的好吗？不对，他刚刚吃了鱼，他竟然还在回味味道，他脏了。石云英悲愤交加，越想越气，一时恨不得跟面前的男人同归于尽。看着他愁苦不堪的小脸蛋，欧尊的心情显然好了很多，抱着他优雅的用了晚餐，还逼迫他用纸巾给他擦嘴。晚餐后，因为鱼毒还没清除，家庭医生上门，
战战兢兢地告诉欧尊还需要打点滴。石云英本以为自己终于能清静一会儿，但显然是他想多了。欧尊片刻没让他离开，洗澡也把金链子锁在门把上，让他站在门口等他出来。洗好后，欧尊又把他抱到主卧的床上，一只手打点滴，一只手强硬地圈着他的细腰，指了指面前的大投屏，陪我看电影。他霸道的语气是命令，不是询问。好在这次看的不是猫和老鼠，石云英松了口气，心想就当看电影来享受吧，毕竟他现在人在恶魔在手里，只能想开点了。于是他摆正了心态，准备好好的欣赏电影。结果欧尊带他看的是夺命大逃亡，失败的出逃，抓住你，杀了你。石云英他被迫看完了这些比恐怖片还恐怖的电影，又被欧尊窒息似的紧紧抱着睡了一晚上。醒来时，他感觉整个人都仿佛被欧尊吸干了精气，晕乎乎的躺在主卧的大床之上，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欧尊系着衬衫扣子从衣帽间走出来，看见女孩恹恹的趴在床上，黑色的被子盖在她细软的腰之上，睡裙滑上去，露出雪白的双腿，小脚趾还时不时的勾动一下，像是一条黏黏的小鱼儿。那白玉般的可爱小脚趾每勾一下，都仿佛是在她心口上划过，勾得她莫名地心痒。没羞没耻的小东西，一大早又来勾引她。欧尊眸色渐深，走过去扣住她的脚踝，直接将她从被子里拖了出来，不由分说的奔着她就要亲下去。石云英迷迷糊糊的就大难临头，起床气也来了，蹬着细腿就要挣扎。他老老实实的陪他睡了一晚上，他为什么突然喜怒无常的就要惩罚他？他做错了什么？石云英双腿乱踢，一不小心踢到了欧尊手臂的伤口，本就没有愈合的伤口溢了鲜血，很快染红了纱布和新换的衬衫。欧尊感觉到痛感，低眸看了一眼，不怒反笑，挑唇道：想用这种方式让我脱掉衣服？石云英，谁想让他脱掉衣服了？如你所愿。欧尊伸手就去解衬衫的扣子，好在这一刻卧室的房门被敲响了，解救了手无足措的石云英。七爷，是叶枫的声音，沈少的电话。叶枫知道欧尊是醒来了的，因为刚才欧尊用电话吩咐过他集团的事，所以他才敢大胆的敲门。可没想到欧尊从主卧出来时，脸色极其的阴沉，看着他的目光像是在看准备分尸的尸体。叶枫，我来汇报消息，也被瞪。发什么愣？痴呆症发作了？欧尊冷冷地道，正跟小东西玩晨间游戏，被中途打断，语气极其不善。叶枫赶忙把电话递过去，是沈墨打来的。欧尊简单跟他对话几句，同意了见面的时间地点后，便无情地挂断了。没事就滚。欧尊转身就想要进卧室，叶枫硬着头皮说：七爷，上次您让我那个叫石云英的。欧尊脚步一顿，倏地看向他，什么结果？没有查到。叶枫汇报道，这个名字在同城并不存在。七爷，您确定字是这3个字吗？因为有一个字不同，查出来的结果可能就大不相同。欧尊抿着薄唇，其实他并不能确定是哪几个字，因为他也只是听沈墨念出这个名字，又提到从禁区出来，才拼出这个名字。难道是他的直觉错了？石云英这个名字其实与他无关？又或者他被卖到禁区前被人销了户？亦或是他因为血统特殊，本来就没有被国家登记过身份？见主子不说话，叶枫试探问：七爷，这个名字查不到，要不要属下去查查同音字？先不必。欧尊桃花眼微微眯起，似是想到什么，转身就进了卧室。石云英见他回来，瞬间警惕，可欧尊却从衣柜里挑了一条裙子扔给他，霸道的语气不容置疑：换上，带你出去。石云英蹙眉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带自己去哪里，但能出去是好事，他求之不得。1小时后，豪车在一家位置隐蔽却极其高档的私人会所外停下。石云英做好待在车里的准备，可欧尊却牵着他下了车，由专人带领进了一间装潢奢华的暗色调包厢。包厢里坐着一个温文尔雅的英俊男人，听见门被推开的声音，沈墨放下手里的文件，抬眸看了过来。另外几个投资商待会儿会过来，你先看看合同。话没说完，沈墨看见了跟在欧尊身边被他用金链子如宠物般牵着的女孩，那张朝思暮想的脸映入眼帘，稳重如沈墨，有那么一刹那是极其震惊的。石云英显然也看见了沈墨，闭眸倏地睁大。沈大哥。他万万没想到欧尊竟然会带他来见沈墨。什么情况？他难道发现了他和沈墨认识？不可能，他和沈大哥也就在禁区见过而已，欧尊不可能查得到。怎么，我的宠物太漂亮，你需要这样盯着看？欧尊忽然开口，语气夹杂着一股寒意。沈墨是什么人，几乎是立即就反应过来，他并未立即上前和石云英相认，而是挪开了眼，语气平常的笑道：确实很漂亮，这就是你新养的那个宠物，怪不得你上次不肯带给我看。欧尊眯起墨眸，忽然拽了下金链子，却发现石云英不肯动，仿佛就是要站在他身后躲着。这副小模样看起来就像是新养的宠物第一次出门，怕生。欧尊勾了下薄唇，
朝沈墨道：“见笑了，小东西昨晚跟我睡累了，现在还在闹脾气。”第36章，老子去赚钱给你买更牢固的笼子，昨晚跟我睡累了。这句话怎么听怎么有歧义。石云英倒不是怕沈墨误会，他只是觉得丢脸。这男人突然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干什么？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昨晚跟他做了那种羞耻的事。他气愤地咬着唇瓣，但因为听不懂人话的人设，所以无法反驳，只能更加埋着头躲在欧尊身后，想要缩小自己的存在感。但欧尊显然不给石云英这个机会，大手一伸将她搂到了怀里，低头将俊脸埋进她的长发里蹭了蹭，长指坏坏地去捏她软弹的小脸蛋。他躲，他就更要捏她。沈墨看着欧尊这极富亲密意味的动作，眸色掠过一丝深暗。他和欧尊认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人有这样占有性的举动。欧尊虽然不是什么好人，甚至可以说是坏，但他有一副天赐的极品好皮囊，有权有势有钱。这些年接近他的女人数不胜数，什么国色天香的都有，可他却宁愿每晚抱着老虎睡觉。沈墨知道欧尊有严重的心病，有可怕的病症，所以他们兄弟几个对他独来独往都习惯了。现在他把石云英从禁区带出来，当宠物圈养在身边。可这不像是养宠物，欧尊养了那么多年的老虎，可他却绝对不会对老虎这样。沈墨眼神晦暗，语气却依旧平常的调笑：“怎么，不是说宠物吗？这还睡上了？我的宠物不跟我睡，跟谁睡？”欧尊搂着石云英在沙发上坐下，一边跟沈墨说话，一边撸猫似的撸他。他面上玩世不恭，笑得邪气，可他一双墨眸却幽深，观察着沈墨的面部细微表情变化。可沈墨却并未露出任何破绽，仿佛真的不认识石云英那般，笑道：“你小子搞个女孩当宠物，这是跑我这炫耀来了？”欧尊长腿交叠，意味深长地盯了他片刻，没见他有丝毫不对的反应，这才勾唇回得张狂：“漂亮的宠物当然要炫耀。”沈墨轻笑一声：“得，看你能感兴趣多久。”欧尊想也没想：“养到死。”石云英心里咯噔一下，养到死，是他死还是他死？沈墨表情意外：“那你这不是耽误人家女孩一辈子？瞧你这斯文样，心上人怕是都在坐月子了。”欧尊不以为意的冷哼：“她都是我的，她的一辈子当然也是我的。”石云英在一旁听得胆战心惊，他才在他身边待了多久，都要疯了，一辈子那他还怎么活？不行，他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扔掉他。忽然，沈墨手边放着的手机响了，他伸手接了，大概是离得近，欧尊隐约听见手机那端是个女人的声音，柔柔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沈墨便低声道：“云英，我晚点过去，我现在谈事。”云英？欧尊墨眸意外的一眯。那天在云庭大厦，沈墨电话里喊的那句云英，竟然不是他养的小东西。难道是他判断错误了？不止欧尊，连石云英都很意外。什么情况？沈大哥认识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沈墨简短的说了几句便挂断了，对上欧尊意味不明的眼神，他奇怪的问：“怎么了？”欧尊挑眉：“这是有女人了？耳朵真尖，你金屋藏娇，还不允许我有女人？”沈墨温淡的笑：“放心，等成了带出来给你们见。”欧尊桃花眼若有所思的微眯着，倒是嗯了一声。此时包厢门被敲响，叶枫恭敬道：“七爷，沈少，几位投资商过来了。”沈墨点了下头，让他们进来。几位投资商还带了几个大企业的股东过来，沙发上一下子坐满了男人，而石云英坐在欧尊身边，这些男人都忍不住看向他，不是色胆包天敢看七爷带的女孩，而是这女孩实在漂亮，本能的吸引人去看她。欧尊俊脸闪过一抹不悦，锐利的眸光扫过去，所有人都低下了头，生怕下一秒这位杀戮果断的掌权人就真的一枪打过来。欧尊起身牵着石云英到包厢另一边的玩乐区，让侍应生端来所有的甜点和水果，俯身凑到他耳边，咬他的耳垂：“乖乖的在这玩，老子去赚钱给你买更牢固的笼子。”石云英，他赚钱就不能有更远大的志向吗？石云英用脚踹他，那模样凶得很。欧尊不怒反笑，大掌把他的头发揉乱，转身回到了长沙发区。他一走回来，所有人都低下了头，也同时在心里确定一个事实：七爷喜欢对他凶的，敢踹他的女人，看来以前给他送的女人都太乖太软了，难怪没有一个让七爷感兴趣。所以以后要给七爷送猛女，越猛越好。石云英靠在单人软沙发上，一边吃着甜点，一边策划着逃离欧尊大计。忽然，面前超大电视机的右侧传来一道低低的声音：“云英。”石云英一怔，这是沈大哥的声音。沈大哥，他立即就要起身。云英，你别起来，继续坐着，不然欧尊会看到你。沈墨低声道。石云英瞬间明白过来，没有起身，只是换了个坐姿，更方便和沈墨对话，也不会被长沙发上的欧尊发现。沈大哥，你站在这里没事吧？没事，这是洗手间右侧的休息间，我站在这里不会被发现。沈墨透过缝隙望着他的脸，眸色深深。云英，
你怎么会在尊身边的？是他把你从禁区带出来的吗？是的，我在拍卖的时候逃了，不小心摔死了他买的小老虎。石云英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叹气道：我从欧爵公馆逃出去好几次，我估计欧尊已经发现是我了，但他抓不到证据，所以他没办法揭穿我。他容易马他，人家都是与虎斗，他是与恶魔斗，而且他认识的人竟然都跟欧尊有关系，这是何等的运气。沈墨听后沉默了几秒，隔着一个电视机，石云英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见他问：云英，你想离开尊的话，我可以帮你。不，这样会连累你的。石云英摇头道：更何况我现在如果逃走，他肯定会追捕我，我暂时不想惹那么多麻烦事在身上，而且我有别的办法。云英，沈墨低低地道：既可以不让尊追捕你，又可以让你恢复自由。石云英闻言眼睛一亮，什么办法？第37章狸猫换太子。石云英恢复自由，现在问题不就是在尊不肯放你自由吗？那就再造一个你，继续留在他的身边当他的宠物，而你本人就可以自由了。顿了顿，沈墨道：你知道我们组织是有人皮面具技术的，可以做到绝对看不出来摸不出来，用任何方式都无法检测出来，只有用我们特制药水才可以洗下来。沈墨只说到这里，石云英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狸猫换太子，妙啊！但你要去哪里找一个女孩来代替我？石云英蹙眉，这不太好找吧？有人会愿意吗？而且这么危险。沈墨笑了，那实在太多了，我们组织里的女孩10个有9个都喜欢尊，要他们去尊身边，哪怕不是用他们自己的脸，他们都求之不得。我才刚刚在群里问了一下，已经有女孩发视频来，跪求我要这个机会了。石云英，这太夸张了吧？8成是不了解那男人有多变态，只看他那张脸了，还有身材，虽然确实是蛮不错的，他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欧尊早上在他面前脱衣服的画面，惊觉自己在想。石云英猛地摇了下头，他是疯了吗？他肯定是吃多了，保暖思淫欲。他吓得赶忙丢开了手里咬了一半的甜甜圈。女孩我已经联系好了，她立即答应了，而且非常高兴。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尊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沈墨看了看表，低声说：云英，时间不多，你需要考虑一下吗？沈墨问这话的时候有点紧张，他想，如果石云英需要考虑，那说明他不想离开欧尊，但好在并没有。石云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他太渴望自由了。沈墨松了口气，温和笑道：云英，你3分钟后找借口去一下洗手间，我的人会在里面和你接头，该怎么做他们会和你沟通。好。石云英点头，他知道制作仿真人皮不需要很久，其实当时这项顶尖技术在组织研发的时候，他也是参与给了意见的，没想到这才半年时间就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想到什么，石云英又问：对了，沈大哥，刚才你打的电话喊的云英，那是障眼法，上次我跟云庭大厦跟尊见面，他听到我跟你打电话喊了你的名字，而且我嘴快当时说了从禁区出来这几个字，我猜测尊是猜到了，毕竟禁区这个地方太特殊了。沈墨解释道，所以尊今天带你来见我，是想试探我们是否认识，我就让我秘书给我打电话演个戏。原来如此。石云英彻底明白过来，上次在云庭大厦，欧尊是听到了沈大哥和自己打电话，所以他上车后才会突然叫他英英，也是一种试探。这男人太聪明了，聪明的可怕。沈墨和他交代完一些简单事项后，便回到了长沙发上，毕竟时间久了会引起欧尊的怀疑。3分钟后，石云英便起身去洗手间。他一站起来，欧尊就像是脑袋上长眼睛似的，立即远远的抬眸看了过来。见小东西嘴里咬着樱桃往洗手间走去，又想到这个私人会所的洗手间没有窗户，他才复又低下头去继续谈事。洗手间内，这是专为身份特殊的权贵们建的私人会所，所以洗手间内足足有10几个单人隔间，每个隔间都特别大。石云英眼尖的看见其中一个隔间门动了动，立即走过去。沈墨安排的2名女技术人员已经在候着，见他进来恭敬的鞠躬，石云英点头示意，又看到一旁站着的一个女孩子，跟她身高体型差不多，连发型都是黑色的长直发。看见石云英，女孩眼里明显露出了艳羡的神色，甚至有点自叹不如。她认为自己已经算是组织里数1数2的美女了，可石云英显然比她美太多，哪怕不化妆不打扮，一身白裙也可以这么夺目，那双深碧色的眼睛更是叫人惊叹。能让七爷看上的女孩，果然不是普通样貌。女孩轻声自我介绍道：石小姐，我是沈少介绍来的，我叫易楚薇。石云英点点头，想了想还是忍不住说道：欧尊他这个人有点，我爱慕七爷很久了。易楚薇羞涩的垂眸，朝他深深的鞠躬道：谢谢石小姐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接近七爷，石小姐的恩情我终身难忘。石云英，居然还是个情种，他的那些话顿时说不出来了，在人家面前抹黑人家的爱慕者，这不太好吧？由于时间紧迫的关系，他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技术人员很快依照石云英的脸做出了仿真的人皮面具，给易楚薇戴上，又给她戴上深碧色的美瞳，也是按照石云英的瞳色1:1仿制出来的。
然后石云英和易楚薇又兑换了身上所有的衣服和饰品，以及她脖子上戴着的豹纹项圈。做完这一切，石云英看着面前戴上人皮面具的易楚薇，不得不感叹组织的这项技术真的牛逼，这简直跟他一模一样，他自己都认不出来，欧尊肯定也认不出来。啧，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看来他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他要继续努力。易楚薇照了照镜子，又极轻声地问：石小姐，从现在我就是你了，你跟七爷之间有什么相处的细节或者秘诀，可以告诉我吗？我在他面前装听不懂人话，也不会说人话，就当宠物，别的好像也没什么了。石云英想了想，简单的说了一些相处日常事情。不过其实他和欧尊相处也没多久，他都想不出什么来。而且他有什么欧尊相处的秘诀吗？他和他日常都是瞪他、咬他、踹他、踢他、打他。算了，说起来他好像很泼辣似的，他也都是被他逼得好吗？他们简单的对话刚结束，洗手间就被敲响了，是叶枫的声音：小姐，七爷有急事要回去，您好了吗？像是知道他听不懂，叶枫又接连敲了几下门。石云英微微一惊，往外指了指，易楚薇朝他微笑了下，一脸幸福的转身走向了门口。而石云英则迅速爬上拐角的洗手池上，拆开墙壁上的通风扇，和技术人员一起从通风管道爬了出去。看着管道深处微弱的光芒，他嘴角不由狡黠地勾起，他终于自由了。第38章，欧尊初次察觉出不对劲，就在石云英从通风管道爬出去，将通风口重新盖上的时候，洗手间的门也被易楚薇伸手打开了。门外是等候的叶枫，看见他立即恭敬的垂手：小姐。听到这称呼，易楚薇心里是惊了一下的。这些年他一直跟在沈墨左右，其实是有幸见过欧尊的，但欧尊实在太难靠近，高高在上又阴晴不定，连他身边的人都是出了名的冷漠。没想到欧尊的助理竟然会对这个宠物这般恭敬，还喊小姐，足以见得这个宠物在欧尊这里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易楚薇心里有点酸，但又有点高兴，现在他是这个宠物了。洗手间外，欧尊坐在高脚旋转椅上，曲着长腿转动着玩，俊美的脸上却是剑眉紧皱着，一只手拿着电话，语气狂得令人发指：让财团那几个废话多的元老来找我，我教教他们什么才是颐养天年。新产业是可以投，但投多少我说了算。那几个元老不是为了财团的发展，是为了给他们那帮只会玩女人的废物儿子找我父亲告状也一样，这些年告的还少。易楚薇听着他磁性霸道的说话声，心砰砰的跳着。欧尊说着掀起眼皮，显然是看见他了，下了旋转椅就朝他走过来，伸手拽住那根锁着他的金链子，语气带着不满：小麻烦鬼，上个洗手间那么久。但欧尊的注意力都在手里的通话上，再加上易楚薇都是低着头的，所以他并未多看他，将金链子卷在手掌上就往外走去。易楚薇被他牵着，很乖巧的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碰到了沈墨，他看了眼欧尊身后的石云英，内心也惊叹，简直完全一样，但他自然是知道已经换人了，便笑着打趣道：这就要走了？你这小宠物看起来还没玩够。欧尊还在打电话，闻言毫不留情地踢了他一脚，直接走了。沈墨弯腰拍拍裤腿上的脚印，看着欧尊走远的背影，直到门口的人汇报说欧尊的车已经走了，沈墨这才走出了包厢。10分钟后，会所的天台，沈墨上来的时候，石云英正站在栏杆边，风吹起她乌黑的长发，露出一截白玉般的纤长脖颈。她伸手拨头发，侧脸美的不像是凡间女孩。沈墨脚步微微一顿，想要多欣赏她一会儿，但石云英已经听见脚步声了。沈大哥，他转过身来，朝他身后看去，欧尊走了吗？放心，他带着楚薇走了。沈墨走过去，温和一笑，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石云英开心的笑，可扬起的嘴角忽然又瘪了，希望欧尊不会发现吧？发现不了，完全一模一样，刚刚连我都认错了。沈墨低沉道，更何况你在他身边又没说过话，只是当宠物，他怎么发现？石云英想想也是，把长相弄得一模一样就够了。反正是当宠物养，欧尊养谁都一样吧。而且人家妹子肯定还比他乖巧呢，怕是欧尊会更喜欢吧。见他抿着唇沉思，沈墨似是想到什么，忍不住低声问：云英，你和尊什么？沈墨尽量问的委婉：欺负过你？他天天欺负我啊。石云英愤愤地说道，可没人性了，他还恐吓我呢。沈墨见他丝毫没有想歪的意思，估计是尊并没有真的睡了他。他一直知道，大概是血统特殊的关系，石云英和普通女孩不同，她极其的聪明，学什么都飞快，精通很多技能，但唯独在男女感情方面，她很懵懂，甚至可以说是不懂。否则尊这样对她，她怎么会感觉不到异样？但其实这一点上，她和欧尊很像，他们强大，但内心也脆弱敏感，所以他们不合适，一点都不合适。这也是沈墨要帮助石云英离开欧尊的原因。沈大哥，你在想什么呢？石云英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沈墨回过神来，微笑道：“没什么，我在想，如果要请你吃饭，该用什么样的说辞，你才会答应？”啊，你帮我这么大忙，当然是我请你吃饭了。石云笑着说道：“不过我今天有别的事要忙，等我忙完联系你。”好。沈墨语气温和，抬手揉揉他的脑袋：“云英，我等你。那我先去忙啦，沈大哥，谢谢你。”石云英和沈墨简单道别，转身往出口处走去，边走他还边伸手摸自己的脖子，小嘴里嘟囔着：“这个变态，没事干非要一直咬我脖子，属狗的吗？”听着他带着抱怨和气愤的嘟囔声，沈墨不由皱眉。他想起欧尊的次数频繁的令他有些意外，这不像是他一贯的作风。但很快沈墨就释然了，没关系，反正他和欧尊之间已经结束了。欧爵公馆回到这里后，欧尊直接进书房开跨国视频会议，结束已经是2个小时后。他解着袖扣往外走，本想去找小东西又在哪躲着他，没想到一下楼就发现石云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么乖，欧尊意外的挑眉，走过去坐在他旁边，拿了个橘子丢给他，示意他剥给他吃。易楚薇从未和他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过，又紧张又期待，想到石云英的交代，他只是听不懂人话，不是傻子，所以接过橘子就开始剥。他剥得非常认真，连上面的白丝都撕得干干净净，还分成一半半的递给欧尊，比女佣剥的还到位。欧尊低头看了一眼精致的橘子瓣，更加意外。小东西今天转性了，莫不是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他忽然侧眸看他，突如其来的注视让易楚薇心跳加速，咬着下唇。七爷会抱他，或者吻他吗？果然如他所期待的，下一秒，欧尊伸手捏起他的下巴，墨眸端向着他的脸。紧接着，他低头凑到他乌黑的长发边，深深的吸了口气，贪婪的想要嗅他的发香。可就在这一瞬间，欧尊却倏地皱起眉。易楚薇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欧尊高大的身形却已经站了起来。第39章，禁区的人再次出现，要来买谁？这是发生了什么？易楚薇抬起头，橘色灯光洒在欧尊的头顶，遮住了他俊脸上的表情。他看不真切，只觉得他的情绪不是很好。可是他分明没有露馅啊。欧尊也没有说话，就这么站在那，低眸深深地注视着他，那意味不明的幽深眼神令易楚薇心慌。此时大门口响起脚步声，是叶枫的。七爷，有您关注的情况。欧尊还是没动，又继续幽冷地盯着易楚薇看了片刻，这才嗯了一声，抬脚往外走去。他一走，易楚薇整个人骤然松懈下来，感觉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他回想自己的行为，自认为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他有这张脸，露馅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明七爷对这个宠物本来就没有多好。易楚薇不甘心地咬唇，他下次一定要好好表现。庭院内，欧尊站在树下，指骨分明的手捏着一枚花瓣，忽然用指尖用力的揉碎，墨眸若有所思地盯着那花瓣的残渣。叶枫望见主子这残暴的动作，心下一惊，忙汇报道：“七爷，您之前让我多关注禁区那边的情况，我刚刚拦截到一条消息，禁区负责收购奇珍异兽的团队派了一伙人要来同城。禁区的东陵地下城专门拍卖奇珍异兽，这些年光靠这个就赚得富可敌国，但东陵也是很挑的，不是什么奇珍异兽都要，必须要亲自来检验够格才会买回去再进行拍卖。同城是夏国首都，国际大都市，能有什么奇珍异兽需要拍卖？”欧尊眼前浮现出一张极美的脸蛋，他朝客厅里看了一眼，眸色幽深，问：“地点？”“在玉川码头。”“备车。”叶枫一愣：“七爷这是要去吗？”欧尊说完，直接转身走进别墅。见他进来，易楚薇立即走过来，伸手拉他的袖子，有点像是求宠爱的意思。宠物吗？不都是这样的吗？希望主人宠爱是很正常的事。欧尊低头看了一眼他主动拉着自己袖子的手，眼神更加奇怪。他并未做什么，掀起眼皮朝佣人道：“看好他。”佣人赶忙应：“是，七爷。”欧尊丢下这句话，上楼换了衣服就离开了。易楚薇看着他坐车离开的背影，又想到他刚刚嘱咐佣人的话，忍不住开心的想，他刚刚的求宠爱应该是成功了。看来男人真的都吃这一套，欧尊也不例外。晚8点，玉川码头。石云英下午随便在 4S 店买了辆跑车，自己开车准时到。一下车就看见不远处秦娟焦急等待的身影。石云英勾起唇瓣，朝他走过去，似笑非笑地道：“提早等我，看来我的身世你比我还着急啊。”秦娟见他单枪匹马来，心里骂他蠢，嘴上笑道：“那是自然，妈一直很疼你的。走吧，云英，人都里面等着了。”秦娟伸手过来挽他的手臂，石云英不给他面子，直接甩开他的手。秦娟尴尬的一怔，咬了咬牙，但想着他等下就要受罪，也没跟他计较。石云英跟着秦娟走进停靠在码头的一艘小型游轮上，一进船舱就见一群5大3粗的壮汉坐在桌前，个个手里都拿着电棒，眼神凶狠。秦娟毕竟是豪门阔太，见到这些人还是有些害怕，
他站在石云英身边，推了推他，对那群壮汉道：“人我带到了。”秦娟话刚说完，3名壮汉就上前围住了石云英。为首的那壮汉问秦娟：“这女娃娃就是你说的教人血统的女孩？”虽然都是禁区负责挑选奇珍异兽的团队，但其中有很多分支，各有各的规矩，提成比例也不尽相同。3年前秦娟和石康荣找的其中一个，这次为了保险起见，就换了一个。对，她就是，她的眼泪是珍珠，你们可以测试。秦娟说着，对上石云英看过来的眼神，不仅没有恐惧，甚至是冰冷的，心口莫名的一惊。随即冷笑说道：“云英，你也别怪我，3年前卖了你，你有机会出来，还不躲得远远的，竟然还敢来惹思源，你这简直就是找死！我们石家给你了一口饭吃，卖你也是应该的。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啊。”石云英笑了，给了我一口饭，我怎么被虐待都是应该的，对吗？你本来就是怪物，怪物和人能一样吗？秦娟冷冷地说：“你哪怕和人生活在一起，你还是个异族血统的怪物，你难道还妄想自己能有人权吗？”哦，这样啊。石云英点点头，忽然转头朝着那壮汉一笑：“你们不是要测试我的眼泪吗？我不想被打，我可以哭，但我不希望这女的在场。”他指秦娟，秦娟求之不得，他不想见血腥，便道：“几位大哥，我在外面等，只要确定了他是鲛人血统，价钱我们好商量的。”他说完就出去了。等到船舱门被合上，石云英才动了动手腕，淡淡道：“你们想怎么测试？这么漂亮的女娃，当然是脱光衣服打。”一名壮汉猥琐的笑道，伸手就向石云英的肩膀抓过来。石云英眼风倏地一扫，抬手就反扣住他的手腕，咔嚓一声，直接拧脱臼。壮汉腕骨一痛，来不及反应，石云英的手直接顺着他的手臂往上捏住他的下颌，再狠狠的一拉，下巴也脱臼了。壮汉连痛都叫不出来，夸张的张大着嘴，跪倒在他腿边。其余7名壮汉瞬间站起来，拿起枪指向他，可石云英比他们更快，抽出身侧另一名壮汉的枪，抵住了腿边壮汉的脑袋，掀起眼皮，冷厉地看向面前的人：“你们是想我先取了他的命再谈，还是我们现在谈？”其余7名壮汉立即不动了，他们虽然无恶不作，但却很重情义，同伙被威胁，他们不会不管。为首的那名壮汉怒地一拍桌，拿枪指着石云英：“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走吗？我们这么多人，你硬碰硬是不可能赢的，识趣点放了我们兄弟。”石云英听了却不害怕，微微一笑道：“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逃走，相反，我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第40章，欧尊小姐，你似乎有点眼熟。20分钟后，船舱门再度被打开，几名壮汉走了出来。秦娟正在外面焦急的等待，见状忙迎了上去，十分客气的问：“几位大哥，怎么样了？他通过测试了吧？”“我们打了他，他哭出来的确实是血珍珠。”为首的壮汉点头。秦娟一听便喜上眉梢，小怪物刚刚还在给他嚣张，现在还不是乖乖的被打到哭？大哥，鲛人血统的人前些天新闻还在报道呢，引起那么多人关注，但都没抓住。我带来的这可是世界上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呢。秦娟骄傲地说：“你看这价格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他本来想了很多讲价的说辞，可没想到壮汉竟然直接点头：“当然可以，我们翻10倍的价格给你。”十倍？10倍是什么概念？3年前他和石康荣1亿5千万将石云英卖给了禁区拍卖场，后来觉得亏了，所以这次他想抬价也只敢翻倍说3亿。3亿的10倍，30亿，那是天价。秦娟想到这个字数，整个人都高兴的发晕，要不是顾及形象，都想兴高采烈的叫出声来。有了30亿，他们石家就可以彻底挤入同城的上流豪门，思源也可以更好的攀附欧家。所以当壮汉将合同递过来的时候，秦娟压根顾不上看，赶忙抢过笔，就在最后一页签了字，生怕到嘴的30亿飞了。签完字，秦娟又摁了手印和10家公司的公章，壮汉接过去看了看，确定没问题，才对船舱里面恭敬地说道：“鱼儿小姐，都办好了。”秦娟一脸懵，鱼儿小姐是谁？他只当是这群人的老大，又问道：“大哥，人已经交给你们了，你们想怎么处置随意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付款？”他只想马上拿到钱，回去和丈夫女儿好好的庆祝一番。这要问鱼儿小姐了。壮汉冷漠地说道。这时只见船舱门被推开，石云英款款地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把枪。秦娟见状一惊，忙喊道：“他怎么跑出来了？快抓住他！”可壮汉不仅没有动作，反倒还弯腰冲他鞠躬，把复印好的合同递给他：“鱼儿小姐，合同请您过目，他已经签字并且盖章了。”这下秦娟彻底懵了，反应不过来的看着他：“你怎么变成鱼儿小姐了？”你……石云英懒得理他，扬了下手。几名壮汉立即把椅子搬出来，请他坐下，还有2人手捧着果盘和杯子，单膝跪在他身侧，方便他拿取。石云英懒洋洋地坐下，搭着2条细腿，翻看着合同，满意的点点头：“不错，谢鱼儿小姐夸奖。”
壮汉立即垂手，又小心翼翼地问道：“还需要小的做什么吗？”“吵，滚到后面。”“是。”壮汉立即站到了石云英身后，替他扇扇子、打蚊子。秦娟整个人都错乱了，他震惊地看着给石云英当牛做马的壮汉们：“你们疯了吗？他是教人血统的怪物啊！你们快把他抓起来！”话没说话，石云英忽然一挥手，一份合同被甩到了秦娟的脸上，打得他脸生疼。秦娟忙捡起来，认真的一看，这才发现这不是卖教人的合同，这些竟然是高利贷的抵押借贷合同，以及10家公司建材的销售合同。高利贷的贷款是2000万，利息竟然高达 50%， 并且按分计息，也就是说，从签字的那一刻起，他每1分钟都要赔出去巨多钱。而建材销售合同则是按1年签订，销售价格竟然是每吨1分钱，光是1个月要亏损上千万。秦娟看着眼前一阵发黑，吓得立即撕碎了合同。你撕的只是复印件。石云英坐在椅子上，优雅地吃着葡萄，想要原件吗？他扬了扬手里的合同。秦娟立即扑了过来，可是云英抬脚就精准地踢在他膝盖上，秦娟扑通一声跪在了他的面前。他痛得大叫，怒道：“小贱人，你别以为你可以算计得了我！高利贷是犯法的，我去警察局告。”“无妨，你去告。”石云英一笑，蓦地压低嗓音：“但你要知道，这高利贷是同城5家放出来的，在同城得罪了以地下黑势力著称的5家。你觉得你们10家还能活吗？”秦娟一僵，到此时才彻底明白，这一切都是石云英的计谋。他早就拿到了5家的高利贷合同，也拟好了建材销售合同，他答应来这里就是为了坑害他。秦娟目眦欲裂地瞪着他，骂道：“你这个贱人，不是人的怪物！”石云英闭眸一冷，掌嘴。2名壮汉立即上前，对着秦娟的左右脸就是啪啪啪几个大耳光，抡得秦娟眼冒金星，脸颊高高的肿起，气急攻心，喷出一鲜血，昏厥了过去。“鱼儿小姐，怎么处理？”壮汉恭敬地问。石云英面无表情地低头看了一眼，丢到那边的废船上去。等秦娟醒来，要承受的远远不止这一记巴掌时，康荣知道了，肯定会把他打得半死。等壮汉们把秦娟丢到一旁的废船上，石云英吃完最后几粒葡萄，才刚擦了擦手，忽然耳廓一动，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他立即起身跑到甲板前，一眼就看见远处停着10辆黑色轿车，一群黑衣保镖正在逐个游轮的检查。而走在黑衣保镖中央的高大男人气场极强，穿着红枫色衬衫，手长脚长，哪怕是远远的都格外惹眼。竟然是欧尊！欧尊到这里来做什么？该死，他是在他身上装了定位器吗？怎么他到哪他就到哪？忽然像是感受到什么，欧尊抬头朝这边看了过来。虽然知道这么远他看不见，石云英还是猛地蹲下了身。一瞬间，他身后的壮汉们全都跟着他蹲下身。为首的壮汉小声地问道：“鱼儿小姐，是你的仇家吗？”石云英：“差不多吧。”欧尊可比单纯寻仇的仇家难对付多了。他有时候真想跟他面对面打一场，拼个你死我活算了，可他的势力太大，他惹不起。更何况打输了，他还不知道要怎么把他给剁头红烧了。壮汉忙狗腿地道：“那鱼儿小姐，我去关灯，关你个头！”石云英给了他一脚，现在关灯，不就等于告诉他们这艘游艇上有人心虚要逃跑了吗？壮汉忙挠头：“是我错了，还是鱼儿小姐聪明，风华绝代，英明盖世，什么时候还尬拍马屁？”石云英气得又给了他一脚，想了想道：“这样，我从后面溜下游轮，你们继续留在船上，待会儿他们搜查过来，问你们来干什么，你们就说来买奇珍异兽，但是卖家失约了没来，所以准备撤了，懂了吗？”“懂，一定按照鱼儿小姐的吩咐办事。”石云英点了点头，猫着腰往游轮后面走去。临下去前，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闭眸凌厉的眯起：“我记得你们的脸，你们如果敢泄露我今晚来过这里，哪怕1个字。”那么说着，他伸手放到2腿之间，狠狠地比了个切掉的手势。壮汉们猛地夹紧双腿，只觉得一阵蛋疼，头都快点掉了。“绝对不会，我们1个字都不会说的。”“嗯哼。”石云英这才满意地下了游轮。他没有走有路灯的岸边，而是踩着湿湿的沙滩暗处走着，来到了他停车的地方。石云英上了跑车，想了想，还是戴上了帽子、口罩和夜视镜。他系上安全带，刚要发动引擎，耳边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车轮声，下一秒，一辆黑色轿车一个90度转弯，几乎是以平移的速度飙了过来，横停在了他的车前时，云英猛地抬起头，只见黑色轿车的副驾驶座上，欧尊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随意地架在车窗上，他一张俊美妖孽的脸似笑非笑，望着他全副武装的脸：“小姐，你似乎有点眼熟。”第41章，刺激的生死追逃。石云英心下一惊，有一瞬间心脏几乎要跳出喉咙，但他很快冷静下来。现在易楚威伪装的他在欧爵公馆，易楚威没发消息给他或者沈墨，说明还没有暴露，他不该自乱阵脚。
欧尊也许只是觉得他眼熟，也许他只是寂寞了，发情了，想找女人约个炮。毕竟他这种难以捉摸的人，做出什么奇怪的事都不奇怪。想到这里，石云英彻底冷静了，他换了种音调说话：“先生，我并不认识你，可能你是认错人了。”欧尊如鹰隼般的眸光紧锁着他，闻言淡淡道：“你拿下口罩，我才能确定是不是认错。我不方便拿，过敏了。”“我不介意，可我介意。”石云英冷声说：“麻烦你让开，先生，你挡着我的道了。”欧尊气定神闲地坐在车上，就是不动，无赖的模样又痞又帅。石云英深吸口气：“先生，你再这样我可要报警了。”“报！”欧尊勾唇道：“我陪你等警察，要不要喝一杯？”石云英知道他是不肯让了，非要他拿下口罩不可，他懊恼不已。他应该一个融过来的，是他急着对付秦娟，大意了。小姐在思考什么？欧尊眯起眼睛，莫不是心虚？石云英握着方向盘的手不着痕迹的一紧，忽然他身体一震，然后头一歪就昏在了驾驶座上。随着他闭上眼睛倒在座位上，他的眼镜也滑落到胸口。欧尊皱起眉头，喊了他2声都没见反应，他像是彻底昏过去了。欧尊伸手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下车，绕过车头走到他的车旁。几乎就在这一瞬间，石云英倏地睁开眼睛，飞快地拿起夜视镜戴上，双手握住方向盘，脚下猛地踩住油门，跑车引擎瞬间发动，擦着欧尊的裤腿，就这么直直地冲了出去。妈的，他竟用这招来耍他！欧尊墨眸一冷，转身迅速上了车，踩油门，打方向盘转弯，一气呵成。石云英透过后视镜，他能看见欧尊的黑色轿车在后面追他。他无比庆幸下午买的是跑车，能跑得快点，能保佑他不要再次落入魔掌。入夜了，这条国道上几乎没有车，石云英才紧油门不松，越开越快。哼，跟他比车技吗？在禁区那个赛车场，他不知道因为无聊飙了多少次车，车技早已炉火纯青。果然，渐渐的欧尊就被他甩在了后面，石云英甚至都看不到他的车了。这就不见了吗？他不屑地皱了皱小鼻头，因为刚才开得实在太快，他下意识地放慢了一些速度。然而就在他要驶入另一条可以开往隔壁市的国道上时，欧尊的黑色轿车猛地加速横冲了过来，硬生生地逼得他一个急转弯，走向另一条回到同城市区的道。这条道上车很多，随时都会堵车，并且回到市区抓住他的几率更大。奸诈！他竟然玩阴的！石云英气得捶了下方向盘，又不敢放慢速度，只得继续往前开着。但很快，前方的车渐渐多了起来，他开不快了。欧尊的车紧随其后，还车头撞了一下他的车尾，发出砰的一声响。石云英甚至听见后面传来男人低沉愉悦的笑声，他听见他说：“小姐，来喝一杯啊。”他的声音散在风中，极其的磁性、性感，任哪个女人听了都要沉醉。这个疯子，他开轿车竟然能追上他的跑车，是他低估他的车技了。很快，前方小轿车道彻底堵住了，石云英被迫停了下来，欧尊也在他身后停了下来。他紧张地盯着后视镜，看见欧尊打开了车门，显然是要下车来抓他。石云英死死地握住方向盘，手心满是汗，眼看着欧尊朝自己的车走近，他目光瞥到一旁货车道上经过的一辆辆大货车，距离他的跑车很近，几乎是贴着开过去的。他闭眸倏地一动，就在欧尊要走到驾驶座的刹那，石云英猛地站了起来，他单脚踩上了跑车的车门，手里的长鞭甩出去，卷住大货车车厢上凸起的栏杆。他轻盈地腾身而起，顺着长鞭的力道用力的一跃，整个人落在了大货车车厢内的泥沙上。呼，终于甩掉他了。石云英彻底松了口气，刚躺在泥沙上松了口气，下一秒就见一只冷白修长的大手猛地从下方伸上来，用力地扣住了大货车车厢的栏杆顶部。第42章，石云英和欧尊交手，互咬耳朵，只听砰的一声，车厢栏杆顶部因为那只大手的动作而发出刺耳的震动声。石云英双眼倏地睁大，拜托，该不会如他所担忧的。紧接着，一个高大的身影利落帅气地翻进了车厢，欧尊的手里还抓着属于他的长鞭。显然他刚才跳向大货车时，他在刹那间预判出他接下来的动作，所以他也拽住了他的长鞭，借着力道攀上了这辆货车。石云英被他敏捷狠厉的身手彻底震惊，难怪他当时那么小，竟还能从森林里活着走出来。欧尊红枫色的衬衫被风吹得微微鼓起，他优雅地掸去手上的沙粒，双腿毫不嫌脏地踩在泥沙里，眯眼望着面前头脸全都包住的女人。他的墨眸在夜色下泛着妖冶勾人的异光，分明点缀着笑意，却令人不寒而栗。石云英一时没有轻举妄动，双手在身侧微微握紧，就这样和他对望。大货车还在行驶，耳边是风吹过的呼啸声，他们分别站在车厢的前端和尾端，心思各异的互相对视，都在猜测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气氛极其剑拔弩张，像是一根弦，随时都会崩断，激起激烈的电光。忽然，欧尊脚下一动，倏地朝他逼近。
石云英双手撑着车厢栏杆，在他靠近的瞬间腾身而起，纤长的双腿朝他踢去。欧尊大手扣住他的脚踝，一个用力将他拽入了怀中。石云英双手圈住他的脖子，抬手就朝他的后颈劈去。欧尊忽然低头咬住他的耳垂，一阵异样的酥麻感忽然袭来，石云英身体一软，双手竟在刹那间失了力气。欧尊顺势擒住他的细腰，另一只手去接他的口罩，就在他的指尖要勾住他口罩挂耳绳的瞬间，石云英如法炮制，凑过去用力地咬住了他的耳垂。女孩柔软的双唇贴着他的耳垂，明明他那么用力，那么狠，咬得他耳垂发疼，可他的背齿却像是会导电，将一阵极其强烈的电流从耳垂传入他的身体里。欧尊浑身一僵，呼吸也跟着滞住了。妈的！他咬他，他只不过是身体发软；他咬他，他竟然完全招架不住。欧尊墨色的眸涌出难以压制的欲色，大掌重重地扣住他的腰肢，将他抵在了车厢的栏杆上。他浓而重的呼吸喷洒在他的耳畔，每一下都像是要灼烧他的皮肤，烫得石云英站立。他顾不得去观察他怎么了，趁着欧尊抱着他没动的空隙，他环顾前后没有车，抬脚猛地一踢，车厢的左边挡板被他踢开，满车厢的泥沙瞬间流了出去。他们二人站在泥沙上，自然也跟着往外滑去。巨大的声音引得欧尊往身后看了一眼，石云英趁机从他怀里滑出去，随着大量的泥沙一起滑下了车厢，轻巧地滚落在路边的草坪上。货车司机察觉到不对劲，迅速刹车停下。等到欧尊从车厢上下来的时候，路边草坪早已空无一人。15分钟后，叶枫带着人也赶到了。整条道路以及周边的加油站、便利店全都被封锁起来，保镖成排站着，逐一排查过往车辆和行人。欧尊冷冷地站在路边，衬衫西裤上都沾满了泥沙，右边耳垂有一排小巧的牙印，此刻耳尖还泛着红，格外惹眼。七爷这是被什么给咬了？看着像是个女人啊。叶枫当然不敢问，看了一眼就低下头。七爷，我们在玉川码头的邮轮上确实找到了禁区的人，他们确实声称是来购买奇珍异兽，但他们说卖家没来，他们等了个空。人现在在哪？后面车上，带过来。叶枫立即让保镖把邮轮上抓到的壮汉们押过来，一共8个人。欧尊扫了一眼落在为首的壮汉身上，冷冷起唇：你们没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没有。壮汉摇头道：我们是听说这边有罕见的恐龙幼崽，才带着兄弟们赶过来，结果没成想被耍了，到现在卖家都没来，害我们白付了定金。欧尊没有说话，忽然抬手从叶枫腰侧抽出手枪，枪口抵住壮汉的额头：你在撒谎。没有。七爷，我绝对不敢骗你。壮汉坚定地说道。欧尊墨眸锐利地盯着他，那威慑力十足的眼神比枪口更令人胆寒，看得壮汉头皮发麻，强忍着腿才没打摆子。他知道面前的男人不好惹，但他绝对不能出卖石云英。刚才在船舱里，他们本来是想直接跟石云英动手的，可石云英却忽然丢了枪，让他打电话给他的顶头上司。他们虽然是禁区的团队，但分支不同，隶属于不同的组织范围。他们是第19号分队，顶头上司是无天组织的。无天组织一如其名，无法无天，是不受任何国家管束的势力组织，存在国际上已久，行事作风狠辣嗜血，令人闻风丧胆。而无天组织内部人员极其神秘，能进去的绝非普通人。壮汉不信邪，打给了上司华生，也就是无天组织的2把手，结果才爆出鱼儿小姐的4个字，华生就把他狠狠骂了一顿，说鱼儿小姐是组织内的重要骨干，救过组织于水火，让他必须拿命供着。华生姐既然这么说，那鱼儿小姐就是他们的祖宗。壮汉站得很直，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哪怕他今天被欧尊杀了，也绝对不会出卖鱼儿小姐。欧尊黑眸幽深地盯着壮汉片刻，忽然收回了手，把枪丢回给叶枫。七爷，那他们……叶枫接住枪，放了。欧尊抬手捏了下刚才被女孩咬过的耳垂，那种过电般的感觉仍旧存在。他似是觉得烦躁，抬脚就踹向面前路过的货物推车。推车被他踹得发出震动声，躲在货物木箱里的石云英也跟着一震，瞬间屏住了呼吸。他刚才从货车上逃出来，翻过栏杆来到对面，没走出多远，叶枫就带着开始搜查。他情急之下只能躲进装货的木箱里，才躲过了搜查。不可能吧？他有火眼金睛吗？木箱这么厚，他也能穿透？负责推车的员工也吓了一跳，站着不敢动，不知道怎么得罪这位大人物了。此时叶枫的手机忽然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几句，便对欧尊道：七爷，欧爵公馆的佣人说小姐好像是肚子疼，晚饭也吃不下，蜷缩在沙发上不肯动，您要回去看看吗？第43章，欧尊，原来你会说人话。石云英也听见了，这个小姐自然指的是冒充她的易楚薇。欧尊闻言微微眯眸，忽然转身就朝后走去，现在回去。他一走，叶枫等人立即跟上，一行人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石云英坐在木箱里，不由觉得奇怪，欧尊一听到宠物病了，
就马上回去看，这态度跟之前他本人在欧爵公馆的时候也并无区别。看来欧尊并没有识破易楚威，那就等于他也没有暴露。可是，那他刚才追他做什么？石云英奇怪地蹙着眉，直到员工将货物推车推到装货点，他才偷偷爬出木箱，从灌木丛里掩护着离开。无论如何，他要抓紧时间处理完桐城这边的事，早点离开这里。等他出了夏国，任他欧尊权势再滔天，也不可能再找到他。欧爵公馆，听闻主子回来了，佣人们忙过去开门。欧尊迈着长腿走进客厅，七爷，小姐突然不舒服，刚刚让她喝了热汤，现在好像好多了。佣人着急地汇报着，他们都知道主子很在乎前段时间带回来的宠物，生怕被责罚。只见女孩趴在沙发上，身上盖着薄毯，脸色惨白，额头还有细密的汗珠。听见男人的脚步声，易楚威心头一阵欣喜，轻轻的痛哼出声，渴望得到他的拥抱或者关怀。那天在会所洗手间里，石云英说他平时和欧尊的相处是拳打脚踢还很凶，没形象。易楚威一阵错愕，哪有男人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不可能的。而现在欧尊赶回来了，说明他那天主动的亲近和乖顺是正确的。欧尊长腿在沙发上前站定，他垂眸看着沙发上状似痛苦的女孩，眼神看不真切情绪。不舒服。易楚威朝他这边挪了挪，伸手抓住他的西装裤腿，像是宠物祈求主人的怜爱。欧尊看了一眼，挪开了腿，侧手对一旁的佣人吩咐道：“把他带去后院。”啊！佣人们不由错愕，小姐不舒服，还带去后院？但他们不敢违抗，立即扶起易楚威。易楚威更加不敢反抗，被搀扶着走向后院。他想，也许是后院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是欧尊用来休养的，要他住进去吗？一如易楚威所想，后院确实是有特殊的地方。后院的笼子里全是欧尊养的猛兽，用黑金的铁笼圈养着。猛兽们闻到猎物的味道，全都张着血盆大口，吼叫出声。所以当佣人把易楚威带到这里时，易楚威当时就吓得腿软了。脚步声在身后响起，欧尊上楼换了条西裤，才重新下楼。他单手插兜站在那，淡淡的对叶枫道：“打开老虎的笼子，让他进去。”易楚威一震，神什么？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可不容得他多想，叶枫已经打开了老虎的笼子，将他推了进去。老虎猛地转过脑袋，在大笼子的那一端看向他，琥珀色的眸泛着金光，抬着尖锐的爪子，一步一步朝他逼近。易楚威吓得浑身发抖，双手死死地抓住了笼子，摇晃着，一双水汪汪的眸望向欧尊，试图博取他的同情。可欧尊墨眸中只有不可触及的冰冷，以及一抹玩味。就在老虎彻底靠近他，刺刺的舌头舔上他的脸颊时，易楚威彻底崩溃了，抓着笼子本能的大喊出声：“不！救命！救命啊！”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脸震惊，这个女孩竟然说话了。欧尊倏地扬手，手里把玩的玉石丢过去，砸中老虎的脑袋。看见主人，老虎立即蔫了，缩着脖子躲到一旁。易楚威被叶枫带了出来，欧尊微微眯着眼，似笑非笑地望着他：“原来你会说人话。”易楚威，他反应过来，整个人都凌乱了。糟糕了，他刚刚没忍住，本能的呼救了。他竟然说话了！易楚威彻底崩溃，胡乱的说道：“我可能是应激反应，我一直听人说话，脑海中有印象，所以我就本能说出来了。”哦，是吗？是。欧尊忽然又问：“我记得你会驯兽？”易楚威没想到石云英竟然还会驯兽，他到底是什么人？普通人怎么可能会驯兽？怎么突然就不会了？我也不知道，我脑子很乱。易楚威压根无法解释，只能先装傻。欧尊撩着唇，那眼神锐如冷芒，让易楚威忍不住打寒战，仿佛即将就要死在他的注视下。欧尊忽然伸出手捏住了他的下颌，他两指的力道那么大，毫不温柔，甚至是粗暴的，捏得易楚威颌骨仿佛要脆裂开来。欧尊仔细地端详着面前这张漂亮的脸，像是要穿透这张脸皮，望进另一个人的灵魂深处。忽然他勾起了唇，自言自语般地道：“原来不是因为脸漂亮，原来他想要的不只是这张脸，这具好皮囊而已。否则一模一样的，能有什么区别？那他想要的是什么？”欧尊闭上眼，不久前被咬过的耳垂上仿佛又传来了一阵激烈的电流，一阵比一阵更猛烈，电进了他的心脏最深处。下一秒他倏地睁开了眼，同时也松开了手。易楚威被他甩开，跌坐在地上。欧尊接过佣人地上的毛巾，仔细地擦拭着两根手指，抬脚就往别墅走去，对叶枫道：“跟我上楼。”佣人忙追上去问道：“七爷，那小姐？”欧尊脚步一顿，嘴角勾起诡异的弧度，突然会说话是好事，当然要回房好好休息。顿了顿，他补充道：“一楼客房。”好的好的。佣人忙点头。易楚威被扶起来，还处在惊吓状态。七爷这是相信他了，让他回房休息。他没事了吗？欧尊直接上楼进了书房，叶枫跟着进来，问：“七爷有什么吩咐吗？”查沈墨最近的行程。
欧尊点了支烟，没抽，闻着烟味仍是觉得心烦，修长的手指用力地捏着耳垂。啊！叶枫怔了下，您说的查是怎么查？按查吗？欧尊道，重点查他跟谁吃饭、见面，尤其是女人，我要第一时间知道预约的餐厅和时间。是。叶枫应下，毕竟七爷和沈墨是多年的兄弟，他忍不住多嘴了一句：七爷，要是被沈少知道您在查他，会不会影响？知道又何妨？欧尊捏着耳垂的手倏地一顿，俊美的眉目溢出狠戾之气，冷笑地道：他敢明目张胆换走老子的东西，老子没挖他祖坟都是给他留面子。第44章，四人同桌，修罗场换走东西。叶枫一脸懵，七爷有什么东西被沈少换走了吗？他怎么不知道啊？七爷和沈少兄弟多年，生意、金钱的往来上多不胜数，但七爷向来是个大方的人，有什么好东西都会共享。之前有人给七爷送女人，七爷不感兴趣，转手就送到沈少家去了。他们之间还会有不能碰的东西？当然叶枫不敢多问，而是转移话题道：对了，七爷，小姐突然会说话了，需要找医生过来看看吗？小姐虽然教人血统，但毕竟也生长成了人的身体，也有大脑和神经系统，听久了人说话突然会说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用。欧尊站在书桌前拨弄那盆君子兰，闻言冷冷地道：会说话又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谁不会说话？他欧尊缺的是会说话的女人，遍地都是。如果他想要，现在这个有一模一样脸蛋的女孩就是现成的主动、乖巧，知道花心思在他身上，知道讨好他，女人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哪样不比那个没良心的小东西好？但他就是不想要，他竟然就是想要那个没良心的，他他妈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但小姐会说话的话，平时可以陪着七爷聊聊天，解解闷。叶枫乐呵呵地说：七爷难得有这么亲近的异性，是好事啊。男人的枕边还是要有女人，七爷这些年太孤独了，天天和老虎待在一起也不行啊。亲近？欧尊冷嗤一声，他想和他亲近吗？他若是想，会换一个想爬上他床的女人到他身边来，他巴不得逃开他，逃得远远的。人永远不如动物来的忠诚，他会跑，老虎就不会。但他已经是他欧尊的宠物，这一点从他给他套上项圈那一刻就已经注定，只要他不放手，他就必须乖乖待在他身边，哪里都别想去。欧尊长指蓦地折断了君子兰的花枝，指尖一点一点的用力碾碎了花瓣，墨色的眸底一片冰冷。自从玉川码头逃出来后，石云英找了个小旅馆暂时住下，因为禁区那几个壮汉的事，他和无天组织的化生姐连了麦，顺便帮组织做了几个任务，解决了黑客技术上难题。第二天晚上，沈墨发短信约他共进午餐，提前答应过，再加上这次也很感谢沈墨，石云英便答应了。安全起见，他没有再用自己这张脸出门，易了个容，但他没有像上次那样刻意扮丑，而是弄了张非常普通的女人脸。中午12点，石云英准时到88层的城市旋转餐厅赴约。沈墨订的是靠窗的位置，等到落座后，他歉意地说：抱歉云英，订的时候只有这个情侣位置了，你不介意吧？不介意啊。石云英奇怪地眨眨眼，吃饭的位置而已，还非要分什么情不情侣？能坐就行了啊。沈墨笑了，抬手招来服务员，细心地问他：你想吃什么？都可以。石云英微笑道：除了鱼，我什么都吃，你来点吧。好。沈墨点完菜，看向他的脸，惊叹道：你的易容烛真是出神入化，我刚才进来都没认出来你。没办法，在同城还是不要用我原来的脸。石云英单手托腮，愁苦地说道：我前天晚上去办事碰到欧尊了，他追了我一路，差点被他抓住。沈墨诧异：他看到你的脸了？石云英苦恼地瘪着嘴：没看到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觉得是我，难道是楚薇暴露了？沈墨皱眉道：应该不至于，如果暴露的话，楚薇会想办法联系我，他没动静，说明他还是待在欧爵公馆。石云英抿唇：没有吧，我听到佣人打电话说小姐不舒服，欧尊还马上赶回去了，他对自己养的宠物都很好，我偷听佣人说，老虎如果生病了，欧尊也会赶回去的，说明他没发现啊。那他追你做什么？我要是知道，还会被他追吗？别多想了，只要楚薇没有暴露，你就安全的。沈墨给他倒了杯花茶，安抚道：那反正我尽早办完事离开同城吧。石云英端起茶杯，长发滑落进茶杯里，沈墨见状伸手去拨开她的长发，语调温柔：小心头发。他的指尖不经意触碰到她的脸颊，突然间的接触让石云英猛地退开了身，手里的茶杯也跟着晃动，水洒出来洒在了身上。沈墨立即起身抽出纸巾要为她擦拭，抱歉云英，没事，沈大哥，我来吧。石云英刚要接过纸巾，一道磁性悦耳的男声忽然响起：你这是背着我们兄弟偷偷带着小情人约会？石云英猛地抬起头，对上男人那张俊美妖孽的脸庞，只见欧尊单手抄着裤带，粉色衬衫更衬得他一双桃花眼，妖冶撩人，此刻正微微眯着，
慵懒中夹杂着一抹玩味。该死，欧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石云英心跳加速，想到自己脸上有易容才镇定下来，立即低头擦衣服，装不认识他。沈墨很快反应过来，温淡笑道：“跟朋友吃个饭，你一个人？”“当然不是。”欧尊薄唇一勾，忽然侧了下身，他们这才看见他身后还站着一个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孩，戴着口罩，低着头，看不见脸。不知道为什么，哪怕看不见脸，石云英总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但她不敢抬头看，还在假装低头擦水，虽然餐巾纸都擦破成渣了。沈墨颇有些意外：“你带女人出来吃饭，还挺稀奇的。”欧尊挑眉：“只准许你带，不准我带。”此时服务员走过来，万分歉意地道：“七爷，现在已经没有位置了，您看，要不把经理办公室给你腾出来，办公的地方能吃饭。”欧尊懒懒地道：“我就坐这，跟沈少拼个桌。”石云英：“这不太方便吧？”他忙看向沈墨，善解人意地道：“要不这样，这个桌子让给你朋友吧，我也不太饿，我们可以去休息间等位，或者换家餐厅。”不等沈墨开口，欧尊就眯起眼睛，锐利的视线盯着他。这位小姐是跟沈墨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聊，连朋友都不能一起同桌。石云英：“抱歉，我只是不太习惯。”很巧，我这人就喜欢改变别人的习惯。欧尊单手扶着椅子，食指轻点着，直接道：“这顿饭我请，都坐。”石云英暗暗咬牙，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再拒绝只会更加可疑，也只能坐下了。四人一齐落座，服务员拿着菜单过来，欧尊懒得看，靠坐在椅背上。“我跟他们一样。”“那这位小姐呢？”服务员又看向欧尊带来的蓝裙子女孩。女孩闻言抬头看了一眼欧尊，像是要得到他的旨意。欧尊神色慵懒，淡淡地道：“人家问你话，还不拿下口罩回答？”女孩这才伸手拿下了口罩，露出一张和石云英一模一样的脸。石云英这才看清，这竟然是顶替他的易楚薇。然而下一秒，就听见易楚薇开口对服务员说道：“我和七爷一样，谢谢。”嗨嗨！石云英原本在喝水掩饰尴尬，闻言一口水猛地呛住，止不住的咳嗽起来。该死，易楚薇为什么开口说话了？他疯了吗？第45章，不让他偷溜的狗鼻子尊。易楚薇突然开口说话，欧尊那么精明，肯定会怀疑的。他分明嘱咐过他，不能太快开口说话。石云英越想秀眉蹙得越紧，越咳越厉害。沈墨见状，立即伸手要给他拍背。几乎是同一时间，欧尊也伸手拍向石云英的背。两个男人同时伸出手，同时抬眸看向对方，对视之间，似乎有电流在空气中炸响。沈墨微微皱眉，欧尊收回手，勾唇笑了：“不好意思，我忘了这是你朋友，我还以为是我家宠物。”这句话让石云英咳得更猛了。沈墨也收回了手，改为端起水杯给石云英：“先喝点水缓缓。”石云英接过喝了几口才缓过来。欧尊眯眼看着他，眼神带着明目张胆的打量。他侧眸逆向沈墨：“我刚刚听见你叫他云英，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心上人？”既然被他听见了，沈墨也只能点头：“是。姓石？是的。”石云英。欧尊念了一遍这3个字，嗓音放得很缓慢，喊得石云英莫名站立，他才勾唇，意味深长地道：“不错，好听。”再好听，被他这样念出来，也像是阴阳部上的。石云英双手握着水杯不说话，眼观鼻鼻关心。他目前的身份是外人，不方便多说什么。沈墨当然知道这点，所以他来问：“对了，你的小宠物怎么突然会说话了？”“想说就说了。”欧尊似笑非笑：“你好像对我的小宠物很关心。”“问问而已。不过我的小宠物最近好像变了。”欧尊状似无意地道，看了眼易楚薇，眼神笑却冰冷，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此话一出，全桌除他以外的3人都心下震惊。“你上次不是也见过他吗？”欧尊看着沈墨，勾唇问：“你觉得他有没有不一样？”沈墨眉心一挑，淡淡道：“没有吧，不是和上次一模一样。”“哦。”欧尊忽然侧过俊脸：“石小姐觉得呢？”“怎么突然问他？”石云英僵硬的摇头：“不好意思，我以前没见过你的宠物。”“是吗？”欧尊惋惜地道：“我的小宠物以前头发有很奇特的香味，但现在没有了。”说着，他竟忽然伸手捻起石云英披在肩头的一缕长发，低头轻轻一嗅。石云英一惊，想要抢回头发，已经来不及。欧尊嗅完后抬起头来，一双眼眸像是打翻了浓墨，紧紧锁着他，嫣红的唇缓缓勾起。真巧，石小姐身上有和我家宠物一样的味道。这男人是狗鼻子吗？竟然连头发的味道都能分辨。石云英背脊僵硬，强扯出一个笑，可能是洗发水牌子一样。此时服务员过来上菜，打破了尴尬的局面。欧尊收回了手，倒是没有再继续问。4人点的菜都有牛排，易楚薇立即将自己的那份切成小块，讨好的递给欧尊：“七爷。”欧尊看了一眼，俊美的眉宇掠过一抹嫌弃，淡淡道：“给沈少，感谢他今天定了这个位置。”易楚薇的手尴尬地顿在半空中，
只得把切好的牛排放在了沈墨手边。沈墨也在切牛排，刚要端起来给石云英，就见欧尊将自己那盘切好放到了石云英手边，他朝沈墨挑眉，礼尚往来。于是最后石云英只能吃欧尊切好的那盘。不知道是不是他刚刚被吓到了，这会儿看盘子里欧尊切好的牛排，仿佛像是一个抓子，疯了。他一定是被这男人逼疯了，一顿饭吃得心惊胆战。好在欧尊没有在做什么。待到出了餐厅，石云英立即想找借口开溜，可这时碰到了几个沈墨生意上的朋友，见欧尊也在，便热情地邀请他们去新扩建的赛马场玩乐。见他们攀谈着，石云英偷偷地走到路边，拦了辆出租车，刚要坐上车，身旁忽然驶过来一辆商务车，车门打开，一只大手伸出来将他拽了进去。石云英还没反应过来，整个人已经被拽进了商务车内，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石小姐，石云英猛地侧过头，就对上欧尊那张俊脸，他勾唇看着他，你是想偷溜吗？接下来还有赛马场的活动。石云英深吸口气，我没有时间，我还有别的事。他说着伸手去拧车门，发现被锁了，怒道开门。欧尊气定神闲地坐在座椅上，对司机吩咐道开车。我说我还有事。什么事？我的事好像不需要你交代，我若是非要知道，那我也不会说，不说就是没事。石云英咬着牙，实在是忍不住了，怒瞪着他，你再不开门，别怪我不客气。你要对我怎么不客气？欧尊蓦地轻身靠向他，鼻尖几乎要抵住他的，低低的笑道，打我，掐我，还是咬我耳垂？第46章赛马场。石小姐，我们玩点刺激的。提到咬耳垂3字，石云英立即就想到那晚在大货车上的一幕，身体下意识的绷紧，瞳孔也缩了缩。石小姐的反应很大，欧尊鼻尖撞，似无意蹭过她的，诱导着说，是不是耳垂让你想起了什么事？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石云英别过脸去，抬手抵住他的胸膛，我什么都没想起来，你别靠我这么近。那我帮你。欧尊倏地凑过去，咬住他雪白小巧的耳垂。石云英又痒又疼，低哼一声，想起来了吗？他咬着不放，像是品尝多么甜的糖果，爱不释口。你啊！欧尊忽然用力咬下去，石云英顿时犹如过电，浑身发麻，一阵奇异的感觉袭上心头，他羞恼不已，双手发力推开了他。七爷，请你自重。石云英护着自己的耳垂，一双大眼睛瞪着他，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这样的行为是性骚扰，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几个字入耳，欧尊一张俊脸在刹那间阴沉下去，妖冶的墨眸阴鸷地望着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重复了一遍，薄唇勾起的弧度冷意十足。那你和谁有关系？沈墨？又关沈大哥什么事？石云英蹙眉，我和谁有关系也和你没关系，是吗？看来就是和他没关系。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欧尊沉沉地望着他，你好好想清楚，也许你会有话对我说。石云英对上欧尊冷然的眼眸，四目相对之时，两人的瞳孔中都有暗光在流转。他几乎是在刹那间明白他的意思，他应当是察觉出不对劲了。也许是因为他的鼻子能分辨出他头发的味道，又也许是因为他用什么方法逼迫易楚薇不得不开口说话。总之他已经开始怀疑了，但他要他说什么？主动承认？石云英当然不会自投罗网，更何况他根本抓不住他的证据，他既无法撕下易楚薇的人皮面具，也无法擦去他脸上的易容。借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输定了。石云英恢复了冷静，微微一笑，我没什么可想，更加没什么可说的。他注视着他的眼睛，说出这句话，原以为他会生气，可欧尊闻言只是眯眼盯着他片刻，而后身体往后靠回了座椅，长腿交叠着，不准备再理会他的样子。终于无话可说了吧？石云英不着痕迹地冷哼了一声。此时包里的手机响起，是沈墨打来的，语气有些着急，问他去哪里了，怎么突然不见了？我在七爷的车上，就是刚才去洗手间，出来碰到就上车了。石云英怕他担心，又补充道，我没事，沈大哥，我们在赛马场见吧。欧尊听他对沈墨又是撒谎，又是解释，又是安抚，眼神越发幽冷。石云英话没说完，下一秒手机就被欧尊抢了过去，然后通话直接被他挂断了。他立即瞪他，你干什么？他还没打完，他凭什么帮他挂断了？吵！欧尊冷冷地道，我要睡觉。你又还没睡着？即将睡着，被你的电话吵醒了。那我发短信总行了吧？按键会有声音，我这是触屏的，手机会辐射到我。那你把我拉上车做什么？欧尊面无表情地道，你不是和我没关系吗？你管我？石云英深吸口气，不跟他争执了，伸手过去，那你把手机还给我。欧尊直接把他的手机放进西装裤口袋，闭上眼睛。这个无赖！石云英瞪着他，但还是忍住了没有硬抢。他不想多生是非，只想等下顺利找机会溜掉。反正一部手机而已，
里面有他亲自设计的安全软件，其他人打不开，他就当丢了。石云英重重地侧了个身，把脸对着车门那边，也闭上了眼。欧尊微微睁开眼，从车窗里看着女孩纤细的身影，墨眸掠过一抹暗色。不肯承认是吗？无妨，他有的是办法让他主动承认，乖乖跟他回去。同城西郊的赛马场是前段时间扩建的，占地面积极大，奢华程度不亚于北欧的皇家马场。商务车一到达地点，石云英立即打开车门下车，像是急着逃离龙潭虎穴那般。欧尊在他身后下车，俊脸冷沉地盯着女孩走向沈墨的背影。云英。沈墨见石云英走过来，松了口气，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石云英笑了笑，没事，刚刚顺便坐了七爷的车。此时欧尊迈着长腿走了过来，将他的手机还给他，意味深长地道：石小姐，刚才在车上那个，你把手机掉我这里了。那个？哪个？沈墨一听就皱起了眉头，看向石云英。他们做什么了？石云英。此时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过来，打断了他们三人气氛微妙的对峙。这些人平时想约见欧尊和沈墨都不是容易的事，这次不仅幸运的巧遇，最难得的是他们提议来赛马场玩，欧尊竟然答应了。欧家和沈家都是夏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们有此机会当然是要好好巴结。欧尊和沈墨都被簇拥着，一群人跟在他们身侧点头哈腰，而石云英和易楚薇被当成两位大佬的女人，也被簇拥着往马场里走去。边走，石云英眼珠滴溜溜地转，观察着四周，寻找最佳开溜的方式，领着他们参观了一圈马场。一位老总热情地提议道：七爷，沈少，我们这里有几匹新的纯血马，要不要是骑一番？沈墨闻言看向石云英，温柔地问道：云英，想骑马吗？骑马？那不是就要换骑马服吗？换衣服是个好机会。石云英一笑：可以啊。欧尊见他眉眼弯弯，一看就知道在打鬼主意，他叼着根烟，淡淡道：骑马多没意思，不骑。欧尊拒绝了，老总哪里还敢说骑，立即道：是，今天风大，也不适合骑马，是我想的不周到，七爷别见怪啊。哪里有风啊？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得有个限度吧。石云英假笑道：那我和沈少骑马，七爷和这位小姐去玩别的吧。这位小姐指易楚薇。那怎么行？欧尊拿下唇边叼着的烟，语气玩味：一起玩才有乐趣。石云英视线扫过他身边簇拥着巴结的人，有这么多人陪，七爷不会无聊的吧？欧尊默眸盯着他，勾唇：可我就想跟你玩。石云英微微咬牙：可我不想跟七爷玩。无妨，我想就够了。边上的人几位老总听得心惊胆战，这位石小姐不是沈少的女人吗？怎么，七爷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最后还是沈墨解了围，他伸手轻拍着石云英的肩，温和道：云英，下次来陪你骑马，今天先随便玩玩。你不是待会儿还有工作吗？我送你回去。石云英明白他在安抚他，他会帮他离开，让他别急。他点头，感激的微笑。好。欧尊看着沈墨拍上石云英肩膀的手，墨眸按了按，将手里的烟丢在地上踩灭。既然石小姐还有工作，那就随便玩个赛马射箭。赛马射箭？石云英一开始还不懂这是个什么游戏，直到他们一行人被安排在看台坐下，侍应生拿来了金色的弓和羽箭，都非常小，做工精致。又有人牵着马匹进入了看台前的赛马场。石云英认真的看去，才发现每匹马的马背上都绑着一个颜色不同的气球。很快，马术员让6匹马同时跑了起来。欧尊站起身，拿起身侧的弓箭，肌肉线条有力的手臂拉开弓，微微侧着头，眯眼，羽箭猛地射出去。砰的一声，一匹马背上的气球精准的被射破。好，七爷果然厉害！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彩虹屁吹得飞起。石云英被迫跟着鼓掌，欧尊却忽然扭头看他：石小姐是不是觉得无聊？还好吧，他一点都不想陪她玩好吗？看石小姐表情不太满意。欧尊忽然勾唇：那我们玩点刺激的。他说着勾了下手指，叶枫立即扶耳上前，得到吩咐后把坐着的易楚薇带下去了。周围坐着的老总们都露出好奇的神色，这不是七爷带出来的女人吗？怎么个刺激法？欧尊淡淡地道：我养的宠物玩玩。石云英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10分钟后，一匹棕色的马被牵了出来，而马背上绑着的不是气球，是罩住了脸的易楚薇。马术员甩了下马鞭，棕色的马立即狂奔起来。下一秒，就见欧尊拿起身边的弓箭，猛地拉开，直直地射向马背上的易楚薇。第47章，欧尊赌赢了。石云英进退两难，金色的羽箭咻的一声射出去，擦过易楚薇的手臂，尖锐的箭头擦出了一道深深的血痕。啊！易楚薇痛得叫出声来，她左右挣扎着，可她整个人被绑在马背上，手脚都动不了。这是在玩命，会出人命的。石云英瞪大眼睛，立即站起身来。尊。沈墨也站了起来，按住欧尊的手臂，
皱眉问：“你这是做什么？”怎么？欧尊侧眸看向沈墨，视线最后落在石云英身上，似笑非笑，只是眼神很冷。他不是你们联手送我的宠物吗？我不应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他说的直接。此话一出，石云英和沈墨都有片刻的愣怔，只不过都掩饰得很快。这下不是怀疑了，是确定他是彻底发现了。这是你自己养的宠物？沈墨仍旧沉着地道。你刚刚把他手臂弄伤了，还给他转移话题。一个两个连手骗他耍他都还不肯承认是吗？欧尊盯着他波澜不惊的眼睛，挑唇笑了，看来弄伤手臂远远不够啊。话落，欧尊忽然又拿起一支羽箭，按在弓上猛地射了出去。啊，这回羽箭直接射在了易楚薇的肩膀上，鲜血溢出来，他痛得尖叫。易楚薇想不明白，他这些天想尽办法讨好欧尊，表现得乖巧，他以为男人都会喜欢，为什么欧尊会这样对他？他明明比石云英做得更好啊！够了，别再射了。石云英看不下去了，上前2步抢过欧尊手里的弓，快让马停下来，他受伤了，你这样他会死的。石小姐看起来很激动。欧尊站在原地，一双墨眸深冷地望着他。你何必关心我的宠物？石云英捏紧了手里的弓，他是人，你想杀了他吗？我说过，他变了，我亲自买回来的宠物不是这样的。欧尊似笑非笑地道，可你们非说没什么不一样的，我找不到我以前的宠物，我只能惩罚现在的了。他在威胁他，他在赌他不会坐视不理。虽然石云英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但易楚薇毕竟是代替他的人，他在赌他不会眼睁睁看着易楚薇被他弄死。他赌赢了。石云英确实做不到这样看着，他不能让一个无辜的人因为他被弄死。是他低估欧尊了，他以为他抓不到他的证据就会输定了，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一招在这里等着他。这男人的手段果真又狠又绝，他现在进退两难，不能甩手不管，但他也没办法管到欧尊，除非他想办法把易楚薇换回来。石云英抿着唇，那你不等他说完，沈墨已经猜到了他的想法，他上前一步，用身体挡住了他，没有让他开口。他看向欧尊，算了吧，今天就玩到这里。欧尊站着没动，懒懒地道，可我没玩够啊。沈墨，你还想怎么玩？欧尊视线越过沈墨的肩，看向站在他身后的女孩，眸色晦暗不明，玩到我满意为止。满意？只有石云英跟他回去，他才会满意。那你可能很难满意。沈墨当然不会愿意石云英跟欧尊走，但易楚薇是他的组织里培养的女孩，他也不能无所谓的看着易楚薇这样被欧尊弄死，他是无辜的。说着，沈墨看向一旁胆战心惊坐着的老总，去找人把马背上的女孩解下来，让赛马场的医生来给他包扎伤口。是，沈少，老总马上要起身去办。欧尊凌厉的眼风扫过去，语气很淡，却极具威慑力。我看看谁敢去。老总吓得一震，双腿就僵在原地，看了看欧尊，又看了看沈墨，觉得自己大难临头了。七爷和沈少，他一个都不敢得罪啊，得罪哪一个都是死。你又何必为难他们？沈墨看着他，皱着眉道，你想要宠物，我改日去好好挑选一些奇珍异兽，亲自送去给你。很可惜，我只喜欢自己挑的，抢求来的宠物也没有意思。沈墨说，不是吗？看来你今天是要跟我对着干到底了。欧尊婉唇笑了，他转动着小拇指上的银色尾戒，那不如我们比试一场，谁赢了谁就说了算。沈墨问道，你想比什么？近身搏斗。欧尊眯起墨眸，眼底是势在必得的独占欲。男人比试不打架还叫男人？近身搏斗怎么说着说着还要打起来了？这太危险了。石云英立即上前抓住了沈墨，低声道，沈大哥，不需要比，我来解决。欧尊瞧见他的小手抓着沈墨的袖子，眼神更加幽冷，不等他说完，他伸手就拽住石云英的手腕，一个用力就要将他扯到自己身边。同一时间，沈墨蓦地伸出手扣住了欧尊的手，不让他拉走石云英。欧尊掀起眼皮看他，啧了一声，怎么，我的宠物你要管，石小姐你也要管，你这么不爱？第48章换回来。欧尊抱起石云英就走，沈墨抬头对上欧尊的墨眸，那里面有冷漠，有讥讽，有狠厉，唯独没有了轻佻和玩味。这一刻，沈墨才真正意识到，欧尊这次是真的动怒了。这世间能让欧尊动怒的人士已经很少了，除了他那异常变态的父亲和哥哥，他对谁都是一副漫不经心、冷淡疏离的模样。沈墨原本以为他和石云英联手换了个假的替身到欧尊身边就行了，即便欧尊发现了，顶多就是不爽而已，也不会有什么大后果。因为说到底，云英不过是他买来的一个宠物而已，毕竟宠物嘛，作用都一样，能有什么区别？所以沈墨才会提出狸猫换太子这一招。可欧尊竟然动了这么大的怒，为什么？好，我跟你比。沈墨松开了手，站直问道，在哪里比？男人打架不分地方。欧尊淡淡地道。他说着也松开了扣着石云英的手，抬手慢条斯理地解开袖扣，
又一把扯下了领带，一副准备干架的气势，嚣张中透着一股痞帅。周围一众老总都吓得不敢说话，默默地退到边上装聋作哑，生怕被这两位大佬当出气筒了。石云英见这副阵势，知道劝是彻底劝不了了。欧尊今天是铁了心要他做出选择，而他的选择他也早就猜到了，所以他今天胜券在握。这狡诈的男人跟他玩心理战，他竟然还以为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是他输定了，现在看来他才是那只上了钩还不自知的老鼠，竟然真的跟他曾经给他放过的动画片走向一模一样，有毒吧。石云英气恼地咬了咬牙，就在两个同样高大的男人真的要开打的时候，他开口道：七爷，等一下。欧尊已经卷起了袖子，露出肤色冷白肌肉有力的小臂，眯眼望向他，石小姐有话要说。石云英直视着他妖冶的眸道：你的宠物受伤了，我带它去包扎一下，等我们过来你们再打，如何？欧尊跟他对视，四目相对，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眼中的信息。多久？他问。不会让七爷久等。可以。欧尊撩唇说，那我等着我的宠物复原出来。沈墨还想说什么，但对上石云英看过来的目光，他就知道了他的决定。云英做出的决定他阻止不了，她是个非常有主见的女孩。沈墨按了按眸，没有再开口白说什么。石云英转身走向台前的赛马道，让马术员将受伤的易楚威从马背上解下来，扶着他走向了更衣间，并命人取来了急救箱。石云英卷起袖子，亲手给易楚威消毒包扎伤口。欧尊那一剑射得不算太深，羽箭只是插在易楚威的肉里，并没伤及筋骨。但石云英不知道，如果他和沈大哥不阻止，一直装傻的话，欧尊会不会真的杀了易楚威？该死，那男人把他的心里猜得死死的，他竟然猜不透他，想想就更气了。易楚威脸色发白，包扎过后又服用了药物，才刚刚松口气，就听见石云英说道：我这里有沈大哥给的组织药水，把你的脸上的易容洗掉吧，我把你画成我现在的模样，我们再把衣服换一下。易楚威猛地抬起头，什么？你要跟我换回来吗？这痴情种到现在还不想换回来吗？欧尊都把他弄成这样了，竟然还喜欢他。哎，恋爱脑的女孩，你看不出来吗？石云英道，再不换回来你就没命了。易楚威脸色更白了，想反驳却发现无法反驳。他喃喃地道，明明是一模一样的脸，我和你能有什么不同？能有什么不同？石云英心说，大概因为他不是人类吧，当宠物比较猎奇，还是欧尊花了几百亿买他出来，被耍了他心里不舒服。石云英用最快的速度跟易楚威换了过来，他穿着易楚威带血的衣服，拉着易楚威走了出去。欧尊懒懒地靠在台子上，左手指尖夹着一根烟，却没抽，墨眸始终冷眯着，直到女孩的身影重新出现在看台上，朝着他走近。欧尊掀起眼皮，几乎是在看到石云英的一瞬间，他眯着的眸倏地睁开，视线深锁着他的脸。石云英扶着易楚威走到他们面前，他们虽然换过来了，可在外人看来并没有区别。欧尊却伸手扣住石云英的手腕，一把将她扯到了怀里，用力地抱住了她。他低下头，俊脸埋入她的长发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石云英被欧尊揉抱在怀里，腰上的骨头都要被他揉碎了，她不适应地蹙起眉，想要推开他，下一秒身体却骤然腾空。欧尊直接将她拦腰横抱起，他什么都没有再说，抱着她就转身往外走去。七爷，一众老总都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七爷就这样走了？沈墨也上前两步，看见石云英从欧尊肩头探出脑袋，朝他眨眼笑了下，示意他不用担心。沈墨脚步一顿，他不担心他的安全，尊不会伤他。但男人惩罚女人方式有很多种，欧尊把石云英抱回车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他把她放在座椅上，一双墨眸一瞬不瞬地盯着她，话却是朝司机说的，回欧爵公馆。提到这4个字，石云英的眉微不可察地皱了皱，他动了动，想往旁边坐一点，欧尊大掌却猛地扣住他的手腕，同时也用长腿夹住了他的2只脚，眼眸阴狠地盯着他，想砸开车窗跑出去。石云英，他以为他是钢铁侠吗？随便就能砸开车窗的？他力气再大那也是防弹玻璃好吗？欧尊离他极近，鼻尖几乎紧贴着他的鼻尖，呼吸也跟他纠缠着，那双墨眸从他洗掉易容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他，像是粘在他身上。石云英鼻息间都是他浓烈的男性气息，他不习惯的想要别开脸，欧尊另一只手就扣住了他的后脑勺，沉沉道：你再敢乱看外面试试。外面也不让看了。石云英还不习惯用自己的脸跟他开口说话，索性就闭上了眼。欧尊又凑过来咬他的鼻子、下巴、耳朵，咬出的齿痕都带着一股子怒气，似乎想要激他开口说话。这男人是狗转世的吧？他总算是知道了，他以前养的老虎是被他咬死的吧？石云英强忍着破罐破摔跟他干架的冲动，毕竟他现在人在他手上，干起架来他不占优势，索性就把他的咬当面部按摩了。咬到后面，欧尊像是觉得他的唇甜，开始盯着他的唇亲，
亲一会儿，似乎觉得自己不该亲，又咬他的唇，咬完又开始亲。第49章，小东西终于知道后悔了。石云英就这样被他咬咬亲亲一路，直到轿车驶入了欧爵公馆。司机停了车，扭头就看见后座上七爷贴着闭着眼睛、面色冷漠的女孩亲个不停，那模样咬牙切齿，却又极度痴迷。司机心下一惊，忙转回头，战战兢兢地道：“七爷，到公馆了。”欧尊这才停下唇，推开车门，牵着石云英下了车。说牵可能不准确，石云英不愿意走，是被他搂着走进去的。客厅，佣人迎出来，看着回来的主子以及身后的小姐，一脸疑惑：“七爷这几天不是对小姐很冷漠吗？怎么突然就抱着进来了？”“七爷，晚餐您在这里吃吗？”佣人问道。如果七爷在公馆用餐，他们要准备不同的菜。欧尊视线落在身后站着的女孩身上，直勾勾地盯着她，问你话，不是问她吗？石云英蹙起眉，一时没说话。佣人忍不住道：“小姐不是会说话了吗？还是七爷英明，用后院的老虎吓一吓小姐？”小姐一急就开口了：“原来如此。”她都忘了，在飞机上时，她是知道他会驯兽的，她竟用这一招来试探易楚威，是她大意了，竟然忘记考虑到这一点。石云英懊悔地皱了皱眉。欧尊见石云英一直不说话，低着头一副懊悔的样子，冷傲地眯起了眼。这回终于知道懊悔了，终于知道错了。行，他给他时间好好反省一下。背着他勾结他兄弟，给他玩狸猫换太子，他看看他要怎么跟他解释。他要是不给出一个好解释，他不会就这么算了。欧尊忽然甩开石云英的手，转身往楼上走去，步伐冷漠，高大的背影含着怒气的模样。石云英盯着他上楼的背影，松了口气。还好，他还以为他回来会对他发难。欧尊来到2楼书房，先是心不在焉的开了个视频会议，把那端的主管们一个一个的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骂得烦了，他关了视频会议，又翻开了书桌上的新项目企划书，一目十行的翻了几页，便猛地盖上。写的什么狗屁玩意儿？叶枫！欧尊倏地扬声喊道。书房被推开，叶枫立即进来。七爷有什么吩咐？欧尊把企划书甩掉他脸上。谁写的鬼东西，打一顿，解聘。叶枫接过一看，七爷，这是您亲自修改过的啊？但当然是不敢打七爷的。叶枫垂手，是，马上去打。叶枫说着就要退出去，欧尊却又叫住他，等等。七爷，你从楼下上来的？欧尊冷冷地问。是啊，不然还从屋顶下来吗？然后，欧尊又问。啊，七爷的意思是？叶枫没懂，从楼下上来，还有什么然后吗？欧尊面无表情地盯着他几秒，挥挥手，滚吧。想那小东西，哪怕想认错，也不可能让叶枫带话。他刚刚才犯了错，肯定不敢背着他跟其他男人说话。他不敢上来找他，或者躲在下面偷偷懊悔，应该是找佣人带话。佣人都是女的。思及此，欧尊按下了书房的内线，吩咐泡杯咖啡上来。很快，女佣便端着咖啡上来，放下后又道：“七爷，小姐她。”欧尊像是料到他会说什么，冷漠地道：“跟他说想认错，自己上来。”啊？怎么？他让你骗我下去？女佣一脸懵逼。不是，七爷，是小姐她的衣服送来了，我已经放在衣柜里了，是您之前吩咐商场送的。欧尊，他俊美的脸越发的冷，薄唇吐出几个字：“他在干什么？”小姐吗？佣人说道。小姐先是吃了点蓝莓，然后说无聊，去后院陪老虎玩了。欧尊墨眸一沉，倏地站起身，大步就朝楼下走去。后院，石云英蹲在几个大金笼子前，手掌心里放着蓝莓，正在喂老虎。老虎吃一粒蓝莓，他就指使老虎表演一个动作给他看，然后再奖励一粒蓝莓。老虎似乎很喜欢他，隔着笼子不断的想蹭他。石云英眉眼弯弯，撸着老虎的毛，身后忽然响起脚步声，老虎忽然嗷嗷叫了2声，身子往后缩到笼子最里面，把脸埋进了爪子里。石云英回过头，还没看清来人，整个身体便被男人一把拽了起来。欧尊看清他手心里的蓝莓，以及他脸上还没来得及收回的笑，他竟然在这里喂老虎，还笑得这么开心。他对老虎和沈墨都笑得像朵花一样，对他就闭着眼。欧尊墨眸狠狠地盯着他，忽然俯身一把将他扛上了肩头。啊！石云英惊呼一声，下一秒欧尊啪的一掌就打在了他圆翘的小臀上。他立即咬住下唇，原以为不出声他就不打了，但欧尊似乎打上了瘾，扛着他走回别墅的路程上，足足在他小臀上打了10几巴掌。石云英不用看都知道自己的屁股肯定红了，他发什么疯，咬完了还打。欧尊一路把他扛到2楼卧室，踢开房门，直接将他丢到了大床之上。他说丢就真的是丢。石云英在柔软的床垫上滚了几圈，痛倒是不痛，就是有点晕。床，他第一反应就是危险。
石云英下意识就要往另一端滚下床去，可下一秒，她的脚踝就被一只大掌扣住，整个人都被拖了回去，拖到了男人的身下。第50章，欧尊的凶狠拷问。欧尊高大的身躯猛地俯下，双手撑在他的头两侧，以一种在上的姿势，绝对霸道地禁锢住了他。石云英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在睁开眼时，眼前只剩下男人近在咫尺俊美脸庞。他的背后是床，身前是他的胸膛，无处可逃。石云英才稍微一动腿，欧尊的长腿就立即压住了他的双腿。他手臂弯曲，以手肘抵住被单，身体再俯下来一个度，几乎就是与他心口相贴。这过于亲密的姿势让石云英非常不适应，她秀眉紧拧瞪着身上的男人，双手不断地试图推开他。可他的胸膛太过结实，他推不动。推了10几次，他终于是放弃了。欧尊还是维持着压着他的动作，墨眸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盯得他呼吸都收紧了。这男人到底想干什么？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他现在这又是什么套路？石云英抿着唇，索性也睁着深碧色的眸跟他对视。这次欧尊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眸中毫无任何懊悔的意思，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纠结挣扎都没有。他压根不纠结他会不会生气，压根不在乎他的情绪，他只想着用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段逃离他。他只想跟沈墨、顾影泽那一群男人搞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他一口一个景泽，一口一个沈大哥，又亲密，话又多，不知道有多开心。而跟他在一起，他就只是沉默。从他把他从赛马场带回来到现在，他一个字都没说过，叫都没叫他一句。妈的，他怎么会养这么没良心的宠物？他以前养的老虎、狮子、豹子们，若是不忠于他，他绝不会手软。他应该把他丢出去，他还留着他干什么？欧尊眼神带着滔天的怒意，狠狠地盯着身下的女孩，脑海中告诉自己应该把她拎起来丢出去，让她自己想通了，后悔了回来求他，或者干脆把她吊起来打一顿，打到她哭着求他原谅为止。然而脑海中这么想着，当他恶狠狠的视线落在女孩的粉唇上时，欧尊却不可自控地低下头，吻住了她的唇。他的吻向来极端强势。石云英瞪大眼睛，左右晃着脑袋，想要摆脱开，可欧尊仿佛跟他杠上了，这次连渡气都没有给他渡，直接没有给他呼吸的机会。几个来回，石云英快被他给吻昏了。他在逼他开口说话。终于，石云英双唇都麻了，麻到快要从嘴上掉下来了。他忍不住了，含糊地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停下！”欧尊动作蓦地一顿，停下。这是他第一次露出他自己真实的这张脸，毫无遮掩地面对着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听着就不爽的破词。晦气。欧尊不悦地皱起眉头，终于离开他的唇，长指捏住他的下巴，墨眸瞪着他，重说。石云英没懂，重说什么？把停下2个字收回去。欧尊不爽地道，竟认真想了想，又道，换一句话说我吻技很好。石云英这下终于明白了这男人的意思，简直无语。他第一句话说什么重要吗？他这是什么古怪的仪式感？说不说？欧尊眯起眼睛，恶霸般的威胁他，是不是还想继续接吻？石云英咬住下唇，存心想气他，你吻技很差。欧尊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下来，鼻尖抵住他的，冷冷问，你会分辨吻技好坏？为什么他的关注点会在这里？你还跟谁吻过？欧尊用高挺的鼻尖顶他的鼻头，逼问，沈墨、顾影泽，还是你其他藏着的男人？石云英被他戳得鼻子疼，闭眸瞪着他，钻空子骂他，我跟狗吻过。什么品种的狗？性别男。欧尊皱了下眉，像是明白过来他在说的狗是他，眉头竟然舒展开了。谅你没那么胆子。他冷冷地道。石云英诧异，他骂他竟然不生气，但他此时被压得很不舒服，不想去揣摩变态的想法，而是道，你到底想说什么？说吧。欧尊扳过他的脸蛋，不是应该你对我说？也行。石云英道，我们换个姿势说可以吗？这不是说话该有的姿势好吗？他危险地道，你又想跑？我跑不掉，你也看出我不敢得罪你，否则我早就跑了。石云英实话实说道，现在这是在你的房间，你的面前，我人在你的床上，我跑不了。大概是后面2句话取悦了欧尊，他冷哼了声，算你有自知之明。那你可以起来了。他快被他压得发麻了。欧尊撑起身体，石云英本以为自由了，可欧尊却在床头靠坐着，大手一伸把他抓到自己大腿上坐着，双手握着他的腰，让他和近距离他面对面。石云英放弃了挣扎，至少不是被压着身体紧贴，他主动开口道，在禁区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你的小老虎，你抓了我，因为我不是人类，所以我索性装听不懂人话，然后借用被你绑住当宠物的机会逃离禁区。这是他的想法，其实他不用说，他应该也猜到了。欧尊嗯了一声，挑起他一缕长发放在鼻尖轻嗅着，这点我可以原谅你。他有说过要他原谅吗？欧尊又道，继续说。他却说，没了。没了？
你还要我说什么？鱼儿小姐，石云英。欧尊掀起眼皮看他，眸色幽深。这两个身份都是你。第51章，做女人还是做宠物？你二选一，果然是要问这个。这男人到现在还在想扒他的身份，但是云英没必要全部都承认，因为哪怕是到目前为止，欧尊都没有切实的证据，所以他只知道，我不知道什么鱼儿小姐。石云英是我的名字，但我本性肯定不姓石。他说不知道鱼儿小姐，欧尊眯了眯眸，但他确实没证据，所以没有深究问这个，而是问道：那你姓什么？我不知道。他眸中闪过一丝极深的迷茫，但腹又极其坚定地道：我不是人类，我甚至不知道我有没有父母，我从哪里来，但这些我一定会查到的。这些人类的繁华都市不是他的家，他会努力找到自己的家。我可以帮你查。欧尊双手滑落在他细软的腰上，直接道：你把你目前知道的信息都写出来，我让圣门的人去查，1个月内给你准确的消息。查什么？查鲛人血统一族吗？如果真的被查出来了，他和他同族人必定会被推到万众瞩目的风口浪尖上，那么多国家的各种研究所，以及那些反对异族存在的人，一人一口口水都能淹死他们。他们是血统纯正的人类所不能容忍的存在，他们是人类口中的怪物。到时候他们还能有活路吗？欧尊也会和那些人一样的，因为他也是人类。他和他甚至不是同一个物种的，他们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不是他们之间可以讨论的话题。石云英当然不会说。他沉默了片刻，扯开话题问道：七爷，你花了多少钱从禁区的东陵拍卖场买下我？怎么？我记得是300亿的3倍，900亿。石云英回想到，确实是一笔大数目，但我会还给你的，给我点时间，我去筹钱。他名下有不少资产，但有些是不动产，包括投资，他需要时间去筹钱集这笔大额款项。却不料他此话一出口，欧尊原本还算好看的脸色蓦地沉了下来，眸色阴冷地盯着他：还给我。对，这是我赎身的钱，但我不能让你出。石云英道：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话没说完，腰间倏地一紧，欧尊握着他的腰站起身，同时也将他拎起来，重重地抵在了墙壁上，墨眸紧盯着他。我想你大概是还不知道。他俊脸逼近他，让他的瞳孔只有他，一字一字地道：我的宠物，哪怕是死了，骨灰也要埋在我的地盘上，你是个活的，你以为你走得了？石云英抿紧了唇，被迫满眼都是他。所以你要我一辈子做你的宠物？你不想做宠物也行。欧尊抬起食指划过他脸颊，唇瓣薄唇吐出几个酝酿许久的字眼：那就做我的女人。做女人和做宠物，你自己选。有区别吗？有。欧尊道：睡和不睡的区别，不过保不齐以后我突然有了睡宠物的习惯。最后一句话，他边说边勾起嘴角，邪气十足地盯着他，明目张胆地耍无赖。那还不是没区别吗？石云英直接道：我都不愿意。欧尊一张脸顿时又黑了，把这句话收回去。他冷冷地说：不收。他仍旧说：我不愿意，2个都不选。你收不收？不收。你收不收？他是复读机吗？石云英索性不回答了，他像是跟他犟上了。接下来不管欧尊再说什么，他都不说话了。就连他用那种窒息的吻法吻他，他也不反抗了，只是一双闭塞的眼眸看着他，又恢复到那个装听不懂人话的小宠物了。欧尊被他气得胸膛起伏，墨眸染着红意瞪着他：你是不是以为我真就拿你没办法？石云英不说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以后再也走不出这座公馆？他还是不说话。说话？他就是不说话。欧尊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猛地松开了钳制着他腰身的双手，站直了身体。行，那你就待在这里。他薄唇冷抿，近乎咬牙切齿地道：待到你愿意收回那句不愿意为止。欧尊说完转身就走了。果然，他说到做到，公馆增派了许多保镖，甚至有4个寸步不离地跟着石云英，不给他任何有机会溜出去的机会。石云英倒是没什么反应，他既然这样关着他，那他就干脆好好休息几天。收回不愿意，那是不可能的。他跟一个异族男人怎么可能生活在一起？不管是宠物还是女人，按欧尊的说法都是要跟他睡的，那更不可能了。他可不想和人类杂交，至于出去，他就不信找不到办法。欧尊可以这样派人盯着他一时，还能这样派人盯他一时吗？他总会有机会的。石云英非常淡定，之前跟欧尊玩猫捉老鼠玩了那么久，他也累了，而且石家的事暂时处理了一部分，现在处在等结果的阶段，他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空闲期的。于是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行为，也没有闹脾气愁眉苦脸，反而是早睡早起，吃完饭就追剧看电影，玩各种新上线的游戏，饭后还花园散步做运动健身，他就当度假。这么豪华的一个公馆，就跟小型度假村似的，他玩的还是挺开心的。还不要度假费呢，一晃7天过去，欧尊都没有回来。第8天的下午，欧尊开完会从集团总部出来，叶枫在外面等着，
见他出来，立即为他撑伞，并问道：“七爷，晚上的应酬您去吗？”是几大家族安排的会面。欧尊没说话，抿着唇，玩着小拇指上的尾戒，忽然问：“公馆没动静？”公馆？叶枫反应过来，说的是欧爵公馆。有，下午佣人打电话过来过。听到这个有字，欧尊阴沉了7天的俊脸总算露出一点暖意。佣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打电话，肯定是小东西提议让佣人打的。啊，被囚禁的日子不好过，知道后悔了，不被教训一下就是不肯乖。打电话过来说什么？欧尊问。叶枫详细地道，佣人说小姐这几天吃得好睡得也好，看起来心情很不错。听到她心情不错，欧尊刚露出暖意的脸又沉了下去。心情很好，他被他关在公馆囚禁了，还能心情好？但叶枫还在说，还有奇怪的是，小姐第一天就让佣人去商场买了一些运动器材，但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各种烹饪工具以及烹饪方面的书籍等等。烹饪？他好端端的看烹饪书籍做什么？欧尊皱起眉头，但很快就舒展开了。他想服软，但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想做菜给他吃。果然是个聪明的小东西，知道抓回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难怪7天都没动静，原来是在学烹饪。这个他可以理解，学烹饪需要一点时间的，他可以不跟他计较。这么想着，欧尊俊脸上更是多云转晴，又问：佣人还说了什么？还说小姐每天都站在院子里往外看。往外看？看他来没来？欧尊勾起唇，他有跟佣人打听过我的情况。打听过，佣人说昨天小姐问过，七爷应该不会那么快回来吧？这种问题，想必是十分期待您回公馆。叶枫错误地分析道。欧尊唇角的笑意勾得更明显了。果然，他耐不住了，开始反悔了。7天了，他也该受不了了。欧尊抬手松了松领带，感觉堵塞几日的心情都疏散了。今晚应酬取消，回欧爵公馆。小东西既然耐心地研究了1周的烹饪，他就给他点面子，抽点时间回去品尝一下，顺便看看小东西会如何向他服软。他很期待他的表现。第52章，气死欧尊的100种方法。欧爵公馆2楼主卧的大阳台上，石云英穿着白色长裙站在打开的落地窗前，深碧色的眸在阳光下泛出妖异的媚芒，勾人心魄。她双眸望向远方，深深地吸着气，不断地调整着胸腔滚动的气息。这是她自创的气息式瑜伽，因为她的呼吸频率、血液流通速度、肺活量、弹跳力等等都和人类不太一样，所以她平时锻炼、健身都是靠自己钻研出适合的方式。正当时，云英彻底呼出一口气，微微闭上眼，感觉到浑身都无比舒畅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公馆，车门被打开，欧尊迈着长腿跨下车，略一抬头就看见阳台上站着的女孩。她低着头，垂着眼睫，看起来十分失落，毫无精神的样子，明显是在等人却没等到的样子。果然如佣人所说，他天天往外看，对他回公馆翘首以盼。欧尊嫣红的唇勾起，高大挺拔的身形站在原地，就这么抬眸注视着女孩，一时没有挪动脚步。这个角度，小东西只要抬起视线就能注意到他回来了，也许他会冲下来迎接他。他向来讨厌女人的热情，但他可以是例外。石云英享受完自创瑜伽带来的经脉疏通感，重新睁开眼，抬起了头，然后就看见了站在院子里的俊美男人，正好对上欧尊望过来的目光，四目相对。欧尊试图在他眼里看见后悔的成分，然而视线交汇不过半秒，石云英就直接转身走回了主卧，仿佛没有看见他那般。欧尊俊脸蓦地一黑，叶枫站在边上，感觉到周围的气温仿佛瞬间低了10几度，忙道：七爷，小姐可能是不好意思，毕竟才跟您吵过架，也是女人嘛，脸皮薄。欧尊像是接受了这个说法，抬脚走进别墅。主人回来了，佣人们立即热情的迎接，为他端茶送水，挂大衣外套。楼梯上响起轻快的脚步声，欧尊站在客厅中间，抬头就看见走下来的女孩，他倨傲地抬起下巴，默眸注视着她走向自己的脚步越来越近，可走到厨房门口，石云英却脚步一转，直接进去了，还顺手关上了隔音推拉门。整个过程他完全没看他一眼，连招呼都没打一声。欧尊眉头一皱，就听见一旁的佣人笑呵呵地道：小姐这几天可勤快了，天天钻在厨房里研究那些烹饪的书，是做了很多菜呢。是啊是啊，肯定是给七爷准备的。这不，七爷一回来，小姐就进厨房了。另一个佣人也笑着说道：他是要去做菜给他吃。欧尊抬手看了眼腕表，确实现在也差不多是晚餐时间了。可以，那他就勉为其难的等等。欧尊在沙发上坐下，一边解着袖扣，看到茶几上还放着一本书，封面上写着最有营养的77道菜，一本包你学会。还看得出书页有折角的痕迹，显然是被认真翻阅过，确实看得出是认真钻研的。看在他态度如此诚恳的份上，
即便待会儿成品味道不好，他也可以不表现出来，给他留点面子。欧尊心情不错的靠坐在沙发上，长腿交叠着，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随意的换着台，等待着他的女孩为他进献厨艺。约莫过了20分钟左右，厨房的门被推开，石云英端着白瓷盘走了出来，牛排的香味也蔓延出来。欧尊眉梢微挑，是他喜欢的香味，莫非小东西还偷偷向叶枫打听了他的口味？石云英将白瓷盘放在餐桌上，又进去端了一碗奶油甜汤出来，然后自己坐在了餐桌前，打开 iPad 选了部心仪的电影，边看边拿起刀叉享用牛排，一眼都没往客厅这边看。欧尊按着遥控器的修长，大手一顿，客厅内的温度再次下降至0度。守在一旁伺候的佣人见状吓了一跳，忙走到餐桌边，试探问：小姐，厨房里是不是还有没做好的菜吗？需要我进去端出来吗？石云英切着牛排，美滋滋的吃着，闻言头也没抬，淡淡道：不必，待会儿我自己去端。那就证明厨房里还有菜，小姐是准备了七爷的份的。佣人松了口气，又走回客厅，小心翼翼地朝沙发上浑身笼罩着低气压的男人道：七爷，小姐说厨房里还有菜，她马上会端过来。只是小姐为什么要自己先吃啊？傻乎乎的，肯定要和七爷一起吃啊。欧尊冷着俊脸，粗暴地按着遥控器，以每秒1次的频率换着台。又过了10来分钟，石云英吃完了牛排，喝完了汤，厨房里传来叮的一声，显然是有什么东西出炉了。他立即起身进厨房，将一个黑色的白瓷碗端了出来，站在餐桌前，又拿出各种维生素瓶，往里面加了一些，这才重新端起来，走向客厅。佣人们见状，立即为石云英让开道，甚至已经提前在茶几上放好了餐盘垫子了。议事长形沙发上，欧尊已经把所有的电视台来来回回换了100多遍，遥控器都已经被他按裂了。他双腿交叠，不可一世地坐着，眼角余光瞥见女孩端着瓷碗朝他走来，他竟然把她晾在这里，自己一个人先吃，这像是反悔了，想求和的态度。欧尊俊脸冷漠地望着电视，倨傲的甚至连坐姿都没变一下。等到石云英走到他面前时候，他才冷冷地开口：我不会吃。可他的话还没说完，石云英直接经过他面前走向了外面，他连头没有侧一下，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只有他纤细脚踝边的白色裙裾被风吹得扬起，在他眼前潇洒地飘过。随着石云英走出玄关，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死寂中，佣人们瑟瑟发抖。小姐这是在干什么啊？她端着白瓷碗去哪里？该不会是要去喂后院的那群猛兽吧？她学烹饪不是为了七爷，竟然是为了那群猛兽。欧尊俊脸不满阴质地坐在那里，周身笼罩的低气压仿佛已经变成了黑色的魔气，下一秒就要吞噬整个别墅。第53章，如果你赢了，我就放你走。一位佣人战战兢兢地道：七爷，小姐也许是觉得菜没有做好，所以准备倒掉，你是不是想说他倒掉都不给我吃？欧尊冷冷地打断他，语气阴郁至极。佣人们哪里还敢说话，全都低下头大气，不敢出一声。后院，石云英端着白瓷碗走到笼子前，从碗里捏起一块肉饼喂到老虎嘴边。这是他根据菜谱研究出来的，还在里面加了维生素粉，这群大家伙们应该会爱吃。老虎确实很爱，咬了一块肉饼咀嚼着，大爪子伸出笼子外搭在石云英的肩膀上，吃完后整只虎身挤在笼子边，想要挤出来继续朝他讨肉饼吃，都要快把自己挤变形了。你是老虎哎，怎么跟只馋猫似的啊？石云英抬手在老虎脑壳上敲了一记，老虎嗷嗷的叫，爪子扒了下脑袋，又伸出来想要蹭他。忽然一阵凌厉的杀气逼近，老虎虎躯一震，猛地往后缩去，一道阴影出现在头顶。石云英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他当然也不想抬头，继续捏起肉饼要喂，可老虎哪里还敢吃。叶枫，头顶响起男人冷酷无情的声音，把他拖出来，毛剃光。这个他显然指的是老虎。剃光毛？石云英瞪大眼睛，倏地站起身来，抬头对上男人那双极度阴郁的墨眸，那阴鸷的眼神正冷盯着他，像是要把他也一起剃光毛似的。石云英立即就反应过来，就因为他给老虎喂吃的，他就剃光老虎的毛。他找茬已经到这个人畜不分的地步了吗？那就剃啊，吓唬谁呢？石云英懒得理他，转身就要走回别墅。他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就听欧尊冷冷地说道：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后悔。闻言，石云英脚步一顿，欧尊眉头微微舒展开，下一秒就见石云英抬手拍了拍肩上的灰尘，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别墅，徒留浑身暴躁阴郁的男人站在原地。叶枫光是在一旁看着，都忍不住双腿打摆子，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敢这样挑衅七爷，还是个女孩。小姐可真够猛的，简直神人啊，这样都没被七爷一枪给崩了，真的可以堪称世界第8大奇迹。他宣布小姐现在是他的偶像了。石云英走回别墅，把做好的肉饼放进保鲜柜里，才站起身，佣人就拿着抹布过来道：对不起小姐，这边我们要打扫，请您去别的地方。
石云英于是去了客厅，结果刚要在沙发上坐下，立即又有佣人过来打扫。接下来，不管石云英走到别墅的哪里，都会有佣人恰好过来打扫她，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待。就连她要上厕所，佣人都要强行进来洗马桶。不用问就知道，这肯定是那个变态男人搞的鬼。石云英眼尾的小痣高傲的扬起，冷哼一声，不让他待别墅是吗？行，他换个安静的地方睡觉就是了。20分钟后，欧尊坐在书房里等待佣人来汇报时，云英受不了了，没想到等来的消息却是七爷，小姐好像不见了，不见了。这么多保镖里里外外的包围，他难道还跑得出去？欧尊脸色蓦地一变，气势冷然地起身下楼。所有保镖开始在公馆内搜查，竟然什么都没查到。直到最后派出红外线无人机俯瞰整个公馆，叶枫才急匆匆地来汇报，七爷，小姐在屋顶。欧尊站在花园里，闻言蓦地抬起头，眼底闪过一丝怒意。小东西不要命了，竟然敢给他爬到上面去。叶枫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脸色，问道，七爷，我们要上去请小姐下来吗？不用，她爱待就待一辈子。欧尊脸色阴郁地道，抬脚就要走进别墅。天空忽然下起细雨来，欧尊右腿才踩上门口的台阶，就有雨滴滴在他高挺的鼻梁上。他长腿蓦地一顿，感觉到那雨滴越来越密集，他的眉头也越皱越紧。最后他到底还是咬牙切齿地低咒了一声，该死，倔脾气的坏东西，就是欠吻。欧尊转身走回去，冷然道，去拿把伞来。叶枫看着去而复返的主人，明白过来这意思，立即去取伞。别墅屋顶，石云英横躺在屋顶横梁的西洋瓦上，脸上盖着一本甜品大全，双手枕在脑后，极强的平衡感让他绝对不会翻落下去。此时天已经渐渐变黑了，他闭着眼，感觉到有雨滴滴在身上。下雨了，看来今天连老天爷都不帮他哦。他怕是要在屋顶当一碗落汤鸡，哦不，落汤鱼了。算了，能安静睡觉就行，总比在别墅里被狗男人找麻烦的好。石云英这么想着，也懒得动了。耳边突然有脚步声响起，有人踢到了他的脚，然后身上的雨滴忽然就消失了。石云英蓦地拿下脸上的书，看见站在自己脚边的横梁上撑着一把黑伞打在他身上的高大男人。他是什么时候上来的？欧尊指骨分明的大手握着伞柄，整个伞都倾斜地遮在了他的身上。他冷冰冰地道，起来。伞太小了，他横躺着就遮不住他的脚，雨会滴在他脚上，会感冒。石云英闻言没说话，抿着粉唇爬了起来。他才一站直，欧尊就朝他靠近了几步，整个黑伞就罩住了他纤瘦的身体。他低下头，眼神很凶地瞪着他，语气更凶，谁让你上来睡在这里的？他居然还凶他，他好意思吗？是谁逼他上屋顶的？于是石云英也冷冰冰地道，怎么，这里佣人也要来打扫吗？欧尊难得语塞，一张俊美的脸更阴郁了。他忽然伸手扣住他的细腰，脚步一转，带着他踩着横梁往前走了2步。石云英脚后跟猛地悬空，他回头一看，他们已经站在了屋顶横梁的最边缘。公馆一共5层，摔下去不会死，但估计也要半残。分明是这么危险的地方，欧尊却还低头亲他的头发，怕吗？石云英却反问道，你的命比我值钱太多了，怕的不应该是你吗？我的命很值钱，当然，那怎么不见你珍惜我？跟他有什么关系？石云英无语，又听见欧尊问，7天了，那个问题你应该已经彻底考虑清楚了，做他的女人还是继续做他的宠物？是的。石云英点头。那你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是逃跑。欧尊倏地冷了眸，握着他细腰的手臂一紧，闷声威胁，你不怕我真把你推下去？那我就坐轮椅逃跑，你可以关我一段时间，不可能关我一辈子，我总有机会逃。石云英一本正经地说道，他不想得罪他，不想跟他结仇，被他追捕，但如果他真的要强迫他和他做那种事，那他肯定还是要逃的。欧尊闻言脸色更为冷沉，大掌紧紧地掐着他的腰，仿佛他下一秒就真的会逃走不见。像是想到了什么主意，他忽然坏坏地眯起眼，引诱着他道，既然双方意见不统一，我们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我给你一次逃跑的机会，如果你赢了，我就放你走，如何？第54章，石云英和欧尊的24小时赌局游戏逃跑的机会。他给他。石云英有一种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感觉，纤细的眉皱起，什么意思？欧尊冷哼一声，你不是骚动不安想跑吗？我让你跑。骚动不安的是他吗？你要怎么让我跑？石云英闭眸一转，猜测道，你要跟我玩赌局游戏，聪明。欧尊勾唇赞赏，眯着墨眸道，你想跑，所以我让你跑。现在是晚上时间19点30，从8点开始，24小时内你跑得出同城的市区范围，在郊区给我打视频电话，就是你赢了。24小时？怎么嫌长了？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久。我刚才回到主卧，发现床头的日历有被翻动的痕迹，
指纹停留在了明天，说明你明天有事要办，才会刻意留意那一天。欧尊俯首在他耳旁，薄唇亲吻他的耳朵，低低的笑道：所以我给你时间去办。是他大意了，这男人买的日历竟然都是会留指纹的那种。但石云英没有否认，而是反问道：我确实是有事要办，但你怎么确定我是要留在同城办？你的事如果不是要在同城办，你就会直接溜去国外，而不是为了不得罪我，继续跟我周旋。欧尊精准地分析道。原来他都猜到了，不愧是顶尖的财阀掌权人，思维能力一流。但他既然肯给他时间去办事，石云英当然不会拒绝。行，他又问，只要我明晚8点之前到同城的郊区，就算我赢。算，不限制任何手段。不限制。那如果我赢了，你就彻底放我走，不会全球通缉，追捕我？不会。那如果我输了？输了乖乖待在我身边，做我的女人。欧尊咬住他的耳垂，没有用力，像是在浅尝珍贵的糖果。不许再想着逃跑，也不许对我不冷不热，不许不理我，每天陪我睡觉。听起来很变态的样子，但他跑一次还有50%机会成功，不跑今晚估计要陪他睡那个不要脸的觉。石云英思考片刻，应道：好，我接受你的挑战。他伸出小手，我们击掌盟誓。欧尊垂眸看了一眼他的小手，忽然低下头，在他粉唇上重重地亲了一下，亲嘴盟誓。石云英一把推开他，瞪他，根本没有这种说法。现在有了。客厅里几名佣人听说小姐跑到屋顶去了，吓得半死，见石云英平安无事的下来，赶忙煮了姜茶水端过来要他喝。石云英道了句谢谢，抬眼看到墙壁上的时钟已经8点了，喝完后便要走。站住！坐在沙发上的欧尊忽然喊他：不是赌局游戏吗？石云英警惕地说：你又反悔了，是赌局游戏，并且已经开始了，但要怎么走出欧爵公馆也是你该好好思考的。你不是说让我跑，是让你跑。欧尊气定神闲地坐着，墨眸含着笑意睨着他。但我刚刚有说我会直接放你走吗？石云英确实没说。这个奸诈的男人竟然跟他玩文字游戏。石云英咬了咬牙，眼珠狡黠的一转，直接朝欧尊走了过去，也在沙发上坐下，问道：你今晚要留在这里过夜吗？陪你睡觉。石云英翻了个白眼，但嘴上没有反驳，而是道：你好像没吃晚饭，不如我去做点东西给你吃。欧尊挑眉，似笑非笑地道：没事献殷勤的下一句是什么？非奸即盗。石云英十分坦诚地道：我确实是有事相求，老虎是无辜的，你让叶枫别剃他的毛了，我在家无聊研究美食而已。再说了，我们住在一起，老虎也是你养的，我帮你喂喂不是很正常吗？在家无聊。在家这2个字明显是取悦了欧尊，他扬起眉，可以，我把他的毛留着我的宵夜呢。OK， 说定了，那我去给你做夜宵。石云英微微一笑，起身进了厨房。关上玻璃推拉门的那一刻，他嘴角狡黠的扬起，哼，要吃是吗？行。他这些天兴致突然上来，研究了许多菜谱，很快便做好了一份牛排，端了出去。喂我。欧尊看了一眼端着盘子的小东西，又提出要求。他都喂老虎了，他能输给动物？你自己没长手吗？手说想抱你，我的手说想打你呢。为了偷溜大计，石云英没有反驳他，插起牛排喂给他。欧尊似乎很满意味道，一块都没有剩下。宵夜过后，欧尊牵着石云英上了楼，发现她的小手冰凉，目光瞥到她身上的白色长裙微湿，皱眉道：去洗个热水澡，换件衣服。石云英本来不想麻烦，但怕最后这10分钟多生事端，于是答应了。欧尊连她洗完澡要穿的裙子都帮她挑好了，非常直男的选了一件粉色的长裙。石云英没有多想，换好裙子从浴室里走出来，发现欧尊靠坐在主卧内的沙发上，手肘撑着下巴的一侧，闭着眼，连他出来的动静都没有注意。终于睡过去了。石云英快步走到他身前，弯腰用手轻拍他的脸，喊他欧尊。没有反应。他想了想，不解气，又在他身上用力的掐了几下，喂，还是没有反应。果然是睡过去了。哼，跟他玩文字游戏，那他也给他玩一招，声东击西。他刚才假装是为了老虎求情，做宵夜给他吃，让他不会怀疑他做宵夜的动机。其实他的最终目的是在宵夜里下药。要是这几天佣人出去买菜，他让佣人买回来的一些中草药搭配得当放在食物里，会让人昏睡几个小时。石云英站直身体，用脚踢了踢欧尊的长腿，居高临下的说：我走了，你乖乖和空气一起睡觉吧。他说完，表情悠然的转身往楼下走去。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看见叶枫，石云英立即十分戏精的换上了一副表情，着急地道：糟了，七爷不知道吸入了什么，突然在主卧里昏过去了。刚刚我看到有人影一闪而过，不知道是不是有对手故人来暗杀七爷。他睁着一双闭塞的大眼睛，那表情仿佛是真的看到了有危险的人潜入公馆。叶枫顿时警觉，一边上楼去检查欧尊的情况，
一边安排公馆所有保镖立即搜查各处。一时之间，所有负责看管的保镖都流动起来，四处搜查潜入者。石云英趁着这个混乱的情况，十分顺利地攀着藤蔓，顺利地溜出了欧爵公馆。他从路边打了车，想着趁这个机会直接奔向桐城郊区，但没想到当出租车到达那里的时，却发现四周全都是警察，拉起了警戒线。石云英下车走过去，见到一名警察问道：“警察叔叔，发生什么事了吗？现在不能出城吗？”警察见她是个极其漂亮的小女孩，十分乐意地解答道：“是的，今天市区发生了重大案件，封锁了出城的路线，18小时内所有人不得出城。”石云英满脸黑线：“谢谢警察叔叔。18小时内？欧尊一定是知道今天桐城有重大案件，所以才要跟他玩这个赌局游戏。整个桐城都被封锁起来了，看起来很严重，他强行溜出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但凡出了点纰漏，被警察带进警察局询问，那他怕是3天都出不了桐城了，他不能冒这个险。那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桐城要到明天下午2点才解封，而他跟欧尊约定的时间是晚上8点，他只有6个小时时间可以出城。石云英小手捏着下巴，算了，他反正在桐城还有事情办，就等到明天下午再出去。他转身回到市区内，先去典当行取了自己的东西，找了家酒店住下，用笔记本电脑和无天组织内的人联系，并且为明天要办的事做准备。忙到凌晨，石云英伸了个懒腰，靠在长长的沙发上睡着了。醒来已经是第2天早上。洗漱后，石云英退了房，准备去一趟银行。他走出酒店，用手机地图搜索着银行的位置，在路过一家蛋糕店时，石云英馋甜品，停下来看了几眼。倏地，他发现身后不远处似乎有人影闪过。当他侧头看去的时候，人影瞬间就不见了，像是在刻意躲着他的视线。有人跟踪他，会是谁？在桐城，他并未暴露过任何一个身份，仇家不可能，也不可能是石家人。他们现在因为巨额贷款忙得不可开交，压根不可能派人跟踪他。再说石家人也不会知道他在这里，那只有一种可能性，是欧尊派来的人。可欧尊又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他昨晚已经黑进交通局，清除了他经过的所有摄像头，按理来说他找不到他才对，除非石云英蓦地想到什么，低头看向自己身上的衣服，是昨晚欧尊亲手给他换上的粉色的长裙，胸前还镶嵌着一个粉色的半透明碎钻。石云英盯着那个碎钻，闭眸一转，仿佛明白了什么。不过半分钟，他就恢复了正常，继续转身往前走去，仿佛刚才只是在蛋糕店面前驻足而已。在他身后不远处，几名便衣保镖继续跟上，一边按着耳朵上的蓝牙耳机汇报道：“七爷，我们正在跟着小姐，她从酒店出来了，背着一个蓝色的双肩包，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往前。”耳机那端，欧尊坐在黑色座椅上，把玩着手指上的一根黑色长发，闻言嗯了一声，又问道：“他在酒店吃过早餐了？”“没有，酒店没有小姐的用餐记录。”便衣保镖道：“小姐刚刚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停留了一下，大概看了2分钟。”“蛋糕店？小东西爱吃蛋糕？”欧尊眯起眼睛，拿起手边的钢笔，在重要文件上写下蛋糕店3个字，画了几个圈，低沉地道：“你们跟着远点，不要被他发现，有情况随时汇报。”“是，七爷放心。”挂断通话，几名便衣保镖立即继续远远地跟着，他们都是十分有经验的跟踪者，几乎没有失手过。石云英去了一趟银行，但没有逗留很久，只是取了点钱，然后在路上随便逛了一会儿，忽然转身进了百货公司。便衣保镖们也跟了进去。石云英假装买衣服，在3楼女装区到处逛，试了几次衣服，从店门口的镜子里看见刚才在街上的3个人在隔壁店门口假装聊天，但眼睛是看向他这边的。他眯了眯眼，忽然又转身进了一家店，随手拿了一条连衣裙走向试衣间。试衣间是几个一起并排的，还有另一个也是黑色长直发，穿白衣服，女孩子也要试衣服。石云英却忽然拉住他，将他推进了试衣间。“你干什么？”那白衣服女孩吓了一跳，看见面前是一个极其漂亮的小姐姐，不由愣了愣。“嘘。”石云英竖起食指在唇边，笑着道：“美女，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这里是1万块钱。”石云英从包里拿出一叠崭新的钱，是她刚取的。她微笑道：“你换上我的这条裙子，然后按照我给你的路线走，只需要3个小时，这钱就是你的。”“1万块钱？”女孩子愣住了，说不心动是假的。“可是，你为什么要？”“放心，肯定是没有安全问题的，你不会有事。”石云英掂了掂手里的钱，笑眯眯地道：“怎么样，美女？这笔外快赚不赚？”“没有人会放着白来的钱不要。”女孩答应了。“好。哦，不过你要记住，你不能回头看，我会帮你买店里的帽子和墨镜，不要露出脸就行，很简单。”石云英说着，又从包里抽出一张钞票，潇洒地道：“这100块钱给你买奶茶喝，记得加1元7分甜。”5分钟后，穿着粉色长裙的石云英从店里走出来，买了一顶帽子和墨镜戴着。由于身材和发型都一样，所以从背后看没有什么差别。
第55章，小东西第一次给他写信，3名便衣保镖见石云英出来了，立即就跟了上去。待到3人走远，换上其他衣服的石云英才从店里走出来，望着3人跟踪的背影，狡黠地勾起唇角，按了按头顶的帽子，转身走向另一边的出口。而那名冒充石云英的女孩，按照石云英给她的路线一直走，在街上东绕西绕，一会儿买这个吃，一会儿买那个吃，竟然还进电影院看了场恐怖电影，把几名便衣保镖吓得不行。而看完电影，那女孩竟然走进了一家女性澡堂。几名便衣保镖傻眼了，立即给欧尊汇报，苦恼地说：“七爷，小姐进了女性澡堂，我们没办法进去了。”澡堂？欧尊皱起眉头，这不像是石云英的作风，他也不可能浪费时间去泡澡。他沉声问：“他前面还去了哪些地方？”便衣保镖一一汇报，全都是吃吃喝喝的地方，竟然还有电影院。欧尊一听就知道这肯定不是他本人，冷声派个女人进去澡堂看看。果然派了个女保镖进去一看，石云英压根不在澡堂里面。然后女保镖在存放衣服的地方找到放粉色长裙的格子，又按照号码牌找到这个格子的主人，一看根本不是石云英。女保镖立即问这个女孩是怎么回事，女孩这才给了她一张纸，并说：“这是那位石小姐给我的，她说等到有人来找我的时候就把这个拿出来。”只是一张白纸，白纸上写着一句话：“想跟踪我，你们怕是还要修炼10年啊。对了，七爷昨晚跟空气睡的还不够香甜吗？”啊，无敌是多么寂寞，赤裸裸的挑衅。石云英就是想气死欧尊。女保镖吓了一跳，手抖着，但还是立即拍成照片发过去给欧尊看。七爷，他们跟丢了。小姐她偷天换日的换了个人伪装她自己，给您留了张纸条。欧尊看着照片上写的字，不怒反笑。好，很好，这个小东西果然有一手，不去中央情报局当局长真是可惜了。无妨，他会见招拆招，可他还有后招。欧尊按着蓝牙耳机，冷冷道：“把这张纸条给我带回来。”小东西第一次给他写信，留着当个纪念。等他今晚输了，他要把他按在腿上打100下屁股，让他把这张纸给他念100遍。挂断通话，欧尊按下内线，对进来的叶枫道：“我让你找顾影泽，找到了？”“是，七爷，已经找到了。”叶枫道：“顾二少今天在顾氏集团，似乎他们集团有重要会议，七爷找他是有什么事吗？”“有很重要的事。”欧尊站起身，大手拿起椅背上的外套，薄唇勾起：“现在去顾氏集团。”他甩掉他的人跑，没关系，他在同城的事必定是跟顾影泽有关的，他跑得了，顾影泽跑不了。他要做的只是去守株待兔，等着他的小东西乖乖的自投罗网。这边，石云英彻底甩掉了跟踪的保镖，心情大好，想到接下来的事，拿出手机给顾影泽发消息。第56章，七爷来了，在会议室等你。石云英给顾影泽发消息：“我出来了。”顾影泽不愧为24小时在线王，立即就回了他：“鱼儿你来了。”石云英，以后暂时先不要叫我鱼儿，叫我石云英吧。毕竟顾影泽和欧尊认识，他可不想被欧尊抓住他是鱼儿小姐的把柄证据。鱼儿小姐这个身份涉及到他在国际上的一些身份，他可不想暴露。顾影泽，好的，一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家伙就不能别这么肉麻吗？石云英，石家那边有回复了吗？顾影泽，有了，那一家子蠢货，高利贷抵押合同让他们都快崩溃了，公司里能拿的钱都拿出来填补了，更别提还有那个1分钱的建材销售合同。哼，我估计他们把所有家底都搬出来了。石康荣卖掉了所有的房产的。石云英冷笑一声，所有家底？他哭出来的那颗血珍珠，以及他被卖给禁区的钱，就是他们石家的钱。如果以后有机会，他一定要拿回自己哭出的那颗血珍珠。顾影泽还在发消息：“一儿，你不是让我买下他们现在住的这栋房产吗？我已经买了，房产合同现在发给你，交房日和付款日都是今天。”石云英，好。石康荣涉及的那桩杀人案，污点证人你盯着点，还有收购10家公司的事，辛苦了，下笔单子我1分不拿，全给你。顾影泽，我不要钱，你出来陪我就好了，我就想见你。石云英想了想，反正距离同城解封的时间还有很久，这次顾影泽确实帮了他很多忙，于是打字：“好，那待会儿我联系你，请你吃下午茶。”跟顾影泽聊完，石云英接收了10家别墅的房产合同，按照地址打车过去。10家别墅，10几名纹身戴金项链的壮汉站在门口，操着铁棍道：“石康荣，还剩下2500万欠款，今天下午3点最后期限，你再不交钱，我们就把你女儿卖到9重天会所去当鸡。”“是，今天一定交清。”石康荣护着身侧瑟瑟发抖的14元，陪笑道：“你们看，我们已经把别墅都卖掉了，卖家马上就过来，当面交房交款。你们放心，一点点钱拖这么久，呸！”壮汉用铁棍点了点他们的行李箱，一副豪横的样子。几位大哥消消气，抽支烟。秦娟忙过去殷勤地帮他们点烟，也陪着笑。14元见不得父母变成这种没用的样子，跺着脚不甘地大叫道：“妈，
你到底是怎么会被石云英那个贱人耍了？他竟然用2份合同让我们石家欠下这么多钱，他到底哪里来的本事？秦娟提到这个就觉得挠心挠肺的痛苦。他怎么会知道石云英哪来的本事？他能搞到武家的高利贷合同，让他们没办法报警得罪武家，又搞了低价的建材销售合同，说明他绝对背后有大靠山。妈，你说话啊！好了，你别吵了。秦娟瞪了眼女儿，石康荣立即瞪他，怒吼道：你有什么脸骂女儿？是你自己被石云英耍了。我早就说过不要轻举妄动，现在闹成这样，我们石家一夕之间成了同城名门耻笑的对象，让思源以后还怎么嫁豪门？被石康荣一吼，秦娟也不敢说话了，红着眼悔恨着。时间不多了，吵个今儿吵！壮汉猛地一棍子打在秦娟手边的行李箱，要是3点还不见到钱，你们就到阴曹地府去吵架吧。此时石康荣的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他看了之后立即道：来了来了，别墅的买主来了。买主马上带着钱就到，马上就能给你们。他们被这群催债的壮汉逼到绝路，连居住多年的别墅都不得不卖掉。今天这笔卖房的钱拿不到，他们连生命都会有危险。不出5分钟，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口，肯定是买主到了。石康荣立即迎了上去，因为急需这笔钱，他殷勤地打开出租车后座的门。您好您好，我们等您多时了，您带了支票吗？车门打开，一条纤细白皙的腿迈了出来，随着白色裙摆的晃动，一个极美的女孩站在了石康荣的面前，伸手拿下了墨镜。她微微一笑，在阳光下美的晃眼，都在等我啊。石云英。石思源最先认出她来，指着她叫道。石康荣和秦娟也反应过来，秦娟立即大步走过来，你竟然还敢到我们家里来！秦娟说着伸手就要打石云英，可抬起的手腕却被石云英猛地扣住了。她略一用力，秦娟就痛得嗷嗷大叫起来。啊，你放手！石云英不屑地甩开她的手臂，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纠正道：请你注意用词，现在这里是我家。此话一出，石家几人都愣住了。石康荣震惊地看着他，你是买主？石云英淡淡地道：不然你认为我来干什么？听狗叫吗？你凭什么买我家的别墅？我家才不要卖给你！石思源闻言大叫道：爸，不要卖给他，他不配。是吗？石云英毫不在意的样子，抬脚，那我走了。石思源不知轻重，可石康荣知道，这些催债的壮汉就在这里，等着要这2500万。如果石云英现在不买了，他怎么可能马上找到下一个买主？等！石康荣立即拦住他，虽然极度不甘心，但还是憋屈地道：我卖，房子在这里，我们签合同吧。支票你带了吗？石云英脚步一顿，神色淡漠地道：是吗？可你女儿实在是叫的比狗都难听，我已经没心情买了。石思源跺脚，石云英，思源。石康荣扭头瞪他，给我闭嘴！石思源难以置信，爸爸居然会叫他闭嘴，整个人震惊的僵在原地。我让思源闭嘴了，你可以拿支票出来了吗？石康荣陪笑道：云英啊，这些催债的人在等着，原来很着急啊。石云英秀眉轻挑，可我心情还不是很好呢，你不要太过分了。秦娟手腕被他捏得青紫，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咬着牙说道：过分？石云英勾唇一笑，那我可以更过分一点，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我马上签合同给支票。他说着转动手里的墨镜，末端指向了秦娟。就你了。秦娟哪里能肯，刚要说话，壮汉再次出声了：3点了，你们他妈的快给钱！秦娟还想说什么，石康荣几大步走过去，一巴掌扇在他脸上，还不快给云英跪下！是你惹出来的事！秦娟眼前一黑，摇摇欲坠，最后屈辱地跪在了石云英面前。石云英居高临下地看着秦娟磕头，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他被他们绑着鞭打的画面，他眼神闪过一丝寒芒，问道：痛苦吗？他微俯下身，冷笑着道：你打过我那么多鞭，烫过我那么多次，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秦娟额头通红，脸上火辣辣的，浑身发抖。石康荣没有扶他，而是陪着笑脸找石云英签合同，拿支票。等到那群壮汉拿了钱走了，石云英站在石家别墅门口，手捏着卖方合同，冷冷地道：现在这里是我家，滚吧！石思源看着父母先后受辱，几近崩溃。忽然一辆豪车开过来，在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一名穿着貂皮打扮雍容的贵妇走了下来。石思源看见他，立即扑过去：姑姑，你终于来了！石兰凤抱住他，宠溺地拍拍他，道：上车，我接你们去欧家祖宅住。欧家祖宅？石云英微微蹙眉，石思源见状，以为他是害怕，立即道：我告诉你，石云英，我姑姑可是欧家六伯的夫人，欧家的权势你永远不可能比得过。好了，思源，不要跟下等人说这么多。石兰凤不屑地看了一眼石云英，一句话都没说，直接转身上了车。石家3人也跟着上了车，透过车窗看着他，仿佛终于扳回一局，扬眉吐气地盯着他。石云英倒是没有放在眼里，
只是在想，石康荣的妹妹竟然嫁给欧家六伯，变成欧家六夫人了，那不就是欧尊的六伯吗？他竟然无法想象那个男人会叫长辈叫六伯的样子，想想就好可怕啊！是怎么回事？怎么绕来绕去，竟然又绕到欧家身上了？石云英觉得头疼，因为如果他接下来要对付的是欧家六夫人的话，那也许会不可避免地碰到欧尊，看来他得再好好计划一下，尽量避免和欧尊见面。但欧尊如何出手帮他的六婶呢？石云英抿着唇陷入思索中。豪车内，石思源兴奋地道：姑姑，我们去欧家祖宅住，我是不是有机会见到欧尊了？提到欧尊，石兰凤神情都变得慎重起来，不只是因为欧尊是欧家掌权人，更因为欧尊嚣张到根本不会把他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男人是拖着亲生兄弟的尸体，笑着走出原始森林的，他比疯子还可怕。所以，如果思源真的运气好能攀上欧尊，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思及此，石兰凤拍了拍石思源的手，当然有，但你不要太冒失。欧尊不好接近，所以姑姑都会为你设计好，让你成为欧尊的女人。闻言，石思源高兴得止不住点头，满眼的期待和骄傲。石康荣和秦娟也终于露出笑容。欧尊是什么人？只要攀上他，哪怕不能嫁给他，只要生个一儿半女的，这辈子都是人上人。石云英哪怕再有厉害的靠山，也绝对不可能比得过欧尊，所以他死定了。顾氏集团，顾颖泽收到石云英的消息，约他1小时后在一家甜品店见面。他立即推掉手头的工作，换了身帅气的衣服就往外走去。结果人才走出办公室，秘书就过来说：二少，七爷来了，在会议室等你。七爷？今天这是什么风，竟然把七爷吹来了？要知道他们顾氏曾经请过欧尊无数次，他一次都没来过。顾颖则觉得今天自己运气特别好，不仅喜欢的女孩约他，七爷还亲自来找他了，他好幸福啊。第57章，欧尊的计谋。心机 boy 带着这份幸福的喜悦之情，顾颖则迈着大步来到了会议室。给他开门的是叶枫，眼神带着某种同情。顾二少，请进。会议室的长桌旁，欧尊穿着粉色衬衫，搭着长腿坐在皮椅上，手里拿着个苹果，抛到空中又接住，桃花眼慵懒地眯着，一副玩世不恭的邪气模样。七爷，您今天怎么来了？顾颖则走到欧尊面前，大概是因为欧尊和哥哥生前交情不错，所以顾颖则对欧尊一直很恭敬，以他为学习的榜样。来找你有点事。欧尊精致的下巴微扬，坐。顾颖则在他对面坐下。欧尊没说话，默眸盯着他看。顾颖则被他的眼神看得有点发虚，忍不住喊道：七爷，打扮得挺骚气。欧尊视线扫过他全身，意味不明的勾了下唇，是要去约会？顾颖则，他穿白衬衫，七爷穿粉色衬衫，到底是谁骚气啊？当然，他肯定不敢反驳欧尊，点头道：算是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女的？是的。暗恋对象？顾颖则没回答，但他这一瞬间的停顿，欧尊已经看出答案。他挑了下眉，淡淡的问道：你们约在哪里见面？顾颖则皱眉，七爷为什么要问这个？欧尊抛苹果的手一顿，身体微微前倾，默眸直视着他。你以前身边也没女人，你哥哥又不在了，我不得帮他盯着点你吗？顾颖则一怔，心口瞬间溢满了感动。原来七爷是这个意思，是知道他要去见暗恋对象，所以帮他参考见面地点。没想到七爷对他这么好，哥哥生前真是交到了真心的挚友啊。顾颖则感动不已，全盘托出道：我跟他1个小时后约在 Moss 甜品店见，他说请我吃下午茶，我是想趁机跟他表达心意，如果他对我也有意思，我晚上就请他共进烛光晚餐。七爷，您觉得我这样安排合理吗？表达心意，他对我也有意思，共进烛光晚餐。每听一个词，欧尊的墨眸就冷眯起1分。等到顾颖则说完这番话，欧尊看他的眼神已经凉透了。他捏着已经被捏变形的苹果，顿了几秒，淡淡道：合理，但是你去不了。顾颖则疑惑：啊？为什么？因为你马上要昏过去了。欧尊话音刚落，顾颖则还没反应过来，后颈蓦地一痛，他来不及说什么，了一声就昏倒在了座椅上。叶枫收回手，欧尊又道：把他们叫上来。是。叶枫拨了个电话。1分钟后，2名圣门的技术人员拎着皮箱走了进来，看见欧尊立即鞠躬行礼：七爷，我们是圣门科技部门36号和43号员工，很荣幸能见到您本人。欧尊高大的身体站起来：事情办好了。是。圣门的技术人员他们打开皮箱，里面装满了制作人皮面具的各种仪器、工具，并恭敬地道：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已经从沈少那里获取了人皮面具的制作方式，并且经过了改良，力保更加先进真实。很好。欧尊颔首看了眼顾颖则，淡淡道：我要变成他的脸，现在。是，马上为您制作。2名技术人员立即上前架起顾颖则，依据他的脸做出了人皮面具，给欧尊戴在脸上。20分钟后，欧尊换上了顾颖则的衣服，
拿了他的手机，站在会议室的落地镜前，伸手系好领带，薄唇玩味的勾起。不就是人皮面具吗？小东西敢跟沈墨联手玩着手来耍他，他就也让他尝尝也这种滋味。门口，秘书看到顾影泽走出来，喊道：“二少。”欧尊侧眸扫了他一眼，秘书莫名觉得一阵，后背下意识的挺直了。好奇怪，二少的眼神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厉摄人了？欧尊没理他，迈着长腿往电梯走去。秘书看了眼紧闭着门的会议室，追上去问道：“二少，您一个人出来了，七爷还在里面吗？”七爷说要用会议室。欧尊脚步未顿，交代道：“没有我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会议室打扰。”秘书没有多想，毕竟欧尊不是他们可以打扰的人物，垂手应道：“是。”欧尊挥了下手，示意他别跟着。他下楼来到停车场，开了顾影泽的车往 Moss 甜品店驶去。路上，手机忽然有电话进来，来电显示一儿。欧尊危险地眯了眯眼，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手接了起来，似笑非笑地低低喊道：“英英。”手机那端，石云英听到这个称呼，不知为何手一抖，差点打翻了咖啡杯。但欧尊带了变声器，声音和顾影泽一模一样，他听不出任何差别，自然也不可能怀疑什么。石云英皱起眉头，嫌弃地道：“顾影泽，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了？一会一儿，一会英英，我要吐了好吗？”上一个叫他英英的，还是欧尊那个变态。他只要那样喊他，他就仿佛浑身发麻，无法形容的感觉，他很不喜欢。不过所幸的是，他马上就可以甩掉他了。没差几个小时了。哦，是吗？欧尊薄唇勾起一个弧度，看来你不喜欢男人亲密的叫你。小东西这点表现不错。我什么时候喜欢过男人了？石云英翻了个白眼，别废话了，你到了没有？我一会儿还有正事要办。正事？确实有正事要办，他输给他，成为他的女人，他是得好好办了他。地点和姿势他都得好好想想。欧尊势在必得的眯起眼睛，别急，我马上就到。第58章，石云英在欧尊面前自爆马甲，他挂断电话，猛地一方向盘，轿车以极快的速度飞驰出去。不出10分钟，欧尊在 Moss 甜品店下了车。石云英坐在靠窗的位置，拖着小下巴吃着甜品，看见顾影泽出现在视野，他立即冲他挥了挥手，那神态和反应在欧尊看来分外热情。在欧爵公馆等他回来，怎么没见他这么热情过？莫非他真对顾影泽有那种意思？欧尊长腿站在车前，看着车窗前看着倒映出自己脸上顾影泽的人皮面具，嫌弃地皱起眉头，只觉得一个字丑，真是丑。小东西只要没瞎，肯定是选他，不会选顾影泽，他没什么好担心的。欧尊转身走进甜品店，靠窗的桌前，石云英已经点好了一堆甜品，他素来爱吃各类蛋糕甜食，见顾影泽走近，他便道：“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爱吃哪种，所以我每种都点了，也每种都吃了。”小东西既然这么爱吃甜食，看来公馆要请一个法式点心师傅了。欧尊在他对面坐下，淡淡道：“无妨，你爱吃我都爱吃。”石云英咬着蛋糕的动作一顿，掀起眼帘看向对面的顾影泽，蹙眉道：“你从哪里学会这种说话方式？什么无妨，像是高高在上的帝王才会讲的词，听着怎么那么……欧尊呢？”欧尊修长的手指放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的轻点着，闻言没说话，只是一双墨眸盯着他看。石云英没注意他的眼神，拿出手机自顾自地说道：“对了，你1个小时前给我发消息，说石康荣杀人案的污点证人不见了，对吧？”石康荣？欧尊挑眉，似乎对这个人有点印象，也姓石，跟小东西什么关系？居然还杀过人？难道伤害过小东西？欧尊虽然听不懂石云英在说什么，但仍旧摆出一副很明白的表情，从容地应道：“污点证人确实是不见了。”石云英又道：“这么说是石兰凤帮了石康荣，毕竟她是石康荣亲妹妹。”石兰凤？名字真难听，还是石云英好听？欧尊也跟着应了一声：“肯定是因为她是他妹妹。”石云英浑然不知自己在自爆马甲，还在非常严肃地推理着。那这个石兰凤也够恶心的，我刚才在石家别墅前那样虐石康荣一家人，他都不出来，等到我给了支票才出来，说白了就是不想出钱呗。石兰凤不是欧家六伯的老婆吗？还在乎2500万吗？欧家六伯？欧尊眼皮一跳，像是没想到会扯到这些人。石兰凤居然是那个老顽固的老婆，这关系有点意思。叶枫是有多没用，这都没查到，你怎么不说话？石云英抬头看他，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傻了，你太漂亮。”欧尊眯眼盯着他，勾唇道：“我看傻了，怎么突然说这种又土又怪怪的话？她漂亮他早就知道了好吗？”石云英和顾影泽以前也总是开玩笑，所以没放在心上，用闭眸瞪了他一眼，扯开话题：“我让你查欧家六伯的消息，你查出来了没？”欧尊忽然问：“怎么，你想对付欧家六伯？我不可能放过石康荣一家的，
石兰凤既然帮石康荣解决污点证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看欧家六伯什么态度，如果也是这种人，那就一锅端了。石云英咬着牙愤愤地道：可以。欧尊把玩着桌上的小瓷勺，闻言点点头，那就端了。虽然那几个老顽固都不好对付，怕是要费一番功夫，但如果他想端，他可以帮他，就当送他的慰问礼物，毕竟他马上要输给他了。不过具体还是要好好计划一下，尽量避免碰到欧尊吧，他如果掺和进来，事情会麻烦很多。石云英刚刚义薄云天的，突然又蔫了，叹气的感叹道：他真的太难对付了，我看到他都头疼。话落，啪的一声，欧尊手里的小瓷勺被他折断了，破碎的瓷片刺破了他的手指，鲜血流了出来。你怎么这么不小心？石云英蹙眉，立即抽了张纸递过去，又让服务员拿来创可贴。欧尊坐着没动，墨眸晦暗，又固执地盯着他，没说话，但显然心情不好。瓷勺得罪你了，你好好弄断干什么？你哪来这么大的力气啊？石云英嘟囔着吐槽他，俯身过去给他贴创口贴的时候，忽然看见他的小拇指上一圈戒痕，那是长期戴尾戒才会出现的痕迹。石云英动作微微一顿，他虽然和顾影泽见面的次数不多，但他观察向来很仔细，顾影泽是从来不戴戒指的。他不戴戒指，怎么可能会有这样深的戒痕？而且还是右手，谁会在右手戴尾戒？石云英脑海中蓦地闪过一张俊美邪气的脸，以及刚才那一句无妨，再加上他叫他英英，他拿着创可贴的手倏地一紧，心中顿时警铃大作。面前这个男人不是顾影泽，会是谁？会是欧尊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只要戴人皮面具，是谁都有可能。怎么？见女孩突然不动了，欧尊掀起眼皮看她，眼神带着敏锐的探究。没什么，刚刚肚子突然疼了一下。石云英瞬间恢复笑脸，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能是甜品吃多了，我帮你贴。贴好创可贴后，石云英坐回位置上，只不过完全没有了吃甜品的心情。她看着对面坐着的顾影泽，越看越觉得不像这种高高在上、脚踩天地的气势，坐姿分明跟顾影泽的作风八竿子打不着。这是欧尊的作风，什么都会变，骨子里带来的东西不会变。该死，他怎么会这么大意？刚刚竟然说了那么多事，他这跟狼人自爆有什么区别？看来石云英这个身份是包不住了。不过幸好鱼儿小姐还没彻底暴露，剩下的马甲她一定捂好了。石云英本来想要试探一下，但是他对欧尊了解的太少了，压根不知道他的喜好，也不太知道他的事，只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如果面前的人真的是欧尊假扮的，那他的目的一定是阻止他出同城，肯定是为了让他输才来的。毕竟他和欧尊的赌约游戏里约定了是不限制任何手段的，所以欧尊接下来肯定是要耍手段的。那么不让一个人出城，最好的方式是什么？第59章斗智斗勇。欧尊的声东击西，答案很明显就是让他走不了。只有失去意识、昏迷的人才会彻底走不了。石云英抿着粉唇，略一思忖，抿着的唇又松开了，露出一个笑容。欧尊既然亲自来阻止他，想必定是做了完全的准备，那他没必要反着他来，他只需要将计就计，反将一军。石云英忽然拿着包站起身，微笑道：我去一下洗手间。欧尊眯眼看着他，上洗手间需要带包？石云英一本正经点点头，女孩子肯定需要补妆啊什么的，你连这都不知道吗？补妆？他很在乎在顾影泽面前的形象。欧尊俊脸一下子阴沉下去，墨眸盯着他看。石云英被他看得头皮发麻，小腿肚子打颤，差点就本能的乖乖坐回去了。但他转念一想，欧尊现在假扮的是顾影泽，他不需要怕顾影泽啊，欧尊也不可能直接过来抓他，那样就暴露了。于是石云英没理他，拎着包就转身走向洗手间。他没有估错，欧尊果然没有跟上来，但他透过落地窗瞥见咖啡厅外面有不少人在走动，看起来是正常人，但那强壮的体格和动作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保镖。欧尊肯定在整个同城都设下了无数的人手，就为了阻止他出城。石云英假装没看到，进了洗手间隔间，检查过没有摄像头后，他一屁股坐在马桶上，从包里拿出折叠笔记本电脑，开机后迅速登录加密软件，连接上无天组织的内部聊天群。鱼儿小姐，帅哥美女们，江湖救急，参与者高额奖赏。石云英极少在内部聊天群冒泡，今天他一出来还是发布高额悬赏任务，无天组织的所有人都沸腾了。我靠，鱼儿出来了，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啊？上次我偷听到花生姐打电话了，鱼儿是个女孩，声音可好听了，一定是个大美女。鱼儿来华国玩啊，我全程接待你，包吃包喝包陪睡。鱼儿宝贝来加一个微信啊，我气大活好，花生大姐姐。行了，都别卖弄风骚了，鱼儿说吧，什么任务？鱼儿小姐，帮我攻击圣门的外网防御系统，我需要引起圣门的1级警报，只有1级警报，欧尊才会亲自去处理，警告系数太低，引不起他这种掌权人的关注。这条消息一发出去，群里顿时沉默了片刻。圣门，那不是夏国欧家掌权人欧尊的势力组织吗？就是欧尊的组织。鱼儿，
你惹谁都别惹欧尊啊！你知道他有多可怕吗？可怕归可怕，但欧尊真的好帅啊！我好想跟他一起睡觉。石云英，姐姐，跟他一起睡会被他咬死勒死的好吗？鱼儿小姐，你们就说干不干吧？怎么碰到欧尊就怂了？激将法果然很管用，群里顿时不服了，干！即刻闷头干干干！尬！欧尊又怎么了？干翻他！我们无天组织怕过谁？圣门又怎么样？脱了裤子就是干！石云英得逞的勾起唇角，又在群里跟他们交代了几句，立即就关上电脑出去了。他之所以不自己来，是因为攻击圣门不是容易的事。现在欧尊就在外面，他没有时间自己出手。走出洗手间时，石云英看了一眼时间，5分钟，不多，不会引起怀疑。桌边，欧尊正在低头看腕表，就在石云英走出来的那一秒，他皱了皱眉，站起了身。那阵势像是要去洗手间捉他，怕他跑了吗？石云英心里冷哼一声，面上带笑的走过去，假装不解的问：景泽，你怎么站起来了？欧尊低眸看见他，皱起的眉瞬间就松开了。他勾唇道：也许是身体想你的本能反应。他身体想他干什么？石云英背脊发麻，强行扯出笑道：不过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走了，我还要出城。我送你。不用，我自己去，我的车就在外面，送你正好，你不把我当朋友。话说到这个份上，石云英没再拒绝了。那好，二人一同走出甜品店，上了车。欧尊发动引擎，边开车边问道：你不知道桐城昨晚封城了？我知道啊，不是发生了重大案件吗？石云英微微一笑，所以我连夜调查了一下案件，梳理了案情，并且调取了监控摄像头，发现了凶手已经逃往隔壁市了，并且给警察叔叔们提供了宝贵意见，所以封城已经在5分钟前解除了。他边说边拿出手机上的新闻消息给他看。欧尊侧眸扫了一眼，意味不明的眯起了眼。是吗？没想到你还有破案方面的才能。我从小就很关注一些变态杀人碎尸案。石云英故意说，也许我骨子里很变态，跟我在一起待久了，我会杀人碎尸。欧尊挑眉，听起来很刺激，我喜欢。也许我会杀了你。据说人死的那一刻，快感是最强烈的。我很期待。石云英，他气得把脸别向一旁。此时轿车上显示的时间是下午3点，距离他和欧尊约定的晚上8点还差5个小时。开快点，石云英说道，我赶时间。行。欧尊果然加快了速度，不到半小时，桐城的出城口就已经出现在眼前。石云英坐直了身体，这一瞬间甚至想踢开车门飞奔过去，目的地就在眼前。他只要走出去，那条界线外就是郊区范围，他就赢了。但欧尊却放慢了车速，忽然拿出一瓶果汁递给他，喝点水。石云英低头看了一眼那瓶果汁，当然知道肯定有诈。他微笑说，我不渴，多喝水对身体好。我身体很好。欧尊没说话，把果汁丢到他怀里，像是心情烦躁似的，扯了扯领带，真热。你不介意我开空调？不介意。石云英手里拿着果汁不喝，就没有再怀疑其他的，随口便说道。欧尊伸手打开了车内的空调，冷气从空调口飘了出来。几乎是在吸入冷气的那一刹那，石云英敏锐的嗅觉就察觉到不对劲，糟糕，是迷药。他原以为是这瓶果汁有诈，万万没想到欧尊给他果汁竟然只是声东击西。为了让他放松警惕，真正有问题的是车里空调。可石云英想屏住呼吸已经来不及，才吸入不过3秒，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软，往后瘫软在了副驾驶座上，意识也开始模糊。模糊之间，只见欧尊拿过他怀里的果汁，拧开盖子悠闲地喝了一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悠然地道，不是想跑吗？要不要我帮你开车门？第60章调虎离山之计，石云英赌天意。欧尊说着，真的伸手打开了他这边的车门，用鞋尖踢了踢石云英的小腿，跑出前面那条线，就算你赢了。你，石云英努力地睁大眼睛瞪着他，想骂他，但已然说不出话来。他是故意的，他故意开车把他带到出城口来，让他看着终点却走不过去。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击溃他的心理，让他崩溃，让他以后都不敢再想着跑了。这些是打仗时用来驯服战俘的心理战术，他竟然这么懂。这男人已经恶劣到变态都没办法形容了。看着已经打开的车门，石云英双腿动了动，想要出去，但他根本动不了。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涣散，眼睛也睁不开了。在陷入昏迷的最后1秒，石云英用尽全力咬破了他提前藏在舌头下的一粒小胶囊，这是他留的最后一手，剩下的只能交给天意了。希望老天爷垂青他这个可怜的人。哦不，他这条可怜的人鱼。下一秒，石云英彻底失去了知觉，所有的思绪也彻底断了。女孩的身体软软的从副驾驶座上往下滑，欧尊大手一伸，便将她软绵的身体搂住，随后将女孩直接抱起来放到他的腿上。他的双臂圈着女孩的身子，让她无法脱开他的怀抱范围，大手在她腰上和背上摩挲着，低头嗅着她头发上身上的味道。石云英垂着脑袋靠在他的胸膛上，
昏过去了，当然不会反抗。欧尊摸够了，嗅够了，便伸手捏起他的脸，端详了片刻，满意的勾起唇。他的宠物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脸，真漂亮，浑身都是香的。欧尊低下头想亲她，但在薄唇即将要贴住他唇瓣的那一秒，却停顿住了。欧尊侧眸看向车窗，倒映出顾影泽的那张脸不行，他不能用别的男人的脸来亲她，他只能是他欧尊的，亲他的也只能是他欧尊的脸。算了，回家再亲，反正他要输了，以后他只能待在他身边，他可以从日出亲到日落。欧尊让石云英靠在自己怀里，一手搂着他的细腰，一手握着方向盘，猛地踩下油门。40分钟后，轿车在欧爵公馆门口停下。叶枫已经提前赶回来了，看见昏在欧尊怀里的石云英下车，他忍不住感叹：哎，小姐终究还是输给七爷了啊。欧尊抱着石云英上了2楼，把她放在他的床上，盖上被子，而后才命人上来给她洗掉人皮面具。等洗好后，欧尊走回大床边，伸手扣住石云英的脚踝，将她拖出被子。他单膝抵在床沿半跪着，俯身下去就狠狠地吻住了她的唇。反正睡得这么死，老子往死里亲一通，他也不会知道，所以他也不算违约。这么想着，欧尊亲得更狠，为了不让他醒来察觉，他克制着没有咬他，只是从他的唇亲到鼻子，又到眼睛，再到耳朵、脖颈。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粗重，像是就要无法控制。欧尊掐着石云英的细腰，俊美的脸庞溢出一层薄汗，他甚至忍不住在想，鲛人血统属于异族，他的那里是不是和人类女孩一样，会有人鱼的鳞片，还是会有什么区别？从他把她买回来到现在，他没有看过她衣衫下的异族身躯。反正他都要输了，是要给他睡的，他提早看看也不是不可以。反正他整个人都是他的，他不需要怕他生气。就算他生气了，大不了他让他看回来，他想怎么看他，他都应允就是了。欧尊喉结滚动，放在石云英腰间的大掌微微摩挲了下，下一秒房门忽然被扣响。七爷，叶枫冒死的声音响起。欧尊动作一顿，和自己的女孩亲密的时刻被打扰了，他眼底的猩红倏地凝结成冰。我给你1秒钟滚。房内传来男人沙哑危险的嗓音，但叶枫还是继续敲了下门。七爷，您出来一下。妈的！欧尊深深地吸了口气，单手撑在石云英身上缓了几秒，待到体内的燥热退去了些许，他才猛地撑起了身体，扯过被子将床上的女孩盖了个严实。欧尊转身往外走去，猛地伸手打开了门。叶枫瞬间感觉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以及男人冰冷阴鸷的嗓音，像是来取他狗命的。我给你10秒钟，说出让我幸福的重要的事。叶枫颤抖着说，七爷，我也不想打扰你和小姐，但是圣门突然被攻击了，触发了1级警报，加密重要文件被窃取了不少，现在事态还在发酵，很严重。1级警报不是小事，圣门成立的这些年来，能够触发1级警报的人并不算多。欧尊皱起眉头说下去，目前圣门的网络防御部门正在对抗，但对方应该是一群擅长隐匿的高级黑客，技术极好，暂时没有追查到对方的 IP 地址，目前也不明白对方的目的。叶枫大致汇报了情况，顿了顿问，七爷，您要不要过去看看？因为欧家祖宅根基在同城，所以圣门在同城也设有秘密分部。毫无疑问，欧尊当然不会放任不管，直接道，备车。他转身进了卧室，弯腰在石云英唇上重重地亲了几下，像是不甘心现在就这样放过他，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瞪着他道，小东西，乖乖睡觉，等我回来也差不多醒了。等晚上8点过，他乖乖认输后，他要把他浑身上下每一根毛发都好好看个够。第61章，意想不到的神助攻。石云英最后的机会，叶枫等候在主卧门外，见欧尊出来，立即跟着他往楼下走去。圣门的1级警报是大事，所有人都已经在同城的圣门秘密分部集合，就等欧尊过去处理整个圣门的网络防御系统，也就是黑客界著名的暗影网，是欧尊亲手建立的。欧尊系着钻石袖扣，边下楼边冷声吩咐道，让保镖看好2楼主卧，有任何动静立即通知我。另外，公馆内任何佣人都不允许出行。小东西吸入了迷药，是圣门专门为一些特殊场合研发的，对身体无害，但极其有效，可以使人昏迷8至12小时左右，具体时间因人而异。但即便只有最短的8小时，等小东西醒来，也已经过了晚上8点了。这场赌局游戏，他赢定了。欧尊早已胜券在握，丝毫不担心，弯腰上车后离开。轿车驶出公馆，隐约可以听见驶远的声音。而公馆的后院，几名职业养兽师正在给欧尊养的那群动物们洗澡、梳毛、按摩，这是1周1次的必要护理。其中一个养兽师转身拿了沐浴液，再回头一看，刚洗好澡的老虎忽然不见了。这种情况也算常见，动物们都调皮，好不容易出笼子，公馆又这么大，8成是跑哪里躲着了，所以养兽师也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找了几个保镖一起在公馆内寻找。此时2楼主卧内，石云英仍旧躺在柔软的大床上昏睡着。10分钟左右，
他垂在床侧的手指有意识地动了动，仙眉也跟着皱了起来。他之前藏在舌头下的小胶囊里面是万能解药，陷入昏迷之前他咬破了，但欧尊放的这个迷药药效太强，万能解药也不能完全解除药性，所以他现在半昏半醒，深陷在药效中挣扎着。忽然2楼阳台的落地窗发出晃动，紧接着一只毛茸茸的爪子一把扒开了窗户，一个圆滚滚毛茸茸的庞大身影轻松地跳了进来。老虎用爪子扒了扒虎脸上的灰，琥珀色的眼珠滴溜溜地转着，看见卧室大床上躺着的女孩，立即就开心地伸着舌头哒哒哒跑了进去。可等老虎到了床边，2只爪子扒着石云英的身体摇晃着，却见她毫无动静，不会像以前一样捶她的脑袋拔她的毛了。老虎张嘴咬住石云英的衣服，用力地拖拽着，想要把她弄醒，但石云英还是毫无反应。动物的思维非常简单，就以为石云英是死了。老虎顿时急了，他以前深得欧尊的宠爱，自从被欧尊带回来，欧尊就亲自训练过他各种技能，包括简单的急救。老虎迅速跳上床，2只后爪踩在床沿，前爪则踩在石云英的心口处，然后猛地抬起前爪，又往下重重的一按，像是做了心脏起搏似的。石云英上半身重重的弹起又落下，反复了大概10次左右，他突然被一口气呛到了，剧烈的咳嗽起来。可嗨嗨，下一秒石云英猛地睁开了眼睛，一张毛茸茸的虎脸凑到他面前，舌头舔着他下巴，2只小爪子还在他胸前踩来踩去，像是觉得软软的很舒服。石云英倩眉一皱，下意识以为是欧尊又在咬他，抬脚就将身上的东西踹了下去。老虎被踹翻在地，圆滚滚的身体又立即起来，2只前爪扒在床边，讨好的吐舌头望着他。石云英迅速坐起身来，环顾四周，才确定自己这是在欧爵公馆里。他第一反应就是抬头看挂钟，现在时间是下午6点17分钟，还没过8点。石云英松了口气，这才注意到在床边支起半个身子的老虎，一双琥珀色的眸子滴溜溜地望着他，像是要邀功似的。石云英稍微一思索，再结合自己醒来时在咳嗽，就知道是这只肥虎给他按压心脏了。他舌头下的万能解药是有作用的，只是欧尊的药太厉害，他没办法马上醒来，但肥虎给他心脏做了按压，刺激了他的神经，才让他能猛地醒过来。看来之前没白喂你啊。石云英伸手用力地揉着老虎的脑袋，拔了拔他的胡子，老虎似乎很享受被他这样把玩蹂躏，眼睛都眯起来了，真可爱。那个变态的男人竟然能养出这么可爱的老虎，世界真奇妙。石云英掀开被子下了床，轻手轻脚地走到阳台边上，偷偷往下看去，发现公馆门口没有车停着，说明欧尊人不在，因为欧尊如果在公馆的话，他事情都要随时离开，所以司机不会把车停进车库里，都会停在门口，方便随时可以走。这是他之前观察总结出来的。为了防止被人发现他醒了，石云英勘察情况后就立即回到了床上，顺便握住老虎的爪子，一个用力把他拎上了床，抱着他毛茸茸的身子揉着，但他的眼神却十分凛冽，脑海中飞速地分析现在的情况。欧尊不在，肯定是因为无天组织攻击了圣门，触发了1级警报，他去处理了，所以他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回来。按照欧尊的作风，肯定会派保镖盯着主卧，也许还会让保镖隔一段时间就打开房门看一下他还在不在，似乎要印证他的猜想。下一秒，房门忽然传来被拧动的声音，石云英吓了一跳，迅速躺了下去，一手捏住老虎的嘴不让他发出声音，一手扯过被子盖住他和老虎的身子，侧着身体，佯装还在昏睡。主卧外，保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从门口的角度望去，看见女孩仍旧躺在床上，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欧尊。七爷，小姐还在睡，刚刚还咳嗽了，咳了16秒，已经没事了。欧尊吩咐过，每隔15分钟都要汇报一次小姐的情况，并且拍照给她看。汇报完后，保镖重新关上了房门。过了一会儿，石云英才悄悄地掀开被子，重新坐起身来。现在距离8点还有1个半小时，他只要能出去，赶到郊区是完全够的。现在问题是，保镖检查的这样严格，间隔时间也短，他要怎么出去？如果他只是单纯逃出去，保镖打开门发现他不在，迅速就会派人从公馆往外追，他很容易就会被抓回来，到时候肯定会被1对1看管着，就真的彻底失去一切机会了。石云英一脸懊恼，忽然低头看见怀里4只爪子都扒着他的老虎，他眼珠狡黠的一转，一个计谋涌上心头。第62章，尊尊，还不快舔一下你的主人。石云英低下头，双手捧住怀里老虎的虎脸，揉了几下，极小声地对他说：大肥虎，你帮我一个忙吧。老虎似乎很不满意这个称呼，张嘴就要叫。石云英吓得捏住他的嘴，小心地朝主卧门看去，确定没有惊动保镖，他才又重新低头。你不喜欢大肥虎这个称呼哦？老虎一个劲用虎脸拱他，哼哧哼哧的。好吧，那我给你取个名字。石云英蹙眉想了一会儿，突然想到什么，粉唇就勾了起来。有了，你就叫尊尊吧。老虎眨巴着滴溜溜的大眼睛，石云英笑眯眯地用鼻子抵住他的，低声喊道：尊尊，
记住了，这就是你的名字哦。你要记住，我是喂养过你，所以我是你的主人哦。石云英有种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感觉，刮了下老虎的鼻子，还不快舔一下你的主人？老虎似乎对这个霸气的名字很满意，立即乖巧地伸出舌头舔它。尊尊真乖，尊尊真听主人的话哦。石云英揉着老虎的脑袋，就像是他在亲自驯养欧尊，就当做出了一口恶气。哼，谁让那个变态男人整天就知道折腾他？尊尊，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石云英揪住老虎的耳朵，凑到他耳边，用鲛人独特的嗓音低低地哼出几个奇异的音节。老虎的表情瞬间变得极其温驯、乖巧，极其享受似的不断地蹭着他。安抚好了这只肥家伙，石云英立即掀开被子下床。他先是来到书柜边，翻出之前偷上来藏在里面的一支录音笔。他咳嗽了几声录进去，并且设定每隔16分钟播放一次，造成他人还活着的假象。然后石云英又拿下装饰墙上的匕首，割下自己的一段头发，又用胶水和扯成丝的黑色毛巾粘在一起，做出一顶极其简单的假发。这些工具都是他住在公馆的这些日子里，时不时从客厅拿上来偷藏着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也许能派上用场。最后，石云英脱下身上的裙子给老虎穿上，然后把老虎抱上床，戴上假发，盖好被子，并且让老虎朝着阳台侧躺着，并且把老虎后脑勺戴着的假发弄出来铺在被子上。他退后一段看了看，从身后看，跟他本人躺在床上没什么区别，除非保镖进来检查，但这是不可能的。欧尊有怪癖，极其不喜欢别人进他的卧室。为了防止老虎醒来会乱动暴露，石云英从衣服的口袋里翻出一粒胶囊，喂给了老虎，让他短暂的昏睡过去。这些药物都是无害的，是他在禁区没事干自己研发的，这次要跟欧尊打赌，所以他在身上藏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做好这一切，石云英看了看时间，知道不能耽误了，于是立即闪身进了浴室。浴室里有排风口，这种大别墅的排风管一般都非常的大。石云英拆开排风口的百叶挡板，爬了出去。他顺着管道迂回的爬，最终在顶端的排风口出现。他掀开盖子，爬上了屋顶，低头可以看见下面到处都是巡逻的保镖，每个点都有人在看守。该死，监狱看管的都没这么严格吧？石云英抿唇，又来到另一边，发现一群人正在到处搜，还拿着一些驯兽工具，很明显是在搜索那只肥虎。石云英闭眸一转，从口袋里拿出刚刚准备的小玩意儿，朝着下面扔了过去，制造出声响，好像在那边。养兽师听到动静，立即让保镖一起过去，因为知道老虎不好对付，边上2名负责看管这个角落的保镖也一起上前帮忙。石云英趁着这个机会从管道滑下去，落地后躲在一棵树后，找准时机，猫着腰溜到了围墙边，伸手攀着藤蔓，迅速地翻墙出去。就在石云英溜出去后的1分钟后，主卧外的保镖又打开了房门，看见石云英仍旧侧躺在床上，盖着被子，被子外还有黑色头发露出来，再加上刚刚听到的咳嗽声，保镖没有丝毫的怀疑，拍照给欧尊汇报后，又轻轻地关上了房门。欧尊正在圣门秘密分部处理网络攻击的事，接二连三地收到保镖的汇报短信，确认他的女孩还在他的床上昏睡着。不知道小东西醒来发现自己输了会是什么表情？哭闹、耍赖，总之是什么都无妨，只要他乖乖待在他身边，他随他闹。今晚睡完，他变成他的人，应该就老实了，会踏踏实实地跟在他身边，指不定还会开始黏着他。欧尊又掀起眼皮看了看时间，薄唇勾起胜者的弧度。而他不知道的是，从公馆翻墙出来的石云英已经顺利搭上了顺风车，正在去往郊区去的路上。晚上时间7点50分，距离赌局游戏截止时间还有10分钟。黑色轿车在欧爵公馆门口停下，车门被打开，欧尊迈着长腿下车。保镖出来迎接主人，并恭敬地道：七爷，一切正常，1分钟前我开门检查过，小姐还在床上睡觉。欧尊颔首，不过汇报的信息上有一个点他很关注，皱眉问：他一直在咳嗽？是的，可能是睡梦中呛到了。保镖说道：这种情况也很常见，所以没有太在意。叫家庭医生过来。欧尊吩咐了一句，来到了2楼主卧，推开房门走进去。偌大的卧房内很安静，大床上盖着被子的女孩侧着身体，背对着他，似乎睡得正熟。欧尊薄唇勾起，极其想念石云英的味道。他快步走了过去，弯下腰的同时，伸手摸向床上女孩的脸。第63章，欧尊的最后一招，命名为云尊区。一边伸手过去要摸女孩，欧尊一边低沉的玩味道：小东西，该醒来乖乖认输了。话才说完，欧尊伸出去的手却没有如预想中那般摸到女孩柔软嫩滑的脸蛋，而是摸到了毛茸茸的触感。毛茸茸？欧尊皱眉，但他的第一反应是石云英的头发，也懒得拨开她的头发，太过想她的味道。他索性俯身就要朝床上的女孩亲下去。此时床上的老虎挺了挺圆滚滚的肚皮，一只前爪子也从被子里伸出来，搭在了男人的肩上。房间里没开灯，光线极其昏暗，欧尊并不能看清楚，
只是感觉到一只手臂搭在自己肩上，略微诧异的挑眉。小东西居然对他这么热情，怕是刚才就已经醒了，知道斗不过他，所以彻底服输，想讨好他了。欧尊唇角的笑意更深，心情大好，低头亲下去的同时，大手也探进了被子里，想要抚摸他的小东西，然后又摸到了一手的毛茸茸。欧尊动作微微一顿，几乎是同一时间，床上的女孩终于翻了个身，正脸对着欧尊。欧尊感觉到有硬硬的胡子东西扎在自己脸上，他含笑，微眯的墨眸倏地睁开，终于在昏暗中看见一张圆圆胖胖的、有黄白毛纹相间的虎脸，那张虎脸正对着他，而他的薄唇差那么1毫米就要亲在老虎满是毛的嘴上。欧尊极其罕见的一怔，下一秒，他高大的身体猛地从床上撑了起来，甚至还往后退了2步。有那么5、6秒，欧尊站在床边没有动，素来冷静的墨眸中竟然有一抹被吓到的震惊。这个世界上能吓到他的东西极少，能把他吓成这样的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欧尊以为他那鲛人血统的小东西变身成什么奇怪的动物了，但他毕竟不是普通人，瞬间就反应过来，上前一把扯开了被子，同时冷冷地朝主卧门口道：“开灯。”守在门外的保镖立即打开灯。随着主卧大灯的打开，床上的人，哦不，床上的老虎终于无所遁形。只见老虎身上还穿着石云英被带回来时的裙子，虎头上戴着一顶足够以假乱真的假发，正露着肚皮朝着天呼呼大睡，像是睡得很爽。老虎还拱了拱圆滚滚的肚子，伸出舌头舔自己的嘴。欧尊的大手里还捏着被子的一角，高大的身形僵冷地站着，而他那一张俊脸已经犹如最深沉的夜，黑得摄人。保镖们全都看傻了，整个主卧气压极低，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这就是你们说的小姐还在睡觉？欧尊咬牙切齿地吐出几个字，倏地转过头，凌厉地望向那群保镖。保镖们差点吓尿，通通单膝跪下。七爷，我们开门检查的时候，小姐真的在睡觉啊，我们也不知道小姐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老虎了。小姐为什么会变成老虎？这群蠢货以为这老虎是小东西变的。欧尊微咬着牙关，倏地上前几步，一把扯下老虎头上的假发，放到鼻尖轻轻一嗅。小东西的味道他绝对不会闻错，他竟然躺在他的床上，还给他玩偷天换日。这么多保镖看着，竟还是让他逃出去了。他到底有多少本事是他不知道的。忽然欧尊西装口袋里的手机响起，他拿出来一看，是一通陌生号码的视频电话。他不用接都能猜到是谁，果然按下接通后，视频中出现女孩漂亮明艳的小脸蛋儿，笑得跟刚开的花一样，美得晃眼。七爷，你在哪里啊？欧尊看着屏幕中的石云英，他显然是坐在一个巨大的石头上，而他的背后是一大片的树木和空地，显然已经在同城的郊区了。他妖冶的墨眸眯起，就这么盯着他的脸蛋看，没有说话。既然欧尊不说话，脸色不好，那么石云英心情就更好了。他吃着路边的野果，拨起嘴吐了核，又笑眯眯地道：“七爷，友情提示一下，现在时间7点58分43秒了哦。”欧尊看着他得意又嘚瑟的小模样，似是觉得很有趣，薄唇勾了起来。所以，石云英美眸眨了眨，微笑着说道：“在我们说话的空隙又过去了5秒，所以还有1分钟12秒，你就要输了，是吗？你这么肯定？不然呢？”石云英毫不怀疑：“我已经在郊区了。难道七爷忘了赌约？”“我当然没忘。那还有1分钟整，七爷需要我帮忙倒数吗？”“你可以先数着，不过你最好在郊区等着我。”欧尊眼中闪过一抹意味深长，说着侧眸扫了一眼卧室外的夜风，叫人进来。叫人？谁？石云英听得一头雾水，就看见视频屏幕里欧尊迈着长腿下了楼，他大概是懒得举着手机，大手自然的垂下，摄像头不偏不倚的对准了他皮带的部位。石云英脸蛋上的笑意倏地僵住，差点被嘴里的野果噎死，立即伸手捂住了屏幕。该死，他充分怀疑这个变态男人是故意的，他就见不得他嘚瑟是吧？就因为他变态不过他吗？随着屏幕中传来的声音，直到有人的声音响起，石云英才挪开了挡住屏幕的手。然后他就看见欧尊站在客厅的桌边，指骨分明的大手拿着笔，正弯腰在桌面的文件上飞快地签着字。他一连签了3份，然后站在一旁，一身西装革履的男人过来盖了章，恭敬地对欧尊道：“七爷，交易在您签字后立即生效，所以生效时间是晚上时间7点59分59秒，这边有电子签约记录为证。”交易？什么交易？而随着男人的话音落下，秒针转正，时间变成晚上时间8点整。赌约游戏结束。石云英听得一脸懵逼，但看着到了时间，还是立即冲着屏幕大声地道：“喂，已经8点了。”他像是生了气，连七爷都不叫了。欧尊眉头一皱，低眸看向屏幕，语气极其不悦地问：“你叫我什么？”不叫他亲密的称呼已经是错了，竟然敢叫他喂，我叫你变态！混蛋！反正已经赢了，
石云英想自己已经跟他没关系了，反正又隔着屏幕，他还怕个毛啊！他就该更狠一点，走之前暗示尊尊醒来咬一下这个男人。欧尊危险地眯起眼睛，我给你一次机会重叫，你是不是忘了赌约？石云英再次大声地提醒他，现在8点了，我在郊区，我赢了，你输了，我现在不是你的宠物了。欧尊却勾唇笑了，那可未必。石云英顿时警惕起来，蹙眉冷哼道，怎么，堂堂七爷不会输了不认吧？这不是个男人的作风吧？见面说。欧尊却说道，乖乖在那等我，你还过来干什么？你已经输了，我已经不需要背你。石云英话还没说完，欧尊就直接把视频通话给挂断了。这男人搞什么鬼？石云英气得鼓起脸蛋，但转念一想，见面说就见面说，反正输的人是他，他就不信他一个手握重权的男人会真的反悔不认输。他靠在郊区大石头雕像上等着，一边打开手机看着买房的 app， 畅想着离开欧尊后他自己要住个什么样的公寓。半小时左右，7辆黑色轿车在郊区停下，听见车声，石云英立即起身，手撑着石像，轻松地落在了地上。不远处的车门打开，高大俊美的男人下车走了过来。只是他身后跟着的不止叶枫，还有刚才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到底是谁？石云英摸不准他的用意，蹙眉看着他走过来。就在欧尊要走近自己时，他退后了几步，直接道，已经见面了，你说吧。这么远也叫见面？我可以听见你说话就行了，可我闻不到你的味道。欧尊说着，长腿直接走近他，伸手就要去抚摸他的长发。石云英啪的一声拍开他的手，闭眸瞪着他道，你忘记赌约了？过了8点了，我不是你的宠物了，你不可以再随便摸我身上任何一个地方。欧尊冷白的手背被他打红了，竟也没恼，还用另一只手指摩挲着手背上被他打出的红印子，像是很珍惜这印子似的。摩挲了几秒，他勾唇道，行，那就先谈赌约的事，现在夏国时间已经8点了，你认同？石云英点头，认同。我们的赌约是你8点之前到郊区，就算是你赢，你认同？认同。石云英道，不懂他说这些干什么，他急切地道，所以我已经赢了。可下一秒却听欧尊道，可是现在已经过了8点，你没有到郊区，所以你输了。石云英一怔，立即用闭眸瞪他，你想耍赖吗？我现在就站在郊区。哦。欧尊居高睨他一眼，忽然抬了下手，他身后的西装男人立即上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递到石云英眼前，是一份合同，上面写着一行加粗的大字，欧氏集团购买郊区合并为同城新市区合作案。这是什么？石云英看着这几个大字，闭眸倏地瞪大，有那么一瞬间没有反应过来。好在西装男人非常尽职地朝他解释道，小姐，是这样的，七爷已经斥巨资向夏国政府买下这片郊区，并且合并为同城的新市区。石云英倏地抬起头来，难以置信地问道，他买下了这里，那现在这里是已经同城新区了，也就是同城市区境内，因为合同签字即生效，所以在今天晚上时间7点59分59秒时生效了。西装男人说道。石云英听得懵了，一把抢过那份文件，哗啦啦翻了几页，果然看见最后有欧尊龙飞凤舞的张狂签名。该死，他竟然买下了郊区，变成新市区。石云英咬住粉唇，抬头瞪向欧尊，你耍赖，这里分明就是郊区，可是这里在今晚7点59分59秒已经变成新市区了。欧尊抬手看了眼腕表，挑眉看着他，所以你现在站在市区境内了。石云英小姐，你输了。石云英彻底懵了，那他费尽千辛万苦在郊区等他，岂不是像个傻子一样？他刚才还得意洋洋地嘲笑他输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机关算尽，他竟然还有这最后一招在等着他。他这算什么？好无人性！石云英咬着贝齿，这不算。为什么不算？欧尊俊美的脸上一派波澜不惊，淡淡的看着他，我犯规了。当时就说过，本赌约不限制任何手段，我们亲嘴盟誓过。欧尊十分绅士地问道，请石小姐阐述，我哪一点违规了？我洗耳恭听。石云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像是不相信似的。他又重新低头去看那份合同，可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欧尊确实买下了这里，合并为同城新市区，而且竟然还命名为云尊区。男人悠然的嗓音响起，彻底看清楚了。你输了，小东西。石云英倏地抬起头，抿唇怒瞪着他，你是不是在打赌的最开始就想好了这一招？这分明就是阴险。我想到了，但我认为用不到，我肯定能抓到你。欧尊墨眸眯起，带着一抹浓厚的兴味看着他，但你又一次让我刮目相看了。他头一次在女人身上有了挫败感和失落感，这些从未有过的情绪都是他给他的，是他让他觉得原来活着还能这么有趣。他这辈子目前为止最感兴趣的事，就是好好的探索他的心和身体。见石云英不说话，欧尊直接上前2步，长臂勾住他的细腰，将他一把抱进怀内，低头凑到他耳边，低低的笑道，谈完赌约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聊聊
待会儿我们第一次的地点。第64章，小东西哄男人倒是有一套嘛。欧尊呼出的气息极其炙热，又带着他独特的男性气息，坏坏的吹进石云英的耳朵里，让他不可避免的浑身战栗发麻，四肢都莫名其妙的软了下来。奇怪，为什么每次欧尊抱他，他就觉得身体发软发痒，像是有好多小虫子钻进他的毛孔里。他不喜欢这种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的感觉，莫名的羞耻。而且第一次，石云英闭眸圆睁，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3个字的意思，漂亮的脸蛋儿瞬间变得绯红，双手抵住男人的胸膛。谁说赌约谈完了的？我还没有认输，你还想输得更彻底一点？我不认输，胜负就还没分出来。那我认赢。石云英咬着唇瓣，我的意思是你耍赖，这局不算，我要求重来。你现在站在同城市的云尊新区，石小姐。欧尊嫣红的唇勾起，需要我把同城的市长叫来，让他给你做个详细的汇报吗？见小东西没说反对，欧尊微微侧手，吩咐把市长叫来。不用叫。石云英立即大声阻止道，其实不需要市长来做汇报，他心里知道这次是他栽了，他就是气不过，他竟然输给他了。输的原因还是他不够阴险，不够狗。气不气人？气不气人？西装男人犹豫问，七爷，那叫不叫，听他的。欧尊道。那西装男人不由心底大惊，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石云英，这女孩是什么来历，竟然让七爷这样对待。欧尊看向怀里的女孩，又低沉问道，好了，不叫市长。然后石云英垂着眸没说话，然后小下巴就被男人2只手指捏住抬了起来。欧尊敏锐的眯眼，在想怎么该抵赖，竟然被发现了。他是会读心术吗？石云英抿了抿唇，握着粉拳捶他硬硬的胸膛，你先放开我，靠得太近我没办法跟你说话，可你在我面前，我就想抱你。欧尊道，又贪恋的低下头，想嗅他长发上的味道。他的唇一靠近他，石云英就觉得那股又麻又痒的感觉又来了。他羞耻极了，直接抬起细腿顶向他，发力将他一把推开。他也后退了好几大步，彻底退出他强势的怀抱。怀里抱得舒舒服服的温香软玉溜了。欧尊皱眉，再次想要上前，手臂也已经伸出来要搂他。石云英见状，直接抬腿踹向他，不许抱我。恰巧他一脚踹在了欧尊的西装裤上，留下一个脏兮兮的小脚印。周围站着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凉气，敬佩又惋惜地看着石云英，他不要命了，竟然敢踹七爷。可下一秒，只见欧尊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裤腿，而后他在周围人的目光蹲下身来，一把握住石云英还没收回去的右脚。他纡尊降贵地伸出冷白的手指，用力地擦他小腿上沾染到的泥土，像是在呵护他珍藏的宝物。他的腿他都没好好摸过，泥土有什么资格沾到他？这一幕，周围的人的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什么情况？这里脏。欧尊嫌弃地道，放开女孩的小腿，重新站起身来，我们回家说。石云英小脑袋迅速转动着，他知道这次赌局游戏自己确实是输了，尽管是因为欧尊放了阴险的大招，而且目前来看，他想抵赖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一直站在郊区这里对峙也不是个办法。这里怕是早就被欧尊的人包围了，他也不可能开溜，先回公馆再想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于是石云英点头同意。行，那先回去说。欧尊纠正他，是回家说。回什么家？他跟他哪来的家？石云英也懒得去纠正他，在欧尊想要搂着他走之前，他先凶巴巴地瞪着他，并且恶声恶气地威胁他，你敢抱我，我就踹得你身上都是脚印。反正输都输了，石云英这个身份也暴露给他了，他不需要装乖了，指不定他表现得暴躁蛮横一些，欧尊就会嫌弃他，主动让他走了。这么想着，石云英的闭眸就瞪得更凶了，然后就听见欧尊低笑道，从来没有女人敢踹我，被你踹的感觉很新奇。待会儿回家，我们还有漫漫长夜，我让你踹个够。欧尊勾唇说完，也没有强行来抱他，迈着长腿往轿车走去。石云英有一瞬间想跑，但男人像是背后长了眼睛，嗓音飘来，我数3下，你不上车，我们就在草地上野战。石云英1秒就冲上了车，顺便把车门甩得震天响，以表达他对变态的不满和抗议。欧尊却身体向后靠在座椅上，交叠着双腿笑道，甩车门的声音都这么有冲击感，我期待你晚上在我身下唱歌。石云英，你不提晚上会死吗？那换个说法，洞房花烛夜。7辆轿车一起回到欧爵公馆，欧尊坐的那辆被护在正中间，主人回来了。公馆的保镖立即上前打开门。石云英故意坐着不动，把脸蛋也别向另一边，不想跟他一起下车。欧尊想着小东西大概是因为晚上要睡的是害羞，也没有强迫他，率先下了车。然而他才走到别墅门口，就听到身后传来女孩清甜的嗓音忽然响起，亲密又欢快地喊道，尊尊尊尊。欧尊脚步一顿，十分意外地挑起眉，这是小东西给他起的新昵称。
尊尊，一听就是给亲密的人取的名字，小东西哄男人倒是有一套嘛。正想着，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奔跑声，就像是石云英正朝他飞奔过来，想要扑进他怀里。欧尊心情愉悦地勾起薄唇，转过身的同时，果然看见石云英朝他站的方向跑过来，脸蛋上还带着笑意和期待。他唇角的笑意更深，微微抬起了手臂，想要迎接他的女孩入怀。第65章绝世大促捅欧尊。石云英酝酿如何翻盘，然而下一秒，就见飞奔到他面前的石云英擦着他的肩膀而过，跑了他的右边，然后蹲下身，抱住了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肥乎乎圆滚滚的老虎。欧尊微微抬起的手臂僵了僵，俊脸倏地黑了一个度。尊尊，石云英一把抱住大肥虎，小手在他的虎身上摸了摸，确定他没有被某变态男人虐待，这才松了口气，笑眯眯地道：尊尊，你是跑出来迎接我的吗？真乖哦。欧尊俊脸比这夜晚还黑，他难以置信地僵硬地低下眸，咬着牙关冷冷地出声：你叫他什么？石云英还在抱着怀里的大肥虎撸着，闻言蹙了蹙眉，像是被他打断了自己和老虎的亲密时间，不耐地抬眸看他：尊尊啊，怎么了？你给他取名？顿了顿，欧尊才咬牙切齿地说出那2个字：尊。对啊，犯法吗？关你什么事啊，大变态！欧尊沉沉地望着边上的一人一虎，眼神越发的阴鸷。而此时，叶枫从外面走进来，见自家主子微微抬起手臂，忙径直地问道：七爷，您抬着手是要拿什么吗？话音落下，叶枫顿时感觉到一阵无形又致命的杀气。去跑步。欧尊冷冷地看着他，眼神肃杀，50圈，跑不完不许睡觉。叶枫，为什么啊，七爷？但咱也不敢问，咱也不敢说。叶枫一抹眼睛，悲壮地说了句谢谢七爷赏赐，便退下了。尊尊，看到了吗？做人，哦不，做虎呢，一定不能蛮横不讲理，会像个大恶霸的。你千万不能学坏哦，要做一只乖乖虎。石云英摸着老虎毛茸茸的脑袋，教育他。一道气势强大的阴影忽然逼近，石云英抬头就看见走过来的男人，脸色阴沉地对他说：起来，进去吃饭。石云英就不，你先进去，我陪尊尊玩。那就吃全虎宴。欧尊冷冷地道，俯下身就要去拎起那只肥虎，然而他的手指压根还没碰到老虎，老虎却像是知道前主人肯定是要惩罚自己了，琥珀色的眼珠滴溜溜的一转，忽然就心悸的往后一倒，四肢扑腾着，嗷嗷嗷嗷！高级碰瓷现场。见老虎被推倒了，石云英心疼的立即看向欧尊：你推老虎干嘛？名字是我取的，你要打就冲我来。欧尊，他的手再次僵在半空中，难以置信，老子竟然被自己养的宠物给碰瓷了。妈的，白养他这么多年，竟然还敢跟他抢女人了。好了，尊尊，我们不理他。石云英哼了一声，抱着老虎就走进了客厅。老虎像是被欧尊独断专行的欺压了太多年，这下终于找到了靠山，四肢都扒在石云英身上，偷瞄着门口的欧尊，舒爽地吐着舌头。七爷，小姐，可以开饭了。佣人擦着手从厨房走出来，说道。石云英走过去，看见白色长桌上是丰盛的菜色，是欧尊让你们提前准备的。佣人一惊，忙道：小姐，可不敢直呼七爷的全名。哦，是大变态让你们提前准备的。佣人吓得腿软，颤声回答：是的，七爷1天前就吩咐过，今晚要和小姐共进晚餐。1天前，那就是他们开始赌约游戏的那时候。这男人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赢，他竟然输得这么惨，这么丢人，简直是黑历史。石云英抿着粉唇站在桌边，愤愤地想，他一定要赢回来。身后有脚步声走近，石云英暂时收了思绪，在餐桌左边的位置坐下。先忍辱负重，总有机会翻盘。欧尊在他对面坐下，他摊开餐巾，看着对面一脸沉思的女孩，眯眼道：在想什么？没什么。石云英拿起汤匙，吃饭吧。想先忍辱负重，然后翻盘狠狠地搞我。可嗨！石云英一口汤差点喷出来，咳得一嘴都是。擦擦，嗷嗷！2道声音同时响起。欧尊抽了张纸递给石云英的同时，老虎也咬了张纸，直起身体递给他。一人一虎维持着递纸给他的姿势。一看到那只没良心的大胖玩意儿，欧尊眼神就更冷了，带着警告地看着石云英，仿佛在说：拿我的，拿谁的重要吗？石云英不想理他，伸手要去拿老虎叼着的纸。下一秒，欧尊另一只手就拿起了盘子里的餐刀，五指握紧。变态了不起啊！为了防止大尊尊血溅当场，石云英还是伸手接了欧尊递过来的纸。大肥虎瞬间失望，叼着纸可怜兮兮地望了一眼石云英，重新回到地上，在餐桌边来回走着，抬起脑袋就见欧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带着胜者的倨傲和不屑。石云英低头擦嘴没有注意到，但一旁的佣人看得清楚，简直以为自己看错了。七爷这是在跟一只老虎吃醋吗？
石云英刚擦好嘴，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就端到了他面前。乌鸡黄芪当归汤。欧尊对上女孩疑惑的眼神，眯眼补充道：“提前补气血，毕竟你晚上可能要失血。”我为什么要失血？石云英说到一半，倏地反应过来，脸蛋蹭得红了。我才不要喝，那就吃孜然烤虎腿。他竟然敢威胁他！算了，他先记仇下来，以后一起算。石云英气鼓着脸蛋，端起碗就喝了。才放下碗，几本书就又被推到面前。待会儿饭后，你有1小时休息时间，看看这些。石云英低头一看，夫妻恩爱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这里全都有。女性在床地间需要做的是什么？18个小妙招，让你变成高手。夫妻夜晚攻略大全，专家精编版。石云英，她去哪里买来这些奇奇怪怪的书？好好研究一下。欧尊优雅地切着牛排，墨眸忽然扫过地上奄奄趴着的大肥虎，似笑非笑地道：“待会儿让他在一旁看着学习学习，改明儿找只猫跟他杂交一下。”老虎猛地四肢站起来。第66章，7天之内，他一定要想办法逃走。老虎和猫怎么能杂交？石云英闻言瞪圆了闭眸，替尊尊抗议：“这不是乱来吗？”欧尊掀起眼皮看他，似笑非笑道：“你现在不是他主人吗？他不得跟上主人的步伐。他要不要脸？佣人还站在边上好吗？”石云英手里的餐刀猛地插进面前的牛排里，就像是在割着欧尊一样，咬牙切齿的又放进嘴里，愤愤的咀嚼。他一定要一雪前耻，一定要！一顿火光四射的晚餐吃完，石云英胡乱擦了擦嘴，才站起身来。对面的欧尊就食指关节扣了扣桌面，提醒：“牛排没吃完。”“我不想吃。”“为什么？”“因为被你气得大变态。”“没有为什么。”石云英一张漂亮的小脸臭臭地说。欧尊抬眸扫过他纤瘦的身子，想到之前几次隔着衣服摸他，小身板根本摸不到几两肉，便皱眉道：“吃完才能离桌。”那语气跟监护人教育孩子似的。有这么变态的监护人吗？石云英一扬小下巴：“我不吃你能把我怎么样？”欧尊没说话，而是伸手放在衬衫扣子上，仿佛是无声的威胁。他不喝，那现在就睡，在这里睡。石云英小腿肚一颤，咬住下唇，心里把欧尊用满清10大酷刑虐待了个遍，一边重重地坐回去，把剩下的牛排一股脑全部塞进嘴里，脸蛋鼓得像是一只可爱的河豚，然后起身气呼呼地走了。临走前还不小心踩了欧尊一脚，欧尊被踩了还勾起了唇，心情不错地用完了牛排。小东西真不愧是他的宝物，踩脚都踩得这么舒服。石云英跑到阳光房撸老虎，不一会儿，佣人就进来了，手里还捧着欧尊给他的那几本奇奇怪怪的书。“小姐，七爷让我把这些书给您看。”“放那边吧。”石云英才不想看那种恶心心的书。“可是七爷让我监督您看。”石云英咬牙告诉他：“我眼睛疼，看不了书。”佣人哪敢反驳他，赶忙出去了。石云英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分钟，欧爵公馆内的广播忽然响起：女性在新婚夜必须要知道的事情。第1节，和伴侣初次接吻时，女性需要注意什么？首先不能紧张，要充分相信你的伴侣会温柔地对待你。石云英，他竟然放广播，那不是整个欧爵公馆的佣人和保镖都可以听到吗？石云英羞恼地咬牙，立即起身冲出去，就看见欧尊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长腿交叠，手里拿着一本男人必学的新婚夜技巧，正低头翻看着。他俊美的侧脸认真且专注，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看几百亿的生意合同。石云英抓起脚上的一只拖鞋丢向他：“快点把这个广播关掉。”欧尊轻松地偏头躲开，修长的手指翻了一页书：“你不是看不了，那就用听的。”“我可以看。”“关掉。”“行。”欧尊抬手看了眼腕表，提醒他：“你还有47分钟休息，然后回主卧洗澡。”愿赌服输，石小姐该不会要做一只言而无信的美人鱼？他语气含笑，让他无法反驳。石云英又把另一只拖鞋丢向他，气呼呼地转身走了。他回到房间，被迫翻了翻那几本书，同时也更加的忧心忡忡，今晚该怎么办？他绝对不可能和欧尊做那种事，他是人类，他不是啊。石云英想了想，摸出口袋里的手机，登录了论坛，匿名提问：如何才能拒绝一个男人？底下的回答五花八门，各种搞怪的都有，但一大部分都围绕一句话：来月经就行了啊。月经？石云英蹙起眉头，他以前确实见过14元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流血，可他伸手抚上自己的小腹，一脸茫然。他已经18岁了，成年了，可他从来没来过月经啊。他不知道是胶人血统的原因导致的身体构造不同，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总之他长到这么大，一次都没有来过。那怎么办？石云英咬着下唇，倏地想到什么，眉眼就弯弯的舒展开了。5分钟后，石云英溜出房间，看见客厅已经没人了。欧尊应该是去书房处理工作了。他趁着佣人不注意，闪身来到厨房，关上门，翻了翻橱柜，果然找到一包番茄酱以及透明的密封袋，
40分钟后，书房内，欧尊处理完财团的事，看了眼时间，道：“今天就到这里。”叶枫心领神会，在他走出去前道：“祝七爷和小姐有个美好的夜晚。”欧尊脚步一顿，头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下属看着顺眼，挑眉道：“去财务领双倍奖金。”谢谢七爷。叶枫内心激动不已，看来小姐才是真正的财富密码。欧尊回到主卧，本以为小东西会找借口躲着，没想到走进去，发现浴室的灯竟然亮着，里面还有水声传出来。这么乖在洗澡？欧尊略微诧异地挑下眉，走到浴室门口，伸手想拧开门把，可动作却顿住了。现在进去也许会吓到他。欧尊罕见地开始在乎别人的感受，可他刚转过身，身后的浴室内却忽然传来女孩清甜的嗓音：“你忙完了？”欧尊脚步顿住，怎么不说话？欧尊，是你吗？里面又传来女孩的问话，隔着门听不清楚。那你进来啊！石云英的嗓音带着娇笑，像是无声的邀请。傻站在门外干什么呢？他竟然主动邀请他进去。欧尊妖冶的墨眸眯起，当然不会客气，伸手就拧开了浴室的门。氤氲的水汽扑面而来，欧尊走进去，才看见石云英泡在浴缸里。欧尊只看了一眼，浑身的神经就绷紧了。他喉结上下滚动，人已经走到了浴池边，眼神不闪不避，就这么低头视察着他。透过冒着热气的水，石云英无所遁形。他被他看的感觉像是坐在岩浆中，咬了咬唇，忽然伸手拽住他的手臂，将他整个人扯得俯下身来，俊脸正对着他的脸。欧尊双手撑着他身后的墙壁，凑得这样近，他低低的笑着，竟还问他准备好了。石云英伸手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趁着欧尊另一条腿还没跨进浴缸，他双腿倏地用力，夹破了事先藏好的透明密封袋，被他秘密调制过的番茄酱溢了出来，整个浴池的水瞬间变成了红色。欧尊还沉浸在女孩的甜味里，下一秒低头往血红的浴池里一看，罕见的愣住了。他像是没想到会突生变故，竟然还问了句：“这是什么？”“哎呀呀，我好像来月经了。”石云英面上一脸茫然，心里则舒爽的欣赏欧尊黑了脸的表情，气不死他。哼！欧尊黑着俊脸，恶狠狠地瞪着他，从齿间蹦出几个字来：“你故意的。”石云英心里咯噔一下，他不会猜到了吧？不可能，他为了掩盖番茄酱的味道，还放了其他的调料，除非他变态到喝一口浴池里的水，不然不可能发现的。他眨着大眼睛无辜地说：“来月经还能故意的吗？人类不来吗？难道我不是人类，我就不能来月经吗？”说得可怜兮兮的，边说嘴角还下垂了，顺便补充了句：“我好像肚子有点痛，肯定是痛经了。”欧尊看着他这副小模样，瞪了他片刻，猛地从浴池中起身，转身抽了条浴巾，然后把他从浴池中拎了出来。石云英一惊，吓得差点要动手，但欧尊只是用大浴巾包裹住他的身体，把他放到了淋浴间，恶声恶气地说：“给你1分钟洗干净。”然后他就转身出了浴室，像是要发泄自己的不满，把浴室的门甩得震天响。石云英惊魂未定地站在淋浴间，见他走了，才浑身松懈下来。他简单清洗了一下自己，没敢在浴室里多耽误，处理了一下浴池里的犯罪现场，保证不会露馅，就立即穿上睡衣走了出来。石云英本以为欧尊气得离开公馆了，没想到5分钟后房门被拧开，他又走了进来，手里还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碗。喝了。欧尊冷着俊脸道：“这是什么？”“红糖姜茶。”欧尊到嘴的肉飞了，语气很不爽，冷冷地道：“佣人说这个对来月经的女人好，刚刚听他说痛经，这个小麻烦鬼，他竟然是下去让佣人煮这个了。”石云英不喜欢姜的味道，抿着粉唇：“我不喝。”话没说完，就见欧尊欲要俯身压下来，他吓得赶忙接过碗，喝完了整碗红糖姜茶。反正他来月经了，他就不信他会真的对他做什么。今晚输的还是他。像是察觉到女孩眼里的得意，欧尊鼻尖戳着她的脸蛋，低低的笑道：“7天后，等你这玩意儿结束，今晚少我的，我会10倍要回来。”他加重了10倍2字，仿佛在告诉他，躲得了初一，躲不了15。石云英浑身一震，7天，不行，这7天之内，他一定要想办法逃走。第67章，他欧尊要定的女人，他要摸透她，而且这7天也不是绝对安全。欧尊精明的要命，如果被他发现他来姨妈是假的，怕是他就真的要被他弄到出血了。他认真的想过了，一开始他只是不想得罪欧尊这种大人物，不想被他列入追捕名单，毕竟他在同城还有事。他本来想着欧尊养把他当宠物养，养一段时间就会腻了，忘了他的存在，只是没想到他那么倒霉，每次他用其他身份溜出去，竟然都会碰到他，结果被他给死盯上了。而且欧尊现在不单纯是把他当宠物，还要睡他，他不走不行了。反正石家在同城的资产，他目前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石家的房子他已经收入囊中，至于公司也因为亏损半死不活，他要收也不难。而且石家一家3口被石兰凤接走了，他要找他们，就等于要对抗欧家6伯，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从长计议，所以他不如先躲欧尊。
等他逃走了躲起来，欧尊找他找不到，过一段时间肯定就把他忘了。他身边怎么可能会缺女人？7天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他想逃的话总会找到机会。欧尊毕竟是财团掌权人，还管着一整个圣门，平时很忙，他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他得好好策划一下，或许可以先查查欧尊的行程安排，或者再从圣门入手，想办法调开他。女孩闭塞的眸中闪动着不安分的光，一看就是在动什么歪心思。欧尊不悦的拧眉，这种掌控不住他的感觉，令他心口竟罕见地生出一丝患得患失的慌张。他欧尊要什么没有？他犯得着去慌这些？他大可以把他用链子锁住，锁在一个只有他可以出入的地方，那样他就是他一个人的。欧尊脑海中这样不屑地想着，可眼神里的紧张却出卖了他。他一瞬不瞬地盯着被他压在身下的女孩，像是要挤进他脑袋里，看看他此刻在想什么，看看他的思绪里有没有他，还是有其他野男人。然而他挤不进去，于是就气恼地咬石云英，想抢回他的思绪，想让他只关注自己。在想什么？欧尊极其不爽地闷声问，其实是想凶他，教训他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问出来语气却不怎么凶。顿了顿，觉得有失他身为男人的尊严，于是又冷下嗓音，说话，不然揍你。石云英回过神来，暗骂这男人是狗吗？他闭眸瞪着他，一点都没有害怕的意思。他叫他说话，他就是不说，就是气死你！你还敢瞪我？信不信我真的揍你？欧尊眯起墨眸，凶狠地瞪着他。石云英还是不说话，他瞪他，他也继续瞪他，眼神比他更凶。二人就这么火光四射地对瞪着，直到窗外吹进来一阵微寒的夜风。石云英头发湿湿的没吹，乍一吹风，冷得他微微缩了下肩膀。下一秒，撑在他身上的欧尊猛地站起身，转身走向了浴室。他要干什么？拿鞭子还是拿其他的工具来揍他？石云英蹙起眉头，想着他要是揍他，他干脆跟他决一死战算了。紧接着就见欧尊重新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吹风机。石云英一脸懵，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被欧尊从床上拎了起来。他的大手按着他的肩膀，不让他乱动，然后打开吹风机，给他吹着湿湿的长发。这个怪男人，他变脸要不要这么快？男人心果然海底针。石云英抿着粉唇，扭头想要拿过吹风机，我自己来，不许说话。欧尊大手在他臀边重重地打了一下，不然我把你吹成人鱼干。他再跟他说话就是狗。吹干头发后，石云英以为欧尊终于消停了，没想到他还是不肯走，把他塞进被子里。他关了灯也躺下来，双臂禁锢式把他抱在怀里，身体也紧紧贴着他，俊脸也埋入他的长发中。又来了，他是3岁小孩吗？自己不能睡觉的吗？石云英不习惯跟人类，尤其是男人有这种亲密的接触，他已经再三打破他的底线。他不舒服地挣扎了下，你别抱我这么紧。糟了，他跟他说话了。该死，他是狗了。石云英气恼地抿着唇，挣扎了几下没挣开，索性就作罢了。大概是赌约游戏折腾了一整天，他确实是累了，哪怕是被男人熊抱着，闭着眼很快就睡了过去。耳畔传来女孩均匀的呼吸声，欧尊低眸看着她美极的睡颜，想到佣人刚才说的女孩子大多都会痛经，欧尊把大手伸到她的小腹上，缓慢地给她揉着。同时他也在想，教人血统的女孩来女人的这种玩意儿，竟然是跟人类一样的。还有她身体的构造到底是如何？她的寿命是长是短，跟人类有什么区别？他要定的女人，他要摸透她，他要知道她的全部。找时间带她去好好做个全身检查。翌日，石云英醒来时，欧尊已经不在床上了。前主人走了，大尊尊终于可以亲近现在的主人，跑到床边用舌头舔他的脚，2只前爪扒他的衣服。石云英抱着他撸了个够，起身下楼。佣人见他下来，恭敬地道：小姐，要用早餐吗？欧尊呢？七爷一早就走了。佣人答道。再次听到他直呼七爷的名讳，还是有些心颤。但奇怪的是，七爷被小姐又骂又凶又打，竟然一点也不在意，走了。石云英眼珠一转，感觉逃跑机会来了，只要想办法引开保镖，他就马上可以翻墙出去。思及此，石云英立即就往别墅外走去。第68章神秘的来信。石云英决定去华国，结果他一出别墅大门，就看见外面站着一群穿着工作服的人，手里正拿着计划图，还有人爬在围墙上测量，像是在进行大工程。石云英叫住一个保镖，问：这是在干什么？小姐早上好，这是按照七爷的吩咐，在公馆的围墙上装电网。保镖恭敬地道。电网？石云英蹙眉，心底有种不好的预感，装这个做什么？保镖为难地看了他一眼，还是答道：七爷说防止有些人翻围墙逃跑，这些电网是圣门研究的，只要触碰到，瞬间就能电晕。石云英他不死心，在整个公馆都绕了一圈，发现所有的围墙上都加装了电网，就像是一张捕鱼网，彻底网住了整个公馆。而且电网的高度高得离谱，超过了房顶的高度，像是为了防止他爬到屋顶，再用其他办法出去。他又溜到公馆大门口，
发现门卫和保镖都增加了不少，加起来竟然有10几个人。石云英气得一脚踹向一棵树，树干晃动，一个果子掉下来砸在他脑袋上，仿佛在说：笨蛋，你出不去，现在连欧尊重的树都欺负他了是吗？石云英叹着气走回别墅，本来想吃个早餐缓解下情绪，结果佣人打开电视，新闻正在报道欧氏集团斥巨资买下同城郊区，划分为市区，取名为云尊新区。据悉，欧氏集团要在这片新区开设同城最大的蛋糕主题店，并且要创立一个全新的蛋糕品牌，面向全球。品牌的名称目前还没有公布。石云英一口云吞，差点噎住，想到自己输了，刚缓解的情绪又泡汤了。只不过，欧尊要创立新的蛋糕品牌，他什么时候对甜品感兴趣了？还要开蛋糕主题店，不过如果味道好，他可以一同去尝尝，毕竟他是甜品控。吃过早餐，石云英瘫在阳光房里撸虎，好在他被带回来时身上还有一部手机，他立即登录加密账号，发现顾影则给他发了10几条消息。一儿在不在？有人往我公司寄了一张白纸，什么都没写，就背面画了一条美人鱼，我猜可能是给你的，我发给你了，你看看吧。给他的。石云英点开图片，确实发现是一张白纸，他盯着看了片刻，什么端倪都没看出来。这不可能是恶作剧，因为知道顾影泽还画美人鱼，不太会是巧合。看来他要拿到这张纸才行。石云英想了想，将市区典当行的地址发给他，你找个保镖，把信封存在典当行里，我去取。顾影泽，没问题，我马上让人去办。对了，一儿，你现在在哪里？上次你约我，七爷来找我，突然把我打昏了，所以我没能赴约，联系你不回我还以为你生气了，顾影泽。不过我后来问过七爷了，他说是因为那天有人想刺杀我，他为了保护我才那么做的。一儿，你还说你不喜欢七爷，其实七爷人很好的，他很照顾我。行吧，自己选的猪队友，他还能怪谁呢？石云英满脸黑线，简单跟顾影则聊了几句便下了线。他来到客厅，直接对保镖道：我要出门。保镖吓了一跳，七爷吩咐打电话给他。石云英语气带着不容置疑，保镖竟然不敢反驳，拿出手机给欧尊打了电话。小姐，七爷让您接。保镖把手机递过去，石云英接过，就听见那端男人笑着问道：是想出门还是想逃跑？我要出去逛逛，在这里很无聊。石云英也学他，威胁他：你不让我出去，我就把你的公馆砸了。无妨，砸了重建，我钱多不知道怎么花。生气了？不说话，真生气了。小东西什么时候变成小气包了？欧尊皱起眉头，看了眼手边的女性经期注意事项大全，最上面一条就是要保持心情愉悦。他低沉地道：行，你想去哪里逛就去哪里逛，我让保镖送你。顿了顿，他补充道：不许生气。那我挂了，不亲一下。石云英刚想说不，忽然想到什么，微微一笑：好啊，亲。他说着蹲下身，把电话放到大肥虎面前。嗷！电话那端的欧尊俊脸一黑，想到他跟老虎亲密的画面，沉着眸：你不许抱那只胖虎。石云英直接挂断电话。他知道欧尊肯定是让保镖全程跟着他，但没关系，他是去取信，怎么逃走他还没想好，不急于今天。很快，他便被司机开车送到了他指定的地址，位于市区的典当行。他的东西都存在这边，用的就是石云英的名字，但欧尊已经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无所谓。石云英进了典当行，透过这一边的窗户可以看见，为了防止他逃跑，整个典当行前前后后应该都被保镖围起来了。这监视能力，那男人不当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可惜了。石云英从柜台取了顾影泽派来送来的信，来到他存放东西的地方，拿出一种特殊的药水，涂抹在信纸上。果然如他所料，几秒钟后，信纸逐渐浮现出一行字：下周2，华国凯莱大酒店，我等你，务必要来。而让他震撼的不是这行字，是字下面浮现的图片，竟然是一块鱼鳞。石云英瞳孔一震，这鱼鳞他再熟悉不过，他还不曾成年的时候，腿上就有这样的鱼鳞片，后来是他长大了才消吞的。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绝对不可能认错。所以，这个送信人是他的同族人吗？肯定是，否则怎么会通过顾影泽找到他？石云英捏着纸张，心口震荡。如果真的是他的同族人，那他就不是孤单一人了，他有伴了。也许还可以知道他们鲛人一族的情况，也许他还有很多族人，也许他还可以打听到他父母亲人的下落。石云英越想越激动，又低头反复看了一遍那行字。下周2，也就是7天后，时间刚刚好。华国离他现在在的夏国很远，但坐飞机也就10小时之内。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去。正好他就在华国待一段时间，也可以躲避欧尊，毕竟欧尊的势力范围是在夏国，他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华国去。只要他到了华国，他就没办法找到他了。可是现在欧尊派人跟他跟得这么紧，他要怎么样才能在他眼皮子底下逃走呢？
石云英正严肃地思索着，忽然从身后伸来一只修长冷白的大手，趁他不注意，猛地抽走了他手里拿着的纸张。石云英一惊，书弟回过头。第69章，最后的博弈。石云英要玩危险计划，入目是一张俊美邪似的脸庞。只见欧尊一身银灰色西装，背光而立，妖冶的桃花眼盯着他看，修长的手指捏着纸张。还给我！石云英心下大惊，如果被欧尊看到内容，他去华国的计划就泡汤了，也许还会连累到他的同族人。他急得立即要去抢那张纸，欧尊却蓦地将手举得更高，他将近1.9米的身高，石云英踮起脚尖也够不着。欧尊抬起俊脸就要去看纸张上面的字，石云英顾不得许多，扑过去就捂住了欧尊的眼睛。小东西难得投怀送抱，欧尊手臂顺势就勾住了他的细腰，将他搂在了怀里。石云英心思还在那张纸上，小脸蛋抬得高高的，欧尊低下头，薄唇就正好碰到他的唇。意外，他含着他的唇，无耻地说：“不过都碰到了，不接吻浪费了。”话落，欧尊加深了这个吻。他本以为怀里的女孩会挣扎反抗，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石云英竟然没有动，任由他吻着，甚至还伸出手臂勾住了他的脖子。有蹊跷，欧尊眯起墨眸，忽然就结束了这个吻，同时也松开了石云英。石云英退后2步，心里盘算着时间应该差不多了。欧尊捏着纸张，扬起的手也迅速放下，垂眸去看纸上的东西，却发现纸上一片空白。石云英低头也看见了，顿时松了一口气，这个药水是有时效性的，3分钟过后，显现的内容就会消失不见。所以刚才他忍辱负重，被这男人吻了3分钟，现在舌头还是抹的，他根本不是吻他，是要吸干他吧？白纸。欧尊抬眸看他，语气带着询问。怎么？石云英眨着大眼睛，无辜地看着他。你拿着白纸做什么？好玩？犯法吗？欧尊再次低头去看那张纸，忽然用手指去摸纸面。石云英欠背微微绷紧，虽然知道药水是一次性的，哪怕再涂抹也不会显现，但欧尊不是普通人，而是变态，所以他还是本能的有些担忧。你看起来很紧张。欧尊看着面前皱着小鼻头的女孩，探究的眯眼，这张纸看来不简单。我紧张是因为你在这里，爱我所以紧张我，因为你变态所以紧张。石云英闭眸瞪着他，你神出鬼没的干什么？你不是想逛街，跑到典当行来做什么？欧尊接到保镖的通知，说小姐要去的地址很奇怪，他怕她出什么危险，于是从集团过来的。拿我以前的东西。石云英索性就说道，我的东西都存在这里，我想拿了带回公馆去。欧尊看见他身后的梨木桌面上放着一个背包，小东西居然是想来拿东西回公馆的，这是想通了，决定老实在公馆安家了。这个可能性让欧尊心情愉悦，伸手搂住他的细腰，看了眼保镖，吩咐把小姐的东西拿上，回家。轿车就停在典当行外面，上车后，欧尊就一连接了几个电话，说的是腔调正宗的纯英文，听起来是生意上的事。果然，他没有再陪他逛街，而是回了公司。大变态不在，石云英总算松了口气，在商场里逛了几圈。当然，逛街是次要的，他主要是想寻找机会逃跑。来到一家女装店，石云英假装要试衣服，拿了件衣服进了试衣间，然后他立即顺着凳子往上爬，试图从试衣间爬到隔壁店溜走。结果他刚爬出去到隔壁店，打开门就见4名保镖端着果汁和蛋糕站在那，见他立即恭敬的鞠躬，小姐，七爷吩咐了，您逃跑累了需要进食，请您享用蛋糕和100%现榨果汁。他不甘心，又来到一家甜品店，试图从3楼洗手间翻出去溜走，结果翻出来就在屋檐边碰到蹲守的保镖，递给他一个黑色的东西，小姐，七爷吩咐了，您爬墙要注意安全，这是护膝。他到楼顶玩旋转木马，试图躲进一旁的空水箱里被运走再逃，结果一躲进去就见2名保镖已经蹲在里面，拿出一个小瓶子给他，小姐，七爷吩咐了，躲在这种地方要注意空气干净，这是鼻腔净化喷雾。石云英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有无数保镖跟着，提前埋伏，他压根没办法逃。他怀疑欧尊至少找了100个保镖跟着他，整栋百货大楼怕都是他的人吧。他仗着有权有势就完了，他这样怎么可能玩得过他？试了无数次后，当时云英终于累得坐在椅子上休息时，身后的保镖把手机递给他，小姐，七爷的。不接。七爷说您如果不接，就用商场的公共广播和您对话。石云英一把抢过手机，恶声恶气地问，干嘛？我亲爱的小美人鱼，逛得开心吗？欧尊磁性的嗓音含着笑意，石云英听出来了，那是胜利者的笑。开心啊。他咬着牙挤出几个字，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开心过。很好，那你继续逛，想买什么随便买，你别逼我买空这栋百货没问题，我立即联系律师将百货转到你名下。财大气粗了不起啊。石云英愤愤地挂断电话，打道回府。回到公馆，石云英先抱着尊尊大肥虎狠狠地睡了一觉，睡醒后吃过晚餐，去欧尊的书房溜达。
他的书房大得吓人，光是书柜就占了整整3大面墙。石云英逛了一圈，眼睛都看花了，最后伸手抽出了一本《孙子兵法》。他盘腿在柔软的地毯上坐下，翻开书页，大概是异族血统的缘故，他天生学习能力极强，一目十行，细白的手指划过书页上写的36计。最终，他的目光定格在其中2个计谋上。第10计，笑里藏刀，设法使敌方相信我方，并使其麻痹松懈，我方则暗中策划，积极准备，伺机而动。第18计，擒贼擒王，彻底摧毁敌人的主力，抓住他的首领，就可以瓦解他的整体力量。看着这2个计谋，石云英脑海中倏地闪过一个极其大胆的计划。第70章，石云英演技爆棚，哄得欧尊心花怒放。石云英狡黠地眯起闭眸，当计划在脑海中逐渐的完善，他的唇角也跟着勾起一抹势在必得。虽然这计划确实很危险，不成功便成人鱼干，但这一次他一定会成功。当晚，欧尊很晚才回到欧爵公馆。事实上，他本来回不来，应该在谈完事在酒店歇下，但想到公馆那个不安分的小东西，还是凌晨赶回来了。佣人们站在客厅接待，见他走进来，第一时间便道：“七爷，小姐2小时前已经睡下了。”欧尊修长的手指解着袖扣，闻言嗯了一声，问道：“他晚餐吃了？”小姐好像心情不佳，食欲不好，晚餐没有吃几口。佣人禀报道。欧尊挑了下眉头，但也不算多意外，小东西今天数次逃跑失败，心里不舒服吗？多多少少影响食欲。但他太瘦了，得补补，不然在床上分分钟被他折腾晕过去。他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抱起来软乎乎的，舒服。多炖些补汤。欧尊吩咐道，汤的味道做得偏甜些，他喜甜。是。佣人应声顿了顿，又道：“七爷，今天小姐和我说了一些话。”说。佣人如实道：“晚餐的时候，我问小姐为什么心情不好，小姐叹了口气，说逃跑太难了，也好累。其实和七爷一起住在公馆里也不错，七爷这么帅，他其实也不是不喜欢，不如就这样住下吧。”这些都是小姐的原话。哦。欧尊略带诧异的挑起眉，没想到小东西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看来他今天去典当行拿东西回公馆也是真的。上次赌局游戏之后，他估计已经知道自己斗不过他了。他内心想认输，只不过天生性子倔强，所以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但今天在商场里数次的逃跑失败，估计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所以让他萌生了不跑就这样住下的念头。欧尊满意的勾起唇，这样想才对嘛。他乖乖的待在他身边，他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他。只不过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客厅的座机被人拿起搁在一旁，显示在和分机通话中。楼上主卧内，石云英蹲在床头柜边握着分机，听到客厅里欧尊和佣人的对话。他晚餐时候故意表现出食欲不振，心情不好，故意让佣人看见，主动来问他，他就趁机说出那些干脆不跑了，就这样住下之类的话。因为他知道不管他说了什么，佣人都一定会转告给欧尊听的。他要先让欧尊知道他有不跑了的念头。当然这只是第一步，这次的计划太危险，他要小心谨慎，仔细铺垫。听到分机听筒里传来脚步声，石云英立即放下分机，爬回床上闭眼装睡。欧尊迈着长腿，脚步很轻地来到床边，在他睡的这边蹲下身。他默眸深深地盯着他的睡颜，而后抬起手，手指摩挲着他滑嫩的脸蛋，喉间发出一声轻笑。石云英演技爆棚的装睡，等到欧尊起身去了浴室，他才悄悄地睁开眼睛。从欧尊刚才的笑声里，他听出了愉悦，这说明他对佣人说的话他相信了。很好，他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翌日一早，石云英起床后下楼，欧尊已经坐在客厅吃早餐，看财经周刊。见他下来，佣人立即道：“小姐，您想吃什么早餐？我马上为您准备。”“我今天想自己做。”石云英看了一眼欧尊，转身进了厨房。欧尊也没在意，小东西喜欢下厨房，他都随他。15分钟后，石云英走了出来，手里端着2个碗。令欧尊惊讶的是，他竟然把其中一个碗推到了他面前。欧尊喝汤的动作一顿，掀起眼皮看他，他的眼神带着毫不掩饰的意外。石云英低着头不看他，2只小手指对点着，别扭地说：“这是我做的牛奶甜汤，你试试看味道。”欧尊默眸盯着他不好意思的模样，勾起唇：“为什么做我的份？他不是宁愿做给那只肥虎吃的，也不做给他吃。”看来他果然是决定不跑了，想要跟他好好过了。你爱吃不吃？石云英说完就转身跑上楼了。他躲在2楼的楼梯口，拿出手机打开小说《总裁的101次小淘妻》，翻看着里面的剧情。女主想和男主好好在一起，做了汤给男主喝，想讨好男主，但又别扭不好意思直说，就扭扭捏捏的傲娇。他完全按照这个剧情来演的。他刚才表演的应该很像吧。等到石云英在下楼时，欧尊已经走了。他看了眼桌上的空碗，佣人就开心地道：“小姐，刚才您一走，七爷就笑了，七爷还喝完了您做的甜汤，
还夸奖您做的汤好喝呢，是吗？那很好呀。石云英扬起一个甜美的笑容，低垂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狡黠。第2步，成功。就这样，连续给欧尊做了3天早餐后，等到第4天晚上，欧尊回来的时候，发现小东西没有睡，而是靠在床头看书。见欧尊进来，石云英立即放下手里的书，一个翻身躺下，用被子蒙住了自己。欧尊迈着长腿走过来，俯身去掀他的被子，低低的笑道：“在等我。”石云英在被子里拱了拱，欧尊隔着被子捏他：“有话想对我说？”聪明，看来敌人聪明，有时候也是好事嘛。欧尊又掀了几下被子，还是掀不开，想着干脆钻进被子里吻他一通再说。然后就听到女孩闷闷的声音从被子里传来：“第5天了，我的月经马上要结束了。”哦，竟然主动提醒他，小东西是也想跟他睡了吗？欧尊嘴角勾起一抹坏坏的弧度，故意装作不知道，反问他：“你月经要结束了，所以呢？”他闷闷地说：“所以我们可以什么？可以做那个。”哪个？就是做那个啊。做哪个？你展开来解释一下。石云英被他气得不行，猛地掀开被子，下一秒，早已准备好的欧尊就直接吻了过来，将他压倒在凌乱的被单上。第71章，暴风雨前的宁静。欧尊一定会毕生难忘。他是故意激他的。可石云英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欧尊高大健硕的身躯压着他，贪恋地极具侵略性的吻他，双手与他的双手十指交扣，将他的手摁在了被单上。石云英终究是不习惯和男人如此亲密，本能的就奋力的挣扎。下一秒，欧尊却倏地停下了动作，抬起俊脸，黑眸深深地望着他，目光极其敏锐时，云英心里咯噔一下。糟糕，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决定留在公馆住下，乖乖跟在他身边的人设，所以他吻他，他应该高兴娇羞才对。他刚才这样的挣扎，跟他这几日的讨好，他的表现完全相反啊！都怪这变态男人突然就吻，他是有文瘾吗？石云英闭眸一转，急中生智，漂亮脸蛋上的小表情立即变得委屈巴巴。那个，我不喜欢你这样吻我。欧尊眼神立即变得危险四射。那你喜欢谁这样吻你？他谁也不喜欢好吗？石云英瘪着小嘴，振振有词地说道：“我是说，我这么认真找你商量关于我们第一次的事，你却就知道吻我，欺负我，我们之间一点仪式感都没有。仪式感。”这个新鲜的词语显然引起了欧尊的注意，他挑起眉梢，反问他：“你想要什么样的仪式感？初吻、初次都应该有仪式感啊？为什么要有？”因为石云英脑袋飞快地转动，绞尽脑汁地想，总算是挤出一句他认为对的话来。因为当你想要认真地对待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仪式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认真地对待一件人、一件事。显然他说的这个人是他，这件事是他们的第一次。没想到小东西竟然是这样想的，是他疏忽了。这句话显然成功哄到了欧尊，他认真地盯着身下的女孩看了片刻，猛地低下头。只是这次他真的没有再吻她，薄唇落在她的额头，低笑着道：“那就留到我们第一次的时候，我不敬你一个充满仪式感的初吻。”可我不想在公馆里。石云英趁热打铁地说道：“我看电视剧里，人家约会都是在那种漂亮的大酒店套房里，那样不是很有仪式感吗？”漂亮的大酒店套房。欧尊想起来，刚才回来的时候，佣人确实有汇报，小姐最近很爱看韩剧，今天还入迷的看了一下午呢。原来如此，而且他说约会，小女孩就是矫情。不过他喜欢她的矫情，他对着她想怎么矫怎么情都可以。欧尊心情很好的勾起薄唇，大手握住她的小手，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吻。行，我让人安排最漂亮的酒店，3天后保证给你一个最有仪式感、最难忘的夜晚。石云英也弯起了眉眼，只不过那双美极的碧眸里是被他尽数掩藏的狡黠与锋芒。他微笑着回答他：“我很期待。”他会不会难忘？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的是，3天后的夜晚，他欧尊一定会毕生难忘。哼，他很期待他到时候的表情呢，一定会非常精彩。翌日下午，石云英坐在客厅看韩剧，大肥虎尊尊趴在他脚边，只要他伸手，尊尊就叼着零食袋或者水果盘递到他手边，任由他挑选。石云英喂他吃了一块桃子肉，奖励似的捶了捶他的脑袋。尊尊真乖哦。正巧进来的叶枫听到这句话，虽然早已知道，但还是雷的嘴角抽搐了几下。七爷居然连跟老虎同名都不介意，小姐真乃神人啊！叶枫恭敬地和石云英打了招呼，从2楼书房取了文件下来，正要离开，却被一道甜美的嗓音叫住。叶特蛀牙，叶枫回过头，就见石云英端着一杯果汁朝他走了过来，微笑着问道：“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欧尊呢？”叶枫一怔，没想到向来桀骜不驯的小姐居然会主动问七爷的情况，看来小姐果真是被七爷驯服了啊！小姐，七爷在集团开会，我来这里取一份文件。叶枫答道。欧尊这段时间都住在公馆，所以一些办公的东西也都放在公馆了。哦，
这样啊，那就是欧尊不在，那就好办多了。石云英闭眸一转，往前走了2步。叶特助，我跟你说。忽然，他脚下一绊，不小心把整杯果汁都洒在了叶枫胸口的衬衫上。叶枫也吓了一跳，赶忙把文件放到一旁，顺便也脱下了外套。哎呀呀，不好意思哦。石云英忙放下杯子，还好外套没湿。你快去客房换件衬衫吧，不然待会儿你怎么去给欧尊送文件？他会骂死你的，对吧？这提醒的非常有理。叶枫当然不想挨骂，忙点头道：谢谢小姐提醒，那我去换一下衣服。都怪我，外套我帮你拿着，你快去换吧。石云英好心的接过叶枫的外套，叶枫不疑有他，立即转身去了客房。等到房门关上的声音响起，石云英立即从叶枫外套口袋里掏出他的手机。第72章，石云英挟持欧尊，绝地反击。叶枫是欧尊的特助，欧尊的许多事宜都经过他的手，自然也包括预订酒店这种事。果不其然，石云英翻着叶枫的短信，很快就发现一条3个小时前收到的短信：叶特助您好，我是半山湾酒店的经理，按照七爷的吩咐，后天晚上1314号夜景房已预约成功，正在精心布置，最终成品图会尽快发给您审核，以及当晚烛光晚餐的菜品。半山湾酒店1314号夜景房。石云英捕捉到这2个字关键词，立即就把手机退回桌面，放回了外套口袋里。几乎是同一时间，客房的门打开，换好的衣服叶枫走了出来。石云英把外套还给他，微笑说：快去忙吧，叶特助，我以后跟着欧尊还要靠你多照顾呢，你要注意别太劳累哦。叶枫闻言感动不已，连连朝他道谢。他确定了，小姐是真的转性了，他肯定是爱上七爷了，看来还是七爷牛逼啊。叶枫走后，石云英轻哼一声，立即转身上了楼。他从典当行带回来的背包里有笔记本电脑，当时欧尊是检查了的，他大概是确定他肯定逃不出去，所以他并没有没收他的手机和电脑。石云英登录秘密账号，他混迹国际黑客圈这么久，自然也是累积下了不少人脉，尤其是同城，他和同城地下黑势力组织5家掌权人的关系也是很好的，所以之前他才可以轻松搞到5家的高利贷合同，骗秦娟签下。好在欧尊目前只知道他叫石云英，知道他和石家的一些牵扯，但关于他别的身份，他并不知晓。石云英通过隐秘渠道联系到了5家的掌权人，要他帮自己一个忙，他重金酬谢。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这个忙也不算多麻烦，5家更不可能想到跟欧尊有关，而且即便事后欧尊去查，也查不到5家头上。联系好5家这边，石云英又安排了其他2件事，都处理好后，他起身走到了背包边，用小剪刀剪开背面的夹层，从里面取出一个极薄的小盒子，检查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发现。盒子里有少数红色的小药丸，石云英拿出其中一粒小药丸，举起来在灯光下看着，粉唇狡黠的勾起，万事俱备，只欠欧尊。2天时间一晃而过，到了第3天早上，石云英才起床下楼，佣人就把座机递给他：小姐，七爷找您。石云英接过座机放到耳边，就听见男人低沉磁性的嗓音：早上醒来，你去洗手间脱过裤子了？你问这个干什么？他已经变态到对这种事感兴趣了吗？看到你的那玩意儿，彻底走了。原来是要问这个，他就不会直接问吗？非得问的那么变态。石云英对着座机做了个瞪眼的表情，心想他压根没有来过姨妈，但为了不被察觉出端倪，他还是垫了6天的姨妈巾，那东西垫在下面真的好不舒服啊。他心里吐槽，面上却笑道：我姨妈昨天就彻底走了啊。那今晚6点，我派人去公馆接你，你不来接我吗？你想我去接你？想啊，我们一起去酒店不是更好吗？石云英眼珠转动，欧尊太精明了，如果他先去酒店套房，也许会发现端倪，太冒险了。行，欧尊似乎很满意他这个提议，低低的笑道：看在你想我的份上，我亲自去接你。好啊。石云英笑盈盈地道：那我化个妆，在公馆等你。化妆是不假，只不过他需要这个妆容对他晚上的计划有所帮助。早在赌约游戏开始的第1天，欧尊就派人送来了所有女性用品，包括各大品牌的全套化妆品、最新季的衣裙、鞋子、包包、首饰等等。他早就料定他会输给他，会乖乖的住下。午餐过后，石云英回房间补了个午觉，为晚上的奋战补充精力。下午4点半，石云英起床洗漱化妆，特意选了一对耳坠很大的耳环，并且精心改装了一下。6点整，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一辆黑色高档轿车在公馆门口停下，石云英提着裙摆，踩着高跟鞋走出来。欧尊单手抄着裤带，高大颀长的身体靠在车边，墨眸扫过走出来的女孩全身，眸底溢出一抹浓烈的惊艳。石云英走到男人面前，见他盯着自己看，微微一笑，看来七爷很满意我今天的衣着。欧尊薄唇勾起，看第一眼时我就想撕掉你的衣服。见女孩僵住，欧尊俯身凑到她耳畔，舌尖卷过她的耳垂。这是我对女人衣着的最高评价，你是第一个拥有的，那真是谢谢她全家呢。
石云英被他弄得浑身发痒，尤其是他的唇碰到他的耳钉，令他心口一慌，赶忙伸手推开了他，冲他微笑道：“现在靠太近就没有仪式感了呢。”这3个字不知为何对欧尊非常管用，他闻言眯了眯墨眸，竟也没有强求他什么，而是伸手落在他腰侧轻拍，上车。石云英如释重负，转身上了车。一路上，欧尊大概是注重于仪式感3个字，也没有对他动手动脚，只不过那自带侵略性的视线盯着他看，石云英有种被他视奸的感觉。到了半山湾，有经理亲自过来迎接他们，坐直升电梯到了顶楼。七爷，这是您预定的1314号夜景房。经理鞠躬后退下了，顺便关上房门。好漂亮，我参观一下。石云英假装参观，踩着高跟鞋往里面走，臂眸不着痕迹地扫过整个套房以及偌大露天阳台上的餐桌，确认无误，他才松了口气。刚要转身，一双大手从身后伸过来，圈住了他的细腰。欧尊低头就咬他的耳朵，石云英吓了一跳，转身推开他：“你干什么？还没吃晚餐呢。”欧尊站在他面前，修长的手指伸手扯着领带，闻言不悦地眯起眼：“晚餐肯定没有你好吃。”烛光晚餐。石云英咬着唇说：“不然来这里干什么？你钱多吗？”“很多。”为了防止他跳过吃烛光晚餐这一环节，石云英立即走过去，拿起座机，摁下分机号，让他们可以准备上晚餐的菜品了。欧尊见他那个认真的小模样，薄唇有趣的勾起，以为他只是单纯的追求那个所谓的仪式感。毕竟石云英这几天的表现已经足够表达他乖乖留在他身边的诚意，他每一个细节举动都那么真实，彻底打消了他的疑惑。只是他绝对不会想到，接下来他的小东西给他准备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很快，晚餐的菜品端了上来，外面的露天阳台也摆成了烛光晚餐的模样，烛台、桌布、鲜花，气氛正好。石云英和欧尊分别入座，上等的红酒被倒入高脚杯中。石云英像是有点害羞那般，随意的伸手摸了摸耳环，趁机拿出了里面红色的小药丸，而后伸手端起高脚杯时，不着痕迹的放进了高脚杯里。随后，石云英起身走到欧尊身前，她纤长的美腿抬起，跨坐在欧尊的身上，仰头喝了一口酒，含住，再俯首喂给欧尊。小东西今天这么热情。欧尊兴味十足的眯眸，配合的扬起俊脸，以薄唇接住他喂下来的酒。好喝吗？他凑到他耳边轻声问。欧尊妖冶的墨眸潋滟，勾唇道：“你比酒甜。”石云英纤细的手指在他俊脸上划过，声线拉得很长。其实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哦？欧尊挑眉。什么？石云英在他腿上坐直身体，漂亮的脸蛋面对着他，扬起一抹笑意。我这就拿给你。下一秒，他美艳的脸蛋蓦地一变，小手迅速从右腿外侧抽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抵住了男人的脖颈，冷声道：“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不许动。”第73章，石云英用铁链拴住欧尊，拴了3道铁链，寒光凛冽的锋利匕首抵在了欧尊的脖颈上，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一触即发。欧尊依旧维持着优雅的坐姿，垂眸看了一眼自己脖颈上的匕首，而后抬眸看着跨坐在自己身上的女孩，他眼底毫无惧色，反倒是眯眼笑了：“你说什么？我说不许动。”石云英手里的匕首又往前进了1寸，锋利的刀沿贴着她冷白的皮肤，她蹙眉冷厉地道：“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快点给我收起你的笑。”欧尊似笑非笑：“那我若非要动呢？我会让你血溅当场。”“哦，那正好，我喜欢浴血奋战的感觉。”话落，欧尊蓦地伸出手，他动作极快，石云英细白的手腕被他一把扣住，下一秒，他手里的匕首应声落地。“你！”石云英假装震惊的瞪大闭眸，他猛地抽回了自己的手腕，整个人迅速从他腿上下来，退后几步。欧尊高大的身形站了起来，在暖白色烛光下，他犹如这世间最英俊的恶魔，俊美的眉眼间流淌着致命的邪气。他妖冶的墨眸盯着面前的女孩，薄唇勾起，洞悉道：“刚刚你从别墅里走出来，我就看到你腿上藏着的匕首了。”石云英不说话，他故意垂着眸，让他看不清他的表情，让他以为他挟持失败，正在难受失落。没成功挟持我，失落了。欧尊修长的手指在椅背上轻点着：“你若是还想打架，我们可以去床上打，3天3夜我都奉陪。”这7天他表现的实在太好，他是真的以为他愿意乖乖留在他身边，没想到小东西的小脑袋瓜子还在动歪脑筋。无妨，今晚他有1整夜时间，可以用各种姿势来让他服软。石云英还是低着头不说话，忽然就转身往身后的白色栏杆边跑去。怎么，小东西还想跳楼威胁他？欧尊挑眉，抬脚走到栏杆边，伸手想要去抓他。就在欧尊朝他伸出手的那一秒，石云英倏地抬起眸，眸中闪过一抹终于得逞的狡黠。欧尊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刹那间意识到不对，可一切就发生在几秒钟。他想后退已经来不及，只见那白色栏杆上竟缠绕着一圈铁链，在欧尊靠近伸出手的一瞬间，被电子控制的铁链猛地弹出来。
牢牢地拴住了欧尊伸出的手腕。欧尊墨眸倏地一沉，紧接着他整个身体都被铁链拽了过去，其余的铁链全部都弹了出来，飞快地拴住他的另一只手臂、修长的双腿以及劲瘦的腰。不过5秒，欧尊全身都被铁链牢牢地捆住，竟前前后后捆了3道铁链。这铁链中掺杂着其他金属质地，极其坚固耐操，纵然他欧尊有再大的力气，也不可能徒手挣脱开。欧尊低头看了一眼身上铁链，身体猛地动了下，发出摩擦刺耳的声响。面前响起脚步声，他率先看见了女孩红色的高跟鞋以及那雪白细瘦的脚背。欧尊蓦地抬起了眸，恰好对上石云英那闪着得意的狡黠闭眸。他眯眼看着他，精致的小下巴微扬着，朝他重重的冷哼了声，一字一字的说道：“终于让我拴住你了，我的好主人。”第74章，欧尊控诉石云英，你耍赖。为了今晚能成功把他给拴住，他是费了一大番功夫和心思的。什么笑里藏刀，欲擒故纵，忍辱负重都用上了，最后擒贼先擒王。孙子兵法真好用。石云英想，古人诚不欺我啊。欧尊幽深的墨眸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了片刻，闻言他竟然勾唇笑了。原来你喜欢玩铁链捆绑 play 吗？是我疏忽了。他还笑，这时候他能笑得出来？石云英闭眸瞪他，凶巴巴的，不许笑。他拴住他了，是他笑才对。欧尊却仍盯着他，薄唇边的笑弧不曾收敛。石云英更凶地瞪他，你在笑？欧尊还是笑。没有女人敢这样用链子拴住我，所以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你，也不可能放过你了。欧尊深深地望着他，邪气又危险地说，小东西，看来我们注定要生同亲，死同血。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你放过。石云英上前2步，走到他面前，伸手捏起他的下巴，倨傲地道，这位先生，麻烦你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在我手里，你不怕我对你做点什么？我很期待。欧尊笑说，鞭打还是滴蜡？扎针？我喜欢会痛的，刺激。见他不说话，欧尊忽然低下头，薄唇吻过他的手指。石云英猛地收回手，抬脚就踹了他一下，然后就听见欧尊舒爽的吐气说，舒服。他受虐狂吗？石云英瞪他一眼，转身走进了套房，然后打开衣柜，蹲下身用提前得到的密码解锁里面放着的保险柜。里面放着枪支、匕首、防追踪的手机以及用铁链制成的手铐，是国际黑手党研发的，极其牢固，除非是极大的外力干涉，被拴住的人绝对不可能打开。这些东西都是他让武家掌权人帮忙弄的，包括栏杆上拴住欧尊的铁链。前几天他从叶枫手机里提前窃取到了酒店地址，然后让武家掌权人找了前国际刑侦队的雇佣兵来帮忙，溜进酒店，在白色栏杆上安装了铁链装置，为的就是把欧尊给拴住。欧尊千防万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酒店套房里动手脚。什么叫擒贼先擒王？石云英知道，以欧尊的势力，他想逃走很难，即便逃了，也会面临天网般的追捕，所以他就生擒欧尊，用他当人质，助他顺利离开夏国。石云英拿了东西，转身返回露天阳台，然后走进欧尊，侧身将拴住他的铁链拎起来，在一旁的操控器上按了几下，铁链自动分断开，形成一个手铐式的结，牢牢地扣在欧尊双手上。石云英不放心，又在他的双手上加固了一道手铐，再用一个牢固的铁钩勾住。哪怕是国际上最为恶贯满盈的罪犯，也没有享受这个待遇。然后他又从边上推过来一个椅子，在椅腿上按了一下，立即弹出来4个轮子，变成可以滑动的椅子。石云英扶着欧尊在椅子上坐下，然而就在他的手扶着欧尊的腰的一瞬间，欧尊倏地旋过身，猛地将他压在了栏杆上。你，男人浑身被铁链禁锢，却仍旧霸道地压着他，不肯让开。低眸哑着嗓子问他，是谁帮你弄的这些东西？指铁链、椅子等等这些工具。聪明如欧尊，自然很快就能分析出来，他窃取到了酒店地址，但这几天他都没有出过公馆，就算出去也有保镖跟着，所以他必定不是自己弄的。他有帮手。男的帮手？欧尊的语气听起来非常不高兴，甚至带了点怒意。他刚才拴住他，他都没有发怒，还笑，这会儿突然发什么神经？石云英伸手推他，你想干嘛？他被拴住还不老实？除了顾影泽、沈墨，你在同城还认识其他男人？应该不是这2个，他都有派人在盯着。认识又怎么样？是你心上人？我没有心上人。你没有喜欢的人？他越问越离谱了。他是异族啊，是人类眼里的怪物，他怎么能喜欢人？石云英用力推着他，大声说，没有，我早就说过我没有喜欢的男人了，你烦不烦啊？沉默了片刻，欧尊忽然闷声道，我不算男人。石云英一怔，他片刻后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像是很惊讶，蹙眉看着他，你算不算男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欧尊脸色更黑，沉沉地盯着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美人鱼都是这么没良心的。石云英一噎，
仰着小脸蛋反驳道：“不许你说我们族人，而且我哪里没良心了？你是把我从禁区救出来是没错，但我跟你谈判过，也承诺了我会把钱还给你，但还是非要我留在你身边，不放我走，还非要我跟你睡那种不要脸的觉，所以我今天才会这样拴住你的。”他横眉竖目，有理有据地瞪着他。欧尊闻言脸色更沉，墨眸就这么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眼底是不自知的对他的贪恋。赌局游戏是你输给我了，当初约定好，输了就乖乖当我的女人。石云一，你耍赖！最后几个字几乎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咬牙说出来的，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叫他的名字。耍赖吗？那个，嗨，石云一有那么0.000000001秒的心虚，但他小下巴一扬，冷哼道：就算是我耍赖，但你强吻我那么多次，可以抵消了。他的初吻可是很值钱的，就这样被他抢走了，还不止一次，这笔账他还没找他算呢。欧尊墨眸中布满阴沉，闻言咬着牙道：“你是我的宠物，我吻你有什么不对？他把他从禁区买回来，那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他属于他的。”石云英反驳：“难道宠物你都会吻吗？你是宠物，我就会吻。那老虎你怎么不吻？看不上，我就想吻你。什么歪理？”石云英懒得跟他继续争辩，猛地扣住他的肩，用了大力将他摁回了椅子上。老实点，哪有他这样嚣张的人质？还好他刚才在红酒里下了药，给欧尊喂了一点，虽然不多，但那药的药效很强，会让人四肢无力，头晕目眩，否则他哪怕被铁链拴着，估计还是会很危险。石云英推着他走回了套房。此时洗手间的门打开，两个躲在浴缸的人走了出来，一男一女，是武家派来帮石云英的人。看见石云英，他们恭敬地低头：“石小姐。”然后再一看向椅子上被3道铁链捆着的男人，震惊地瞪大了眼。这是欧尊，石小姐要绑架的对象竟然是夏国最大的大人物。欧尊还沉浸在石云英不喜欢他，也不喜欢被他吻的气恼中，冷冷地扫了他们一眼，薄唇吐出一句无情绪的话：“我记住了你们的脸，意思是你们死定了。”两个人闻言一抖，双腿一软，差点跌在地上。这男人能不能被铁链拴住，还能恐吓别人？石云英咬牙从抽屉里拿出黑胶布，直接把他的嘴贴起来了。我不是叫你们戴口罩吗？他这人睚眦必报，算了，你们快点吧，按计划来。石云英把欧尊推进洗手间，固定住不让他动，然后走回房间，拿起欧尊的手机，拨通了叶枫的号码。他知道像欧尊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出行，安保工作肯定是十分齐全的，他必须要放松叶枫的警惕，才能顺利溜走。叶枫的电话很快接通，石云英立即装出喘息的语气，娇娇地说：“七爷说他腰酸，快送点喝的上来，要冰的。”妈耶，七爷这是折腾得多狠啊，自己都打不了电话了。叶枫赶忙照做，安全起见，亲自推了推车上来，发现套房的房门竟然开着。他将推车推进去，站在套房客厅里，听见房间里传来男女的喘息声，令人脸红心跳。叶枫当然不敢多看，也这种时候，他也没有能力去分析那喘息声是不是自家主子的声音。偷听主子和小姐的那啥，那不是找死吗？然后房间里的石云英探出一个脑袋来，微笑说：“冰饮放下吧，今晚我跟七爷不想要被任何工作的事打扰，你们可以先走了，不用在这里等着。”叶枫忙垂下头不敢看他，闻言应了一声：“是。”看到七爷和小姐这么恩爱，他有种欣慰的感觉，当然今晚能偷懒也是高兴的。叶枫退下了，房门关上后，石云英立即走回洗手间，见欧尊仍被铁链捆着坐在椅子上，一张俊脸黑黑沉沉地瞪着他，嘴上还贴着胶布，黑色短发有些凌乱，看上去倒是有点像是被他虐待成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石云英的错觉，他竟然从欧尊的眼神里看出了些许幽怨。你不许那样看我！石云英咬唇，闭眸瞪他，被虐待的是我，才不是你！你不许幽怨！男人长得帅就是麻烦，尤其是欧尊帅到犯规的男人，他感觉他要是再多看他几眼，都要觉得是自己有错了。不过没关系，他马上就要跟他说再见了，以后也不会再见了。石云英没耽误时间，用笔记本电脑黑进酒店系统，暂停了所有监控，然后打开房门观察了下，确认没有人在外面，便立即推着欧尊往紧急电梯。一般不出事，不会有人乘这边的电梯。他很顺利地推着欧尊来到了顶层，顶层正停着一架小型直升机。石云英眼睛一亮，立即推着欧尊走过去，只要上了直升机，他就可以飞出同城，再想办法彻底离开夏国。第75章，他的眼神搞得好像他多喜欢他似的。这架小型直升机也是他出钱让武家帮忙准备的，不需要多先进，能保证飞行就行。但武家准备的也绝对不会是次品，他并不担心。石云英推着欧尊来到直升机前，打算把欧尊绑在楼顶，只要欧尊和他一起不见了，叶枫哪怕第二天早上发现，第一反应也只会以为欧尊带他去哪里玩了。等到叶枫在楼顶找到欧尊的时候，他早就飞出同城，离开夏国了。想着，石云英细瘦的手臂扣着男人的腰，
想要被他抱到边上的栏杆上绑着，大概是鲛人血统的缘故，他力气一直都比常人大。然而，就在他抱起欧尊的一瞬间，男人忽然低下头，嘴巴被胶布封住，他就用高挺的鼻尖蹭过他的耳垂，坏坏的呼出灼热的气息。耳垂是石云英浑身上下最敏感的点，他摸他这么多次，早已了然于心。果然，下一秒，石云英猛地一个站立，浑身一仰，软软的往边上趔趄了下。这一下让欧尊找到机会，他高大的身形倏地一转，借助他扶着他的力道，他脚下的皮鞋精准地踩到了一旁地上的红色按钮。警报器！石云英反应过来，却已经来不及。一瞬之间，整栋酒店大楼响起刺耳尖锐的警报声。滴滴滴滴滴滴你！石云英蓦地抬眸，闭眸狠狠地瞪向面前的男人。欧尊脸上还贴着黑色胶布，见他看过来，他妖冶的墨眸抬起，竟朝他眯出一个笑弧。该死，这个奸诈的男人！他应该把他打晕才对，他早该知道他这种变态是多少层铁链都锁不住的。石云英气得伸手掐他，用脚踢他，欧尊却毫不在意的扬眉，仍是一副十分享受的表情。石云英闭眸一转，忽然改变了主意，火速就把欧尊抱上直升机，固定在座椅上，然后自己迅速来到驾驶舱。就在他驾驶的直升机飞上夜空没多久，后方就已经有6、7架直升机追了过来。有探光灯朝这边照过来时，云英被晃2下眼睛，从窗口望出去，天生的夜视能力让他清晰地看见后方的直升机，以及直升机舱门口边拿着轻型机枪的保镖。不用猜就知道是欧尊的人。欧尊不是普通身份，他在半山湾酒店附近保护他的人肯定不少，只是他没想到这些直升机会来得这么快。看来欧尊以前8成经常被人暗杀，才会安排这么缜密的保护。果不其然，很快直升机上的电台就传来一道严肃的声音，是叶枫的：小姐，请你立即降落。在同城，这些电台频率都是可以从飞行总台控制的，叶枫能这样跟他说话，石云英并不意外。只不过请他降落，这个请字就用得很灵性了，摆明了是不敢逼他降落的，也不敢干预他的飞行，因为他的主子现在在他手上呢。石云英眯起闭眸，像是想到什么，倏地笑了。他手里有一张最大的王牌，他得好好利用起来。石云英将直升机调成短暂的自动驾驶，然后起身走到后舱内。欧尊仍旧被铁链拴在座椅上，石云英走到他面前，伸手撕下了他嘴上贴着的胶布。大概是胶布粘性太好，又或者是这男人皮肤太好，被胶布粘过的地方竟然略红微肿了一圈，看起来像是被人怎么给虐待了似的。石云英一怔，特别是垂眸接触到欧尊看他的眼神，他的眼尾染着猩红，眼神却又那么深刻专注，夹杂着咬牙切齿的幽怨，就像是丈夫看着出轨后即将畏罪潜逃的妻子。石云英抿了抿唇，想到自己现在是绑匪，必须要有绑匪的样子，于是他摆出一副凶脸说：你不要搞得我好像骗了你感情似的，我又没有对不起你。他这样看着他的眼神，就搞得好像他有多喜欢他，多舍不得他似的。他分明就只是把他当宠物而已啊。像他这种站在人类金字塔顶端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他这种异族物种？你就是骗了我。欧尊沉沉地盯着他道：漂亮的女人就是会骗人。石云英刚要反驳，就听他语气蓦地一转，齿间咬着笑说：不过无妨，我以后会在床上千万倍的要回来。石云英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他被他绑着折磨的画面，他打了个寒战，倏地弯下腰，先指捏住他精致的下颌，与他四目相对，冷哼道：没有以后，我不会再给你抓住我的机会了。哦，可是石小姐，世事难料。欧尊任由他捏着，女上男下的姿势，可他的气势却并未被削弱，那双墨眸中是狼性十足的偏执暗光。世事难不难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夜难忘。石云英微微一笑：七爷，你当过人质吗？欧尊眯了眯眸，一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只见石云英拿过一旁的安全绳，一端扣在座椅上，另一端扣在欧尊腰间的铁链上，然后把他整个人拉了起来，直接推出了直升机的舱门。叶枫等人驾驶着直升机在后面追，倏然看到一个身影由安全绳吊着，被推出舱门，悬挂在直升机下。待到用夜视望远镜看清楚那个身影，叶枫眼睛都快瞪掉了。七爷，而且七爷身上还被拴着铁链，有生之年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刺激的画面，比岛国动作片还刺激。七爷竟然真的栽在小姐手上，是该说小姐厉害，还是该说七爷太纵容小姐了？把欧尊推出去后，保险起见，石云英还是背上了降落伞。他按下电台的通话键，拿着匕首站在舱门边，扬声道：叶枫，给你3分钟时间撤走所有飞机，否则我就割断安全绳，让你家七爷体验一把夜空翱翔的感觉。他拿欧尊当人质，叶枫吓尿了，哪敢再追，立即吩咐所有直升机都掉头远离。石云英蹲在舱门边，看着那些直升机全部开远，意料之中的冷哼一声。就当他要站起来的时候，只见被吊在下方的欧尊忽然重重晃着，扯动安全绳。
而石云英手里拿着的匕首正好垂着。欧尊这么一晃，安全绳擦过锋利的匕首，撕拉的一声，直接被割断。石云英蓦地低下头，就看见安全绳断裂，欧尊整个人直接从高空往下坠去。他蓦地瞪大双眼，该死，这男人疯了吗？这么高摔下去会粉身碎骨的。石云英伸手就拽住了断裂的安全绳，跟着从舱门边跳了下去。欧尊第76章，能让你一辈子记住我，死了也值了。石云英反应极快，将断裂的安全绳死死地攥在手心里。夜空中，他和欧尊都以极快的速度往下坠去，很快他就抓住了他。在高度允许的情况下，石云英提前打开了背上背着的降落伞，砰的一声，降落伞弹了出来，减缓了他们急速坠落的速度。石云英松了一口气，他不知道的是，在他下坠抓住欧尊的一瞬间，欧尊被捆在身后的双手碰到他的腰，修长的手指勾走了铁链的钥匙，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忽略了腰间的触觉。石云英像是一只八爪鱼般扒在欧尊身上，双手双脚都缠着他，和他一起缓慢地飘在夜空中。风吹起他乌黑的长发，吹到欧尊面前，他用薄唇抿住他的头发，咬在嘴里，低声说：“甜的。”都什么时候了，他还在考虑他头发甜不甜？而且他头发怎么会是甜的？他又不是蜜蜂。石云英闭眸圆圆地瞪着他，他当然知道欧尊为什么会突然割断安全绳，他在逼他弃掉直升机，因为直升机可以直接飞出同城，他要抓住他的难度就会翻好几倍，所以他逼他跳机。可他竟然用他自己来当试验品，他就不怕死吗？见女孩盯着自己，欧尊抬起了俊脸，他的小东西想看他，他当然要抬起脸给他看，也许他看得高兴，看得满意，赏给他一个吻也不错。你就不怕我不选择跳下来救你？石云英冷着脸蛋，咬着牙问他，我如果不跳下来，你就会摔成肉泥。我活着本来也很无趣。欧尊勾起薄唇，默眸深深地望着他，如果能让你一辈子记住我，死了也值了。他的眸光深邃又专注，眸中倒映着他的脸蛋，仿佛他的世界中只有他。石云英心口蓦地一跳，猛地别开了脸。骗子，他什么都有，他活着怎么会无趣？他只是想和他睡那种不要脸的觉。欧尊忽然低声说，仔细听，可以听出那声音中夹杂着一抹愉悦。但你跳下来了，说明你不想我死。那又怎么样？说明我在心里不是没有位置，换个人我也会救。我不管，你心里就是有我。欧尊忽然凑过来，薄唇贴着他的耳朵，呼出一口气，低低地道，英英，只要你现在说你不跑了，你今晚对我做的所有事就一笔勾销，我们回公馆吃蛋糕，好不好？石云英耳朵一痒，蓦地别开了脸，好你个头！你再说这些有的没的，我就放手让你掉下去，摔成肉泥。他要放手，那还是算了。他难得抱他，还是多抱一会儿吧。他的怀抱真的好香。欧尊被女孩抱着，低头靠在他的肩上，竟然没有再说话。他们降落的下方就是偌大的榕江，且边上都是密集的房区，降落危险系数太大，所以石云英并没有调整方向。更何况降落在榕江对他有好处，扑通一声，飘落下来的两人双双坠入江中，骤然入水，身体猛地下沉。石云英却如鱼得水，迅速就展开了身体。他解开腰间的降落伞，在榕江里灵活地游动着。他在找欧尊，他还被铁链捆着。无论如何，他有救他出禁区之恩，也没有伤害过他。他并没有想过要他死，他只想逃走，和他分道扬镳。因为他不是可以和他睡觉的人，因为一同坠江，所以他们分得不会太开。石云英很快看到了不断下沉的欧尊，游过去拉着他往水面游去，哗啦一声浮出了水面。男人闭着眼，俊脸的冷白肤色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苍白。石云英心想，他不会呛死了吧？他凑过去，伸手拍他的脸，喂，欧尊，大变态。男人还是没有反应。石云英蹙紧眉头，游得离他更近了一点，伸手想去掐他的人中。可他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双大手猛地从水里伸出来，一把扣住了他的手腕。欧尊略一用力，将他扯到了面前，眯眼笑道，最后还是让我抓到你了。石云英蓦地睁大眼睛，有那么几秒甚至吓到了，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他不是被铁链拴着吗？怎么会？他是怎么解开的？还是他刚刚从他身上偷到了钥匙？果不其然，欧尊将含着的铁链钥匙吐出来，他薄唇勾起一抹笑意。我亲爱的美人鱼，我们是回酒店继续干，还是回公馆吃蛋糕？石云英很快从震惊中缓过来，他对上他势在必得的墨眸，粉唇也勾起一抹笑，狡黠的眨着眼说道，我亲爱的主人，你既然叫我美人鱼，那你就该知道，美人鱼在水里怎么会输呢？话落，欧尊眼底划过一抹惊慌，下一秒，石云英猛地挣脱开他的手，一个旋身就扎入了江水中。该死，小东西欧尊也迅速扎入水中，长腿极快地滑动着。可他再如何会游泳，又怎么可能游得过拥有鲛人血统的异族人？石云英游泳的速度至少是人类的上万倍，不出几秒，石云英就已经游得无影无踪，
任凭欧尊怎么在熔浆中寻找，都不见踪影。小东西！石云英，欧尊身在偌大的熔浆中，他焦急地环顾四周，一片漆黑。他气恼地狠狠地捶了下水面，湿漉漉的俊美脸庞上牙关紧咬，墨眸剧烈地收缩着，眼底是极大的慌张和失控。妈的！他不该逗他，他就该降落时也抱着他不松手。现在让他逃了，如果再让他顺利出了桐城，出了夏国，小东西把戏那么多，天涯海角，不知道何年何月他才可以找到他。第77章，欧尊失控，第一次不冷静。骗子，半小时后，熔浆岸边，欧尊浑身湿透，衬衫西裤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比例完美的身材，黑色短发也湿成刘海洒在额前，往下滴着水，平添了几分少年感。而他俊脸却阴鸷冷沉，墨眸死死地盯着黑漆漆的江面。叶枫拿着热毛巾走过来，颤颤巍巍地递给他：“七爷，熔浆水太寒，您擦一擦吧。”欧尊却一把挥开他的手，转身大步走向了轿车，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踩下油门，他飙车回到了欧爵公馆。佣人们都以为小姐和七爷去过浪漫夜晚了，毕竟小姐出门前可是精心打扮了一番的。现在看到欧尊这样一身狼狈的回来，全都愣住了。欧尊鞋也没换，就这么一身湿的上了2楼。他踹开主卧的门，扫视一圈，最后在桌角边看到了石云英从典当行带回来的那个黑色背包。欧尊长腿走过去，俯身咬牙切齿地拎起了那个背包，就像是在把逃走的石云英拎着回来一样。可当拎起来之后，他手里的力道却不自觉地变轻了，又像是怕这个背包给拎坏了一样。这是小东西留在公馆唯一的东西，里面都是他的东西，是他用手摸过的。欧尊动作小心地拉开了包里的拉链，发现里面都是各种各样奇奇怪怪但又很有用的工具，还有一部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他打开试了一下，手机已经被彻底革机了，电脑里也是一片空白，找不到半点使用痕迹。欧尊眯起眼睛，捏着电脑起身来到书房，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 U 盘，插进去，修长的手指飞快地操作。很快，被彻底清除的网页浏览记录显示出来，因为只能显示近7天的，石云英这几天用的又少，所以搜索记录只有寥寥几条。月经一般来几天？月经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对付变态？变态心理学在线教你。一个男人如果总是强吻你，代表什么？是讨厌还是报复？人类的吻意义到底是什么？欧尊手指划过屏幕上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画到最后一个搜索：桐城云溪国际机场，小东西要坐飞机走。欧尊妖冶的墨眸倏地眯起，强烈而巨大的失去感令他无法静下心，冷静的判断，焦急的起身就往楼下走去。叶枫也在同时接到了他的吩咐，全面搜索桐城云溪国际机场。在欧尊从熔浆里上岸后，就迅速已经吩咐搜索桐城全城。这时候又接到主子这样的指令，所以大部分搜索人力都放到了机场，毕竟是夏国国都，机场是非常大。不过令人意外的是，搜索意外的顺利，很快就有人根据叶枫给出的衣着提示，在监控里找到了和石云英今晚穿一模一样裙子的人，身形身材都极其相似。叶枫立即让他们控制住人，还特意嘱咐了，只要不让他走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动他一根汗毛，连衣服都不要碰一下。七爷对小姐的纵容和特别，已经让他无法预判在小姐这样毫不留情地对待七爷后，七爷找到小姐会怎么做。照理来说是应该丢到圣门去虐死的，但他觉得七爷在小姐这里没有常理一说。10分钟后，机场候机大厅里忽然出现了一群黑衣黑裤的强壮保镖，他们手里拿着电棒，严肃地将闹哄哄的人群隔开。被清空的道路中间，高大颀长的男人迈着长腿走过来，纵然他浑身是湿的，短发凌乱，仍不掩那令人惊叹的俊美。边上的女生想拍照，却被保镖严令禁止。欧尊走到被围住的女孩面前，却没有伸手去抓她，而是罕见地停住了脚步。保镖忙道：“七爷，他一直低着头，我们没有动过他。”欧尊墨眸盯着他看，冷硬的嗓音夹杂着几丝期待，喉结上下滚动道：“抬起头来。”那一直低着头女孩闻言颤了颤，抬起头来，和石云英截然不同的一张脸。不是他，不是他。欧尊眸中的期待在瞬间褪去，那强烈的失去感带来的冲动也彻底冷静下来。从森林里活着走出来后，他极少有不冷静、冲动的时候，但这次到此时，他才冷静地想，这是他的声东击西计，他把他引到机场来，为的就是延缓他的人的搜索力度，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让他有更好的机会可以溜出桐城。毕竟夏国这么大，他势力再大，只要出了国都桐城，要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更何况他还那么善于变装易容。所以笔记本里的搜索记录也是他故意伪造的，为的就是让他查到追到机场来。然后他安排了一个跟他很像的女孩出现在这里，拖住他的脚步，让他能顺利出城。所以此时此刻他一定在看着这一幕，聪明如他，他一定会亲自确认他的计划没有失败。思及此，欧尊蓦地抬起了俊脸，墨眸望向右侧的摄像头。同一时间，一个乡下的隐蔽码头边，拿着小型电脑，
正在观看机场情况的石云英，闭眸猝不及防对上男人深邃的墨眸，他手一抖，差点把手里的小型电脑摔了。他为什么突然看摄像头？屏幕中，欧尊墨眸死死地盯着摄像头，像是确定他就藏在这里面。他漂亮的眼瞳在颤动收缩，那眼神像是妻子卷款跟奸夫跑了的受伤丈夫又来了。这男人的隐藏技能是装可怜吗？他本来以为他不会中这个声东击西的计谋，还以为要费一番功夫，没想到他竟会亲自赶到机场。不过这样也好，他出同城更顺利了。而且他早就知道坐飞机不安全，欧家肯定是可以控制航线的，他被发现的几率很大。确定计划成功了，石云英没有再去看屏幕上欧尊奇奇怪怪的眼神，他啪的一声合上了小型电脑，拉上口罩，转身走向了岸边停着的大型轮船。伴随着呜呜的船鸣声，轮船启动，驶向大洋彼岸的华国。机场内人群被彻底清空，只剩下欧尊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他维持着姿势，仍旧固执地抬着脸看向那个摄像头。不知道站了多久，久到他身上的衣服都已经干透了。终于，叶枫忍不住上前小声地说道：“七爷，时间不早了，要不要先回去？几个小时了。”欧尊忽然开口问。叶枫一怔，反应过来他是问小姐逃了几个小时了，忙答道：“已经过了8个小时了。”欧尊倏地捏紧了手掌。8个小时，这么长时间足够让小东西溜出同城，更甚，他可能已经出了夏国。欧尊大手攥紧，指骨发出咔嚓的声音，蓦地，他抬脚踹向一旁的座椅，咬牙切齿地低吼道：“骗子，骗子！他只是想把他留在身边，他想让他陪着他，他是他带回来的宠物，他陪着他有什么不对？可他不愿意，那他不愿意，他也让他跑了，赌也跟他打了，游戏也陪他玩了。他明明输了，明明答应做他的女人了，明明说认真对他们第一次的，明明说要那矫情的仪式感的，结果他又耍赖，又要跑，跑就跑，他不就是想赢他吗？那他现在赢了，赢了之后，他不是应该来找他，让他认输吗？不是应该在他面前炫耀吗？结果他竟然是真的跑了，跑到异国他乡，让他彻底找不到他了。骗子！他让他逃，让他耍小把戏，不是让他彻底的失踪失联。骗子！大骗子！欧尊浑身散发着失控的戾气，抬脚踹翻了所有的椅子，甚至砸掉了摄像头。第78章，石云英见到同族人要去相亲大人物，叶枫跟在他身后，隐约察觉到不对劲。等到欧尊终于踹够了，停下来了，叶枫才上前问道：“七爷，这个女孩怎么处理？”指身后这个石云英找来冒充他的女孩，杀了。欧尊冷冷地道：“是。”叶枫应声，转身要去吩咐，欧尊却倏地喊住他：“站住！”叶枫一顿：“七爷。”欧尊喉结上下滚动，嗓音沙哑，半晌才道：“算了，不杀了。不能杀。这个女孩也许是小东西认识的什么朋友，如果小东西知道他杀了他朋友，他也许就彻底不喜欢他，彻底不再见他了。不，他本来就不喜欢他。妈的，他一点不喜欢他。他对沈墨、顾影泽，甚至对公馆那只肥虎都比对他好，他就不该对他心慈手软，他就该用铁链把他拴起来。他不听话就揍他。是。叶枫忍不住问道：“七爷，要不要动用圣门的势力追捕小姐？”欧尊眉头一皱，冷声道：“不需要。圣门那群糙汉子下手没个轻重，也配碰他的小东西？伤到他怎么办？绝对不行。”叶枫意外他会说不需要，顿了顿才道：“那七爷，如果找到小姐，您准备把小姐怎么样？毕竟今晚七爷可是被小姐用铁链拴住，吊在直升机上的，如此大胆放肆的举动，换任何人都得气死，更何况是七爷这脾气。应该把小姐抓回来，狠狠折磨才对。什么怎么样？”欧尊冷冷地扫他一眼。难道你想对他怎么样？叶枫，好吧，合着您压根没往处罚那方面想呢。抱歉，是我做属下太忠诚了。欧尊在机场站了很久，天亮了才离开。叶枫虽然没问，但他也猜得到，七爷大概是在等小姐会不会来机场找朋友，或者是找他，但答案显而易见，小姐并没有来。离开前，欧尊吩咐叶枫放了那个女孩，但要监视她所有日常活动，如果有任何情况像是石云英出现，第一时间通知他。叶枫应下，虽然也觉得小姐大概不会联系这个女孩，现在他心里真正的勇士，真正的超级英雄就是小姐，能把七爷玩成这样，玩完后还不生气，还等他来，这就是世界上最牛逼的人。华国，石云英虽然是偷渡过来的，但准备证件什么的对他来说不是难事。他在岸上见到了约好的本地证件贩子，买了一套全新的证件。华国属于西方，查的没有夏国那么严，偷渡过来的人很多，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欧尊的追捕，他不至于选择偷渡。取到了证件，他去商场买了衣服，然后在约定时间赶到了华国的凯莱大酒店。石云英本来还在想，他这也不认识同族人，照片也没有，要怎么找他？但当他到了酒店大厅，一道极高声调的声音传来：“
像是不同脑电波发出的音节频率，吸引了他的注意。石云英环顾四周，发现除了他，似乎没有人能听到这道声音。看来血统纯正的人类都听不到，是族人的声音吗？石云英顺着声音一层层电梯往上找，最终在顶楼的房间找到了这个声音的来源。只是他没想到，同族人竟然是一个长得极其漂亮的美少年。妈蛋，为什么不是女孩？还可以讨论讨论月经问题什么的，男孩就很不方便了。少年看起来年纪很小，见到他激动地上前自我介绍。他说他叫刘烨。石云英也简单的自我介绍。为了让他相信，刘烨掀起裤腿，给他看他腿上尚未褪去的鱼鳞片肌肤，跟石云英早几年身上的鳞片一模一样。石云英问他，这么说你还没成年？没有，我明年才满18岁。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前段时间禁区拍卖美人鱼，我听到一点风声，当时很激动，然后我去找，但是你的信息都被隐藏了，我最后辗转的去查，才查到你和顾家二少有联系。刘烨解释着，但他神色着急，显然是因为找他有急事。云英姐姐，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您家小姐收养了我，她对我很好，但她失踪了，但是她奶奶身体不好，受不得刺激，你能不能冒充她一段时间？冒充她？石云英蹙着眉，就听见刘烨道，今晚您家奶奶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不去不行。相亲？石云英对这个词感到新鲜，跟谁？据说是夏国一个超级大人物。第79章，欧尊都不会这么嚣张好吗？云英被打脸，夏国超级大人物，大概是才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大逃亡。提到夏国二字，石云英腿肚子就不由自主地颤了颤，漂亮的小脸蛋也跟着抖了抖。刘烨察觉到，疑惑问，怎么了，云英姐姐？没怎么，就是被变态折磨的后遗症。当然，这是绝对不能说的。难道他要在同族人还是一个美少年弟弟面前说自己被人类男人给折磨了这种丢人的事情吗？那他这个族人姐姐的威信何在？嗨，石云英抬手潇洒的一拨长发，霸气十足地说，没什么，不就是夏国超级大人物吗？小意思。不过你知道是夏国的哪位吗？他对夏国的政治和上层人士都不太了解啊。超级大人物难道指的是总统长子之类的？我不知道。刘烨摇头道，您家奶奶身体不好，前段时间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好几次之后才活下来。她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这个孙女成家生子。您家在华国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您家奶奶眼光特别高，说是帮心优相中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强的男人。说到这里，刘烨就失落地垂下了眸，但接下来的这句话又让他俊俏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羞赧的笑意。心优就是您家小姐的名字，她叫宁心优，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女孩子。好就好，还非常非常好，叠词词听起来很奇怪好吗？石云英心里吐槽，又问，她年纪也比你大吧，不然怎么相亲哦？她确实比我大。石云英托着腮，十分直女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叫她姐姐，却要叫我姐姐呢？难道是因为自己长得比较老吗？什么玩意儿？刘烨一怔，一时竟没说出话来。直女的问题总是脑回路清奇，却又意外的精准。他好像从心底深处似乎从没把宁心优当成姐姐过。见刘烨垂着眸不说话，直女时云英并未察觉出什么不对劲，忽然想到一个关键点，你说他收养你，那你之前在哪里？我们的族人还有多少？现在住在哪里？他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可刘烨却摇了摇头，语气迷茫，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是在海岸边被9岁的心优捡到的，那时候我浑身都是鱼鳞片，他不嫌弃我，把我带回家，把我带在身边，一直养我到现在。这些年心优一直在动用您家的势力，帮我查有关鲛人一族的情况，一直没有消息。3周前他忽然从夏国打电话给我，说他终于发现了鲛人族的一些消息，他说可能涉及到一个顶级大家族的惊天秘密，他说回来就告诉我。可这个电话之后他就失踪了，我试图找到他去过的地方，可一切信息都离奇的被抹掉，连他飞去夏国的机场监控都不见了，身份信息也没有出境记录。我猜测他可能是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得罪了什么人。刘烨说着低下了头，石云英看不见他的脸，却感觉到他的情绪很低落。他意外的是，刘烨竟然跟他一样，也是醒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难道就真的这要巧？他们都恰好失去了以前的记忆，还是有什么隐情？石云英抿着粉唇，伸手落在他的肩上，握紧，低声却坚定地道，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你一起找到他的。事关我们鲛人族的消息，也是我的事。时间缘故，石云英和刘烨只聊了一会儿，便先为晚上的相亲做准备。易容术是石云英的强项，刘烨给他看了宁心优的照片，又带他去了华国最大的黑市，买了易容术需要的各项工具。3个小时后，石云英已经彻底变成了宁心优的模样，从头到脚让人看不出任何不同。连刘烨这种和宁心优朝夕相处的人都忍不住的惊叹，真的一模一样，姐姐真厉害。2人一齐驱车前往相亲约定的豪华大酒店。路上，
石云英询问了关于宁心悠平时的性格、习惯等等，刘烨一一告诉他，极其详细。石云英记忆力超强，很快便记全了。又问：“那你是希望我直接搞砸这次相亲，还是？”提到这个，刘烨的眼神明显暗了暗，他垂下眸，低声说：“不，我要搞砸。奶奶说了，对方的父亲很看好您家，所以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心悠奶奶那么希望他结婚，奶奶开心的话，身体会好，心悠知道了也会开心的。”石云英点了点头，行，我尽力吧。但愿那个超级大人物别太难搞。不过只要不是欧尊那种变态，正常男人就不会难搞，所以他不担心。车开到了酒店门口，石云英看见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那等。刘烨介绍道：“这就是奶奶的亲信赵信，奶奶身体不好，他今晚负责带你去见人。”因为刘烨不方便跟进去，所以石云英跟他互留了联系方式后，便跟着赵信进了豪华酒店。经过赵信的一番介绍，石云英才知道今晚不是单独的相亲，而是会来好几个大家族的千金小姐，供那位超级大人物挑选出他顺眼的，然后才会再进行下一步接触。什么玩意儿？帝王选妃吗？到底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他还真想一睹真容呢。欧尊都不会这么嚣张好吗？石云英心里默默吐槽，面上却一脸端庄贤淑，跟着赵信往包厢走去。落座后，其他大家族的千金小姐陆陆续续来了，竟然一共来了10几个。石云英本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偷吃桌上的小蛋糕，冷不防身侧的椅子被拉开，一阵甜腻的香水味飘来，她忍不住蹙了蹙眉，就听见一道高傲的女声问道：“你是您家的那个小姐？”这声音，石云英侧过脸，猝不及防对上石思源那张妆容精致的脸，不由一怔。石思源竟然也来华国相亲了？搞什么？不是说超级大人物吗？相亲对象档次拉得这么低吗？不过也有可能是欧家六夫人帮他搞到的名额，毕竟欧家的名头在。石思源见这位宁家小姐见到自己竟然怔住了，不由更加高傲。坐下后，抚着新做的灰棕色指甲说道：“你知道今天要来的男人是谁吗？”石云英，你指甲很丑，灰棕色的看起来很像刚抠出来的鼻屎。你石思源脸色僵住，重点是被他这么一说，他竟然觉得越看越像，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卸掉了。石思源把双手藏到坐下，很不善地盯着面前漂亮的女人，语带警告：“宁家在华国确实有点地位，但你不要太嚣张，今晚要来的男人可比你们宁家厉害1万倍，而我早就跟他有关系了，所以你别妄想能赢过我。”居然跟石思源有关系，这男的品味太差了吧？石云英蹙着眉，石思源以为他吓到了，想到自己姑姑是欧家六夫人，更加高傲地说：“待会儿等他来了，你一定会吓得不敢说话，所以你别费尽心机想吸引他注意，你攀不上他的。”拉倒吧，他石云英是那么容易被吓到的人吗？石云英懒得跟石思源斗嘴，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是宁家千金，所以他只是不屑地哼了哼，继续偷吃小蛋糕。只不过那个传说中的超级大人物一直没有出现，千金小姐们都焦急不已，不停地看时间，问保镖，得到的答复都是主子在路上了。什么人啊，这么不守时间观念？石云英正不屑地想着，包厢的门忽然被推开，随着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在保镖的簇拥下，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走了进来。石云英对这个大人物的印象已经跌到谷底，闻声立即抬起头，正准备好好一睹真容，看看到底是哪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他就对上一双妖冶冷漠的墨眸，以及欧尊那张俊美妖孽的脸。石云英手里的小蛋糕啪叽一下掉在了地上。你妈的，为什么？石思源见他果真被吓到了，很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宁家小姐又如何，也不配攀上欧尊。今晚他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博取欧尊的注意。欧尊一进来，立即就有好几名千金小姐站起身，纷纷的惊艳于他如此英俊的长相，当然也不忘朝他献好。七爷，是不是路上堵车了？七爷快坐，我给您盛碗汤嘛。七爷，您本人比传说中还要帅。我爸爸说他和您一起合作过项目，您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个彩虹屁吹上天。欧尊似乎心情很不好，平时爱穿粉色、紫色、红枫色的衬衫，可今天却穿了一件冷色调的白色衬衫，就像是妻子跟人跑了之后悲伤至极，浑身连颜色都没有了的丈夫。而他俊美至极的脸庞上更是一片冰冷，浑身散发着低沉阴鸷的气息，让人胆寒不敢靠近。但即便如此，他极品的长相身材还是让各位千金小姐趋之若鹜，使出浑身法宝想要博得他的注意，一碗又一碗的东西被各位小姐端到了欧尊面前。石云英十分庆幸自己为了偷吃小蛋糕选了这个靠窗不怎么惹眼的位置，她默默地低着头，祈祷欧尊不要注意到自己。他跟这个男人是有什么斩不断的孽缘吗？为什么他走到哪里都能碰到他？他逃来华国，他竟然也跟着来了，而且他还主动来见他，跟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不能紧张，石云英，你现在是宁家小姐，身份和脸都是，你只要混完今晚的相亲宴，开溜就可以了。石云英不断地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她为了逃出来，那样耍了欧尊，
还把他吊在飞机上。要是真被他抓回去，他怕是会被他吊在飞机上烤成人鱼干吧。他绝对不能再被他抓回去，绝对。叶枫拉开椅子，欧尊纡尊降贵的在主位上坐下。他看了眼面前的汤碗，冷冷道：“谁给我盛的？”“是我，七爷。”一名千金小姐立即娇滴滴地道。欧尊看也没看他，俊脸上没有表情。看来你很爱喝这个汤。是的，我平时在家也会煮，我可以亲手。可千金小姐话说到一半，就听见欧尊冷漠地道：“叶枫，去盛30碗，让他喝下去。”30碗，千金小姐吓呆了。可欧尊说一不二，立即有人打了30碗汤来，逼着那个千金小姐喝下去。喝到她喝不下了，吐了一身，哭着跑走了。欧尊又看向桌上另一个盘子里的牛排，谁给我盛的？另一名千金小姐以为他只是不爱喝汤，忙道：“七爷，这是我亲手煎的牛排。”欧尊照旧语气很冷，去后厨煎30份，吃下去。千金小姐如遭雷劈，被叶枫请到后厨，反正是没有再回桌上。如法炮制，只要给欧尊端了东西的，都被用各种借口给弄走了。石云英，这男人不是来相亲的，他是来捣乱的吧？欧尊翘着腿，懒懒地坐在主位上，把玩着手里的苹果，扫过餐桌边坐着的所有女人，那冷漠无温的眼神，不像是在看女人，像是在看一堆可供他泄气的玩具。此时，包厢门被推开，侍应生来上菜。华国靠海，特色就是海产品，最出名的当属各种鱼类。被端上来的一份昂贵的清蒸鱼。叶枫站在欧尊身后，第一时间看到了鱼，心道不好，鱼现在是七爷的敏感词啊！果然，下一秒，欧尊看到侍应生端着的鱼，脑海中倏地浮现出石云英那张脸蛋。他原本懒洋洋的墨眸倏地一冷，像是被触碰了什么逆鳞，抬手就掀翻了餐盘，一脚踹向侍应生：“谁让你们饭店做鱼的？”侍应生无辜被踹翻，一脸懵逼。石云英坐在餐桌的这一边，有种那条被掀翻的鱼是自己的感觉，忍不住狠狠地瞪了一眼欧尊。可他没想到的是，欧尊正好抬起头来，看到了他狠狠瞪他的那一秒的眼神，瞪得那么凶，那么带劲。欧尊墨眸一眯，下一秒倏地站起身来，长腿朝他坐的方向走过来。第80章，石云英鬼鬼祟祟捉奸，望见欧尊起身走过来的动作，石云英瞬间浑身紧绷。什么情况？这男人真奇怪，这么多千金小姐讨好他，他不为所动。他瞪了他一眼，他竟然反应这么大。而且，如果是他瞪他被他发现了，他走过来干什么？就算是要惩罚他，让保镖动手不就行了吗？石云英闭眸一转，急中生智，手偷偷地伸到边上14元放在身后的包里，摸到14元的香水，拿出来后，悄悄地在餐桌下对着自己一阵狂喷。他知道欧尊很不喜欢香水的味道，因为曾经他好几次看见，只要有香水的味道，欧尊都会下意识地皱眉。果不其然，欧尊才迈着长腿朝他走过来，蓦然一阵浓烈又甜腻的香味扑面而来，席卷了他整个鼻腔。他脚步一顿，停在离他几步的地方，没有再靠近，显然十分厌恶这种味道。俊脸上浮现出反感。什么臭味？欧尊冷冷地问道。谁喷了香水？14元就坐在石云英边上，自然闻得出这味道是自己用的香水，所以闻言立即激动地站起身，生怕被抢了。是我，这是我最爱用的香水。14元边说边站起身，羞涩地走到了欧尊面前，也遮住了坐着的石云英，因为他和石云英的座位是靠近的，包厢人很多，餐桌又很长，他们坐的属于同一个地方，再加上刚才石云英瞪欧尊时是侧着脸的，欧尊只注意到那个又凶又带劲的眼神，有点神似他养的那个小骗子，至于脸长什么样倒是没看得很清楚。所以当时思源走到他面前时，欧尊闻到那股难闻的香水味，俊脸变得更冷了，嗓音冷滞地问：刚刚是你瞪我？石云英，仇人竟然救我一命，世界这么奇妙吗？14元没听懂欧尊是什么意思，但他竟然主动走过来找他，令他欣喜若狂，赶忙羞涩地自我介绍：七爷，我是您六伯夫人的侄女，我叫石思源，我很早就仰慕您。石思源。欧尊听到这个姓氏，眯起墨眸，倏地想到曾经他伪装成顾影泽时，小东西跟他说的那些话，我不可能放过石康荣一家的，一锅端了。后来他让叶枫去查过同城的石价，所有资料他都看了一遍，石康荣有个女儿，就叫石思什么玩意儿的。欧尊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女人，问：你是同城人？石思源忙点头：是，七爷，我是同城本地人，我追随您而来华国。欧尊墨眸浮现出一抹冷厉的寒意，扫了眼叶枫，带他去楼上房间。此话一出，包厢内所有千金小姐都震惊了，而后看向石思源的表情有羡慕，有嫉妒，还有愤恨。七爷怎么会选中他了？难道就因为她是七爷六伯夫人的侄女吗？真好命啊！而且还带去楼上房间，那不就等于今晚要和他春宵一夜了吗？石思源闻言更是兴奋的差点昏过去。天啊，七爷要他去包间，七爷选中他了，他终于要成为七爷的女人了。带着这种天大的骄傲和亢奋，石思源几乎是昂着下巴走出包厢的。欧尊难以忍受这股味道，
当即转身也走了。相亲宴的男主角走了，一众千金小姐也顿时偃旗息鼓，纷纷拿着包愤愤不平地走了，嘴里还在羡慕石思源哪来那么好的运气，被这样的男人看上。石云英仍旧低着头坐在位置上，被识破的危机是化解了，但欧尊竟然把石思源叫去楼上房间了。难道欧尊看上石思源了？妈蛋，什么眼光啊，青光眼加白内障吧。他更担心的是，如果欧尊真的看上石思源，跟石思源睡那种不要脸的觉了，那他不是彻底动不了石思源了？毕竟欧尊的势力不容小觑，万一他变成了石家背后的保护伞，那他还付个毛线仇啊。思及此，石云英也没了吃小蛋糕的心情，虽然已经偷吃了10多个了，他抿唇思索了一会儿，见包厢内一个还没撤的保镖接了电话，说了句是七爷，然后就往外走去。石云英闭眸眯起，起身就跟了上去。他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却如履平地，巧妙地跟在保镖身后，来到17层的302房间门口。房门忽然打开，保镖进去后没一会儿便拿着衣服走出来。石云英一眼就认出来，那是石思源刚刚穿着的衣服。竟然这么着急就搞起来了，妈蛋，他来晚了一步。而且为什么保镖拿着衣服出来？难道保镖也一起吗？欧尊这个大变态，不要脸！石云英气愤地咬住下唇，现在该怎么办？他要不想办法偷偷录个视频，用来威胁欧尊？还是那天晚上在直升机上，他就不该跳下去，就这个变态，就该让他摔得粉身碎骨，碎成渣，被吹到榕江喂鱼。石云英越想越气，有种为仇人做嫁衣的愤愤感。他抬眸四处瞅了瞅，发现没有安装摄像头，于是轻手轻脚地走到302房间门口，耳朵贴在门板上听里面的动静。没过几秒，他就听到里面传来女人凄厉的叫声。这是船中睡那种不要脸的觉的时候女人发出的浪叫吗？第81章冤家路窄。门口遇见撒谎被戳穿，欧尊之前动不动让他叫一声来听听，就是希望听女的这样叫。石云英捏紧了小拳头，想着干脆要不等他们搞完，他趁机把石思源打晕带走，再制造一出石思源背叛欧尊的戏码。反正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才行。此时的房间内，欧尊不知道房门口趴着的某个小东西正在问候他祖宗18代。他一双长腿站在书桌前，看着被保镖换了一身衣服被摁在桌面上的石思源。他花了几万块做的发型已经乱糟糟像鸡窝，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他以为把他叫上来缠绵宠幸的男人竟然会用点燃的雪茄烫他的肩，怎么还是这么臭？欧尊发现雪茄还是掩盖不了那股臭香水味，冷冷道：“给他泼水。”是。保镖立即去打水来，2大桶加了冰块的冷水毫不留情地浇在了石思源头上。石思源被冻得浑身发抖，大叫道：“不要不要啊！”门外，石云英听到这种叫喊，心想：妈蛋，不要你就别搞啊，赶紧跑出来啊！叫得这么大声干嘛？狗男女，不要脸！哼！房内，欧尊往后靠坐在皮椅上，冷眼看着石思源，薄唇吐出一句话：“你认识石云英？”石思源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怔了几秒，下意识反驳：“我不认识。”欧尊翘着腿，拇指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发出啪嗒的声响，淡淡道：“扭断他左手。”不要！石思源惊得浑身颤抖。我认识他，他是你什么人？是我妹妹，不可能。欧尊皱眉，嫌弃地道：“你长得这么丑，跟他一点都不像。”石思源难以置信：“你难道认识他吗？”欧尊玩打火机的动作一顿，保镖立即动手，咔嚓一声把石思源左手拧脱臼了，警告道：“我们七爷没问，你没资格开口说话，问你就说，撒谎的后果你承担不起。”石思源痛的叫都忘了，惨白着脸，不断的点头：“是。”欧尊冷冷的问：“石云英是你父母收养的女儿，然后你父母把她卖到禁区了？”“是。”“为什么卖她？”欧尊眯眸猜测道：“因为她不肯哭出血珍珠，没办法为你们家带来财富，所以你们恼羞成怒，干脆准备卖掉她，狠狠捞一笔。”“是。”欧尊又想到上次禁区的人出现在桐城码头，联系起石家突然的破产，他这次回来后，你父母还想卖他，只是被他反将一军，才导致你们家突然破产。“是。”“他用的什么方法反将一军？”欧尊再次猜测道：“用合同，让你们资金链断裂。”石思源还什么都没有说，这个男人就全部猜到了，是合同，一份是1分钱的建材销售合同，还有一份是桐城武家的高利贷合同。武家在桐城地下势力很大，各种歪门邪道的路子非常广。欧尊也瞬间想通之前的一切，比如半山湾酒店的套房里那些铁链和楼顶的直升机是谁为小东西准备的。他倒是路子野，连武家的人都能认识。他没记错的话，武家的这任掌权人还很年轻，现如今未婚。他还敢跟未婚男人偷偷联系，看他抓到他，不把他狠狠弄到断腿。见欧尊脸色阴鸷至极，石思源隐约感觉到杀气，他不想死，颤声求饶道：“七爷，如果您是因为他是鲛人血统，想抓他来做研究，
我可以帮忙，求求您不要杀我。话音刚落，欧尊猛地站起身，一脚踹向书桌，14元被他踹摔在地上，痛得还未叫出声，锃亮的皮鞋已经踩住了他的喉咙。七爷，他发不出声音，瞪大眼看着上方俊美的男人，抓他来研究。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下场是什么？欧尊居高临下的冷睨着他，忽然勾唇一笑，只不过那笑比恶魔更嗜血。他蓦地加重脚下的力道，几乎要踩碎14元的胸骨时，4元扑地喷出一口血来。欧尊收回了脚，厌恶地看了眼被血搞脏的地毯，冷冷朝保镖道：“把他带回圣门。”被带回圣门可不就是死那么轻松了？这种女人不配死。欧尊转身走向洗手间，嫌弃地用水冲鞋子。而房门口，石云英正趴着偷听，因为这房门隔音效果很好，所以除非有人大叫，否则他都听不到什么。怎么没声音了？叫一半就不叫了吗？要不他从隔壁房间翻到阳台上看看。正当他思索的时候，房门门把忽然传来被拧动的声音。糟糕！石云英一惊，迅速侧身闪到一棵茂盛的装饰盆栽旁，挡住了自己的身形。只见房门被打开，2名保镖架着一个女人出来，女人头上被套着黑色头套，身上湿透，还在不停地往下滴血，一条手臂蔫蔫地垂着，一看就知被拧脱臼了。石云英视线落在女人小腿上，上面有一块紫色的胎记，是14元。可这情况怎么看也不像是睡了那种不要脸的觉，明显是被打的。可欧尊虐时思源做什么？他跟石家没仇吧？他突然想起来，他之前假扮顾影泽的时候，他因为不知情，十分憨憨的跟他自曝身份，说过石家的事。难道他是在帮他对付石家吗？不太可能，他都这样得罪他了，他追杀他还来不及，还帮他？石云英有些呆怔，他向来摸不透欧尊的想法，因为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他无法下结论。一边想着这些事，石云英一边抬脚往楼梯口走去。由于心思比较重，他没注意到302房的门锁动了动，下一秒房门再一次被推开，欧尊和叶枫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石云英听见动静时已经来不及，因为欧尊已经抬眼看见了他。石云英心下一惊，但想到自己有人皮面具在脸上，还有完美的妆容和身份伪装，就稍稍松了口气。他面上立即装出千金小姐的礼数，微微垂手，随便编了个理由：七爷，我上来找朋友。没想到这妖巧碰到，叶枫立即在身后小声介绍：七爷，这位是您家大小姐宁心幽，老爷之前就说过最中意的人选是她。原来是老头子看上的，都是这种爱喷臭味香水的丑玩意儿。欧尊眼底溢出嘲弄的冷笑，冷眸盯着他看：你上来找朋友？石云英大家闺秀的点点头：是的，七爷，我有朋友从外地来找我玩，恰巧也住这家酒店，住在3楼这一层。是的，欧尊冷笑一声，可这一层都是我的。石云英，什么？石云英无比尴尬，呵呵一笑，那可能是我找错楼层了，好像是在4楼才对。对，就是4楼。不好意思啊，七爷，我先去4楼了，4楼也是我的。欧尊面无表情地道：这家酒店住宿不对外开放。石云英，你妈的，这要怎么圆？第82章，欧尊陷入幻觉。云英送上门，石云英原本飞快转动的小脑袋，仿佛突然被欧尊塞入了江湖，一团乱。他双手背在身后，焦急地抠着小手指，思索着对策。就是我朋友说住在这里，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我朋友搞错了。哈哈哈，他第一次来华国首都伦亚，搞错也是正常的。那我先去打个电话给他。他边说边往右边挪动着，准备要开溜，然后就听见欧尊道：就在这里打。石云英挪动的小脚一顿。欧尊冷眼看着他：别打了，直接把你朋友叫过来。石云英，如若不然，你就是在撒谎。欧尊冷冷地道：刚才你看到了什么？他就是你的下场。该死，他猜到了，猜到他是尾随保镖上来的了。要知道，像欧尊这样权势地位的男人是非常忌讳被人跟踪监视的，他的行为显然是惹怒了他。思及此，石云英忙破罐破摔地道：七爷，其实我是因为喜欢你，我看到你把石小姐带上来，我很嫉妒，所以就跟上来，我希望得到你的注意。他边说边眨着眼看向欧尊，试图表现出超级喜欢他的崇拜少女模样。欧尊冷漠地看了他几秒，不知为何有那么一瞬，他竟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丝不耐烦，就仿佛是石云英那个小骗子每次看他的眼神。你讨厌我？他冷不防地道。石云英一惊，他怎么知道？他尬笑道：没有啊，七爷，我怎么会讨厌你？你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会不喜欢你呢？欧尊闻言，墨眸闪过一丝暗淡，冷冷打断他：他不喜欢我。他是谁？石云英疑惑地眨了眨眼，欧尊难道还有爱而不得的女人？而欧尊像是想到什么非常不高兴的事，俊脸变得异常阴鸷冷沉，薄唇吐出一个字：滚。滚。太好了！
石云英眼睛一亮，立即假模假样的伸手擦了擦眼睛，哽咽着道：“是七爷，那我走了。”呜呜，他一秒都不耽误，边说边转身就走。此时，走廊尽头敞开的窗户吹进来一阵冷风，风吹起石云英披在身后的长发，细软的发梢拂过欧尊的鼻尖。14元那款香水的留香时间并不长久，再加上石云英已经站了这么久，头发上已经没有多少残留的香水味了，所以女孩的长发拂面而来的一瞬间，欧尊莫名嗅到了一丝极其熟悉的气味，只有一丝，非常的淡，但他眉心倏地一跳，几乎是本能的上前，伸手扣住女孩的手腕，语带怀疑的冷厉道：“站！”话没说完，石云英还来不及震惊，抓着他手腕的大手倏地一松，下一秒，欧尊竟擦着他的肩倒了下去。石云英呆呆地看着倒在自己脚边的俊美男人，第一反应就是妈蛋，碰瓷。可紧接着，他就看见有浓稠的鲜血从欧尊的鼻子里流出来。七爷！叶枫迅速上前，蹲下身摸向欧尊的额头，烫得他缩回了手，焦急地低喃道：“糟糕！”他立即拿出手机，拨打保镖的电话，让人上来。大概是因为这家酒店是欧家旗下的，所以人来得特别快。欧尊很快就被私人电梯送到了停车场，往医院赶去。石云英懵逼地站在门口，完全不知道欧尊明明叫他滚了，刚才又为什么突然抓他的手腕？而且叶枫刚才说糟糕，什么糟糕？他看着来来往往忙碌的保镖们，犹豫着要不要先开溜，反正他留下也帮不了忙，还很危险。可他刚抬脚要走，就撞上从房间拿东西出来的叶枫。石云英立即开始抹眼泪，呜呜，叶特助，我没有害七爷，我是无辜的，呜呜。叶枫见他一副柔弱的模样，再加上知道她是华国大家族宁家的大小姐，便安慰道：“宁小姐，这个你别太担心，不会牵连到你的。”那太好了。哦不，我是说七爷这是怎么了？唉，叶枫叹了口气，大概是觉得他无辜又单纯，便多说了几句：“七爷是又发高烧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你大可放心，七爷突然昏倒跟你没有关系，是因为前几天七爷的宠物，反正七爷误食了药物，引发了一些身体问题。”误食了药物，是因为他在半山湾酒店丢在红酒里的那粒红色小药丸。见石云英表情愣住，叶枫以为他吓到了，便道：“宁小姐，你可以回去了，七爷醒了，如果要找你，我会再联系宁家的。”这意思是欧尊醒来如果还想找他麻烦，他跑不掉，不愧是特助，真会说话呢。石云英假模假样谢了他几句，转身走了。宁奶奶的亲信赵信还在楼下包厢外等他，见他下来，着急地问：“大小姐，您去哪里了？”找不到洗手间。石云英随口扯谎，赵信也没怀疑，只是叹气道：“七爷好像看上了那个姓石的小姐，怕是大小姐不会被选中联姻了。”也没看上，14元怕是被欧尊打去了半条命。当然石云英也不能说继续演戏，哎，真可惜呢。赵信也没有多说什么，驱车送他回了宁家别墅。石云英想了想，叫住开车要走的他：“赵信，你别告诉奶奶相亲没成功，就说还有接触的机会，毕竟七爷人还在华国。刘烨不是说您奶奶身体不好吗？还是暂时别刺激她了。”赵信应下后离开了。石云英走进宁家别墅，宁父宁母都不在家，她回宁心悠的房间休息了一会儿，刘烨就敲门进来了。“云英姐姐，怎么样？”刘烨一身白衣白裤，少年的眼垂下问他：“相亲顺利吗？”“没有，好像有点被我搞砸了。”石云英抱着公仔靠在床头，叹了口气道：“我没想到相亲对象会是他。”“谁？”“欧尊。”这个名字刘烨也不陌生。他闻言怔了下，喃喃道：“原来奶奶看中的是夏国欧家，那更是他这个异族怪物无法比拟的权势豪门。”沉默片刻，刘烨又问：“欧尊没看上你吗？”这压根不是看不上的问题，是他好像用宁心悠的身份得罪欧尊了。石云英懊恼不已，不该跟上去偷听欧尊和14元的事，确实是他欠考虑了。见他皱着脸蛋，刘烨没有再说什么，而是体贴地道：“那你先休息吧，云英姐姐，没事的，这种事本来也不是你能控制。”刘烨离开房间后，石云英在床上闭目小憩了一会儿，脑海中浮现出叶枫的那句话，以及鲜血从欧尊鼻子流下的那一幕。很奇怪，他放在红酒里的那粒红色小药丸，虽然药效很强劲，但照理来说，对健康的人体不会有任何损伤，因为已经有上千个受试者服用过，最多只是犯困而已。可欧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石云英在禁区那几年，因为经常自己研制药物，再加上跟弟弟监牢的一个老爷爷学过一些，所以对医学也算是颇有研究。欧尊今天的状况绝对不只是简单的药物过敏而已，如果是反复高烧的话，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果他真的死了，那他不就变成害死他的人了？可欧尊救他出禁区的这个恩情，他还没还给他，那么多钱他也没那么快筹齐。思及此，石云英翻身下床，从小包里翻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一粒金色的药丸，这是他在禁区得到的药，极其珍贵。哼，便宜那个变态男人了。石云英没有马上出去，
等到夜深了，宁家别墅的人全都歇下了，石云英才从2楼阳台翻了下去。她卸掉了脸上宁心忧的人皮面具，穿着黑色紧身夜行衣，戴上口罩和帽子，轻松地从后院翻墙出去。她先去了相亲宴的那家酒店，在门口蹲点，很快就碰见欧尊的2名保镖出来，手里还拿着袋子，一边在接电话。是叶特助，东西拿到了，我们现在过去医院。石云英压下帽檐，紧跟在2名保镖后面，等他们在停车场上了车，她迅速拦了辆出租车跟上去。15分钟后，保镖的车在一家私人医院外停下，石云英跟着他们进去，见2名保镖上了电梯，她站在电梯外看着显示屏上的数字上升，最终在8层停了一会儿。石云英翘起粉唇，确定楼层后，她没有乘电梯。这种私人医院看守肯定比较严格，冒充护士之类的不是明智之举，容易被发现，风险太大。她出了私人医院，从大楼后方的水管往上爬。石云英边爬边想，按照欧尊一贯嚣张的作风，这一层肯定只会住他一个人，所以当他爬到第8层时，一个一个的检查挂在外面的空调主机，果然发现只有靠西的最后一间房空调主机是在运作的。石云英透过没有完全拉严的窗帘往里看，隐约看见偌大的病房内，几名穿白大褂的医生在给欧尊测体温、打针，而欧尊躺在病床上，修长的手指上还夹着血氧监测仪。石云英晃动着纤细的小腿，坐在高高的窗台上等了一会儿，等到医生们都离开了，她才取下耳边挂着的万能小镊子，撬开了窗户。石云英轻盈地落地，脚步极轻地走到了病床前。她低眸看着病床上躺着的男人，欧尊闭着眼睛，昏睡中没有了平日里的嚣张倨傲，凌乱的刘海扫在额前，一张俊美精致的脸略显苍白，倒是有了几分桀骜的少年感。石云英伸出手，落在欧尊放在身侧的手腕上，给他把脉。可令他奇怪的是，欧尊的脉象非常的乱，竟令他什么都把不出来。什么情况？石云英蹙起眉头，又换了他另一只手把脉，可还是一样，他的脉甚至比将死之人的还要乱。他想去摸欧尊颈部动脉，可是他才弯下腰，垂下的长发扫过欧尊的脸，他闭着的眼皮跳动几下，忽然缓缓地打开。石云英手伸到一半，正好对上男人睁开的眼。该死，他怎么醒了？石云英立即转身就想躲，可欧尊已经抬手抓住他的手腕，将他用力拽到自己身前，视线模糊的墨眸死死地盯着他，嗓音极其的沙哑，带着怒气：你又想跑？什么叫又想跑？他已经跑了好吗？石云英紧张地抿着粉唇，估算着推开他翻窗下去最快的方案是什么，可紧接着手指一痛，欧尊用力地咬住他的手指，冷冷的语气带着几分咬牙切齿：在梦里你还想跑？梦里？他以为自己在做梦。石云英僵硬地转头看他，见欧尊的瞳色不算太清明，眼神也有些无法聚焦，应该是刚才注射的药物作用导致他的思绪不清醒。他骤然松了口气，还以为又是送上门自投罗网。石云英盯着脸色苍白的欧尊，大概是从来没看见过他这副虚弱的模样，倒是觉得有些新奇。见女孩盯着自己看，欧尊再次咬住她的手指，这次咬得更用力了。他凶狠地瞪着她说：不许看着我，你看着我就是在想怎么逃走。他控诉道：你是个小骗子，我已经被你骗过一次了，不会再被你骗第2次。这男人梦里也要装可怜吗？石云英无语，想打他又怕把他打醒了，只能任由他咬自己的手，并试探着说：对啊，现在是梦里，所以我不会跑了，你别抓着我啊。现在是梦里，欧尊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忽然蛮横地说：既然是梦里，那老子尽情把你亲个够，你也不会生气的。石云英瞪大眼睛，想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下一秒欧尊的吻已经压了下来。石云英被欧尊扣着手腕压在病床上，竟推不动他。这男人不是高烧生病吗？力气怎么还会这么大的？第83章，云英撒娇哄欧尊，百密中有一疏，他是不是脑子已经烧坏了？石云英想骂他，闭眸忽然狡黠一转，机智地说：欧尊呀，梦里就不要这么粗鲁了，我喜欢温柔的男人呢。温柔的男人？欧尊迷蒙的眼神狠狠地瞪着他，老子不是一直都很温柔？不温柔能留你到现在？再进去老子就动手了。石云英嘴角抽动，暴躁女王的脾气上涌，语气却是娇滴滴的小娇妻：温柔就是我教你哦。他边说边故作娇羞的伸手掩了下嘴，实则是把藏在袖口的金色小药丸放进了嘴里。该死，他为什么要说出这种羞耻的话？他到底在干什么？报恩？对，他这是在报恩。非常时期非常手段，没关系，没人会知道的。他还是那个霸气纯洁的他。石云英给自己做着强大的心理建设，然后把药丸在嘴里含化，这才倾向欧尊，把化掉的药丸喂给了他。欧尊处于药物致幻的状态，自然没有尝出什么味道，就这么被他成功喂了药。他这已经是第2次主动亲他了，一次是喂酒，一次是喂药。妈蛋，他脏了。石云英暗暗在心里叹气。喂完后，欧尊像是很满意他，嘴角勾着笑意，低头将俊脸埋入他颈间，低低压压地问道：我够温柔吗？够。那是不是该再奖励我一个吻？当然可以啊。
大概是被女孩唬住了，欧尊竟然真的听话的松开了她，并且在病床上躺平了。石云英终于得以解脱，她迅速从床上爬起来下了地，视线瞥向一旁的医用推车，确定有她需要的药物后，她才微微一笑，弯腰用手盖住欧尊的眼睛。你先闭眼，然后呢，用心感受我的靠近。边说，她边将手伸向一旁的推车，握住那根写着镇定剂药物名称的针管，猛地扎向他已经有针眼的颈部。欧尊猛地抬手攫住他的手腕，被盖着眼睛，他嗓音沙哑且急切带怒：你又骗我，小骗子！石云英松开手的时候，欧尊已经在药效下陷入昏迷。他松了口气，同时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欧尊的病床边会常备着镇定剂？他难道还有什么精神状态不稳定的情况？他忽然想到，他的血会腐蚀植物，说明他身体是有点问题的。但石云英此时没时间去思考那么多，他将针管拧断放进口袋里，检查了一番，连掉落的几根头发都捡起来带走了，不留下任何来过的痕迹，然后从翻进来的窗户原路返回。临走之前，想到刚刚欧尊的蛮横行为，石云英还是在他腿上愤愤地踹了几脚。大变态，骂谁小骗子呢？2个小时后，医生们来给欧尊做定时检查，才走到病床边，正要给躺着的俊美男人量体温，忽然被一把扣住了手腕。医生吓了一跳，低头就对上男人睁开的猩红双眸：七爷，您醒了。医生惊喜地道，没想到欧尊会醒得这么快。可欧尊却盯着他看了几秒，而后直接坐了起来，视线环顾四周，嗓音沙哑至极：他呢？七爷是说叶特助吗？刚才已经通知他上来了。医生忙要阻止他：七爷，您先别坐起来。欧尊当然不可能听话，掀开被子就下了床，他也没穿鞋，就这么踩在偌大的病房里找着。医生们一脸懵逼，七爷是在找什么？叶枫很快上来了，就见欧尊穿着病号服，赤着脚，气势骇人地坐在沙发上，几个医生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病房内气压极低。七爷，这是怎么了？叶枫小心翼翼地问道。难道医生里有想谋害七爷的叛徒？小东西来过。欧尊冷冷地道。云英小姐。叶枫难以置信。什么时候？刚才。欧尊略显苍白的眉眼冷沉。他穿着夜行衣来找我，还主动吻了我。叶枫，主子，你这想的还挺美呢。你忘了人家把你吊在直升机上当人质吗？也许世界上所有女人都无法抵抗七爷，但云英小姐绝对是个特例。哦，可能因为不是人类吧。然后他扎了我一针。欧尊摸向自己的颈部，这里有针眼。医生为难地说：七爷，这个针眼是我上次检查时为您注射药物留下的。叶枫立即看向他，给七爷注射的药物有没有可能致幻？医生弱弱地点头道：由于七爷身体的缘故，需要高浓度的药物才会起效，所以致幻是非常有可能的。话没说完，一盒餐巾纸就被砸到了脑袋上。欧尊高大的身形倏地站了起来，怒吼道：妈的，你们两个什么意思？医生吓得差点就要跪下了。欧尊一脚踹向茶几，给我马上彻查整栋大楼，调周边所有监控。叶枫立即领命，让保镖将整栋私人医院都翻了个底朝天，可却什么都没有发现。而调出来附近的所有监控都没有石云英的任何影子，更何况云英小姐怎么可能会知道七爷在这里呢？她连七爷在华国都不可能知道吧？翻天覆地的查了一圈，连病床边的指纹都查了，还是什么都没查出来。欧尊满脸阴鸷地站在病房内，看着保镖们呈上来的报告，都在告诉他石云英没有出现过这个事实。可他分明吻了她，嘴里现在还有她残留下来的甜味。七爷，您可能是想小姐了，药物是会致幻的，您注射过很多次，也是知道这个副作用的。叶枫小心地说：小姐既然已经逃走了，又怎么会自投罗网呢？小姐那么聪明。你的意思是我很笨？您也很聪明。那我和他谁更聪明？当然是您。欧尊一脚踹向他。你的意思是他笨？叶枫被踹得乖乖闭嘴了。得，他最笨。欧尊扔了报告，在偌大的病房里绕了一圈，终究是没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小东西出现过。他俊脸阴郁，修长的手指抚着唇，可他主动吻他的那种感觉分明那么清晰的存在过。忽然，欧尊视线扫过落地镜里的自己病号服的右边裤腿上有一个脚印，显然是被人踹出来的。第84章，欧尊瓮中捉云英。欧尊俯身，用手略微丈量了下那个脚印，很小，不超过35码，绝对是女人的脚。他的小东西绝对来过这间病房，虽然他不清楚他来做什么，但敢踹他的女人就只有他。今晚抓不到他没关系，至少他知道了一个重要的讯息，他来华国了。他来华国做什么？是要见什么人？如若不是见人，只是为了远远躲开他，他大可不必来离夏国近的华国，可以去得更远更安全。既然他在华国，在首都伦亚，那他想找出他就简单多了。欧尊眼尾还染着猩红的墨眸眯起，一个计谋迅速在心中成型。石云英回到宁家别墅，顺利地翻回了房间，脱掉夜行衣洗漱后躺下，
认真的回想了一遍刚才去私人医院给大变态喂药的整个过程，确定没有任何疏漏后，他才安心的睡觉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最后踹欧尊的那一脚会给他带来暴露之灾，大概是昨晚和欧尊撒娇了，导致他做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梦，醒来后精神不太好。石云英怕昨晚的行动会被欧尊察觉出端倪，于是在宁家别墅休养了几天没出门。过了4天，始终没发生什么事情，石云英觉得风头应该过去了，说不定欧尊已经回下国了。于是他易容成宁心忧后，和刘烨一起去医院看望宁奶奶。石云英从来没有应付过长辈的经验，但装乖是她的强项，而且宁奶奶的身体还在手术后恢复期，不能多说话，所以她只是坐在病床边陪护了1个小时便离开了。出了医院后，刘烨继续去查宁心忧失踪的事，他这些天始终情绪不好，显然是非常担心宁心忧目前的处境，人都消瘦了一圈。石云英不太擅长嘴上安慰人，但他既然答应了会帮刘烨找宁心忧，就一定会帮到底。刘烨是他在世界上已知的唯一一个鲛人族人，等于是他的亲人。石云英前几天就联系了无天组织的人，他们虽然不在华国和夏国，但人脉广，两边都认识不少人。宁心忧的失踪确实扑朔迷离，即便是遭遇绑架，绑匪得有多大的背景才能消除他所有出入境的证据？还有，宁心忧在最后一个电话里对刘烨说的那个顶级大家族会是哪个家族？这些都是可以查的线索。石云英上线回复消息，正想联系武家掌权人武宗斌的时候，他倒是先发了消息过来：石小姐在吗？咦，找他有事吗？武宗斌没有他的号码，他们联系也都是通过防追踪的线上聊天，大家都是道上的人，不会介意。石云英在呢，我正想找你。武宗斌，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疏通华国的空中管制吗？你现在已经平安到华国首都了吗？石云英，平安到了，还要多谢你。他本来是想直接开直升机到华国的，所以需要疏通一下空中管制，不然会被拦住。不过后来欧尊这疯子突然割断安全绳，逼得他不得不弃掉直升机，才会使用计划币改成坐轮船偷渡到华国。幸好他多备了一手。武宗斌，我现在在华国首都伦亚，我有急事想找你，方便见一面吗？石云英有些惊讶，武宗斌来华国了？不等他回复，武宗斌又发来，是关于一些黑客技术方面，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很着急。我在华国没有信任的这方面的人。石云英抿着唇，武宗斌上次确实是帮了他大忙，这个人情他还没还，肯定是不好拒绝的。他打字回复，行，你说个时间地点，我过去。武宗斌那边很快发来了时间地点，就在今晚。石云英又和其他联系的人聊了一会儿关于宁心忧的事，把查到的消息发给刘烨，看能不能筛选出最有价值的线索。入夜后，石云英和刘烨一起吃过晚餐，再次换上夜行衣，戴了帽子口罩，从后窗翻了出去。武宗斌和他约的地点是一个大型的废弃仓库，位置偏僻，石云英也能理解，毕竟武宗斌是地下势力领头人，仇人多，这种地方安全。他没有开车，而是选择打车过来。废弃仓库一片漆黑，满地废铁。石云英靠着夜视能力轻松地走进去，发现最前方的一个厂房亮着灯。他走进去，就看见武宗斌坐在中间的一个木椅子上，身后站着几个手下。说吧，什么事？石云英开门见山地道，我赶时间。武宗斌站起身，看着他，眼神中竟然有几分愧疚。他说，石小姐，对不起，我很欣赏你，但我得罪不起欧尊。什么意思啊？石云英皱眉，关欧尊什么事？他话还没说完，书得反应过来，然后迅速就转身往外跑去。几乎是同一时间，仓库四周的大门哐当一声全部下降，关上，只剩下一扇小门没关。石云英刚要跑过去，就听见那扇小门外传来沉稳的脚步声。下一秒，男人修长的双腿出现在他的视线里。第85章，勤学好问的欧尊，极度后悔的云英。石云英瞪大了漂亮的碧眸，顺着那熨烫妥帖的银灰色西装裤腿往上看去，视线途经白衬衫，最终定格在男人俊美邪似的深邃脸庞上，一张极其的帅，也对他极其具有震慑作用的脸。而那张俊脸的主人也在看他，准确的来说是在死盯着他。男人甚至勾起了略带苍白的薄唇，嗓音沙哑却撩人，勾着一抹绅士的笑意。石小姐，不巧，我们又见面了。当然，石云英知道，他虽然笑得绅士，但他绝对跟绅士不沾边。要是放在古代，他欧尊就是个蛮横嚣张的恶霸土匪，占山为王，还能笑着说这座山就是老子的那种。此时，不仅是石云英震惊，连欧尊身后的叶枫也非常震惊。靠！原本以为七爷说云英小姐在华国是置换导致的，没想到是真的啊！见小东西不说话，欧尊略一扬手，叶枫立即递给他一本书《孙子兵法》。石云英，你演我？欧尊修长的手拿着这本书翻了翻，啧了一声道：石小姐似乎在我的书房看过这本书。石云英，按照他变态的程度，他买的日历是可以记录指纹的，8成书柜也是吧？他怎么没有想到，欧爵公馆简直处处都是陷阱，他随便干点什么都会留下痕迹。
他走之前就该炸了那里，再把他卖到北非去。他愤愤地想。没想到石小姐会喜欢看这种兵法的书，欧某很欣赏，于是也学习了一下。说着，欧尊竟真的翻开了书，将书页面向了他。他淡淡地道：我想石小姐一定很熟悉笑里藏刀、欲擒故纵、擒贼先擒王等等计谋，不知道我这一招抛砖引玉用得如何呢？石小姐作为前辈，点评一下。欧尊勾着唇，笑着问他。石云英还是不说话，十分警惕地瞪着眼前学习能力超强的男人。该死，他为什么不学点该学的？比如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变态？他万万没想到，他都逃到华国来了，竟然还能给欧尊找到，而且还是他自投罗网的方式。怎么办？他要怎么逃走？石云英闭眸不着痕迹地看向四周，试图寻找最佳出口。石小姐哑巴了，没有听到朝思暮想的声音。欧尊已经渐渐没有了耐心，伪装的绅士笑容绷不住了，逐渐开始露出本来的霸道面目。石云英狠狠地盯着他看，就是不说话。哑巴也是被你气的。他这副不跟他说话的模样，让欧尊原本含笑的俊脸已经彻底冷了下来。他忽然冷冷地朝身后的叶枫道，去把武宗兵的头剁下来。你疯了！石云英倏地皱眉，瞪着他。你要在华国杀人？一说到他，你就说话了。欧尊语气更冷，更凶狠地瞪着他，像是发现了妻子和奸夫似的。你们果然有一腿。你在同城认识的其他野男人，是不是他？石云英，武宗兵？他有些诧异，原本以为欧尊用那种残酷的手段逼迫他引出石云英，是跟他有仇，想取他性命，又或者是要想抓住他，折磨他，所以他本来还准备了后手，想着悄悄地帮石云英一把，别让他真的丢了命。毕竟他是真的很欣赏他，但现在看来好像不是。欧尊这副表现看起来更像是吃醋。这个惊奇的发现让武宗兵震惊，他极其钦佩地看了一眼石云英，刚想说什么，一个铁桶就被砸了过来。你在看他？欧尊阴鸷至极的声音，已经不是吃醋了，是要杀人了。武宗兵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自然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他已经属于电灯泡了，便道：七爷，没什么事我就先走，我的女人还在酒店，等我回去做个够。哦，有女人了？欧尊又看向石云英，见他没有露出什么好吃醋啊不舍的情郎的表情，冷峻阴鸷的脸色这才微微缓和，对武宗兵道：赶紧滚。武宗兵带着手下离开了。看着武宗兵走，石云英小脸蛋绷得更紧了，没有外人在了，这个变态肯定要为所欲为了。果然，欧尊立即就迈着长腿朝他走过来。石云英迅速后退，你不许过来，我就过来。欧尊大步走到他面前，伸手就要去抱他。你敢抱我试试看？石云英抽出腰后的一把匕首，举在身前威胁他。